很快便迎来了3胞胎的百日宴。大皇子名萧实修，特立为太子；二皇子名萧实彻，特封逍遥王，赐西南为封地；三公主名萧青青，是朕的掌上明珠，特封正一品清音大公主，赐江南为封地。圣旨一出，全朝上下都是哗然。咱们这皇上和以前那些都不一样，连带着孩子出生时便定好了。是啊，这样挺好的。说来说去，那位为了坐在高位置上的人争来争去，最后苦的还是我们普通百姓。这是皇上有福德，后院干净。没有那么多妃子娘娘的孩子争着抢，才有现在的局面。不然哦。说这句话的人后面的话没有说完，但周围的人都能懂。历朝历代只要是跟皇位有关的，必定是要经过腥风血雨的。这爹怎么回事？我还是个小宝宝，连话都不会说，路都不会走，这边惦记上让我给他打工了，能不能做个人呢？还算是个聪明的，这边被他发现了。等他长大些，我便不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上早朝了。儿子嘛，不就是用来玩的？好气，想想就生气。我漂亮娘亲也不管。云婉音听了大儿子的心声，差点笑出声来。她从里面听到了关键词打工，便猜想大儿子是不是也去自己的世界。原本以为自己能穿越到不知名的古代来就已经是奇事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重新做人的时候，便立志做一个无事有钱的潇洒王爷。爹爹的决定真的是很合本王心意呢。朕的孩子没有一个省心的。天生气质清冷，继承了父母2人的高颜值的萧青青，感觉到爹娘对她的疼爱，笑起来奶乎乎的，软萌的脸颊上还有2个深深的酒窝。你的酒窝没有酒，我却醉得像条狗。每次看到自己小闺女的小脸，萧山就感觉自己像是看到乖宝的小时候，有种亲自养一遍小乖宝的感觉。我爹还有2副面孔呢，看看对着妹妹笑得一脸荡漾的样子，像一只花孔雀开屏。夫妻2人听着心声，看着大儿子一本正经的面瘫脸。亲生的，若是真丢了，茵茵要难过，要生气。真是感天动地的父子情啊！乖宝有出息，不止当了皇后，连着孩子都直接是太子。我们云氏一族的祖坟上真的是冒青烟了。嘿嘿，乖宝一直惦记着村里人，咱出门在外可不能给他惹麻烦。都给我在心里面记清楚，现如今的好日子是因为谁才有的？可不是老云家祖坟冒青烟了，肯定是咱家老祖宗，不知道那几位老人家在下面求了多少次，才把乖宝这个宝贝疙瘩求到咱家呀。村里那些老伙计不知道多羡慕我呢，每次我抱着乖宝出门，那嫉妒的老脸越看越丑，每次都只给他看，不给他们抱，气死那些老头子。自从宣布萧实修为太子之后，每日里只要他醒了，萧山便会带他上朝批奏折。这个爹好狗啊！啪嗒一声，被拿在皇上手里的笔就断成了2半。真是不会过日子，这可是极品的狼毫笔，手劲控制这般差，真让人嫌弃。被刚换好的毛笔咻一声便又断了。西公公在身后一脸苦哈哈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自从太子一起来御书房以后，皇上这笔坏的就特别快？难道是下面的人玩心眼子？我可要看看是谁要害我。
萧时安真的很想把他丢出去，好好一个孩子就长了个新生。面瘫脸越来越冷。好冷啊！我爹还真是抠门，煤炭不多放几个，谁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嘛？亲生的，亲生的。果然儿子什么的最不可爱。若不是想让自己闺女以后的生活过得顺心一点，他才不会整日里抱着臭儿子。身上没有小闺女香香甜甜的，还不会笑，一点都不可爱。现在他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自己岳父家里男孩子不值钱了。只要看到父子两个回来，于婉英总是觉得好笑。两个面瘫都属于闷骚的性格，还眼中看着对方都有些嫌弃，又不得不在一起。只要进了门，萧山就会把大儿子丢在一边，轻声细语地哄着小闺女。青青，是爹爹呀，今天乖不乖？有没有听你娘的话？今天有没有想爹爹？肯定有。萧时修无语，翻个白眼。萧时彻，老大精，老二闹，老三是个宝贝疙瘩蛋。我是个养狗，爹爹长得真好看，娘亲也好看，是天底下最美的美人。本公主肯定也是极美的，不错不错。一家5口人恨不得有8000个心眼子，都能变成筛子了。妹妹是亲生的，我跟弟弟就是捡来的。没想到本尊也有跟人争宠的一天。我那帅气英勇的爹爹呀，看看你的二儿子吧。为了吸引萧山的注意，一向小面瘫的太子发出奶里奶气软软的声音，吸引屋内人的注意。秀儿还真有做大哥的样子啊，时时刻刻都在照顾弟弟妹妹呢。娘的秀儿真棒，希望秀儿以后都快乐没有负担的过完这一生。神有时候也可以自私一点的。每次都被人家的娘这样哄着，就觉得好羞耻，可又很开心。嘿嘿嘿，娘刚才讲的话没头没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平时很是机灵的大哥哥，也有傻傻的时候呢。还有那泛起红晕的耳尖，他到底在想什么啊？现在的他只是个小朋友哎，小孩子。而弟弟的那手再往外伸出就要断了吧？看那本尊是心惊肉跳的，谁让他这辈子跟我是兄弟呢？真是每日里又当爹又当妈的，操碎了心。傻人有傻福，这臭弟弟也是个有福气的。看着自己爹爹和娘亲一直抱着大哥和妹妹，萧时彻就不愿意了，扯着嗓子直喊。可天生就是闹腾的性子，被高大帅气的爹爹抱着的时候尤为兴奋，软软的身子骨竟然来回动弹晃动着。儿子果然是来讨债的。潘哥哥，怎么觉得你带着老二比上战场打仗都要难呢？你们父子2人就没有待在一起超过半个时辰的，保准你先黑脸。茵茵，我这不要脸的爹又来哄美美的人间娘亲了，这样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堂堂一大男人竟然用色相来勾引母后。怎么又这么冷啊？不应该啊，娘亲这里是暖暖的炕头。是本尊来到这里身体变差了？我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个玩意儿？不过两人可以亲亲热热，给我再生些弟弟妹妹。几万年来本尊都是孤单一人，现在觉得多些兄弟姐妹也不错。不管他是谁，现在都是我于婉英的儿子，必定护他周全。小心机鬼，以后便多宠爱他一些吧。萧山抱着太子，看着眼前百姓们在田地里忙碌的景象。百姓们都逃不开吃饱穿暖这几个生活理想，君明
则百姓活，君暴则百姓亡。朕相信太子以后一定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善待百姓们。人间的普通百姓就是很脆弱呀，看看他们的样子，好像一只手轻轻用力就能断气。以后可不能再像从前一般管理手下。夫妻2个人汗颜，这小不点儿，等他上朝以后，不会一天送走一个大臣吧？表面上一本正经的小面瘫，认真的点点头，表示自己知晓了。早在他们一家5口人到庄子上时，就有门房去报：奶的乖宝，大曾外孙呐，当然还有2曾孙孙、曾外孙女儿，可想死太祖宗了。三胞胎本就与其他小孩子不同，心中很是感恩，扬起甜甜的笑脸，伸着手便要2人抱。连平日里甚是调皮的逍遥王都会异常的乖巧。他知道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很脆，自己若是要动，二老很容易伤着。哎呦呦，真是太祖宗们的小心肝儿啊，怎么能这么乖巧，让人喜欢呀？哎呦，阿爷阿奶以前可都是这样说我的，果然人家都说这隔辈是最亲的。哎呀，可怜我这个失宠的人呢，已经是被忘在脑后了。乖宝，还真像你奶说的，小小粗瞎鬼。这还不是看到这个孩子就像看到你小时候一样，爷奶只恨那些年没有多抱抱你。现在好了，抱着乖宝的孩子也算是实现心愿了，可不得多抱抱。再怎样也没有人能比过乖宝在爷奶心中的位置，再怎样也没有人能比过乖宝在爷奶心中的位置。瞧瞧，你们母后才是二老心中最爱的宝贝哦，你们有此待遇都是运气好，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小孩子的感知是最为敏感的。作为大哥的萧世修先是乖巧的点点头，萌萌哒的笑容发射，哄母后开心。调皮的逍遥王咯咯地笑出清脆的童笑声，让人听到就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笑。真是2个傻蛋。娘，看着娘亲没有反应，娘，哎，青青乖。本尊这妹妹真是机灵，这是为了哄娘亲开心呢，真是惹人疼惜，不像这傻弟弟只会傻笑。青青，你娘最喜欢太祖宗做的饭菜，她说那是家的味道。等宝贝再大些，太祖宗就给我们青青宝贝做，好不好啊？到底是担心她的身体，在云婉莹的再三劝解下，晚饭才是由厨房自行准备好的。哎呀，老天爷呀，这份工作总算是保住了。天空之上厚厚的云层，几个让人看不见的身影穿着一身夜行衣，几个跳跃之间便落到了萧家3兄妹的屋顶之上。床上的萧世修猛然睁开了眼睛，看着一个竹管子在窗户缝隙冒着烟雾。唉，希望我的面瘫老爹能及时发现吧。正在睡梦中的云婉音突然在梦中惊醒，身上都是冷汗。她猛然地从床上坐起来的同时，萧闪也睁开了双眼。他隐约听见了大儿子的心声，夫妻2人对视了一眼，披着外袍往外跑。他便推开了房门，敏锐地闻到还残留在空气中没有来得及消散的迷药味。看到原本该躺在床上的3个孩子，只有老2和老3，唯独大儿子不见了。搜，在京城方圆100里之内找，凡是可疑人员拘捕，就地格杀。从现在开始，你们几个人日日夜夜守在逍遥王和大公主身边。慧屋换了身轻便的衣服，没等其他人，便几个跳跃之间没了身影。他看着跟在自己身边的夫君，像是下了什么决定一般。安哥哥，
你一定早就发现了，只是从未问过。小山这一刻心跳得极快，感觉要从自己的胸腔里跳出来一样。只是没等到小丫头说出来下面一句话，就见她在自己眼前瞬间便消失不见了，让她陷入了巨大的恐慌感，感觉小丫头好像随时会离自己而去，一时间忘记了自己还在空中，任由自己掉下去。还是闪出空间的云婉音出来，看到这一幕，心脏像是被人狠狠地捏住，喘不过气，直接来到他的身前。刚刚触碰到的那一瞬间，人便直接进入了空间。给我整这死出！空间什么时候有这个功能了？我怎么不知道？萧山直接掉入空间江南大宅的主位上，稳稳地坐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切，无人知晓他心中有多大的震动。大女主啊，坚决不是恋爱脑，情感只是点缀，狂狂乱杀。瞬息之间，两个心思细腻的人，好似各自站在不同的阵营对战。小丫头内心戏蛮多的，我可没有这么想。欣欣，你会离我而去吗？你若是不负我，便不会离开。说是变脏了，我便不会要你了。那后面的话没有问出口，就被他直接打断。至于其他事情，我也没有搞明白。当务之急是找到萧哥。我告诉你空间的事情，是因为我要单独去寻找线索，免得你阻拦。好，那我们便分头行动。不管结果如何，晚上都必须回庄子上碰面。这样的结果，云婉音很是满意，点点头，算是应下了。茫茫夜色之中，两人背道而驰。京城之中，家家闭户，还能听见官兵们时不时走过去的步伐。老头子，你说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京中除了云丞相大动作的带兵抄家，还从未这样。哎，皇家的事情哪里是我们普通百姓可以乱讲的？只希望国安家安吧，只要不是边疆爆发战争，那便没有什么事情。赶紧睡吧。类似的对话在夫妻的房内不断的上演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京外庄子上的人都把消息都捂得紧紧的。咚咚咚咚，来开门的人说了几句话，让前世有些语言天赋的云婉音第一时间就分辨出来了。竟是倭国人，真晦气。主子爷，屋内没有人。应该是倭国人用来掩饰的，房内有地道入口。安排一队人和他们相关的人都抓起来，剩余的人随朕进去。他跟在安卫后面慢悠悠进了地道。守在外面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刚才是皇后娘娘进去了吧？是，你没看错。你们说是兄弟们的武功退步了吗？皇后娘娘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怎么不知道啊？不是我们退步了，是大家一起退步。或者说皇后娘娘现在太厉害了，就是不知道我们这些暗卫能不能打得过。感觉到身后的变化，萧山都不用回头，能让这些人尊重的只有他的茵茵。内八字，这个小太子怎么还不醒？不会是药量太大死了吧？不可能，我们家族是我国最好的医师，安阴国的小皇子是哀王用来威胁上圣皇上的，留活口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若是皇上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便把小太子绑回国当人质。一个手势，莫仪等人就冲了进去。在外面观察了这么久，早在第一时间便把明云的小太子抱进怀里。里面的小八嘎们在畅想着未来的好日子，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便被暗卫们全部拿下。赶快放开我们，不然等着哀王带兵踏平安阴国，大
到时候把你们这些人都变成我们的奴隶，一个个学狗一样的跪着叫。这个美人儿不错，到时候就给我暖床。萧山看到那个人的眼神，二话不说便拿剑刺瞎了他的眼睛，先挑断他的经脉，废了他的喉咙，保证他不会马上死，但能清楚地感觉到鲜血从身体里慢慢的流逝。他竟然能听懂倭国的话。情报有错，为何没有人提起安邑国的皇后？没事，先回宫。皇上，是臣无能，不知道小太子是中了什么迷药，竟然如此霸道。能用的药我们都用了，可……都退下吧。是，皇后娘娘，诸位请吧。御医们还以为是他放弃了太子，有心想要劝诫几句，便被皇上给打断了。连皇太后要说什么，都被太上皇一个眼神给止住了。皇后娘娘请放心，没有您的吩咐，除非踏着我们的尸体，否则任何人都进不去。进去。他想试试，今夜他能进去到底是不是个意外。两大一小便直接出现在了房间内，还是他不怎么常来装有凝灵珠的药房。翠绿色的玉瓶就这样明晃晃地站在他眼前，让他有些怀疑空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变化，像是有了灵魂一般。小时候他也试过能不能让自己阿娘进来，结果是除了他自己，其他人并不能。为何现在又可以了？空间对小孩子偏爱，附送的加强版，便把3颗珠子都喂给自己的儿子。本尊那不靠谱的爹娘，发现他们最亲爱的大儿子不见了吗？很好，担心的气氛被一扫而光。臭小子很健康，没有变傻子。还是那么的讨人厌。这不是我人间的爹爹和娘亲吗？两人不错哎，反应挺快的。这样我能平安活到长大吧？以前我只能活到16岁。让萧山这个老父亲又生生提起了一口气，眼神有些疑惑地看着小不点儿，到底是什么来头？休哥是做了什么事情，让天道这般不容他？两人都竖着耳朵，等着他接着说实话。小太子便睁着大眼睛，再也不说话了，气氛一时挺尴尬的。还是云婉音反应过来，赶忙把他抱在怀里，是真的心疼他。这还差不多，刚才两人的表现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好冷淡，好冷漠，让人好伤心。怪他们刚才一心想要听到更多的信息，忘记了第一时间关心长子了。作为父母，多少有点不称职了。皇上驾到，跪！皇上万岁！万岁！万岁！平身吧，相信诸位爱卿都知晓了夜里发生了些事情。把整件事情说了一遍，还有倭国人都关在地牢里。听闻有其他小国竟然绑架了小太子，皇上一定不要放过这些倭国人，竟然敢来挑战我们安邑国的国威，让他们有去无回。是啊，还好小太子没有什么事情。哼，真是气煞老夫了。这倒是让萧山感到出乎意料。云青眼在得知小外孙已经安然无恙，心中的石头更是落了地。此时看着气愤出声的几个同僚，竟然越看越顺眼，对着他们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谁知把那几个文官吓了一大跳，差点坐在地上。谁人不知，不怕丞相冷，就怕丞相笑。心中都在反复的在想，自己最近有做什么事情，想来想去都没有啊。难道是家中那些不孝子在外面欺男霸女，做了什么蠢事？便准备下了早朝，把不孝子从床上拖出来，好好的鞭打一顿。皇上，臣有本要奏。罗大人有什么要说的？臣以为应该与倭国人礼貌交好，
应当以包容的心感化他们，主动与天牢里几人化干戈为玉帛。我们是不想打仗，但我们不是没有血性。众人都是一脸懵，满脸都是这头猪在说什么鬼话。岳父大人都抄了那么多次家了，还有漏网之鱼啊！哎，瞧瞧，百姓的钱就用来养这种家猪了，真是浪费。我都替百姓们感到心疼，不值。哼哼，还是我之前太仁慈了。瞧瞧，这罗大人都长成一头猪了，正是宰杀的好时候。这时，他与坐在龙位之上的女婿对视了一眼，萧然微微的点了点头。两人都觉得，此时站在朝堂之中助力倭国人讲话的罗大人很是不对劲儿。好嘞，接下来又有事情忙了。等了许久都没有听见让自己起身的声音。哎呦，瞧瞧，皇上刚才想事情太入神了，把罗大人给忘记了。您快些起身吧，要不然皇上要心疼了。臣多谢皇上。唉，没一个省心的。爹，我做错什么事情了？您揍我也需要给个理由是不是啊？老爷，你怎么一言不发就揍我儿子？你，慈母多败儿，都是你这个做母亲的把他宠得无法无天，他才会在外面惹下弥天大祸来。爹，我最近家门都没有出，我真的没有做混事啊。老爷，您到底在说什么呀？若是这不孝子没有做错什么事儿，那今日早朝上云丞相为什么要对着我笑啊？场面一下子寂静了下来，谁没听过就怕丞相笑的传言呀？老爷，你歇会儿，注意这身子。你这个不孝子，家里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多好的日子还不满足，在外面惹是生非。瞧瞧今日，我不把你揍开花！怎么就没有人相信我呢？娘，我发誓，今日里我没有踏出府一步。哎呀，本少爷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明明都已经改过自新的了，谁都不肯相信。那个在百姓口中很有盛名的丞相大人，没有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对着我爹爹笑啊？这件事情不只是揍人的和挨揍的人都没有想清楚，好长一段日子都心惊胆战的，生怕自己家那天突然就被抄了。回到府中的罗大人坐在正厅里，真是没用的小矮子，心眼坏，莫名的自大自负，该死的倭国人。罗大人想到信中那些小八子对自己施压威胁，眼神微眯，当务之急是把自己从这件事情里摘出来，急冲冲地冲进了后院，就让自家夫人带着孩子收拾金银细软，先保住后代香火不断。奉命而来的暗卫看到罗大人这副样子，便知道这是心中有鬼，悄无声息地摸进他的书房中，敲打了几下，很快便找到了暗格，里面保存完整的信很快到了御书房的桌子上。云丞相也没有闲着，动用着属于自己的势力，在京城大门落锁之前，几辆外表灰扑扑的马车悄悄驶出了京。三岔路口时，几辆马车驾往不同的方向。在暗处的莫尔很是不屑地呸了一声：“兄弟们，开工了！”啊，是谁？我家老爷可是朝中重臣，伤了重臣的家眷，可是要砍头的。我奉劝外面的人，还是早早退下，逃命去吧。暗卫们相互对视一眼，无语。这罗大人家属是什么奇葩呀，还逃命？一个手势，下面的人便直接打开了车厢门，对着里面哇哇大叫的人一个手刀下去，世界都安静了。我的老天爷，罗夫人嗓子真是尖呀，声音甚是刺耳，差点把我送走。若是真的发生，丢人丢到家了，我便是这世上第一个被声音送走的暗卫。有这时间说话，还不赶快把马车赶走了？
再墨迹被人看到，坏了皇上的计划，你这脖子上的头也别要了。好嘞，好嘞，二哥，保证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您就放心吧。知道二哥心里有人，着急回宫去云莲姑娘面前露脸呢，您赶快回吧。你个臭小子，连二哥玩笑都敢开了啊！看你最近日子过得太快活了，等回去了，让莫一大哥好好的给你加练一下。二哥不要啊，我再也不敢了。罗府的书房中，罗大人看着空荡荡的暗阁，腿软的直接瘫倒在地。老爷，您还好吗？需要小的进去吗？没事，不用进来，你去帮我换壶茶水。门外的小厮虽然有些疑惑，明明老爷书房的茶水是他刚刚换新过的。虽是这般想着，手中还是拎着放在门口的水壶，消失在夜色中。罗大人确定外面没有动静，从地上爬起来，在靠近墙面的书桌腿上动了一截，书架移动了几个来回，才显现出后面的暗示。一边骂一边拿着包裹往里面装金锭子。可恶的倭国人，真是没用的东西，没有那金刚钻就不要揽那瓷器活儿。当初我就说计划行不通，也没有好时机，一个小矮子吹牛吹得要死，天花乱坠，拍着那没有几两肉的胸脯说没问题，一准没问题。什么他们国的赢者是最厉害的，来无影去无踪，哼哼，最后还不是落到皇上身边暗卫手里啊！刚走出暗室，便看到书桌前坐着云丞相。拜见丞相大人。云清燕笑得温和，看着他微微点头。里面的东西若是到丞相大人手里，必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也算是我最后做的一件好事情吧。谁人不怕死呀？想到书房中不见的信件，怕早就在皇上的书案之上了。皇上，臣有罪。面无表情的大面瘫抱着面无表情的小面瘫，关于国家和百姓的都是大事，父子两人身上气势陡然一变，让人不敢直视。跪在地上的罗大人受了惊吓，更是吓尿了裤子。我是做什么孽，想让上天惩罚我？为什么要小小年纪的我为生物炸弹呢？臭死本尊了！你气炸了，气炸了！听见大儿子的心声，低头看了一眼他的表情。小山很是好心的拿起他怀里的手帕，轻轻捂住口鼻，心里觉得自己这个做父亲的还真是到位。人间的爹爹真不错，拯救了我娇嫩的小鼻子。本尊决定10天不吐槽亲爹了，我可真是善良贴心的漏风小棉袄。真不要脸，想把丑儿子丢出去怎么办？小福子也被难闻的气味给熏到，招呼着身边的小太监们把罗大人给拎出去清理干净。罗大人看着地上被扔下来的纸张，皇上，这不可能，臣在老家出生，是地地道道的安阴国的人呐，怎么会这样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只是小时候穷怕了，当官以后渐渐被京城之中的繁华迷失了双眼，想尽办法往自己的府上扒了钱财，就算是和倭国人有联系，也是因为他们给了自己金银珠宝。他只是贪财，他不卖国。为何皇上身边的暗卫调查我是倭国人的后代？我那太爷爷是倭国人，早就计划多年安插在安阴国的探子。皇上，臣没有卖国之心，也不知臣的出生牵扯如此大的事情，就允许臣最后一次在皇上面前臣一次臣吧。在皇上和皇后娘娘的带领下，安阴国肯定会越来越好。希望下辈子臣能干干净净再入安阴国，当一个寻常人家普通百姓，一生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在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跑到御书房的门口。不好，罗大人要自尽！没有丝毫犹豫地拔出护卫的长剑，血色很快便染了银色的剑身。倒在地上时，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天空。护驾，护驾，快护驾！皇上，是臣失职，请责罚。萧山没有说话，漂亮的眸子盯着躺在地上的尸体，不知道在想什么。人间的爹爹是不是在想，这罗大人让人很纠结，不是个好人，但坏的也不够彻底。知晓内情时走得很干净利落，让人无法恨起来。唉，本尊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就让他天牢里的家人死得痛快一些吧，也算是皇恩浩荡了。来人，赐罗大人家眷毒酒一杯，即刻上路。朝廷计划，为了清理那些绕过帝王视线，在安阴国安家落户的探子，此次行动辐射到了各个地方，甚至更加偏远的村落、山里的猎户，仔细地翻阅近10年、20年落户安阴国的人家，排查出可疑人员，还要考察那些离京比较远的地方官员们在任情况，过往的业绩是否属实，有无贪墨银两、激起民愤等等。人间爹爹真是把周扒皮发挥到极致，让人出去卖命就算了，还安排多个任务，谁都不服就服爹爹。我为爹爹举大旗！嗷嗷嗷！臭小子到底是夸我还是骂我？怎么听都觉得怪怪的。唉，又是想念乖女儿的一天，甜甜软软的，笑起来的2个小酒窝，像是盛满了美酒，让人流连忘返。若不上老大做个好帝王，让小闺女享福，鬼才要抱着臭小子呢！切！有本事等本尊长大，看我不气死你！这个不孝子，年纪小小的就想着气死他老子了。哼！来呀来呀，掐死我呀！你干嘛？我漂亮娘亲第一个不放过你，搞不好晚上要自己独守空房喽！咦，世人皆知，上圣皇上是个夫人奴。看着皇上的神色，也没有琢磨透是怎么回事儿。算了，保命要紧，还要给师父养老送终呢。萧山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双手，想要把手中的小东西给捏死了，咬牙切齿的把他丢给了身后的小福子。他说什么都不要抱臭小子了，不然会伤到寿元的。这若是摔着了，受伤了，他这条小命也就没有了。咱家命好苦啊！小太子睁着眼睛，看着面部表情特别丰富的太监，觉得十分有趣。萧山批奏着的手一顿，看了一眼不省心的大儿子，那亮晶晶的眼神就知道他没有憋好屁，认命的抱过大儿子，面色严肃的盯着他。点到为止，不许再闹了。现在知道抱着本尊了，刚才那股爽利劲儿，哼，都要把我扔出去了，怎么不送回我亲亲娘亲那里呢？若不是听见他的心声，萧山真的会以为老大是兄妹3人中最为稳重、话最少的。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不再念奏折，而是把他放到了木头婴儿车里，让下人慢慢的翻给他看。人间的爹怎么知道我会识字？之前还亲自给我念，如此这般敷衍。哼，等本尊开口说话时，必定好好告一状。批阅着奏折的萧山闻言便是一笑，像是百花盛开，极为好看。正在吐槽的小太子看到都直了眼。好吧好吧，看在人家爹爹这么帅气，把本尊也生得这般好看，就不告状了。哼，我真是一个善良的小宝宝啊！后宫之中的皇后娘娘，众人只是一个没看住，就听见公主痛呼一声，转身看过去，逍遥王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装着首饰的木盒子，
一个用力，全部砸到了小公主身上。大步走到床前，就把小小一团的人抱在怀里，轻轻擦拭那满脸的鲜血。好，妹妹，阿哥，我没事。太上皇和皇太后收到消息，吓得都顾不上形象，鞋子都没有穿好，匆匆地跑过来，看了小孙女心疼极了。人呢？御医人怎么还没到？哎，太上皇您别急，老奴这就去催。西公公拖着自己上了年纪的身体，刚跑到门外，就碰到黑着脸回来的皇上，和他身后跑得乱七八糟的御医，也是松了一口气。来了就好，不然这皇宫又要死很多人了。萧山刚迈入殿内，像是触发了某种机关，坐在床上的青衣大公主额间的血瞬间止住，仙光大盛。院子里房顶上落满了各种花色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奏乐。地上来了各种小猫，还有老鼠、蚂蚁、蜜蜂等等。在宫中伺候多年的喜公公被眼前几百只猫儿给惊了眼，在宫中时可从未见过这些小东西。前爪非常人性化的跪下，头抵在地上，一副很虔诚的模样。最终仙光散去，院内的小动物们还巴巴地守着。萧青青消化了一下脑子中的画面，知道他这是来到另一个位面，还好自己的能力全部回来了，以后自保是没问题的。道长也没说两人生的孩子这般不凡，太刺激了吧？真是天下奇事了，受伤后还能自己觉醒什么技能？我是不是也可以操作一下？说不定还是神仙下凡呢。哎呀，老天呀，你耍我是吧？嘤，老夫一家的小命，也不知今日能不能保得住啊！萧山也只是脚步顿了一瞬，便心疼地抱起小闺女。一国之皇不开口便红了眼眶。小太子萧世修一脸怒气地看着自己的弟弟，用手示意了一下傅公公，把自己抱过去。你个不听话的，都说了别折腾，就算爬来爬去别往妹妹身上蹭，在肚子挨揍的少是吧？不长记性是吧？看本尊不在就无法无天了。两人对视一眼，忙着乖女儿，对着老二不多看一眼，就这性子，被大哥揍一顿还挺好的。是知道自己刚才伤到妹妹了，也不敢反抗大哥，坐在那里也不哭，老老实实的挨训。你给本尊记住了，再有下次，揍得你娘都不认识你。这么凶残，真的好吗？院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叫声，很是喜悦。他拽了拽爹爹的衣袖，用小奶手指着外面，领会到小闺女的意思，萧山怎么会拒绝？霸气俊美的帝王抱着软软糯糯奶乎乎的小团子，形成一个反差萌。本尊的漂亮不像话的人间娘亲，我也想去看。瞧瞧，这妹妹到底是哪路神仙，惹得动物这般朝拜？大儿子的话，于婉莹当然听见了，只是他只有一个，抱不动两个儿子，总不能真把老二丢在床上不管吧？这样会给小孩子带来童年阴影的。这种事情他是万万不会做的。娘不抱，爹抱也行啊。都怪这个不省心的，让本尊错过这么重要的事件。老子理你个鬼！才不要抱讨人嫌的臭小子，还是小闺女像。我时运高，听不见。本尊今日若看不到，我就天天揍弟弟，按照1日3顿吃饭的揍，揍到他乖为止。很好，有点学习，这样可以管好老二。这张脸不会变丑吧？老二以后还能要吗？站在店门口时，便看到小孙女儿一本正经地伸出小手，一道金光在空中勾勒出4种不同的动物形状：白虎、雄狮、
金鹿、鸿鹄。受什么？小动物会有天然的亲近感，自带威压。都散去吧，等我再长些。小动物们又叫了2声，深深地看了他几眼，很快消失不见。我的娘哎，小公主是神仙下凡呐！回去要告诉我娘，谢谢她老人家把我送入宫，才能看到仙人呀！我真是家里面最有出息的人了。哎呀，是娘的小宝啊，真是顶顶厉害，有这么多小动物喜欢你，真是太好了。弟弟的女儿真厉害，老天送过来的宝贝儿。等再长大些，便让那些小动物来陪着青青玩，这般便不无聊了。眼神在扫向其他人，都亮晶晶地看着自己，好像没有厌恶，也没有嫌弃。我这辈子是不是能成功历劫，神位顺利归位了？这种感觉真不赖。让太上皇这个做爷爷的心里直酸气，气哼哼看着特别嘚瑟的萧山，这个儿子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呢。也怪自己没有生出一个软乎乎的女儿，不然还能受这个委屈。眼神略带幽怨地看着父女2人，怀里的大孙子都不香了，他也想抱孙女儿。今日之事，皆为皇家秘辛，不可外传。若有人不遵，诛9族。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还好小命又保住了，真是刺激的一天呐！我呸！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皇后娘娘那般仙人之姿，那阿杂玩意儿怎么敢？每日里不是在听小曲儿，就是在逛楼子，要么赌场赌个底儿朝天。云家那些小子，个个都是有出息的，长相甩他儿子几百条街，真是蛤蟆给黄鼠狼拜年，臭死个人。也有不服气的，当年那云家不就是个土包子，家里没有什么底蕴，配我儿子也就勉勉强强够资格而已。被刚回府的老爷正好听见，下手之重直接打到出血。别以为你做了府中主母就可以无法无天，这般大不敬的话也敢随便说？哼，是想送一家人去死吗？闻讯而来的二儿子刚要为母亲说话，自己爹身边伺候的人重复了一遍原因。娘，您可别乱说呀！就算丞相大人一家刚入京，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也是咱家比不了的。更何况云家可是2朝丞相，你儿子我算什么东西啊？看着家里还有懂事的，这家老爷觉得儿子没出息就没出息吧，只要不惹事，家里也不是养不起。青衣大公主的事情没有传到宫外，甚至就像从未发生过，反而是皇后未出阁的事情被重新拉出来讲了一遍。外面的事情云婉英不会在意，连着几日他们住的院子里都会有小猫咪叼着还没有死透的鱼，臭臭的兔子来看小闺女。萧青青也很无奈，每事都会有动物给自己送吃的，一脸无辜地看着自己娘亲。娘亲，娘亲，知道了，今天最后一次，你要告诉那些小伙伴，最近不要来了哦，等开春了再一块玩。娘亲。逍遥王萧时彻最近可乖巧了，可老实了，每日里眼巴巴地盯着自己的妹妹，也不在床上滚来滚去。看着2人要出去，便着急了。娘！母女2人看着他，忍不住相视一笑。这个调皮捣蛋鬼终于开口说话了，就一个字也让人很开心。去。4个丫鬟也跟着笑。逍遥王真棒！对，一着急变得说话了。也就比小太子和公主慢了一些日子。他只是慢一些，又不是傻子，被夸得奇奇怪怪的。
为什么呀？你们想知道为什么？那本官便仔细说清楚。都听好了，根据调查，诸位祖上一辈是因逃难而落户此地，就是第一任落户的人，也就是你们祖宗，是其他国的探子。他们很多年前布下这漫天大网，就为了有朝一日启动他们的后代，争抢安阴国的土地、粮食，杀戮百姓，占地为王。你们肯定想说，多年以来只有一个辛苦种地养家糊口普通百姓。据本官和县令调查，近几年你们当中已经有人跟对方联系上了。就见跪在人群中有人目光闪烁，不敢抬头与天使直视。有老人心思细腻，最为了解自己2个孩子，看着他们低着头。大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别人说什么话你们就信了？是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吃不饱穿不暖，是外面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没学问，只有一把力气，就想学别人当人上人，自己怎么不动动脑子？若是真有外面几国人说的那么好，为什么还要想尽办法来抢安阴国的地方？哎呀，糊涂啊！你们太糊涂了！老天爷呀，我们刚过上好日子，吃饱喝足，便来了一个灭顶之灾呀！同这些人一起生活的乡亲李正也跟着抹眼泪，但没有一个人开口求情。他们的身后还有未长大的小辈、孙辈、后代，真的是赌不起。官老爷，这人要上路，总不能空着肚子。您瞧瞧，能不能给点时间，让乡亲们做点东西给他们吃啊？天使看着周围官兵层层把守，也不是不近人情。在调查中，他发现大多数的百姓就跟普通人一样，日升而起，日落而息，勤勤恳恳侍弄着土地，每家每户把家底的肉都拿出来煮了。多吃点儿，下辈子长点心眼，可别被人算计了，又入了不该入的国。安哥哥，倭国人就是祸害，必定是不能留的。就算在海的另外一边，也要在他们没有准备的时候直接杀过去，不然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很大的麻烦。茵茵，我相信你说的话一定是真的，能不能讲一下是为什么？安哥哥，你听我跟你讲，简直是禽兽不如！这些倭国人还真是恶心，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怪不得连这种偷偷的其他国家繁衍自己后代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下水道恶臭的老鼠，到什么时候都是脏的。茵茵，你说的对，倭国这一仗必须要打，还要狠狠地打，直接把脏东西变成奴隶，下辈子都别想着做人。想着大儿子未来是安阴国的皇上，面对这种脏东西，怕他心慈手软不是对手。这等事情还要他这个做老子的收拾干净以后，再把国家交给他，他才能放心。安哥哥，不要急，这仗要打，但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我们不只要准备很多粮食，还要建造很多大船，比以往更加厉害的船，还需要训练水兵，再让他们提前适应在海上航行。茵茵说的对，为夫都很赞同，只是春宵苦短。萧山坐在龙位之上，朕已经送信去了倭国，直到现在，你们的王都没有安排人来救你们。尊敬的安阴国帝王，倭国最厉害隐者出去执行任务，就像是你们国家的安危是一样的，
从不在意生死，只怪我们自己狂妄自大，妄想撬动安营国这头猛虎。只是还不到最后，谁赢谁输，真不好说。哼，内八子，朕这段时间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清理倭国人和其他4国早些年就有探子与安营国的百姓成家立业后繁衍出的后代，在今天之前全部清理干净。传言安营国新任帝皇最是仁善，看来传言不真，还不是您一句话，那些人便没有了性命。果然，能做帝王的人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萧山不愿意再多说什么，这些人留着已经没有用了。当天以小八子为首的10几个营者全部人头落地，挺大只的一个男人就傻傻地站在那里。你说他站在那儿是在等谁呀？感觉像是等心上人啊。是谁？是谁啊？这等八卦怎么没有人讲？快去问问他喜欢哪个宫女啊！看孩子的云婉音也竖起了耳朵听了一下，心中不免好气，都没有发现跟在自己身后的4个丫鬟眼神中都是打趣的意思看着云莲。小莲姐姐脸好红呢，跟成熟的苹果一样。问小主子太聪明了怎么办？皇后娘娘，奴婢与莫二大人没有私情，也没有想着成家，只要能在您身边一直伺候着便好。这人好不好，合不合适，还要你用心去了解。既然有情，便不要错过。小小姐，这不合规矩。莫二大哥是皇上身边的人，奴婢也不知他心意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是把我当成妹妹对待的。还是在他再三的劝解下，云莲才脸色红红的1步3回头的往莫二等在的方向走去。哎呀，整日里在这里晃，都看腻了。不如我们往外走走吧，那边去的少。娘亲说的对，要好迎迎云莲姐姐。皇后娘娘和小公主说的有道理。一会儿天色晚了，小莲姐姐肯定会害怕的。是啊是啊，真让人担心呢。后宫里就出现了一个奇景。这位哥哥，要发生什么大事情吗？是啊是啊，皇后娘娘带人跟着身边的大丫鬟，是要捉坏人吗？嗨，怎么可能呢？云莲姐姐可是在皇后娘娘身边一起长大的，这是何等的殊荣，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不是有人说莫二在后宫与前朝必经之路等了许久吗？你们猜猜是为什么呀？什么呀？为什么呀？这位哥哥您倒是说呀，晚一些我们几人请你吃酒。就被人上报给皇后娘娘了，当时云莲姐姐的脸那叫一个红哎，任谁都能看得出来这2人之间有情况。这不，皇后娘娘想让2个有情人见面，作为娘家人肯定要担心的呀。我们便跟在后面悄悄地看看。对，云莲姐姐平日里对人可友善了。我们都是受过关照的，还吃过她随手送的食物，还有手帕子。按照道理也是有些关系的，此等大事情必定要跟在一起去看看的。呵呵，这皇宫里真是脸皮厚的居多，都要小心些，不要发出动静啊。好，这位哥哥您就放心吧，跟踪我们都是专业的，都是小菜一碟。小莲姐姐今日真漂亮，是秀气可人的长相。当狗。就有个年纪小小的小太监，看着甚是乖巧。皇后娘娘，
这个小朋友为什么一副我会吃小孩的表情啊？不应该啊，这脸还是很友善的。啊，小的知道哪里可以听见云莲姐姐两人对话声，还不被发现。不错不错，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吧。哎，皇后，您请这边走。今日云莲妹妹怕是不出来的了。云莲姐姐步伐走得真好看。那是，我们几人的规矩，用心学习了许久，保证走出去不给皇后娘娘丢脸。在敌人面前杀伐果断的莫尔，此时也是一手心的汗。看着笑盈盈、落落大方、心心念念的人就站在自己面前，紧张到话都不会说了。谁不紧张？落落大方只是我的面具。小莲妹妹。哎呦，这就叫上妹妹了。今日是不是很忙？一直未瞧见你出来啊？云莲反而放松了很多，笑着点点头。一时两人面对面的，没有再说任何话。这就没了？我们瓜子都准备好了。莫尔叔叔就不能给点力吗？这女孩子要脸皮厚的。真是操碎了心。快说话呀，快说呀，不然未来媳妇儿便会同别人跑了。莫尔大哥，那是要送给心上人的吗？真不错，他一定会喜欢的。还是云莲姑娘大气，悄悄主动搭话的。不错不错，比木头男人强多了。是真的吗？他真的会喜欢吗？是啊，这杏色很是好看，平日里搭配衣服也好搭。是真的吗？他真的会喜欢吗？是啊，这杏色很是好看，平日里搭配衣服也好搭。瞧不出来，莫二一个大男人这么爱害羞，这样子能追到媳妇儿才怪呢。他回过头，便见到父子俩也带着人悄悄摸摸地猫过来，身后还跟着莫一。宫女和太监们都吓了一跳，赶忙跪地就要高喊皇上，被福公公连忙给制止了。开玩笑，这么好看的瓜难得有，怎么能让人打扰了皇上的兴致呢？小莲姐姐真是个好姑娘，一直照顾莫二的情绪呢，不愧是娘亲身边的人，就是被调教得很好，不像爹爹都不会教一下自己身边的人怎么找媳妇儿。臭小子是什么眼神？又是想丢臭儿子的一天。正要酝酿情绪的莫尔突然觉得后背冷飕飕的，像是被野兽盯上了一样，让他有些发麻。小莲妹妹，其实什么其实？你倒是说话呀！大哥，急死个人了！丢死个人了！若是被兄弟们看到，这货肯定免不了一顿打，辣眼睛啊！其实我的心上人便是你。说完话，伸出手便把东西塞到他的怀里，头都不转地飞走了。云莲还没有说话，算是怎么回事？帝后相视一眼，也是很无语啊！你表白心意就表白嘛，你跑什么呀？站在原地的云莲扑哧笑出声，看着慌乱跑走的背影，觉得心里甜甜的。瞧瞧，女人就是这么容易满足，空气之中都弥散着恋爱的酸臭味，这就像看言情剧。大儿子懂得蛮多的嘛，等他说话利索的时候，定要好好的问上一问。加练，狠狠的加练，真是太丢人了。吃瓜群众见好戏散场，三三两两的人便悄悄地退出场子。云婉一家5口便不用讲究这些，慢悠悠地从一侧走出来，刚好遇见云莲捧着东西往回走。皇上安，皇后娘娘安。几人只是点了点头，更像是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往后宫走。
云莲以为皇后娘娘只是散步，刚好走到这边，并没有多想，一时间忘记了主仆经常偷听墙角的事情。这人是个木头吗？都如此明显了，看不出来。喊我们呀！快喊我们呀！喊停下，便有人去送信了。在这里，像上次傻傻等着吗？人来人往，走过一个又一个人，还有人故意反复地从他的身边经过。莫二愣是没有张口。哎呀，气死了，气死了！真是一块木头。这般傻憨憨的莫二，过日子是要受委屈吧？啊，真是心疼小莲姐姐。云婉音听人来报，在床上抱着小闺女，笑得前仰后翻，肚子都抽抽了。以前本宫真是错看莫二了，没想到她在男女之情上如此傻憨憨。小莲，你赶紧去吧，不然她必定要等到很久。真是个汉子。皇后娘娘，奴婢去一下，很快回来。意念一动，一家五口全部进入了房间，被里面的景象看呆了眼。这便是娘亲的随身空间呐，真不错，在本尊那个位面里，算得上是大能才会有的东西，很多修行者一辈子练不出来一个。安哥哥，我怀疑空间变化是要给我们预警。时光流速1比100，空间1天是外面的100天，请宿主努力做善事，积累功德。这是提醒我要努力。之前都太过于懒散了吗？就不能多说上两句吗？这么多土地，我怀疑是让我们种地囤粮，不是天灾便是要打仗。娘亲真聪明，本尊也有过空间，只是没娘亲这么厉害。听有些大能说过，随着时间变化，空间是会孕育出气灵的，能预示的空间便会伴随着气灵的出世。听到大儿子的心声，并也证明自己猜测的没有错。一阵刺眼的光芒，差点把人的眼睛都给亮瞎。逍遥王的身上猛然迸发出了一圈一圈的金光，与其他光芒不同，它是金光闪闪，还伴随着金元宝，哗啦啦哗啦啦，铜钱和金子像是不要钱的往空间地上掉。还真别说，头一次见到人掉金子的，老二真是不走寻常路。问，3个孩子来历都很神，怎么办？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老二不会这财神爷转世吧？天空之中显现5个大字：正是财神爷。三公主萧青青的身边多了一只奶乎乎的小白虎，刚睁开眼睛，看着大小也就2个月左右。爹爹，娘亲，真是有福气，两人进了空间都有了变化。二弟弟觉醒了财神属性，从今以后，凡是跟银子有关的，必定财源滚滚。家中赚钱事情交给他，稳赚不赔。三妹妹觉醒了自己的武功，随着年纪增长，会越来越厉害，就像是开挂一样。娘亲在外势力，今后就由她接手，最好的选择。老天爷送了3个外挂，我岂不是可以躺平养老了？自己在外面隐藏很多势力，终于有小主人了。娘亲，青青现在超级厉害的，只要我不想，没有任何人能伤害到我。啊！主人，还有我呢，还有我呢。娘亲，这是青青的半生兽，刚出生时，这个世界的灵气过于稀薄，他们便没有办法出生。我妹妹半生兽有4只，目前只出来1只，还是小小一团的奶娃子，强行护住会消散的。许是感觉到3人大量，小小的奶虎子发出威胁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不满。乖，不许这样对爹爹娘亲，还有哥哥，不然我就揍你哟！可恶的人类，
等本虎长大些，每日里吓唬你们！哼！娘亲，爹爹，车会赚钱，赚很多钱的。是啊，车哥是家里最厉害的孩子哦。以后爹爹和娘亲就靠着你养了。看着黑土地，云婉莹当然不会相信，空间是让自己用体力一点一点的种。他尝试着用1年把仓库里的种子全部种在地里，不过5亩地的时候就感觉头晕。时刻注意他反应的萧山没有任何犹豫，把挂在自己身上的孩子往地上一放，很快把他抱在怀里。欣欣，不许再用1年种地了，每日里我都抽出些时间进来种地。安哥哥，我没事儿，放心了。许是第一次用1年这么久，身体不习惯。本尊人间爹娘，怎么黏黏糊糊的？这里还有小孩子呢，少儿不宜哦。其实，让娘亲多用1年，对她有好处，可以提升她的精神力以及武功，是旁人难以企及的程度。每日里下了早朝以后，皇上都会让人把奏折抱到后宫之中，陪着皇后娘娘和小太子母子4人。这等美言在宫中被传了出去，大街上便能看到那些在外听小曲儿、偷喝酒的男人。你又来偷懒，剩下的酒钱给孩子买块肉吃不行吗？什么？你累，你辛苦，皇上不比你还要忙碌，每日里都会抽出时间陪皇后娘娘。你们再忙能有皇上忙吗？别找这些借口，赶紧麻利的回家去。哎呀，皇上就不能克制一些吗？我家母老虎如此罢了工啊！我家也是。有如此疼爱夫人的皇上，真是我等之福气啊！于婉一有时间研究了空间的购物屏幕，尝试着搜索战船图纸，加入购物车，付款100金。100金？汉哥哥，这图纸老贵了，是要付钱给我的。放心，保证不少1分钱。欣欣，你就是上天送给我最好的礼物。人间爹爹能不能注意点形象？真当我们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吗？好不容易抱着亲媳妇儿，被儿子打断的萧时安心中怨气很大，暗戳戳的扔了个冰冷的眼神过去。父子2人像是天生的不对盘，总会进行眼神厮杀，一天也就发生个5、6、7、8、90次吧。哼，看在我娘的份上，叫你声爹，就偷着乐去吧。要不是娘亲喜欢，本尊可以换个爹。忍，我再忍。生的儿子可真是个大孝子，可笑死我了。出了空间以后并未多停留，第一时间便选了工部和军营之中的能工巧匠。皇上，这若是真的能造出来，我们安阴国将是无敌的存在啊！不管哪一国都不敢再用什么理由对我们挑衅，百姓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哎呀，这可是国宝啊，万万不能被人偷了去啊！只是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工部真的安全吗？不如我们按照每个人擅长的，不管是画图还是抄书，把这本书上内容一字不差抄下来，原稿就由皇上您亲自保管，若是建造中有疑惑地方，再来宫中研究。可以，这个主意好。哪里都不如皇宫之中最安全，不然这本书放在谁家，晚上怕是要睡不安稳了。哎，你画的什么东西？图纸这东西要仔细，知道不？你行不行啊？不行换下一个人。画的什么狗东西啊，白瞎了纸墨，真是气煞我也。就学了这么点东西，怪不得做出来东西大多不合格呀。起开，让爷给你们露一手。在圣上面前失仪可是大事情，严重了会被砍头的。福公公悄咪咪看了一眼正在喝茶的皇上，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心情很好的样子。
替那些人松了一口气。给他们上点热茶和点心，累了也可以填填肚子。是，皇上。年纪小小的逍遥王正在看嘎嘎香酒楼和其他产业的账本。劳烦您回去跟父皇说一声，晚饭我会安排酒楼送过来，也算是犒劳那些工匠们吧。是，小的一定把话带到。是，逍遥王自从觉醒了以后，便开始看皇宫内和于婉英名下产业的账本，做得甚是有模样。哎呀，我二孙子真厉害，年纪小小便会赚银钱了。会不会太辛苦了？要不要休息一下？彻儿，爷爷抱你出去玩会儿。不要担心哦，我很厉害的。要好好赚钱，百姓们要吃饱饭，将士们要吃饱饭，还要养家里人呢，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浩哥哥加油，以后我的吃穿用度都靠你啦。小太子去哪儿了？被爹爹抱去加班看奏折呢。是啊，谁能有我惨？本太子有合理理由怀疑老天爷送我过来就是给夫妻2人打工的，不是本兄妹3人都是打工人，打工魂。皇上，天色不早了，该用晚膳了。便招呼着他们。刚开始与他一起用餐，这些人根本放不开，这般好吃的东西，众人都开始抢肉。哎，你别抢啊！哎，这是我家刀的肉。嘿嘿嘿嘿，抢不过我吧？嘿嘿，有本事来抢啊！今日若是换朝中那些不安分的大臣们，明年的今天便是他们的忌日了。作为皇上，萧山虽然同他们坐一桌，锅底却是独立的。不管桌上的人再怎么争抢，谁都不会去虎口夺食。其余人走时，都是扶着肚子从宫里走出来的。原本要转暖的季节，竟然飘起了鹅毛大雪。一连几日下的雪，让那些家里情况刚刚好转的百姓们都是苦不堪言。别愣着了！凡是青少年和家里面的劳动力，没有受伤的全部站到一边。剩下的老弱妇孺，有理正带着去山洞里面躲起来，都动起来啊！只有命在，比什么都强。赶快把下面的人救出来之后，带回山洞里面暖和暖和。在山洞里的老人女儿，官爷，我们刚逃命出来，身上没有钱付诊金啊。这是皇上早就吩咐下来，一切都是免费的，放心吧。多谢皇上，可真是爱民如子的大好人呐！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长命百岁！长命百岁！消息送到丞相府里，云家二老最先坐不住。老三呐，这次我和你爹便回去瞧瞧。爹娘，要不然等情况好一些，我陪着你们一起回老家，行不行？再不回去啊，再与那些老朋友见面，便是断气的时候了。夫君，我陪着爹娘一起回，正好也看看父母。你放心，路上我必定会照顾好爹娘，不拖孩子们的后腿。这种情况，在宫中的于婉英早就想到了。此时她在纠结，是带着萧山一起回老家呢，还是带着已经退休养老的2位大佬一起回呢？乖宝儿，有事情就跟母后讲啊。若是老三欺负你，母后肯定揍他，给你出气。这个使不得，使不得。便把自己的猜测说了一遍。母后想出去走走吗？只是村里条件一般，怕是没有宫中舒坦。去，我这边回去收拾东西。重点是这个吗？是那父子俩怎么办？这种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你无需担忧。早先让人送个消息回去，让他们一定要等着自己。出了门，皇太后便让跟在自己身边的2个人给父子2人去送信，让他们自己去争。2人一见面，气氛就格外紧张。
哎呀，好吓人啊！躲远点儿，保住狗命要紧。嘤，石夫妇，保护我呀！要不然谁给你养老送终啊？老三呀，父皇一辈子兢兢业业，起早贪黑，都没有机会好好看一下大好河山。你从小便最得我喜欢，还是最孝顺的。这次你便在宫里面好好当皇上，就由我保护你娘亲和儿媳妇几人，保证不会出一丝问题，怎么出去的就怎么回来。父皇说的有道理，儿臣也是这般想的。只是您同母后都去云丞相老家，只有儿子一人在这偌大的皇宫，臭小子故意的，往心里站呢。有话你便直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那些大臣们到现在都没死了往后宫塞人的心思，千防万防总有遗漏的时候。万一啊，说是万一啊，儿子可是没有这个心思的，被他们使用阴招给算计了啊。茵是个有脾气的，必定要带着孩子与我和离。儿子这心中属实是怕呀。还真是，太上皇当年就是遭了算计，不管是怎么防，这些人跟老鼠一样，总是能钻到空子。别说是皇上烦了，我们这些做奴才的都心生厌恶。唉，想当年咱家也是听到不少，当皇上也是不容易啊。想同亲亲娘子出去游山玩水。又想到白云观道长为了看透安阴国的未来，在探测时还吐了很多血。再想到儿媳和儿子两人是相辅相成，必定不能让他人破坏两人情缘，不然对国家必定不利，还会有灾难的。你去吧，我在宫中给你守着。在秀水村生活那么多年，回去看看也好，以后便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萧山感觉到一阵父爱，心中是酸涩的。他也是做了父亲之后才明白，父爱大多时候是无言的，是内敛的，是不善表达的。不想气氛过于伤感，他故意打岔。接下来的日子便要辛苦父皇了，等我们从秀水村回来，肯定给您多带些好吃好玩的回来，再仔细描述这一路上的美景。不管是太上皇还是皇上，心中都是有对方的。我的皇上这是六啊，奴才的命又保住了。嘿嘿，收拾包裹，跟着皇上出宫游玩喽！皇上最棒，小福子为皇上高举大旗。当主怎么就教出来这样一个傻憨憨呢？石夫妇，您放心，刚才的一言一语我都记在心里呢，不敢忘记。您在宫中也要注意身体，等小子回来了，给您带很多东西孝敬您。不图你什么东西，那银钱好好攒着就行。你小子也是个听话的，师傅再多说一句，在帝王身边伺候着，要时刻记住，不听不问不管不多事，关键时刻护着主子便好。你是个有福气的，现在的皇上是个明君，不会对奴才要打杀的，伺候好了，以后年老了也不会少了你的好日子。师傅就靠你了。两个身穿夜行衣的人精准地避过宫内每一次巡逻。茵，就是这里，宫内存放粮食的地方，历来只有皇上才知晓里面有多少粮食。这次遭遇天灾，全国各地都需要大批粮食，
用宫内粮食做饮食是最好的选择。翌日一早，后宫中准备着出宫的婆媳两人忙成了一团。还真别说，感觉这头上轻了好多啊！多年都没这般轻巧过了，都是宫内规矩太多了。还好老三没有娶那么多媳妇儿，不然就要像常年在庙里清修的太后一样，星星还挂在天上，就要起床洗漱、梳妆打扮，受那些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名字的儿媳妇们请安问好。不然那位怎么会跑出宫躲清静，还活了这么多年呢？这人啊，聪明着呢，在宫外不知道多快活呢，让我这个皇太后都有些羡慕了。皇太后可以说上两句，那是人家婆婆，做奴才的可要分得清轻重，只是陪着笑意。皇家人出宫，就算是假扮成富家太太，随行的人数和要带的东西都是不会少的。岳婉莹看了有些头疼。都停下，东西不需要带这么多，把那些物件都放下来，每个人只需要带几套换洗衣服，湿时带的足足的便好。主子，这些东西不多，不麻烦的。小主子们年纪还小，出了京城，在水土不服就是大事情了。皇后娘娘，您别心疼我们，也让大家受点累。是啊，在宫里日子太好了，这身上都长膘了。我也想去，我也想去啊！早知道生儿子没有用，年轻时候就应该多努力努力，拼命生个姑娘就好了。瞧瞧，云丞相整日里都喜滋滋的，人看着都年轻了好多岁呢。被他瞧得有些心虚，皇太后只得看天看地，就是不与他对视。只是我不看你，便不能道德绑架我。不然太上皇肯定会劝自己留下陪他，再画上一个晚年环游全国的大饼。唉，不好哄了，终究是长大了。太上皇又看向自己儿子，盼着最后一刻他能长出良心，心疼心疼这个老父亲。萧山就知道父皇一定要闹上一会儿的，那怎么办呀？他如今人老珠黄了，那些大臣们爱权势，总不能用尽全身力气往父皇后宫塞吧？不怪他心狠，是待在茵茵的身边更让他安心。青青有没有想爹爹呀？啊，什么啊？想要爹爹抱抱？小小的奶团子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家里几人表演，这辈子的家人戏还挺多的，真有意思。人家那爷爷真可怜，年纪这般大了，还要给儿子做事。哎呀，本尊那惹人心疼的爷爷，等我长大些，肯定不能像无良父皇大人一样剥削。突如其来的心声让于婉音忍不住肩膀抖动，差点笑出声来。萧山有时候真的很想报警，有一个这样的儿子，他寿元要短好些年。装好行李的马车在云家小子们出宫时，便也混在了车队里，悄悄地出去了。吴氏和刘氏都准备陪着公婆回老家以后，便不再回京了。盛景发现不对，娘，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还是说话太直接，让您心里不舒服了？景儿，你别想多，你和童哥成婚这么久，每日里都把我们两口子照顾得很好。娘这辈子可从来没有被伺候得如此周到的时候。生病时，你是衣不解带，寸步不离的在床边照顾，这些好啊，娘心里记得清清楚楚的。只是年纪大了些，老三家的有职位在身，不能轻易离开京城。娘的公婆近些年身子越发的疲累，老人家都说落叶归根，两人都盼着能回村养老。还有你们未成婚前，你公爹在村里养着漫山遍野的果树，他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可一直惦记着呢。锦儿当家当得很好，娘这心里可放心了。以后你和童哥就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娘和你爹回村里照顾着老人，与相熟的邻居在一起，过得也更自在些。等锦儿在京城觉得无聊时，
便带着孩子去老家，给我和你爹瞧瞧便好了。娘，您放心，在京中，儿媳必定替夫君守好这个家。说起来，我还未曾回过老家看看，这次正是好机会。刘氏听他这样说，便来了兴致，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他讲老家是何样子。当得知在老家每人都有专门的小院时，这让盛景也感到很意外。他都做好了回去老家要住的简陋一些的准备。看出他的神色，刘氏也不隐瞒，便把云家祖宅的来历和地契上是乖宝名字的事情说了一遍。景儿，家里的东西都是乖宝的，这是早些年便说好的。若是你想要房子，我和你爹这么多年的银子都攒着呢，全部拿给他们兄弟俩之间平分，盖上个大宅子也是够的。娘，您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跟皇后娘娘可是过命的交情，刚才是想到她年纪那般小就如此有本事，真是厉害。做了神而已，您就想多了。若是被夫君知道了，指定要跟我急眼，这话可不能乱说。大房的两个儿媳也是要带着孩子一起回老家的，帮自己婆母无事收拾东西，便也听了老家的事情。怪不得云家人都十分疼爱她，混谁家多少代只出了一个小姑娘，谁不疼到心坎里去啊？马铃声响起，太上皇和喜公公静静地站在那里，看马车远去。唉，这么大的皇宫，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太上皇，还有云丞相陪着您呢，那偌大的丞相府可就剩他一人了。是啊，就剩他一人了，做饭也麻烦。就让云丞相进宫，每日里陪我商量国家大事吧。送走家里人，云倩转头看着空荡荡的丞相府，觉得特别冷清，心中悲凉。老爷，不如您进宫去下下棋。哼，他才不要去呢。丞相大人，太上皇说许久不见您，这心里惦记着您呢，特别吩咐奴才来请您进宫，还交代着府中不用做您的午膳了，就在宫里吃。那位还真是一点时间都不等啊！小狼崽子老狼崽子，没有一个好东西，整日里就会惦记本丞相去做苦力。哎呀，人命中！押送粮食的队伍路上不免碰到在路边乞讨的百姓。皇太后从马车里往外看，心中五味杂陈，各种声音充斥在耳旁。贵人，赏点吃的吧！求求好心人给点粮食吃吧！唉，不管在什么年代，受苦的都是百姓。安哥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正好我们的队伍需要安营扎寨，空间也需要更多功德。几天功夫，仓库里又堆满了粮食。等停下来的时候，便熬点粥给他们，一人再送上几斤粮食。萧青青挺无奈的，只希望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便看不懂父母二人的感情。本尊的爹爹和娘亲感情真好，亲一个亲一个。掐指一算，我们很快便能添几个小弟弟小妹妹喽。两人都看着我干嘛？亲嘴嘴啊！亲生的，亲生的，还掐指一算，我想掐死他。小孩子怎么会这种事情？是宫中那些刁奴在小太子面前乱讲话了吗？爹爹和娘亲真保守，本尊经历千万年，什么场面没见过，真是太可惜了。萧然无语，很好，破案了。这小子。一直到队伍驻扎的地方，百姓们都远远地守在一边。哇，是仙女儿！我看到天上的仙子下凡了。
萧山抱着2个儿子，于婉英抱着小闺女，踱步便走了过来。难民们意识到一家5口是冲着他们这一群人来的。漂亮大哥哥，漂亮大姐姐，还有可爱的小弟弟小妹妹。形容男孩子不能用漂亮哦，要用帅气才对。记住了。我可以摸摸弟弟的手吗？彻哥和青青也笑着，伸出手抓着离自己最近的小孩子，眸中没有丝毫嫌弃。过来，奶奶给你们分糖块吃。不，贵人留着自己给孩子吃吧。糖块这种东西多金贵啊！只是普通的糖块，算我这个老婆子给孩子们舔舔嘴，不知道什么钱的。手里捧着几块糖的小孩子忍不住吞吞口水，第一时间道谢，小嘴甜得不行，把冯婆子听得直乐呵。早在时候，你们地方的县令大人没有救灾吗？怎么都在路上啊？不是，我们不是出来要饭的。县令大人第一时间出来救灾，百姓们都知道是皇上，早早便做了安排。这些日子里，大家伙都能吃饱饭，只是大家伙想去镇上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些粮种，也为了灾情过去之后把粮食种上，运气好还能收上2季。哎呀，都怪我们，太饿的时候把粮食都吃掉了。粮种没有买到，回村时便遇上了你们这个队伍，就想着我们安阴国的皇上可好了，娶的是大善人云丞相家的小小姐，如今的皇后娘娘。若不是他们把红薯等粮种分给百姓，怕是大家伙儿都撑不到现在。百姓们都知道粮仓的粮食不多了，吃不了多久了。凡是青壮年每日只吃1餐，这样老人和孩子多吃上一些。就想着同贵人们讨口薄粥，能让年轻人吃上1碗。好，等会儿便能吃上。至于粮种的事情，你们也不要担心，此事皇上和皇后娘娘已经知道了，很快便能收到好消息。那真是太好了，都说我们皇上和皇后娘娘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呐。从雪灾开始，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怕过，知道皇上肯定不会不管我们的。很快，锅里熬的浓稠的白粥冒着香气直往人的鼻子里钻。去吧，排着队去领吃的，一次1碗，吃饱为止。这位贵人可是说真的？我家夫君是说真话的，再不去粥可要凉了。谢谢几位贵人，等回去以后一定要给几位立长生牌。狗蛋、小花，赶快跪下跟贵人磕头。能让我爹爹吃饱饭的人都是好人。我家主子不喜欢人跪来跪去。那我们回家了，就让爹娘给2位立长生牌，日日夜夜供养着，给贵人祈福。老天爷呀，我们真是遇到好心人了。瞧这碗里装得满满的，这么浓稠。我老婆子活这么大岁数，能吃上这样1碗饭真是值了。阿娘，好好吃啊！爹爹，你多吃些，吃饱些。小宝也来吃啊。只是天色有些晚，他们这样一群人，老少妇孺更多，走夜路不安全，便一致决定就留在这里与贵人们一起。这些是我们府中下人穿不下的衣服，若是不嫌弃的话。不嫌弃不嫌弃，一看就都是好衣服，上面连个补丁都没有，这般好的衣服给我们穿太浪费了。衣服不就是给人穿的吗？你们能穿上也不算浪费。有人抱着被子去还，被莫伊直接拒绝，让他们留着。
队伍里不缺这床被子，若是有懂针线活的，回去分一分，一条被子可以做出好几条薄被子，晚上不至于那么寒冷。这是怎么了？怎么又抱回来了？是不是有人弄脏了被子？呀，这可怎么办呢？荒郊野外的，清洗干净已经来不及了。都别急，听小子们说说。贵人说让我们拿回去分几条薄被子，这样晚上便不会那么冷了。从昨日遇到这一个押送的队伍，老人家们的心中便有了猜测，肯定是朝廷送粮来了。除了皇上，哪里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押送这么多粮食？哎，真是好人呐！那便收下吧，都去看看哪里需要帮忙的，搭把手。百姓们就跟在一侧，也不靠近。等走到一条分岔路口时，帅气大哥哥，漂亮大姐姐，你们叫什么名字？说好要立长生牌，别说做人不能失信的。真不错，是个讨人喜欢的娃娃。真有眼光，夸我乖宝的就是好人。我家主子名讳萧时安，云婉音。你们刚才听见了吗？那两位贵人叫什么？不是我，老头子听错了吧？草民叩谢皇上、皇后娘娘大恩大德。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身体康健，长命百岁！老天爷，我出息了，祖坟冒青烟了！天哪，我们同皇上和皇后娘娘讲了话。那我昨日里拉了太子、逍遥王公主的手，爷奶爹娘，我以后不要洗这只手了。众人忍不住羡慕这几个小孩子，恨不得把那只小手装在自己身上。有些反应快的大人，在其他人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把小孩子的手紧紧地放在自己手里，使劲磨蹭磨蹭，想沾沾福气。哎，你好奸诈呀！竟然被你抢先了一步。哎，我们也要沾沾小太子的福气。还有小公主的。可谁都不敢想，帝后两人如此低调的出宫吧？记住了，这2天我们谁都没看见，等帝后平安回宫后再说。大人，大人，大人，快瞧瞧京城来了信，是不是好消息啊？大人。反应过来的县令大人急得头上的帽子都歪了，火急火燎地拆开信，一目十行，看着信上的日期，心中算了一下，赶紧备车去城外营粮食。好嘞，大人。车队到黄昏之时才到城门口，等在城门口的县令大人看着骑马而来的是朝中的少年将军。恭迎云将军，您可来得太及时了，再晚上几日城中就要断粮了。都是皇上想的周到，也是为了朝廷做事罢了。只是在下的家人还在后面马车之中，连日里在路上奔波，长辈们身体吃不消，等把他们安排妥当之后，再去同县令大人交接工作，还望恕罪。不敢当，不敢当。云将军先去安排家人下官在县衙恭候着。在城中打点好几家客栈。程夫人，小妹妹婿到了。真要算起来，还是我占便宜的。厉害的媳妇儿，来历不凡的3个孩子。在下马车的第一时间，哇，快看快看，3只都是小糯米团子。这家人把孩子养得真好，让人瞧着就心生欢喜啊。本尊出皇宫了，不过刚遇了灾情，城里生意也不好做。瞧瞧这周边萧条的样子，分分钟就要关门回家种地了。大儿子这嘴巴又碎又毒舌，怪不得夫君总是跟他不对付呢。哎呦，果然是年纪大了，这老药真是受不住啊。老夫人是太久不出门了，
身体一时半会儿受不住，很正常。等再出发时，老奴就让人在马车上多铺几层被褥，软和一些，会好很多。哎，早知道便不这样折腾了。咱们2个老家伙加起来都100多岁了，一路上确实是遭罪呀。这还是大家伙照顾我们呢，故意放慢了行程啊。老头子，这些不会影响孙女婿的事情吧？不然让他们先走在前边，我和你就在后面慢悠悠的走。阿爷，阿奶，祖祖。哎，秀个真乖。哎呀，这歌叫的真甜，还是祖祖的心肝宝贝儿，青青宝贝儿啊。小青青对外祖家很是喜欢，能感觉到他们对自己是真心疼爱。祖祖们累不累？青青给您捏捏腿。祖祖不累，谢谢我家青青。一老一少，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十分开心，让于老头看得有些吃味，对着自己的老妻有些欲言又止。他也想抱着青青，小姑娘多可爱呀。至于自己怀里的小太子和逍遥王，虽然也是乖宝生的，也乖巧懂事，抱在手里硬邦邦的，一点没有小姑娘抱着香香软软的，就像抱着乖宝小时候一样的感觉。你礼貌吗？要这般嫌弃本尊吗？哼！凡是家中男子就这般讨人嫌哦。只怪我投胎时出了岔子，就应该跟妹妹一样做女孩子。只要我不看，道德就绑架不了我。一辈子尊重发妻的云老头，做不来在他手中抢人的事情。安哥儿，把2人在屋内说的打算与众人说了一遍。不等他说完，阿爷阿奶，不要担心，出门前安哥哥便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慢慢走就行，每到一个地方停留时，需要调查些事情。具体要做什么他不会讲，袁家人都很有分寸感，从来不会越线打听什么。袁家2老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年纪越大越是担心给家里小辈添麻烦，心里也跟着轻松了很多。这次任务表面上是由袁家5兄弟负责的，看来没什么事儿，便出门与第1城的县令大人交接后续的事宜。你在老家时我们都不让你下厨。对呀，这双手可是要绣花的，好好护着吧。这里没有你什么事情，去跟孩子们一块玩吧。嫂嫂，我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还能跟孩子们一起玩？实在不行，我不做饭，坐在那里烧火总是行的吧？别的不用你做。待晚饭吃好时，回来的刚刚好，这饭刚刚做好，是你们娘亲自下厨做的。这是心疼在路上缺了嘴没有营养呢。阿奶，这话您可就说错了，这晚饭必定是给您和阿爷做的，您仔细瞧瞧，炖到酥烂的红烧排骨是您最爱吃的，砂锅酸汤小酥肉是我阿爷的口味，剩下的菜嘛，都是我爱吃的。辛苦你们了，娘这心里呀，比蜜还甜呢。辛苦老大家的、老二家的、老三家的。这句夸奖让婉娘有些心虚，连忙告知自己只是烧了个柴火。烧火可是最重要的，这火候很有讲究的，没有3弟妹烧火，今日这饭还做不出来呢。婉娘听了心虚，烧个火还有功劳了，她怎么听都觉得有些羞羞脸。都乐呵什么呢？也讲给我听听。都说3个女人一台戏，更别说袁家这么多儿媳妇儿。语气轻软的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婉娘又解释了一遍自己心中的想法。婉娘，你这功劳来得太容易了，你家嫂嫂们把你宠坏了，真是当小孩子养的，烧个柴火都能烤上半天。下次我也要去烧柴，所有人都要夸上我一遍。问，
怎么悄无声息处理掉自己那有权有势的闺蜜？萧山无奈扶额，知道母后与岳母在一起时就格外的孩子气，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在后宫压抑了那么多年，挡了那么多案件，如今开心便好。吃饭时，姑姑让我坐妹妹身边好不好？要我坐，要我坐。不行，妹妹喜欢我。真是甜蜜的负担呐。真是让人怀念啊。是啊，妹妹都是母亲了。要说我们兄弟还真没有女儿命。那是我亲妹妹，生孩子四舍五入就是我女儿。我跟妹妹待在一起的时间最久。别担心，男孩子都皮实呢。你们觉得现在谁会赢？童哥吧，几个小子虽是练了武，与上战场的人比不了。不一定，二哥最近几年很是厉害，功夫突飞猛进。二弟说的有道理，我也站二哥。二哥肯定会赢的。万娘看看自己二嫂，觉得她这心可是真大呀。童哥可是大将军，怎么会输给弟弟？毫不犹豫的，童哥会赢啊。不得不说，家中长辈这心都大，还有一点都不怎么看好自己儿子，觉得其他哥才是最好的。二哥都觉得你会赢，可别丢脸。奶催着吃饭，小弟可就不客气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承让了。牛逼呀！小哥哥什么时候这般厉害了？不错，比前些日子里长进了更多。茵茵，我已安排了一个高手，对你小哥哥训练一下。至于其他人没去，是因为那人性格古怪。云儿能受到他指点，也是吃了不少苦头，入了眼，才有此机遇。这件事情，云婉音从没有听他说起过，更是惊讶了。你吃了什么仙丹吗？身手如此厉害？快说，快告诉三哥，咱们可是亲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屋内人真正能意识到云儿身手的，便是同他交过手的人，还有暗卫以及常年在边疆的圣锦。二哥很不错，不过还是要继续努力，千万不能自满自傲啊。孙儿谨遵爷爷教诲。兄长们先用饭，我们再细说。真不错，吃饭。一家人吃饭时，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老天爷呀，这位应该在京城啊，怎么就出现在这里了？这是我家安老爷和夫人。欢迎两位贵人来到第一城。来了，就一起吃饭吧。不用，您先用膳，我回府上吃便好。据我所知，你府上只剩咸菜白粥了。忙了数日，还是要吃些好的，不然这身体也受不住。家常便饭，请不要嫌弃，吃上一些填饱肚子。萧夫人客气了，不嫌弃，这饭菜一看呀，便是很香。一时之间被美食给蛊惑了，疯狂的就开始炫饭，暴风吸入。我爹是养不起朝中官员的，瞧把人给饿的，真是可怜见的。真是我把人给饿着了？不对，根本不可能。不好意思啊，这饭菜太香了。哎呀，好吃便好，这样啊，饭菜也不会浪费。年纪大了，困觉早，我们老两口便先上楼了。恭送云老爷子、云老夫人。臣拜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在外面无需多礼，起身吧。朕来时便让手下的人调查过你。一句话便让坐在下位的人浑身冒冷汗，有些坐立不安。
倒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朕知晓，你是一心为民的好官，值得称赞。今后还需要你继续保持，千万别忘了自己的初衷。当日，为了百姓们能吃饱饭，你与夫人能做到这般地步，好好有赏。至于那些已经卖掉的嫁妆，便不再赎回了。皇后娘娘会再赏赐一些给你夫人傍身的。臣能被皇上看见，已经是求不来的大福气了。为官几十载，受的那么多苦，臣知道是因为自己为人不够圆滑，不懂得与同僚和上司之间把酒言欢。但臣的娘死前紧紧拉着臣的手道，不求我儿大富大贵，只求这一生无愧于心，对得起上天，对得起皇上，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百姓们。臣无时无刻不敢忘记娘的遗言，臣做到了。臣就是要做个护皇派的清官。多年来屡次到升官时，便被上面的人用各种理由卡住，在这一刻积压在心中的不得志全部宣泄而出，又哭又笑。值得，太值得了。臣觉得这一生都特别值得。机器之间，萧山就把眼前的人分析了一个遍儿，能人善用，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一顿赏赐之后，县令大人脚上有些发软，大脑有些发昏的出了客栈。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君，怎么了？可是出什么事情了？没有，没有，是好事情，天大的好事情啊！这可是那位皇后娘娘赏赐给你的，快打开来看看。老爷，你最近是不是累得太狠了，需要休息一下，或是身体吃不消发热了？不是的，夫人，我身体好得很，没有生病。伸手打开盒子，你瞧，为夫还能骗你不成？这是皇上和皇后娘娘知晓你把嫁妆当了买粮食，特地赏赐给你的，还会送一份新的嫁妆给你。真是天上掉馅饼，好大一个福气啊，把他砸得晕晕乎乎的。当初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夫君过于为难，想着今后生活时节省一点，先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夫君，这东西是京中送来的。因为屋内有人，县令大人考虑到皇上是微服私访，便对他使了个眼色。年少夫妻无需多言，无需解释。等下人们都退了出去，两人躺在床上时，县令才悄悄地把事情说了一遍。天哪，这么说，两位竟然在城里？对，此话就我们二人知道便好，出门可不能说啊。是，记住了，保证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队伍在第一城停了一天，便接着出发，主要是担心城镇的人没有粮食吃。县令大人收到消息，便带着自己夫人早早等在了城门口。今日里，臣携带内子，特别来谢安夫人赏赐。这发簪很是衬你。臣夫多谢安夫人赏赐，也希望夫人一生康健，顺心顺意。多谢这位夫人的祝福。还真别说，这位县令和他夫人都挺不错的，他眼神中对娘亲的敬意是真的，没有掺杂一丝杂质。听见他的心声，这让宠妻无度的帝王萧山对两人的印象更是好上几分。对于这位县令大人，在不久以后接到调令圣旨时，自己都觉得是祖坟冒青烟了，不是他娘的坟冒大烟了。老李正说，老李正说。端起饭碗刚喝了一口玉米粥的老李正被这声惊天动地的叫喊声给惊到了。哎呀，老叔，老叔，这是怎么了？哎呦，为什么要揍我啊？最近我可什么错事都没有犯啊！就算挨揍，也要知道理由吧？
你还真别说，看着云里正挨揍这事儿，还挺下饭的。是啊，是啊，你们看，年轻人就是身体好，他跑得多快呀！腿脚真麻利，哎，不像我们老人家，走上几步这关节都疼啊。对啊，真是羡慕云里正身体好，这都跑上几圈了，老李正都没有追上，气喘吁吁的呀。等于李正再从门口跑过时，有人暗地伸出脚来。哎呀，是谁？是谁呀？哎呀，老李正说你到底是为什么要追着打呀？小子，真的没想到原因呀，还不是你突然大叫一声呛到我了，差点被那一口粥给呛死了，你说该不该揍？真若是被一口粥给呛死了，老子就是这10里8村第一个因为吃饭死的老头子，这可丢人丢大发了呀！老李正说啊，您老可要注意身体，别生我气啊，以后肯定不会了。我这不是着急给您送消息吗？送好消息，这才乱了分寸。好了好了，这次便原谅你了。到底是什么事情啊，让你这般样子？各位猜一猜，这是谁写的信？哎，这样就没意思了啊！云里正您倒是说呀，大家伙都等着听呢。是啊是啊，赶紧说吧。别卖关子，赶紧说，小心老子揍你啊！哎，让你们猜一下，真是的，这般心急。哎，这是云老爷写信回来，说是他们要回来村里了，算算时间，再有10来天便能到了。寂静，非常之寂静。快快快，给爷爷看看是不是和你叔说的一样。乖宝，念各位长辈安。哎呀，是不是乖宝也要一起回来呀？他在皇宫里，这出来方不方便呀？那小太子和逍遥王还有最小的公主会一起回来吗？哎，这样说是皇后娘娘回祖籍，哎，这是大事情啊，必定要祭祖的吧？静一静，静一静。既然云老爷携家带口回来，我们便做好准备，迎接云家人回村。从今日开始，村里的地面都要干干净净，以防万一。乖宝，不，从现在开始，我要村里每一个人都记住，云家小女是一国之母，是皇后。我老头子可不管是谁，任何人都不许以身份或是长辈自居，去皇后娘娘眼前卖老。是，老李正叔说的对，乖宝亲近族人，咱们可都要懂事啊，别在那里攀关系。按照规矩啊，我们见了皇后娘娘是要下跪喊尊称的，到时候让大家伙看看谁脸这般大，敢去闹。哎呀，这可不是小事情啊，严重些会被砍头诛九族的哦。云老爷子祖屋许久不住人了，这房子没有人气养着，到处坏的都比较快。就算家中有奴仆守着，一时半会儿也忙不过来。明日里，云里正招呼着村里的年轻小伙子去云家帮忙收拾收拾，哪里修补的都补好。若是皇后娘娘带着3位小贵人一起回来，可别因为房顶漏风感染了风寒。是，老李正叔说的对，都回家了怎么还能受苦呢？明日里啊，我们便都去，保证修的不漏一点风。你们都是心思细腻的人，就辛苦些，带着村里去，把云家祖屋里里外外还有房顶扫扫灰，擦拭一遍。我呀，心中担心小贵人若是来了，年纪还太小，不适应村里的环境。都是皇宫之内精细养着的娇嫩娃娃，身子都娇贵着呢。能少些灰尘，3个奶娃娃也能少受些罪，你们说是不是啊？是，他们3个和村里的娃娃可真是不一样。明日让我媳妇儿啊带着村里的去一起，干活时都仔细点。大家受累了啊，到时从村中拨出一些钱，割上一些猪肉，咱们热热闹闹的吃一顿杀猪菜。哎，你这说的什么话？
早年前云老爷子一家在村里时，大家伙可是沾了不少光的。擦擦桌子椅子而已，没必要割肉了。云里正要真想大方，整一次杀猪菜，就等老爷子一家人到时再做吧。想必他们一家子在京城，也许就没吃过了。那外面的饭菜再好吃再金贵，也没有家里的饭菜吃着香，这是家独有的味道。等等，你们都等等，我还有一句话要交代，回去告诉村里面所有人，此事都要保密，嘴巴咬得紧紧的。皇后娘娘悄悄回来，必定是外人不知晓，若是她真的回村让外人知道了，怕是在路上有危险。对，都听老李证书的，在他们一家人入村之前，把事情都捂紧喽。此事就算您老不说，大家伙心里都清楚，放心吧。村里因他们一家人要回来，如何热闹，云婉一行人是不知道的。他们一行人因着赶路，直接奔到下一个府城安林。队伍到城门口时，就发现排着很多百姓，几乎要看不见头。主子，属下去前面打听一下消息。事情不太对，近几年百姓们收成还不错，不应该是此番模样。主子，安林城的官员有问题，守着城门的官兵要收取百姓们每人20文钱的过门费。百姓们都靠着城里面卖些东西补贴家用，或者是要进城看病，不得不支付20文钱。百姓们可以买上很多东西，3斤粮食了，这些狗官还真是贪呀。本尊小小年纪在皇宫内起早贪黑，倒是便宜这些狗官了。惹怒人间爹爹了，就等着吃刀子吧。爹爹，替本尊出气，砍了这些不知死活的王八蛋。本尊的子民怎么能受这种委屈？这点苦是一点都不能吃，谁爱吃谁吃。他们的队伍慢慢到城门口，守卫的官兵看了看后面，也知晓这些人是不能随意惹的。原本要查看每个车厢内的情况，以及查看人数，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过去了。哼，骨子还真是软。便先打上50大板，送去边疆，替将士们挡箭吧。要留着一口气，不然死得太容易了。妹妹说的不错，这种人留着也是千年祸害，在战场上救下几个将士们，也算还有点作用。从百姓们身上扒下来了这么多血汗钱，安林城知府必定把命养得极好。爹爹，知府府上的账本要由我来看。押送粮食的队伍大张旗鼓的出现时，这位陈知府被吓了一跳。还不赶紧差人去送消息，让百姓们进来，不然你和我等就等着被砍头吧。哎呀，云将军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啊！你要完了，你完了，你要完了！云童冷哼一声，并未有接他的话，抬起手做了一个动作，负责粮食的队伍就原地驻扎，架起大锅放米熬粥。云将军，您这是做什么呀？不是应该把粮食放入粮仓，由官府看管吗？活了几十年，云童还是第一次遇见脸皮如此之厚的人。这是皇上的意思，陈知府若是有不服，尽管上奏折到京城。云将军一路上辛苦了，不如随本官进城好好休整一下。安林城门口的一举一动被安慰一字不落地汇报给萧山时，这人脑子不太好使。本尊都怀疑此人的瓜是不是买来的。这蠢货贪了百姓无数的银子，算是父皇的问题。由云儿出面与城门口的百姓对接，并把消息散播出去。这位官爷，你讲的可是真的？皇上真的让朝廷送粮给我们？老人家是的，只管让李征过来便可。我老头子就知道皇上不会不管乡亲们，
必定是救大家的。老天有眼呀！让我们有一个这般好的皇上，是百姓们的福气。草民愿以生命起誓，生生世世都要为安阴的子民祈求皇上一生康健，长命百岁。此等话语让云儿听了很是心酸。不管何时，百姓们求的也不是平稳的生活，一点都不多。得民心者得天下。云婉英和萧山两人不知什么时候便站在一侧，围绕在云童身边的陈知府像只苍蝇一样，一直嗡嗡烦得要死，暗中紧了紧拳头，一拳打在他的左右两个眼睛上，很是对称。云将军，您这是作何呀？本官好心好意的邀请你去洗漱休整，还要被打？本官要去皇上面前告你。是没有看过贪官主动上京自首的，莫名有些期待怎么办呀？站在自己面前的人背后是皇后娘娘，也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的。不愧是英雄出少年啊！云将军年纪轻轻就是厉害，轻轻一推便把本官推倒在地，毫无招架之力呀。有时候挺无语，挺无奈的。此人滑不溜秋的，能屈能伸，倒是有点东西。可惜了，若是放在正道上，可堪大用。萧山赞同的点点头。暗处里走出来两个人，捂了陈知府的嘴，绑了他的手，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便拖了下去。看完全城的百姓们大眼瞪小眼的，不知道该不该出声。都站在这里干嘛？没听官爷说要分粮食，还不往村里跑，让李正过来。一句话惊醒了乡亲们，人群瞬间动了起来。官爷，需不需要帮忙啊？大娘，要的，麻烦你们了。很快，安林城内便能看到一幅景象，百姓们脸上带着浓浓的笑意，与将士们有说有笑的场面其乐融融。安哥哥已经做得很好了，哪里会处处周全？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云家五兄弟终于发现不对劲儿了。有没有觉得那俩人身高体型很像家中的人？大哥说的没错，好像妹妹和妹婿啊。只是这脸都在人群中都不显眼啊。妹妹还真是厉害，若不是我对你了解颇多，还真的认不出来。就知道小哥哥能认出来，看来我的这手艺还需要多练练才行。还好二哥认出来了，要不然翻遍整个安阴国都找不到皇后娘娘了。那是，这天下就找不出第二个比我还要厉害的姑娘。云儿轻轻拿着扇子拍了拍她的头发。哎呀，一个动作便把我拉回到少年时了，同时也让我这个美少女知道，时光如岁月穿梭，一晃而过，转眼间便是孩子他娘了。三只奶团子睡醒以后，睁着眼睛到处看屋内找爹娘。祖祖的心肝宝贝儿哦，真是太乖了，跟你娘小时候一样，睡醒了在床上自己玩，一点不闹心。当年我和二弟妹不知道多羡慕婉娘呢，能得一个贴心小棉袄，这心里跟喝了醋一样，酸得掉牙。哎，很长一段时间，大嫂整日在我耳边念叨着，说什么一定要努力一下，给松哥百哥添个妹妹。我私下劝天，在云家能不能生闺女那都是命，强求不来的。最后啊，还是被我说中了，不是？别只说我呀，二弟妹也要闹着二弟要姑娘的，咱们是谁也别说谁。还真别说，听八卦真好玩，总有种文静可爱的妹妹会被养歪的感觉。
怎么救？真好听，会讲你就多讲点儿。本尊那不靠谱的爹娘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一会儿不见，想念得很。不对，本尊怎么会想他们？一定是脑子出错了，重来。小孩子想爹娘也很正常啊，毕竟人间娘亲真的很好。刚从外面回来的夫妻两人卸完脸上的妆，进门便听见大儿子的心声：小鬼刚才是不是想爹娘啦？我和你爹在外面时总是打喷嚏，肯定跟你有关系。不可能，坚决不可能，人间爹娘不可能知道的，除非能听见我心声。存活了多个位面，都未曾见过这等奇异之事，肯定是漂亮娘亲瞎说，诈我呢，太坏了。小孩子脾气可真大，真可爱。可能是孕期造成的，让女人看着孩子就喜欢，可怕。夫妻二人悄无声息对视了一眼，小东西差那么一点点便知道了答案。注意，皇上，这是从陈知府那里搜出来的名单和账本，属下觉得这人还真有几分本事。我们在书房搜摸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暗格。哦，此话怎讲？说来听听。回皇上，京中那些大臣们最爱在书房中藏匿暗格或者通道，再不济便是柴房、床铺下。只有这位陈知府很是与众不同，选的地方……别磨磨蹭蹭的，皇上等着呢。我这不是怕污了圣上的眼睛吗？也不知道皇上听过后会不会把手中的东西给扔了。陈知府把东西藏到茅厕了，我们也是在他回府后坐在椅子上嘟囔了一句才知道的。皇上，这东西还是属下来拿吧。真是糟心玩意儿啊！回来时属下大约看过里面的内容，牵扯其中的官员不多，只是在朝中位置都挺高的。还有陈知府与安陵城富商们都是一丘之貉，几年时间里剥削百姓们银钱高达数十万两白银，其中有悄悄提高税收。哼，这蛀虫可真多呀！朕的岳父清理的一波又一波，还是清不干净。朕一直想做一位善君、明君、仁君，对待朝中大臣虽是严厉，可还是给他们留了一些缝隙。要想马儿跑，总要吃些草。可惜了，可惜都太贪婪了。莫一听令，带着东西即刻前往京城，务必送到太上皇手中，不得有误。摩儿，即刻带人去围了陈府，男女老少不得放走一人，男的一律砍头，女眷充军。凡是名单上与陈知府有来往的富商，逐一排查。今日国库很是空虚啊。是，皇上，属下等必不辱命。傅公公见安卫们都走了，皇上，夜色已晚，您可要保重龙体，气大伤身呐。若是被皇后娘娘知道了，必定是要跟着忧心的。奴才在御房给您备好了热水，皇上您……朕很怀疑你是故意的。哎呦，皇上您可冤枉奴才了，换给奴才几个胆子，也不敢开皇上的玩笑啊。这脑袋还是在脖子上比较踏实。回府后，哎呀，快穿衣服，你带着儿子马上走。老爷，有人闯进府里。他们来了，跑不掉了。莫尔带着人过来，第一时间便清了后院。嫡长子、嫡长女、庶子、庶女，还有10几房小妾。求官爷做主，我们6人都是安陵城下面村里的人，因在街上买东西时被路过的陈知府看到后，便当街抢人，强纳入府中。小女的家人不同意，来找陈知府这个禽兽讨公道，被这个王八蛋活活打死。我爹娘宁死不从，直到最后，小女都没有见二老最后一面。
官爷，官爷还有小女，我在家中有父母指腹为婚的成婚对象，从出生后便与林家哥哥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被陈州府抢来时，小女与林家哥哥已就要成婚了，只是随家人上街买些婚礼上需要用的东西。当街被抢走后，我那林家哥哥知道消息后，抢妻之仇，怎么被几张轻飘飘的银票就给打发了？他一人拎着刀，就要来给小女报仇，被陈知府下令打断双腿。若不是我要给林家哥哥报仇，你以为我在你身边待这么久？你个肮脏的丑东西！就算我林家哥哥断了腿，也比你这头猪强！我呸！老天爷真是有眼了，让我终于盼到这一日！官爷，还有我们，官爷！你们放屁！本官让你们进府好吃好喝的伺候着，阅历更是没少过，穿的绫罗绸缎，明明是进来享福的。你们这些是血口喷人，往本官身上泼脏水，还当是什么东西？这些绸缎对别人来说是恩赐，对我们来说比吃了屎还要恶心。原来他们是真的恨极了老爷。这些事情我已知晓，必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小女就算死也死而无憾了。几年来，你们一起并未有孕，是喝了避子汤了吗？孩子？我们怎么会怀仇人的孩子呢？早在你强行霸占我们后，姐妹们就喝汤药，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孕了。官爷，小女还有一事所求。你先起来吧，有什么话说便是了。女子吞吞吐吐，脸都憋红了，没有说一句话。念在你们是受害者，允许去后院带走几件换洗的衣服。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他在回想是哪一步出了差错，回想城门口4个男人的样貌，越想越觉得熟悉，总觉得他们云将军的五官有点相似。大脑中一根线突然断了。都说云家有5子，在城门口的刚刚好是5个人。不是本尊要分宠，袁绍有3弟呀，不拉在裤子里是本尊最后的底线。爹爹，我那人间的好爹爹抱我呀！你最可爱最聪明的大儿子，以后还要给你做苦力呢。听着他的心声，萧山去抱自己女儿的手也没有丝毫犹豫。我那冷漠无情的人间爹爹，本尊的形象不保啊！快要忍不住了。萧山抱着小闺女，忍着笑意把房门打开，递给早就在外面伺候着的丫鬟和嬷嬷。看着自己爹爹转身回来，本尊那帅气无比，最是英勇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父亲大人呢！快抱上你可爱可亲的儿子吧！守好门，别让人吵到你家主子。是，老爷。老天爷呀，小莲姐真厉害，我都不敢同皇上说话。是啊，腿软害怕。那周身可怕的气势。老爷只要对夫人好就行，出门在外，这种态度反而是好事情。那些脏东西不容易往身上靠。皇上，您下来的时间刚刚好，早上还热乎着呢。剩余的都在锅里面温着呢，等皇后娘娘和袁家人起身，便能吃上热乎的。你也还没有吃吧？坐下来一起用点吧，今天有的忙了。皇上，这不合规矩。奴才等下去后厨吃上一些便好，现在也不饿。让你做就做，还准备让朕请你吗？
皇上您别起身，奴才这就坐下来。好好坐着，这样多累。在宫外放轻松一些，以后再出来就难了。奴才谢谢皇上，能出来看看这些风景是奴才的福气。两人吃着早膳，莫二也匆匆赶来。先吃饭。属下多谢皇上。好吃。多吃点儿，东西还很多。算了，心累了，是理解莫一大人的一天。双手抱在胸前，终于有人懂我了。手下人真的太难带了。看着两人的眉眼关死，萧神觉得好笑，突然就懂了茵茵说的下人之间的事情很有意思。小姐，夫人可是起身了。进来吧。夫人，老爷很早便用过早膳出去了，3个小主子被嬷嬷带去老夫人房中了。说我是男子，必定要整日追在您身后，娶回家。那若是小侄儿是男子，这般体贴温柔，本小姐也可以考虑考虑。夫人，这话可不能让老爷听到。就算看在您的面子上，老爷也要把我发配到离您远远的地方去洗衣服，没个2、3个月，奴婢指定回不来。只要是乖宝身边，一直都是热热闹闹的。身边跟着伺候的4个小丫鬟真不错，当初进宫时可是受了很多调教。我听嬷嬷说起过，4人愣是一点苦一点累没有叫喊，每日里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还是主动拉着教规矩的嬷嬷请教，惹得宫中教养嬷嬷好一阵眼热。若是不是乖宝身边的人，怕是早就来我跟前把人要走，培养更能独当一面的接班人了。是，都是顶顶好的姑娘，等她们有了意中人，出嫁时，云家必定会备上丰厚的嫁妆。此话一出，让屋内伺候的丫鬟和婆子忍不住羡慕4人，真是命好，摊上了一个好主子。云老夫人说的是，到时我也给几人添点嫁妆。你们若是出嫁，一样有，只盼着都能遇上好人家。多谢皇太后惦记，我们就愿意一直在您身边伺候着。除非是您嫌弃奴婢等人笨手笨脚，伺候的不周到。瞧瞧，丫头们还委屈呢。还不是你吓唬人家送去嫁人啊？现在小姑娘可不觉得嫁人是什么好事情。是，对，丞相夫人说的对。好，我不赶你们走，若是有合心意的便说出来，到时让人好好调查一下家庭和人品。是，多谢皇太后恩赐。哎呀，女人真好哄啊！瞧瞧本尊的奶奶，笑得比花还艳丽几分。其他不要说，就爷爷和爹爹的审美着实不错。皇家个个都是美人，帅哥，对得起本尊的眼睛。奶的乖宝啊，休息的好不好？怎么不多睡会儿啊？在外面没有什么让你操心的事情，只管好好休息。这孩子啊，奶给你带着也能松快松快。阿奶睡得可好的，香喷喷的，再睡下去就要成猪了。奶倒希望你变成小猪，被养得白白胖胖的，身体一定会很好。才不要呢，变成小肥猪就丑了。我这张脸都是挑着娘亲和爹爹的优点长的，这世间独一无二的美貌。哎呀，说是长胖就太可惜了。我人间娘亲可真是不要脸的，不过本尊喜欢。赶快去吃些膳食，饿着肚子可不行。一大早便去大牢里审候陈知府等人的萧山也刚好回来。憨哥哥，是不是还没有用膳？吃的，你现在就去。茵茵，在客栈待得无聊，可以同长辈们出去走走，买些新鲜东西，或是买些礼物给老家的人。
我也担心婆母和娘他们整日待的不是马车就是客栈，会闷得慌。安哥哥只管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家中的事情便交给我好啦。真是个小妖精。他带着云家女眷，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几十口子人走在街上，这场面甚是壮观。2楼的茶室上面坐着几位富家子弟。云家女眷听到动静，第一反应就是皱眉，有种恶心的感觉。刁民，竟敢这样看着白少爷，简直是找死！这是在说我们刁民，真有意思。在安林城可是我们的天下，若是你们识趣，便把那小美人送上来，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是本少爷大度，你们可别不识抬举啊！百姓们都无语，这人是个傻的吧？很明显这一群人不是简单的，光看身上的衣服便能看出来。三个丑东西说什么？小皇后娘娘可是狗胆包天，嫌自己死得太慢了吗？一定是我太友善了，才敢有人当街强抢我儿媳妇。一个手势，暗卫们接收到信号便飞身出现，直奔2楼3人，都没有停顿，人便在他们手中。你们是谁？还不赶快放下本少爷，要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切，这不是城中最好的客栈吗？识相的便把本少爷给放下来，再赔礼道歉，把小美人送上。是，不然本少爷不会让人放过你们的。少人打断你们的狗腿！呦，疼死本少爷了！你个贱命一条的奴隶！萧山与莫尔听见动静，便从屋内出来。回老爷，这些脏东西调戏夫人，让您看着办。你们算什么东西？我们家夫人是老爷放在心尖尖上的人，就这一条贱命也不够赔的。3人中，白少爷听着上面人说话的声音，抬头便看到此人面无胡须，心中一抖，脸庞清秀，面无胡须，说话虽没有刻意掐着嗓音，可还是和正常人不同。只有宫里的人，扫了一眼院中小色打扮的人，一看身上就是有功夫的，隐约有了猜测，这次他们算是完了，踢到铁板了。不想连累家里面的人就住嘴。交给暗卫上刑吧，别让人死了。请3位家主来见我。皇上，您放心去接夫人回来，奴才肯定把事情给您办妥当了。此时谁都不知道他心中所想，恨不得把小丫头每天都绑在身上。意识到内心偏执的情绪，努力调整了许久，才把那可怕的占有欲给压下去。茵茵是有着翅膀的凤凰，生下来便要翱翔于天际，他不能这样做。安哥哥，你来接我们回去吗？这可是专门留给你的哟，拿在我手里好久呢。丰富的表情无不显示着期待，快夸我，快夸我！被塞了一嘴的萧山瞬间哭笑不得，嘴巴里都是糖浆的味道，甜甜的有些发腻。安哥哥，好不好嘛？啊？很甜。耶！就知道安哥哥肯定会喜欢，别人有的，我家哥哥也要有。我人间娘亲，该不会是一个死恋爱脑吧？拿了这么久还不让别人碰，就是为了给爹爹吃一口？人类的情感真的看不明白。谁？说谁？谁是恋爱脑？竟然被大儿子说是死恋爱脑！本小姐不服，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他懂个屁啊！安哥哥，前面不远处有个酒楼，生意看起来不错，听说有什么招牌菜，不如今天便在外面吃，也尝尝不同口味的饭菜。老爷夫人，包厢已经安排好了，可以过去用餐了。你们自己安排饭菜，到时候一起结账。各位贵人们好，小店有几道招牌菜，小的先给贵人报上一遍。
有酸甜烧鱼、红烧猪脚、红烧排骨、清脆莲藕菜。大概是因为3楼都是贵宾包房，上菜速度特别快。尝试着夹了1筷子鱼肉，这是什么人间疾苦啊！好不容易到了人间，还不允许吃2口美食。肉乎乎的小手指着餐桌上的饭食，眼睛蒙蒙地看着爹爹。闺女儿，爹是看懂了，也不敢喂给你啊。家里谁说了算？这么久了，你竟然还不知道。无奈只得向自己夫人求助。一大一小2人眼巴巴地盯着自己。行吧，只能吃一点点，就是筷子沾一下鱼肉，尝尝味道。竟然让本财神爷闻着味道，还有没有天理了？看着妹妹先尝上，逍遥王也开始哼哼唧唧，鬼吼鬼叫，伸手便要去抓萧山的手，让抱着他的冯婆子差点闪了腰。不可以哦，这样会伤到祖祖身子的。我没事儿，小孩子懂什么呀？是我没有抱好他，以后注意些便是啦。祖，我乖。瞧瞧，心肝宝贝儿是个会哄人的，这小嘴儿像是抹了蜜一样，真甜呐。呵呵哒，这我儿子好心机哦。弟弟真傻，他闹的时候本尊都吃上鱼味儿了，只差一点点就让人流连忘返。赶快长大吧，长大吧！走时主动提起要打包一份。阿奶，回去客栈我做出来的鱼，肯定比这里要好吃上1000倍呢。咱回去别让人去买鱼，做宵夜吃。这事情就交代我跟2弟妹吧，乖宝就在旁边说一说，指挥便好了。还有我们也要去帮忙。与一群人漫步走在街上，看着小丫头与家里人热闹的场景，萧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很多人穷极一生，所追求的也不过如此。这孩子怎么了？有对象了？萧山头疼，理解莫依成为莫依的一天，他快回来了吧？有话说话，别像个大姑娘一样辣眼睛的。嘤，又是被主子嫌弃的一天，难过，伤心。啊，大兄弟，到底什么意思啊？这脸红什么意思啊？这个傻嘚儿，若不是了解他，都要误会他喜欢依音了。头更痛了。夫人，大家伙儿听说您要做夜宵，做鱼吃，就想着能不能教我们呀？是暗卫营里其他人想吃。可以，只是你们要多捉一些鱼回来，在河边直接清理一下吧。一会儿要做上2道菜。这个您放心，抓鱼是小事情。就是想念莫依的一天。要想做宵夜，必要有底料和配料。夫妻2人索性抱着3小只回了房，直接闪入了空间。本尊的美貌无比的娘亲呢？臭小子又要作什么妖啊？总觉得不是好事情。您可爱讨喜的儿子也想要吃零食，小孩子磨牙棒就有吧？老天呐，让爹娘听见我的心声吧！第1次养孩子没经验，整个磨牙棒也可以。确定过，大儿子就是脑缺的。看看有小孩子吃的东西没？说是有，就买上一些，让3小只打发时间也好。娘亲好棒，最好的娘亲！本尊爱死了，爱死了，爱的不要不要的。这臭儿子不能要了，闷骚得很。萧青青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看到爹爹和娘亲买东西也很开心。若是能听见自己大哥的心声，他便要给他磕一个了，提前拜个早年吧。皇上，还是奴才来吧。不用了，坐着休息会儿吧，再等上一会儿便能吃宵夜了。
此时他很有良心的闻到香味儿，便想到这皇宫中留守的老父亲，索性走到底料处交给安慰。难道今日我注定与美食无缘了吗？苍天呀，大地呀，你睁开眼睛瞧瞧我这小可怜吧！没有让你现在去，吃完宵夜后送回宫。啊，掌柜的，这些人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做饭也太香了，每次到饭点味道能香死人。哎，不过他们人还怪好嘞，每日里做饭，他们吃什么，咱店里的小厮都跟着吃，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的。就是这也不是饭点儿，不知道。哎，话没有说完，想啥呢？就算吃也要出钱买，人家花钱包店，给的钱是足足的，白吃那么多顿饭，已经是我们占便宜了。哎，掌柜的，我就随便说说，您老别生气啊。闻着香味儿，他也是想吃的，心中都算好，这次赚了不少银子，花上几两，就算是给店里伙计改善生活了，还是花得起的。想吃啊？掌柜的，您说的对，咱不占便宜。哎，大伙儿凑点钱，一起整一顿，再来上一点小酒，今晚也睡上一个美觉。你们拿点钱留着养家吧，等着我就给大家伙儿买一些上来。喊人吧，拿着自己饭碗，开饭。客栈掌柜的刚刚进了厨房，想着自己来的时机不是太好，像掐着点来讨饭的。哎呦，掌柜的，您这是怎么？掌柜的来得正好，招呼伙计们进来吃吧，一人一碗，不要嫌弃。不嫌弃，夫人您心善，在下领情。只是啊，这夜宵我们不能白吃，在下是想着有没有多余的，想买一些给伙计们加餐。您还真是夸对了，我们夫人那是顶顶好的。掌柜的不用客气，都是一锅出的，本来就把你们算进去了的。我们吃夫人一家忙活的宵夜，那便让在下出些酒水，只是普通的酒水，各位别嫌弃啊。多谢掌柜好意，只是有任务在身，不得饮酒。最后他还是端着一大锅鱼先走的，剩余的口味让小厮来端的。等人都坐在一起了，先吃再说。哎，掌柜的，这鱼太好吃了，若是客栈能有这道菜，必定是高朋满座。这个酸酸有些微甜的口味也很好吃，更适合女人和小孩子的口味。说到此处，便想到家中的妻儿老小，众人都有意地放慢了速度，到最后放下了筷子时，盛在大锅里的烤鱼，想了天亮后让家里人也尝尝味道。老天爷，看着像鲤鱼跃龙门呐，让人都舍不得下筷子了。不用吃便知道，比今晚在外面吃酸甜鱼要好吃上很多。阿奶，可别只夸不吃啊，松手桂鱼要趁热吃才好吃呢。云家二老始终舍不得动筷子，他无奈只得亲手夹了鱼腹部最后2块肉，细心确定过没有鱼刺，才放入2人的碗里。小山也有样学样，给自己母后以及岳母夹了鱼肉。老天爷呢，真是让人受宠若惊呢。在家里人一句一句的夸奖声中，渐渐的迷失了自己，飘在天空之中。别管我，让我飞吧。可惜哟，要是午饭做，便能多吃上一些，就算撑着肚子了，走上1个时辰便好。今晚鱼都已经炸出来了，明天做起来也不费劲，必定给安排上。您二老啊，就踏实回去睡觉吧。还得是乖宝贴心啊，那些臭小子没办法比。愿亲亲夫君被嫌弃的一生，可怜同情。我和乖宝先回去休息了，各位你早些歇息。秀水村，哎呀，这日子过得可真慢呐，才过去2天时间。对呀，
从云家二老送信回来后，咱们都是掐着日子算的，是没有以前过得快。等人日子是难熬得很，度日如年呐。没想到我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年纪大了，竟然还惦记起云老头。若是再年轻几岁，我同他一见面就要吵上几句的。是啊，每次都把云老爷子气得脸红脖子粗。就有一点，老李正呀输给老爷子。爹爹，老李正爷爷输什么了？当然是啊，全村就你云娃娃，老李正爷家没有女娃娃了。家里老李正爷家没有女娃娃了。啊，小姑姑要回来了。你们都有一个小姑姑，叫云婉音，是安阴国的皇后娘娘。秀水村是她的老家，长大以后，你们都要护着她，不能让外面人欺负她，也不能让外面人说她一句不好。在车厢里看书下棋的云婉音突然便打了好几个喷嚏，萧山有些紧张，伸出手摸摸她的额头，试探一下小手的温度，就担心她受了寒气。安哥哥，没事的，应该是有人背后讲我呢。队伍停在树林里过夜时，夫妻二人趁着众人都休息，把3个崽崽收到空间，闭关安慰去找山洞。靠着从空间新鲜捞出来的3个奶崽崽，母子4人滚成一团，很快便做了美梦。车厢空间挺大的，有10几个平，一家4口睡在里面根本不会挤。开始了，他们又开始了。致命一般的睁开眼，便看见是儿子的小脚脚。没过多久，便感觉到呼吸有些困难。睁开眼，便看到一个小小的屁股对着自己的俊脸。萧山脸都黑了。若是此时对方向你蹦出一个臭屁，那还了得？算了，殷殷生的，看在他们母亲的面子上，忍了。刚入睡没多久，便感觉到身子两边一重，有热乎乎的挨着自己。真是甜蜜的负担呐！这次肯定不是2个臭小子，只能是茵茵和乖女儿。眼睛只是睁开了一条缝，果然如他所料，把手臂抽出来，反过来把2人抱进怀里。一家3口睡得极为好。爹爹真狗啊，只抱着娘亲和妹妹，我和弟弟就扔在一边。第一个睡醒的萧世修睁开眼便看到这刺眼的一幕，心里悲伤逆流成河，忍不住便开始吐槽。爹爹抱我了，开心。真要算年纪，本尊已经上1000岁了，才不会那样幼稚，在本尊面前都是小朋友。这时僵硬的脸色，红红的耳根，用尽全身力气想要压下的嘴角，都在告诉爹爹，他心中也是开心的。右侧抱着自己夫人最受疼爱的小女儿趴在胸口，老大和老二像是积木一样叠叠乐堆在一起，在他左侧。睡着之前，萧山脑子里还在想，要安排莫尔带着人去山上拉粮食回来。一家5口抱在一起，体温相互温暖着，让他眼皮很快便开始打架。皇上还没有睡到这个时辰的时候，奴才实在是担心啊，连带着其他4位主子都没有醒呢。几位赶紧进去看看吧。打开门后，3人陆续上去了。掀开帘子，便看到一家5口睡得很熟，车厢里面暖乎乎的。在他们过来的第一时间，萧山便醒了，只是不敢动，怕吵醒茵茵和孩子们，索性就假装接着睡。没事的，里面暖和，人比较困倦醒不来，就让一家人多睡会儿，赶路也不差这一会儿。还好有几位在，要不然奴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辛苦福公公了。
只管放宽心，给他们几人准备好饭菜便可。算算时间，睡得再晚，午饭时一定会醒。李御厨，今天就不麻烦你主动手了啊！哼，谁稀罕给你们做饭呢？本大厨可是为皇上和皇后娘娘以及小主子们做膳食的。是这帮臭小子们不懂欣赏，摆盘精美、令人赏心悦目的菜才是精品，他们竟然嫌弃本大厨。不就是做的精细点儿，调花慢了一些，做饭时候精益求精，饿着他们几次而已吗？本宝宝哭得好大声啊！这一觉睡得十分舒坦。安哥哥早。欣欣，饿不饿？要不要起床？安哥哥，身上不重吗？爹爹，早啊！爹爹早安！爹爹早早！不重，就算是把你们母子全部背在身上，都不会重的。让蓝嬷嬷等人上来伺候。便看到安卫们忙活着杀野猪和解头小羊，倒是让他想到，寒冷的天气最适合吃烤肉和清水羊肉火锅。想吃？想。皇后娘娘，您说想怎么吃，属下一定处理好，您只管说。歪了，歪了，这些都歪了。之前隐藏的太深了，没发现是吃货呀。好久没有吃过羊肉火锅的云婉音也很是期待，便绘声绘色的把怎么切羊肉片，一定要肥瘦相间，把几头羊全部处理掉。小喜子，你说皇上他们走到哪里了？是不是很快就到乖宝老家了？听闻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啊。这位老祖宗此话让人怎么接呢？若是接的话，让这位不痛快了，会不会撂下京城之中的烂摊子，悄咪咪带着人也跟过去了？谁来救救我呢？啊！你个老东西在想什么呢？怎么，是不是怕我不管京城事宜，悄摸出宫啊？怎么会呢？如今都是太上皇，我也不是那种人。怎么不是呀？年轻时候也不知道谁每个晚上都想办法出去，却怕皇太后的墙头，这事情没少做。是，太上皇是安阴国的明君，镇国之宝，这皇宫可离不了您老奴算了算时间，怕是还要等上几天才能到皇后娘娘的封地。老三办事情细致，路上耽搁几日也正常。走吧，今晚让云丞相也进宫尝尝这烤鱼，不然一个人吃饭多没有劲呢。离秀水村还有几百里的树林里，爹爹，快来看看你可怜的儿子吧！有人不给我们吃肉肉啊，太残忍了。欣欣不让孩子们吃，肯定有他的道理。听老婆话，会发达的。爹爹，我要吃肉肉啊！不，你不想。你娘是不是给你买了很多好吃的小零食？当然，乖乖自己保证的，一定会听话，对不对？是，青青说过。皇上的神情很是熟悉，在老三脸上看到过。
不错，怪不得能做云家的女婿，是有出处的。猜测很快便要同乖宝求情了。挺难的，儿子是支棱不起来了，这样挺好的，有人管着，翻不出天来。茵茵，怎么回事？这态度像是有求于人。今天吃的东西是清水煮的，没有加过多调料，他们能不能吃上2块肉啊？父子4人睁着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他。老二萧时彻的口水都滴了出来。我那丢人又可爱的小宝贝啊！就3人的小米牙也咬不动，只能缩个味道，便点点头，可以吃。清水和烤肉，一人只能吃1片。平时瞧不出来，爹爹在娘亲面前还是有几分面子的。不错不错。嘿嘿，本尊就要吃到人间的第1顿美食了！撒花撒花，庆祝，热烈庆祝！爹爹，棒棒！娘亲最好了，娘亲最棒了，娘亲是世界上第1漂亮的美人哦！青青最爱美人娘亲啦！哎呦，祖祖的小心肝儿啊！这小嘴儿是真甜，可比你娘小时候能说多了，把人哄的是晕头转向的。还真别说，本尊这妹妹着实不错，又聪明又机灵，长得又漂亮，完全挑的优点长的。主要吧，还是贴心呢，不仗着年纪小就欺负我和老二，让本尊很想疼惜几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妹妹最重要，知道吗？若不是担心青青太辛苦，这江山朕都想给她做个千古女帝也不错。我去，本尊就说吧，不讲武德的爹爹就是捉我给他做苦力，给妹妹当女帝听的，本尊便出去游山玩水，活到16岁就嗝屁。差点忘记了，大儿子能活到多少岁是个未知数呢。哎，二哥回来了，赶快来吃烤肉，真的很好吃。再配上皇后娘娘拿过来的烤肉料，简直是绝了！哎，再撒上孜然和辣椒粉，让人吃上几口便是满头大汗呐。都是狗来着，都说男人靠不住吧？我还去找皇上复命呢。哎呀，皇上不是派人来说过，让二哥一行人回来之后便先吃饭，大家跟着一块忙活下，消食嘛。皇上，东西已经送到太上皇手中，京城事情已经处理完毕。回来的刚刚好，去吃些东西，明日开始要尽快赶路了。是，皇上。这天气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啊，再这样下去，百姓们还有什么活路啊？大清早的，说话不要触主子眉头，都管好嘴巴，不然别怪我打你们手板了。不，小莲姐，我们再也不管他说话了，这就去准备洗漱用的热水。天哪，太冷了！刚起床的好心情一扫而空，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他想到的时候，萧山也能想到。近几年来，只有边疆那块丰收了棉花，将士们都换上了棉袄和棉被，可普通百姓们遇到这般极寒的天气，不知要死多少人。站在原地想了许久，云婉音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情，一家五口直接进入了空间。安哥哥在外面时，他想了许久，觉得差点东西。空间里不只要种粮食，还应该种上棉花。一家五口也待在空间里，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人家爹爹使诈，给小孩子玩下象棋，他真是好意思。有事儿吧？爹爹和大哥之间的战争挺难看得懂。爹爹伟大的形象发生了崩塌。
真是抱歉，给大家丢脸了。哼哼，等我拿得动棋子，必定要把爹爹杀到落花流水。哇，怎么能欺负小孩子呢？本尊这么可爱，嘤。哎，当人家爹爹可真难，太不容易了。我证明大哥哥说的没错，爹爹是会棋了，只是会的不明显而已，不懂的人便看不出来。哎，真是可惜呀。估摸着今年春季是白瞎了。是啊，皇后娘娘生来便有一副菩萨心肠。老奴许是年纪大了，如今跟着老爷子和老夫人回祖籍，也有种回家的感觉，这心里啊，踏实极了。哼，好啊你，还说同我姐妹同我交心呢。在云家这么久，小兰你心里没有把这里当做自己家。云里正，快来啊！你们眼神好，瞧瞧外面来的是不是马车呀？李正说是马车来了，好几辆呢。真的，没有看错吗？马车队伍是不是朝着村里方向来的？哎呦，老祖宗哎，您可慢点些吧，小子的心脏经受不住这样惊吓呀。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快帮我看看，这马车是袁老头回来了。老李正爷爷，是马车队，很多人，两边都是护卫。老头子，我们回来了，回家了。老爷子，老夫人回家是好事情，可不能大喜大悲，再晕过去就不美了。蓝妹子说的是，我可要保重身体，不然谁给我家乖宝带3个宝贝儿啊，那是要受累的。我老婆子可是心疼孙女儿的，坚决不能让乖宝受委屈。是啊，老夫人，这家里人谁有2位宠小小姐啊？所以老爷子和老夫人一定要保重身体，给小小姐撑腰。哎，放心吧，老婆子，我看到老李正那个老东西了，几年不见，这货真是老了，都需要人搀扶了。老东西，你哥哥我回来了。相爱相杀，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可真是令人羡慕。哎呀，瞧，就知道这个老货回来肯定要气我。嘿嘿呀，这还没有进村呢。回来了，终于回来了。不管走到哪里，这秀水村是云家的根基所在之处啊。这老货在外面过得肯定不自在，回来之后这心就踏实了。回来喽，小公公回家了。老伙计，我云老头回来了。老爷子，您慢着一些，让小的给您放上一个落脚凳，万一再扭着腰怎么办？你个老东西，一回来就让人费心，就多等上片刻会如何？再摔伤了可怎么办呢？还这么莽撞！老东西啊，几年不见你便又老了呀！哎呀，瞧瞧这老脸，比老树皮还要粗糙，半夜出门会吓死人吧？哼，你也不过如此，几年不见，越来越丑了。都是嫂子贤惠，没把你这个老皮子给休了。两人走在一块儿，跟祖孙2代人一样。这话说出来，还让人挺开心的。冯婆子回来了没？把我们乖宝带回来了没？云婉英抱着小闺女，小山抱着2个不值钱的儿子。老天爷呀，我们乖宝回来了，还把小公主带回来了。
真别说，这找媳妇儿和找女婿一定要找好看的。瞧瞧，这小两口长得好看，生出来的孩子都是人中……那个叫什么？婆婆是人中龙凤。啊，对，就是这个意思。长相是顶顶好看的。等小公主长大后啊，这谁能配得上啊？站在这里安全，不挡路。等下再跟你们叙旧啊。老婆子又不是小孩子了，不需要这样哄。不过啊，喜欢我们青青的都是好眼光，真不错呀。抱着青青的是三叔婆母，在村里很有威望，是个妙人。抱着修哥的是族里三叔，一向疼爱小孩子，见着谁都要给块糖吃。抱着彻哥的是来李正，从小便疼爱乖宝，对于他的孩子自然是一样的。这样啊，是我太紧张了。我没有看不起乡亲们的意思，只是在宫中大多时候过得如履薄冰，习惯了。遇见事情的时候，先从不好的意思想，是本能反应。知道的，不用紧张。秀水村很适合人养老，待上几天你便知道了。这小孩子的脸最是娇嫩，还没有长好呢，万万不能随意捏，不然会流口水的。我们不摸，就看看。萧青青看着围着自己的一群人，眼睛都是笑意，很是淳朴。萌萌哒的小脸对着他们露出了一个无耻笑，不，小米牙笑脸，把众人给甜的嘞，直呼老天爷。笑起来真好看，真甜，比家里臭小子强多了，好想抱回家。我闺女不给，只能在我家，你想都不要想。呀，这不是皇上吗？草民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岁！草民拜见皇后娘娘，万福金安。今日我陪茵茵回祖籍探亲，便是村中的女婿。不知各位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在村里休养身体的时候使用的姓氏？安少爷。不对，现在该称呼安老爷了。呀，老天爷呀，这是晚娘啊，老三家媳妇儿，在京城之中一别几年时间，若不是你们回村，在大街上遇见都不敢相认了。还有这位贵妇人，天哪，这脸上的皮肤一个毛孔子都没有，细腻的不行，只是一个眼神儿，我老妇就觉得被勾了魂儿，太美了，太美了。没有啦。哪里没有？你就是好看，养得真好哎。你是谁家的夫人？同冯婆子家是亲戚吗？怎么没看到过你？可不是亲戚嘛，还是关系十分亲近的亲戚呢。真不错，让母后也体验一下乡亲们的热情吧。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位贵妇人和皇上眼睛长得特别像啊？肯定就是亲母子啊。那这位贵夫人便是皇太后吗？皇太后圣体安康。都起身吧，我只是乖宝的婆母，同她回来探亲，接下来的日子还要请乡亲们多多照顾了。都别站着说话了，先回家去，再动着宰就不好了。哎呦，在京城之中待了几年就是不一样。瞧瞧冯姐姐现如今模样，一身简单的衣服穿在身上，都是那镇上的富家老夫人都比不上的。这童身的气派真是了不得呢。哇，这是金簪子吧？冯婆子啊，现在是把金子戴在头上啊，真是让人羡慕。这么粗的金簪子要花多少金子才能打出来啊？戴在头上重不重啊？肯定压脖子吧。还不是我乖宝孝顺，
每年呀，只要是老婆子生辰的时候，便是各种金簪子往家里送，一心想要孝敬我，不要都不行，岂不是伤了孩子的心？这种事情啊，我可做不出来，你们说是不是？是，老夫人说的有道理。孩子们有孝心，做长辈的只管开心收下便是，多少人都求不来的福气。可不是嘛，每次都让他少买一些。还有家中的儿媳妇和孙儿媳们，个个都是孝顺的不行，怎么都不听劝。那京城中有名的金店不断往家里划了，我就一个头，怎么会带得过来呢？没关系，带不了给我们呢，我们带得上，光着的发髻还特别多。疯婆子，你别说话了，让人听着怪闹心的。不然我担心忍不住出手，想把你丢出去。哎，瞧瞧你们这副嘴脸，就是嫉妒我这个老婆子了，妒忌让你们嘴脸变得丑恶。嗨，怪不得人都说京城的贵气养人，瞧瞧疯婆子都把我们给看透了。这往后啊，还能藏住什么小秘密？吓死人嘞！疯婆子，不是我们说你，既然知道打击嘴脸，说话的时候还不收敛着，诚心显摆呢，故意让大伙羡慕呢。哎呀，你们是不知道，那京城的婆子一个个都端着，偌大的京城之中，就没有一个对我老婆子口味的人。憋了几年的话，可不得回来跟你们说说，不然呐，这人都要憋坏了。疯婆子，您说说那些大户人家老夫人平日都干什么？那些老夫人们说一句话转上800弯，整日坐在后院之中当老太君，平日也不动一动，这身体肯定不好啊。一日3餐都吃得金贵，像那什么燕窝、人参都拿来炖汤喝。哇，那可是人参啊，不是大萝卜。前些年村里小伙运气好，在大山里挖到一个棒槌，不过30年份的就卖了几10两银钱。这若是天天炖人参鸡汤，一天就吃了我们1年的收入，真是厉害呀。好什么好呀，不用羡慕他们，那些人的身体还比不上我们村里下地的人好呢。整日里躺在后院里，走来走去就几步路，心情不好，那身体能好吗？对，疯婆子说的有道理。要我们说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要强。云老夫人在京城真是憋坏了，可怜劲儿的。婆母嫁到村里多年，与村里婶婶婆婆们认识了几10年，平日里吵吵闹闹，若是长时间不见面，这心里都互相惦记着呢。怎么回事？怎么不说了？刚才讲的可开心了，本宫还等着听八卦呢，可比京城之中的好玩多了。主子这是找到队伍了。算了，要在这里待些时日呢，主子闹些乐趣也好。皇太后，怎么了？说错什么话，惹这位不开心了？叫这个多生分呐！我同儿媳是低调回来探亲，要是被有人打听到，那就麻烦了。我娘家姓程，诸位就叫我程妹子吧。母后接触程度挺好的，一会儿功夫就叫上大妹子了。这不好吧？咱都是村里人，也都懂得不符合规矩，要是被有人知道了，会不会被按上一个大不敬之罪啊？是啊，咱可不敢这样叫。别怕，不会被砍头的。本宫特准秀水村内的妇人们叫程大姐或者程妹子，只要是对乖宝好的人都可以这样叫我。
对乖宝不好的，便不可以。行，看着我比夫人大一些，就托个大，叫你一声程妹子。家里那口子会打猎，还存了许多野味儿。程妹子刚来村里，做姐姐的肯定有所表示啊。等着啊，这就回去给你拿肉吃，保证煮出来香喷喷的。啊，还有我们家里也会有好吃的。程妹子在家等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刚还在说称呼，唉，一定是本宫这张脸太讨喜了。算了，没眼看，主子脸皮真的是厚哦。算了算了，就当做没听到。她这婆母要是在村里被带歪了，可怎么办呀？于婉仪忧愁担忧。哎，宗哥儿、伯哥儿、童哥儿、春哥儿、二哥儿，哎呦！诸位长辈们安，小子给您请安了。哎呦，没想到啊，有生之年还被人这样请安，哎，感觉是不一样哦。诸位长辈身体康健，小子给您行礼了。哎呀，借百哥吉言。诸位长辈许久不见，小子远在千里之外，十分惦记呢。好好，大家也惦记着你。给诸位长辈行礼了。啊，回家的感觉真好啊。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嘛。诸位长辈们安，给叔伯们添麻烦了，这么冷的天还要来帮忙。没事没事，就煮点饭菜嘛。外面这么冷，都赶紧回屋用热水洗洗，暖和暖和，可别冻坏了。嘿嘿，咱们担心云家人回来没得吃，没想到人家回来时啊也讲到了，估摸分量也是把整个村里的人都算了进去啊。云里正，这可怎么办啊？全煮了。煮上2头猪，剩余1头放进云家大厨房里，慢慢吃。于婉莹带着人在自己住的小院里，忙着找出那些从宫中带出来的小物件。找到了，找到了！里面东西挺多呀。是呀，里面都是好东西。心中是羡慕秀水村的乡亲们的。瞧瞧，自家主子不管走到哪里，都惦记着老家人的好，这次还带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若他还有家人，背刺一个回去，族谱都得给他单开一页。云里正说，晚上的大锅菜人人有份。再说了，村里有好事情，什么时候落下过你们了？别担心，肯定会给你们留饭的。眼前这位大哥在说什么东西？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几个红木箱子被放在云家老宅正厅，让皇太后来了兴致。娘的好儿媳，这事情娘能做。给乡亲们分东西的事情多好玩呀，还能顺带认识认识人，这样就可以在村里混个脸熟。还有我，本尊也要给可爱的村民们分传家宝。谁让大家都太好了，给本尊塞了好多银钱呢，真是讨宝宝喜爱呢。得嘞，哎呀，我又省事儿了。好啊，就你们来。金子，这耀眼的金子！众人瞬间爆发出土拨鼠的尖叫声，把在外面的人吓得一哆嗦。怎么了？怎么了？是谁出事了吗？是受伤了吗？可怜我这才不过1岁的耳魔，可是遭了大罪了。啊，金子，全部都是金子，本残神也很是喜欢，全部都放入私库里去。被于婉英给无情的镇压，母子之间血脉相连，无需解释便知道是什么意思。金子呀，金子呀，好多呀！老天爷呀，真的是开了大眼了！老天爷呀，本尊的耳膜差点要爆了，若是再大点声，都要被大家送走了。是真的吧？这是乖宝回来给你们准备的礼物，这是皇宫里面才会有的标记，凡是有此标记的东西是不可贩卖典当的。
若是东西流落在外，比如当铺之中或者寻常百姓家里，一样是犯砍头大罪。数量较多或是来路不正的，情节严重会被诛九族。啊，这么严重的，可真是长了见识了，第一次知道哎。什么？乖宝带给我们的礼物？刚说的寻常人家是家中没做官的人，自然是得不到宫中锻造的东西了。若是有，便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顺便一起砍头。乖宝要送的东西都是皇宫之内登记造册过，凡是到了你们手中的东西，宫内都是有记载，便不会有问题。这东西便是乖宝挑选给你们做传家宝的。乡亲们呆愣，没有反应过来，傻傻的。听到传家宝3个字，眼神之中迸发出强烈的光彩。莹，我可太感动了，乖宝就是小皮夹克，远在千里之外还惦记着我们这些老东西。乖宝啊，这费了不少金子吧，咱不能让你这么破费。是啊，乖宝有钱，那本来就是他的，家里还要养3个奶娃娃，正是费银钱的时候。这金子呀，合上多少重量，每家每户都要折算成银子分给乖宝。也把年纪了，在小辈面前掉痘痘，羞不羞脸哦？还有你们眼眶红的像是什么样子呀？这东西啊，是乖宝给村里人当传家宝的，外面买不到，金子钱一家家都得出啊。袁老爷子，您就放心吧，这钱保证1分都不会少的。算来算去，还是村里人占了便宜。是啊，这若是被亲戚和外人知道了，肯定会被羡慕死。嘿嘿。来了，一家派1个代表，凡是近些年成家分出去的，可单独领上1份。瞧，这份家分的对吧？哎呀，心肝痛啊！当然就应该听其他几家的建议，分成几锅饭。来，排好队，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还真别说，婆母真的好可爱。老天爷呀，果然是从皇宫里出来了，这工艺就是不一般呐。那镇上京楼是比不上一点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安少爷，乖宝，等大家伙回家后，便把东西给供起来，1天3次的上香拜拜。前有立长生牌，后有传家宝拜拜，这是想要闹哪样啊？亲老天爷呀，差点把本尊人间爹爹给送走，好可怜呐！这张俊俏的脸庞被呛得都丑了很多。这可真是笑出强大的好儿子，往夫君心脏上插了一把好刀。爹，拍拍，不怕哦，宝宝在呢。爹爹，栓七七。哎，奴才的爷呀！赶紧的，让御医来瞧瞧。夫君和老三像是娇嫩的瓷娃娃，说句实话，没有男子气概的人挺嫌弃的。我那娇娇嫩嫩的夫君，有这些人肯定出不了大事情。哎呦，不会刚回村就要嘎掉吧？这样是不是要全村陪葬啊？不用这般兴师动众的。老爷，要不让御医请个平安脉？怎么回事？觉得身上有些凉飕飕的，皇后娘娘看自己是什么目光？奇奇怪怪的。开饭了！快，去给本夫人拿碗筷过来，我要吃。麻烦这位大兄弟，给我家夫人盛上1碗。搬着小凳子到了大门口。夫人，细皮嫩肉的，可不能这样端碗。不出多久啊，这手指上就会被烫得发红。
你手上又没有剪子，会烫伤的。怪不得能做婆媳们，天定的缘分呐。想吃便吃，没有那么多规矩。大锅饭要趁热吃才好吃呢。婆母先吃吧，我们只是晚一小会儿。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好吃。好吃就多吃点儿，管饱。这是小时候的味道啊。主子爷小时候在这里养身体，没少吃村里的大锅菜。是啊，没想到几年之后就吃上熟悉的味道了，嘿嘿，真开心。入睡前，婉娘娘家人拖家带口，终于来到云家老宅。外公、外祖母、舅舅、舅母，草民拜见皇上和皇后娘娘。您这是做甚？行个礼便是了，谁都不能挑出错处，怎么还跪了呢？皇上，外祖父无需客气，如今我是云家女婿的身份回来探亲，整日里跪来跪去太麻烦了。嘿嘿嘿，都听皇上的。外祖祖的乖宝哎，长得可真好看，瞧瞧这小脸精致的呢。外祖祖这辈子就没见过比青青长得还要好的小姑娘，比你娘亲呐更是胜上几分。宝宝可怜，好伤心呢。茵茵是最棒的，安哥哥真好人，爱了爱了。哟，外祖祖的小乖乖耶，瞧瞧这小脸长得多俊俏啊！长大以后啊，必定是要迷倒不少小姑娘呢。外祖祖就是本尊那失散多年的亲人呐。会说话你就多说一点，多夸夸呀！嘿嘿，本尊比爹爹还要帅气100倍。闷骚，太闷骚了。耳朵好吵，这破孩子真的不想要了。外祖祖，夸我夸我。小太子真是帅气逼人，小小年纪便能看出性格稳重，天生就是当好哥哥的料。哎呦，外祖祖的小宝贝儿哎，这眼睛长得像你母亲，一双漂亮的狐狸眼儿，甚是有风情。长大后肯定比你哥哥还要帅气几分呢。外祖祖漂亮。萧青青很是调皮的扯扯她的胡子，向来以严肃出名的程夫子竟然担心小外孙女儿手太短扯不到，还凑着脸离她更近一些。呵呵哒，瞧着嘴硬的男人，现在是有人整治他了。果然是隔辈亲啊！爹娘什么时候能抱完奶团子呀？我和夫人也想抱抱呀。快进去啊，进去洗脚脚吧，好累啊。夫人，时间很晚了，已经过了小主们休息的时间。一日用了早膳以后，吃完饭你便回去上课吧。我同你母亲多年不见你妹妹，要在村里打扰亲家几日。想住到什么时候便住到什么时候。你们同婉娘也多年未见，小女儿也正常，家里地方多着呢，踏实住着便好。哎呦，那感情好啊，多谢亲家母了。我们老两口也主要不是看婉娘，是对3只奶团子太过喜爱，舍不得刚见面便离开。不然呢，若是今日回了镇上，这心也是留在云家的。所以爱会消失，对吗？父亲母亲对他的爱也就昨日几分。快吃，娘疼你。大嫂也疼你。二嫂也疼你。吃了东西可不能跟小孩子争风吃醋了。哼哼，有人疼爱我，好多哦。哎呦，好好好，娘知道你有很多人疼，多让人羡慕啊。
婆母和嫂子们对你好，你也要记得孝顺他们。作为客人的皇太后，在村子里也是有家产的，偏偏不愿意过去住，打定了主意要在儿媳妇家凑热闹。更有意思，他们即将为本宫提供更多八卦。哎呀，李大人好久不见呀！您喜欢用的包厢给您备好了。哎呀，是钱老板呀！您看着红光满面的样子，最近在哪里发财呀？快里面请。哟，这不是谢举人吗？哎呀，多谢您来照顾本店生意啊！哎呦，云兄弟什么时候回来的？好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提前送封信回来，好让人去城门口接你啊？接什么接？老子又不是黄花大闺女，还能找不到店门开在哪边吗？一走便是好几年，我都以为你要在京城养老，再也不回来了。没想到悄无声息的便出现在了酒楼门口啊！今日本掌柜得请你好好吃上一顿，听你讲讲京城之中的如何繁华，也尝尝见识。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今天要吃穷刘掌柜的才行。哎，云掌柜的，您可回来了？大家伙都惦记着您呢。今日想吃些什么呀？小的让大师傅给您做上几道。许久不在家，尝尝家里的味道才是。云掌柜好，云掌柜好，云掌柜好。哎，给大家伙带了礼物，一会儿去后院领吧，人人有份。哎，谢谢云掌柜的。就说你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这细腻心思呀和外貌一点都不符合，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给我带东西啊？这是真从京城带了什么稀奇的玩意儿？东西啊都到了啊，打开看看。嘿嘿嘿，真的，这金子纯度真高啊！真是送我的，手笔如此之大，这东西啊我甚是喜欢。咱们关系再好，老刘我也不能占你便宜啊。若是价格是我能出得起的，便买下来；若是价格太高，真是我老刘啊承担不起的，你便拿回去。你手中的金器是皇后娘娘给村里人挑的传家宝啊，都是出自皇宫之中，雕刻技术最好的工匠，每一个都独一无二。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一模一样的。若不是皇后娘娘心里记挂着她当年嫁给皇上时，村里上上下下攒出了20台嫁妆，也不会有这一批金器。这价格嘛，刘掌柜怕是要把近几年赚的钱都要拿出来才勉勉强强。呦！嘿嘿嘿嘿嘿！好兄弟，好好说话，别整这些不阴不阳、鬼里鬼气的东西，招我嫌弃。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这不是？本身就是送你的，收着便是了。怎么，你拿不出钱来，我老云还能拿回家去？哎，就这点小事情，你还在纠结什么？赶紧把东西收好吧。那村里人是怎么把东西拿回家的？以市场行情价格买回去的，说是不能让皇后娘娘亏本钱，留着养3个奶团子呢。这个好，就同村里人一样办啊！我这就去称有多少斤重，等你回去的时候便把钱给带回去。说完便风风火火地往包厢外跑去。至于上楼前说的话，好哥哥请你好好的吃一顿家乡菜，想吃什么吃什么的豪言壮语已经忘到了九霄云外了。云老大终究是错付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包厢里。皇后娘娘养奶团子，你是说这次皇后娘娘跟小太子、逍遥王、大公主全都回来了？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好，原来有贵人光临此地呀！咱这镇上真是福泽深厚啊！这话还真不是我瞎说，
这秀水村方圆100里区域的百姓们啊，都是这样认为的。自从云丞相连续高中之后，你家孩子便紧随其后，然后便是丞相夫人娘家程夫子的学堂，连着多少学子都在京城做了官。最厉害的还要是你们云家在族中建造的族学，凡是村里的孩子，不论男女，不论大小，必须要读书识字，连带着嫁出村的姑娘所生之子女啊，都可回族中上学。小家庭不出任何的费用，全部由云家和族中承担。周围的村里啊，就算是居住在镇上的百姓都羡慕的不行啊，恨不得家中有儿娶到秀水村的姑娘，家中有女嫁到秀水村当儿媳妇儿。这一年又一年，光是云氏族学当官的学子便是大10几位，10个手指头数都数不过来呀。虽然不在朝中，但在京城之中陪着家人常住啊。那么多孩子上学，笔墨纸砚便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百姓们都好奇呀，秀水村怎么会有钱供着这么多人？这话是，有成家立业的孩子们，宽裕时候便每个月都送银钱回来；有在外面做生意的孩子们，每次送钱回来也不少。在京城中当官的孩子们，凡是发了俸禄便会寄回来，怎么劝都不听啊！每个人都说要给弟弟妹妹买纸墨笔砚，让他们好好读书。这些做哥哥姐姐的都在外面等着他们呢。我们云氏一族办族学，不指望所有孩子都能上京城当大官，只是能读书识字明事理，只要不偷鸡摸狗，当那世上被人唾弃的不良之人，做哪一个行当都是好的。前来打听消息的人啊，闻言都沉默了，看着站在最前方说话的老人，像是一个会发光的圣人。这都是百姓们一字一句传出来的。哎呀，若是你家多生几个女儿，该有多好啊！哼，他也想呀，只是在云家生男生女不是他们说了算，是要老祖宗说了算。跪地求上几千遍，才能得乖宝这一个宝贝金疙瘩。再不济，咱俩拜个兄弟，或者让我家的小子以后生儿女给你养老，哎，怎么都行。秀水村这福泽深厚之地啊，我也想沾沾福气啊。哎呦，好险呐！还差点家里就要多一个臭小子，若是回家被夫人知道，肯定几天上不了床。哎呀，怎么办呢？看了一眼刘掌柜，心中也觉得可惜。说是他们家是女娃娃就好了，抱回去给媳妇儿看，肯定能得到好脸色。饭菜和酒是在两人说完话后，小厮才来敲门送过来的。两人边吃边聊，临走时，多谢云老兄惦记，此等厚礼呀，解万般忧愁啊！此等情谊，我刘某必定不会忘记，深深记在心中。云老大笑了笑，他站在老宅门口，很快2个身影便进入他的视线。不在家待着，上山去干嘛？很快，莫一和莫尔的背上背着，手里拎着的满满当当，跟在两人身后。就是在京城之中待久了，会来手痒痒了。莫尔内心狂嚎：暗卫，暗卫，暗卫是用来杀人的。咱们老百姓啊，今个真高兴，啦啦啦啦啦！两人出门并不是为了打猎，而是云婉音想到一件事情，想要找地方验证一下才上的山。音，这样开心啊？是啊，证明我睡前想到的可能性是对的。安哥哥，山上试过，没有问题。每个地方的土壤都是不一样的，为了保险起见，在田地里做过实验就开始执行。都听你的，很棒啊！听媳妇儿的话，会开疆扩土的。别人都是听老婆话会发达，现在都玩这么大了，听媳妇儿的话，开疆扩土，一统天下。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呀。安哥哥，我们回家吧。软花，摸我呀，摸我呀。小心肝儿啊，可真惹人疼，
实心小棉袄哦。哦哦哦，哦嘞哦嘞哦嘞！爹爹娘亲打猎出来了，今天又是可以炫肉的一天。奶，嬷嬷。皇太后以为小孙子是好奇，想要摸摸毛茸茸的东西，抱着他时更是往前探了探身子。就见奶唧唧的小孙子一伸手一张嘴，吭哧便咬上了2斤多的小兔子。众人都是一脸惊恐的表情，担心野兔子在山上生活身上脏。奶的乖崽崽想吃肉了，那便吃，1片不够吃就吃2片。您老可是皇祖母，我奶奶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怎么能怕我母后您儿媳呢？本宫那叫怕吗？明明是宠爱。对于家庭地位，母后是最大的，皇祖母第2，皇祖父第3，爹爹排在最末尾。还是得求漂亮娘亲才有用。不论如何，当天3只小团子如愿以偿地吃了2片清水煮的大肉片，嘿嘿，满足足摇头晃脑。真香啊，还是肉好吃，皇祖母万岁万岁！虽然无油无盐，但是嘎嘎香，好好吃啊！用过膳后，冯婆子把大儿媳和二儿媳叫到房间，把早就准备好的金器推到2人的面前。娘，东西贵重，儿媳这些年也存了些银钱，足够给乖宝了。家里没有贪的，让冯婆子很是开心，这钱花的舒坦也乐意。没事儿，娘和你爹这些年没少过孝顺钱，家里的哥儿，我的宝贝孙女儿，每个月都送钱过来，我们老2口都没有地方花，都给你们攒着呢。至于你们，没有。哎呀，婆母如今好无情啊！娘，说好的疼人家的。娘，儿媳的心好痛痛啊！若是缺什么，便从家中拿，或是镇上买一些。几年未曾归家，你们父母和兄妹肯定是惦记着呢，带的礼可不能小气了，被村中那些碎嘴婆子念叨就不美了。哎呀，是娘想的不周到了。回到家后，你们便把程夫子带着夫人住在家里的事情也讲一遍。若是亲家母也愿意来住，便一起回来。明日里便让家里丫鬟把空着的房间收拾干净，来了便是主人。娘，家中有贵人住着，3弟媳父母都是读书人，都战战兢兢的。若是换成我父母，怕是门都不敢出，饭都吃不下了。我能回家住上几日，家里人必定是开心的不行。这方圆百里的出嫁女儿，哪里有我和大嫂这种待遇啊？外面人都羡慕呢。这么好的日子，我们才不会没事找事呢。为了争口气，把家中父母弄得不自在，那还真是做了大孽呢。二弟妹说的话，我也是赞同的。都是普通的农家人，别整那些幺蛾子，把日子过好才是正事儿。娘，您就是想太多了。若是我跟二弟妹心里有不舒服的，便会直接说出来，保证不憋在心里。那感情好，老婆子不怕你们说，就怕你们不说。你们也是做婆婆的人了，处理小辈之间的事情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别掺和小夫妻之间的事情。若是说句心里话，丈夫可以不要，2人也能跟婆婆生活在一起。等全部收拾好后，不收拾不知道，一收拾吓一跳，乱七八糟的东西装了满满1辆马车。大夫人，这装得好好的，怎么就卸下来了？这不，几年攒下来的东西，一装车才知晓东西太多了，若是这样出门，会被人笑话的。老夫人说你们去得着急，肯定没时间买肉和粮食，再把亲家打个措手不及。这不，天还未亮时，便让人去割了几10斤新鲜猪肉，再带上一些白面粉，
老夫人可是交代了，多年不走娘家，定要气气派派的过去，让十里八村都看上一看，咱们云家主母过的日子有多舒坦。吴氏倒是听懂了话，只是面带纠结。怎么就多了？我看孝敬岳父岳母一点都不多。哎，不用往下卸东西了，赶紧出发吧。大老爷说的对，老奴这就去把东西放在马车上，不耽误时辰了。是因为蓝嬷嬷送东西回去以后，便同他说了2句，这是来宽慰2个儿媳妇的心呢。东西都带齐了吗？看着也不多呀，不会落下什么吧？回娘的话，咱的东西都装上了，并没有遗漏。娘，这样会不会太显眼了？被村里人讲啊。老婆子，我看看谁那些闲，敢来我面前说那些颠倒四六的话，不撕烂他的嘴。云老夫人厉害，吾辈楷模呀。被夸得怪不好意思的。儿行千里母担忧，不送你们到村口，娘这心里不放心呐。浩浩荡荡的4辆马车，加上云家2老以及丫鬟小厮们，从村里经过时，大早上这是干嘛去啊？还带这么多东西啊？又要离家了？哪能啊，刚回村要待上些时日的。这不，2个儿媳多年未回娘家，把我这个做婆婆的照顾的那叫一个周到。为了感谢亲家养出这么好的孩子，便多上2样礼回来。这是送老大家和老二家回去住上几日。云老夫人，这哪里是几样礼啊？车上都塞不下去。不多不多，才这么点东西。要不是2个儿媳妇孝顺，死活拦着不让往车上放了，东西还要再多些呢。去你们岳父家有点眼力劲儿，那些力气活、担水之类的要提前做了，多住上几日，别着急回来。家里你们也不用担心，没有比老宅更安全的地方啦。云家而来的人慢悠悠回去时，便在一户人家门口看到一个年轻小媳妇儿，眼神中都是算计，盯着远去的马车。什么东西都能进村啦？我去老李郑家蹭顿早饭吃，你别管了。娘嘞，这是谁家来贵人了？一下子几辆车，必定非富即贵啊！诸位乡亲们好，我是秀水村云家小子，今日陪媳妇儿回娘家。是云丞相那个云家吗？还有皇后娘娘那个云家？不用问了，就是云家人。这位便是老吴家大闺女，好几年没有见了，听说是同家里一起上京了，这是回来探亲了。诸位长辈安。哎呦，大娘啊！爹。哎，回来了就好啊。岳父，是我们不孝，没有在身边伺候您。说的什么话？你们都好好的便很好了，赶快进门去。外祖父、外祖母安。外祖父、外祖母安。好，都是好孩子，别在门口站着了，都先进来。女婿啊，你们能回来看看，爹娘就很开心了。这东西要回家去，反正老头子我肯定是不能要的。外祖父，这都是父亲母亲的一番心意，孝顺2位的，不要推辞了。家中有贵客在，阿奶出门前专门交代我，一定要代替他老人家跟你们问好，等空闲下来的时候再登门拜访。没事儿，家里那么多人，忙很正常的。村里人看了一马车东西，眼红得很呢。但有云家身份在这里，也不敢上门打秋风，也不敢抢。表面不能做什么，
有些心思不正的人，眼神中透露出算计的神色。这些东西是妹妹，不是皇后娘娘同娘亲一起买的。什么？这等小事情能惊动皇后娘娘？一句话便让很多人打消了不该有的念头。老头子，你瞧，闺女儿的脸现在又白又嫩。刚才我拉了一下她的手，那手上嫩嫩的，腱子越来越少。不用多想便知道，这些年过得很不错。还是咱姑爷对闺女好，以后过的都是好日子。妈妈虎啊，老刘家的外孙子最大那个叫童哥是吧？别乱说话，怎么能叫名字？这是大将军，是有官职的，百姓们见到后是要跪地行礼的。小子见过诸位长辈安。将军您客气了。这是要去刘老头家里吧？刚从院门口经过，人都在家里呢。别在这里停着了，耽误时间。那小子先去了。几年不见外祖父，这心里实在是想得慌。刘氏原本很怕儿子吃亏，你的身份今日不同往日了，不借着乖宝的事，你也是将军的娘亲，为人处事要有些变化。就如在京城中一样，这人有好有坏，任何时候都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岳父岳母安。一家人见面，难免又是一段寒暄问候。卸马车上礼物时，乡亲们的反应和另外一边是一模一样的，但有云同在，他们也翻不出来什么浪花。两家的重头戏便是关好房门，闺女偷偷摸摸拿出来那一个盒子，看到里面装的东西，让人直吸凉气。这是保命的东西，若是被人知道，肯定会偷走的。我们肯定不说，把嘴巴咬得死死的。这可是皇恩，也就是亲家好，我们才有这个福气，都要惜福。是，爹娘放心，打死都不说。狂喜过后，两家人都记着亲家母的情，凡是家里有的东西，全部都往马车里塞。虽说心中甚是不舍，也知道家中地方小，还有这么多女眷住着，确实不方便。若是太晚，马车在路上也不安全。在他们的恋恋不舍下，云家的马车还是缓缓地离去。等冯婆子看到马车上的东西时，心情极好。外祖父外祖母专门叮嘱我要同您跟阿爷问好。两位说全家都是记着您的好，以后要报答你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报答不报答的，有这个心就很好。算是我老婆子钱没有白花。村里云家田地里，乖宝啊，这天寒地冻的，浇水都白瞎功夫了，这不是让土地更是冻得梆梆硬啊。在书上看到一种药水，经过调制之后便能让土地更肥沃，就想着回村也没有事情，这地冻着太可惜了，便想着试试。若是皇后娘娘说的，那必定没有问题，尽管大胆尝试。老李正说，您这可是把我架得太高了，若是实验的不行，岂不是要被村里人笑话？那怎么能啊，大家伙儿看看谁能笑话乖宝啊。本就是书上的东西，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用。实在不行，到时候就是云里正好，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一村之理政嘛，就是为了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谁说的？谁说的？老子真的会谢。连着浇了几亩地的水，云婉莹知道肯定会有用，但是效率太慢了，便盯上田地之间的空地。若是挖上一个沟渠用来灌溉呢？就算是浇上了水，秀水村的田地能种出粮食，更容易引起暴乱，引起百姓们的争抢。安哥哥，有什么厉害人物可以人工降雨吗？我送封800里加急的信回京城，让父皇寻人。若是有这类奇人，便连夜打包送过来。这土地若是成功，明日便可以翻动，大家可都看好啦。
嗖的一下子便带着丫鬟跑远了。乖宝身体很好啊，跑得真快。低调低调，不然消息捂不住多久，这秀水村也没有清静时候了。皇上放心，村里人近些日子除了必要采买，便不出门去了。怪不得回来几天，兄弟们就没有人见过有人串门，这村里人还真是省心啊。也不必如此，村里人正常出入便好。嗨，平日啊也没什么事情，这么冷的天，在家里暖和多好啊！哎呀，开春后破天气啊，一直这样变。往年这个时候，大家伙都在地里忙活着呢。主子爷的脸长得挺好的呀，为何大家都这么怕？从前大家可不会这样，见到主子爷都是安少爷叫的，而且还会把人拉回去吃东西。哎呀，果然啊，什么都是会变的。以前是安少爷，最多是富商家孩子，或者是朝中官员嫡子，那些人只敢偷偷摸摸的折腾人。眼前这位，一句话便能送人去死，你说怕不怕？一封信从云家老宅里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皇宫之中。臭小子，就送了一张纸来，从头到尾只说让朕找人，没有送好吃的回来，也没有问候朕，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皇上真的没有给自己信纸以外的东西，确定以后松了一口气。许是这次事情太过着急，皇上没有来得及。应该是，这样朕的心里便舒服了很多。来人呐，宣！白云观道长在宫门外等着面圣。远在京城之中的道长便算到强皇回归，也是他强行运算，付出吐血闭关的代价，才知道帝后两人有一线姻缘，若是被人破坏，会影响整个国运的。走在皇宫内，太上皇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好一个仙气飘飘、不食人间烟火的帅哥！太上皇也被眼前之人给惊了一惊。上次见到他时，还是一个貌美的中年大叔，如今便返老还童了。我的神呐，我的爷呐，我的主子耶！您要下手也轻着点儿啊，别让人发现呐！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你练邪功了？我们道馆是千年道馆，里面可供着祖师爷呢，学的都是正统道法。凡是心思不正或者道法不正，进入白云观地界都会抹杀的。您觉得本道长是什么道行的邪修啊？这位仙人道长还是软刀子呢，说出来的话。他这不是好奇吗？白云观道长与每一任帝王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神奇之处只有真正的皇上才知道。你怎么知道朕要派人去寻你？不能失了道心，不能失了道心。忍了又忍，看着他的样子，真的是不想再忍。您的儿媳妇儿还不是多亏了在下才能顺利娶回来？您猜是怎么知道的？啊，这又是什么秘密呀？奴才不想听呢，不想听呢。马车安排好了吗？什么时候可以出发？不如明天早上早早出发吧，今日在皇宫里休息一晚。您不会觉得这偌大的皇宫特别无趣，孤单得很，故意让在下陪您用膳吧？对，朕太孤单了。行吧，那便明日再出发吧。当天用晚膳时，只有太上皇和仙人道长在屋内，其余的人全部退出门，在外等着，连着平日里形影不离的喜公公也不例外。两人具体聊了什么，在屋第三个人知道。妖精啊，太好看了吧！这让村里的男人有了大大的危机感，看待仙人道长就是花楼里不正经的姑娘一样，眼神中都是防备，
就差上手把人赶出村去了。诸位好，我是宫里的马夫，特地送这位道长来见云家人。乖宝，乖宝！哎呀，安少爷，村口来了一个怪人，说是要找你们，乡亲们都在看着呢。隐，应该是父皇送人过来了，我们去瞧瞧。真骚包！让听到此话的萧山心中的雾霾一扫而空，心情好得不得了。耳朵极好的仙人道长当即便是脚下一个踉跄，差点跌落在地。这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见面方式。京城外，白云观道长。不可能啊！你口中说的道长，我可是记得什么样子的。总之不是你这样的。难得让仙人道长有些不自在，总觉得眼前的皇后娘娘没有憋着什么好屁，不是没有憋着什么好话。我看你像招摇撞骗的骗子。我可是真的道长，只应得了仙缘才会变成这样。此行啊，是来助帝后求仙语的。说完，便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不知怎么就准落入萧山手中。一目十行，便看完了整封信。隐，是父皇的亲笔信，能让此人前来负责求雨，必定是有大本事的。道长，请。家中简陋，家常便饭，还望不要嫌弃。皇后娘娘客气了，本道长很随意，不挑剔。这种感觉很不好啊，像什么脱离了掌控。各位叔叔伯伯、婶婶婆婆，辛苦你们了。神是好人，没有问题的，都回家忙活吧。好嘞，乖宝说没事儿，那便回去吧。对，有事可要招呼婶婶们哦。在京城周围，很多人在道馆的山下跪上7天7夜，只为见他一面，求心中所求。来到秀水村倒好，差点被人拿着农具赶出门。都怪老夫这返老还童的颜值啊！还真是个脸皮厚的，呵呵哒。阿奶，说了去就回来嘛，就在村口呢，怎么还站门口等着？看着你们不回来，这心里有点担心。奶现在还站得起来，就想多迎迎你们。才不会呢！阿爷阿奶会长命百岁，会看着家中小辈都娶媳妇有孩子。若是奶真活到那个时候，可不是老成精了。奶活到你结婚生子就很满足，早就不怕死了。这一辈子啊，活得真值。得了你一个小宝贝儿，托孙女的福，后半生还是一个富贵老太太，谁有奶过得精彩呀？还有这身体，感觉很好呢，能活好多年。却想着空间一直在变化，提醒他积累功德。若是这次降临痊愈以后，会有传说中的奖励吗？仙人道长只是看一眼冯婆子的寿元，眼前这位还真能活到100岁，物是同堂。这命格是因皇后娘娘来时改变的，也是因为老人家是真心疼爱自己孙女儿，天道给的馈赠。本道长看出来了，就是不说。你是记村口一筹。对，作者你知道的太多了，吃我一个技能。他对女主所处过的世界更加好奇。等他跟着皇上走近时，冯婆子才发现这白花花一坨是个大活人。好一个山上的小妖精成了精。本道长的道心都快要破了，真的会谢。保住道心，保住道心。云老夫人好，我乃是京城外白云观道馆的观主。哎呦，这就是传说中的仙人道长啊！老婆子，我可没少听人说起您，说去白云观，只要真心所求，都会特别灵验。
只是这观主本人能不能见到，就是靠缘分啦。要不要提醒一下阿奶，让他收敛一点眼神呢？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啊！哎，快出来看小妖精！不好意思啊，观主，实在是你长得过于貌美，让人看着赏心悦目。此时仙人道长就像是万箭穿心，不断被扎在身上。快出来看仙人啦！妖精，快些退后！哎呦，这男子长得真好哎，比皇上和老三都要升上几分呢。好一只男狐狸精呀，是大青山上下来的吧？哎呀呀，好看死了！娘的眼光真不错呀。全家最为淡定的便是一家之主云老头，一眼便瞧出来，能让乖宝和孙女婿亲自去接的人必定是不凡。仙人道长就看着原本空荡荡的前院，此时入眼都是人，怎么形容呢？就是被当作猴看了。怎么样，娘说的没错吧？对，美得像妖精。皮肤真好哎，狐狸精变的吧？这人眼熟吗？说真的，瞧不出来一点儿。你还真别说，三人站在一起啊，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太好看了。仙人道长此生无语的程度，在进入云家不到1炷香的时间全部用完了。他很是好奇，那位说自己是狐狸精变的夫人，真的不害怕吗？不害怕，第一次见多稀奇呢。阿奶，道长一路奔波肯定是累了，不如请他先去休整后用膳吧。哎，道长您跟小的走，哎，注意看脚下的路。头一次见白头发的人这般好看，那我头发全白了，会不会也一样仙气的不行啊？会的会的，娘只会更美。不错不错，老大媳妇儿一直都是最好的。哎，这是把男狐狸精领进家门了，这心里始终不踏实。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以后便私下叫仙人道长小美人这句话，还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此人必定是大佬级人物啊，身后闪烁的金光都快把整个人罩起来了。不过比起娘亲的功德金光，还是差上那么一点点。本尊离那个道长远一点，身上就很舒服。是哪种舒服呢？夫妻两人都竖着耳朵，仔细听大儿子的心声。哎呀，这才是小孩子该有的样子，好可爱哦。这样便很像茵茵了，不愧是宝贝媳妇生的。本尊知道了，是生命。每次转世，本尊只能活到16岁就会嘎掉，理由总是莫名其妙，喝口水都能呛死。刚离道长很近的时候，本尊感觉到生命线被延长，只要他待在本尊身边，便能慢慢修复。只是这是什么？你倒是说呀，把人急死了。只是需要待在一起很长时间，有可能几十年，有可能一辈子。唉，谁知道他能在这里待多久，什么时候飞天？哎呦，吓死我了，还以为什么事儿啊。只要他不成祖师爷，什么事情都好办。保我儿性命，就是保江山保百姓，相信道长不会拒绝的，毕竟事关黎民苍生。好一个道德绑架，看把你俩给能的。被人领着刚刚进门的仙人道长，还未来得及开口说话，便看到当今圣上抱着一个小奶娃娃，直接塞到他的怀里。怎么回事？皇上为什么要他抱着小太子呀？哎，本尊爹爹最帅气了，最得本尊心意，这辈子真是幸运啊，有一个心有灵犀的爹爹，真乃我之福。皇上这是作甚？
是让本观主给你带孩子吗？不得不说，小美人真是聪明，怪不得儿子说她可厉害了，冒着金光。是的，小太子看你走后一直哭闹，你抱着就没事。爹爹，你是不经夸吧？这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吗？本太子什么时候哭过？我不要面子的吗？我只是单纯，又不是傻子。看着奶娃娃绷着小脸干干净净的，鬼才会信呢。忍不住翻了个优雅的白眼，刚要把怀里的奶娃娃往皇上身上塞。我呵呵哒，哭就哭吧，什么有本尊的命重要啊？从出生以后，从未这样放声哭过的小太子，此刻张着小奶嘴，冲着仙人道长呜哇呜哇的嘤嘤嘤的。好生聪明的小太子呀，小小年纪便能听到人说话，真厉害啊！心疼我大孙子，这哭声就是招人疼，哭得本宫心都要碎了。不信邪的当下便心中掐算了一下，得到的结果让他惊讶。眼前奶娃娃跟自己还是有师徒缘分的，出发前为什么没有算到？难道是突然出现的？妈呀，本尊干嚎的好累啊！小美人怎么不哄自己啊？快累死了！既然奶娃娃同自己有缘，便收入座下当小徒弟就很好。好了，不要闹了，抱着你好不好啊？我去，这男人温柔起来要本尊的命啊！整的人家都不会了，真是不好意思。哼，真是作孽呀！太不小心，都是当娘的人啦，还跟小孩子一样。奶，还是奶最好了，这辈子也离不开奶。你呀，这是不让奶说你。好好好，那就不说。被小美人抱着，浑身都舒坦。皇上和皇后娘娘的心还挺大的，未来要继承大统的人在我手上，倒是一点不紧张啊。哦，大哥哥怎么被别人抱着了？伸出小爪爪，要贴贴，真有意思啊！洒过灵泉水的田地上，大家伙们看好了，地里挖洞了，田里挖开了。这下好了，家中剩下的2种可以先种进去。今年都勤快些，还赶得及，收成与往年差不多很多。啊，今日便可以种东西，很肥沃。那还等啥？都动起来吧，这地可别白瞎了。乡亲们眼巴巴地看着云婉音，药水是他调制出来的，若是想要种出来东西，还是得指望他。诸位不要着急，事情很快便会解决。这次请道长来，便是要解决整个安阴国的问题。由皇后娘娘亲自调配出药水，道长施法后，把药水送到天上，再进行大规模降水，洒到每一个土地上，大家便都能正常进行耕种。哇，怪不得第一次见道长就觉得很不一般呐！原来您可以把药水送上去，再变成雨降下来，牛逼啊！我什么时候这样说过？还请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啊！还有，明明这些人刚见到我的时候便想拿着农具把我赶出去，好吗？哎，小太子，你爹娘真的不靠谱啊！埋怨归埋怨，他很快便在脑子中回想学习的技法和符纸，哪一种真的是实现皇上所说之事？都把嘴巴给闭紧了，别给皇上和皇后娘娘添麻烦。若是有人嘴太碎，管不住自己嘴巴，那就别怪老头子不客气，把你撵出村子里了。那不存在，不可能！别告诉我，这便是帝后2人想出来的主意。本道长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道长，您能使用障眼法，把水送上天，然后变成雨落下来吗？
屋内静默了许久，静到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到。夫妻二人便看着他低着头沉思，也不打断他。茶香更浓郁了，可堪称极品。可行，需要帝后两人换上宫装，与在下站在祭台之上，共同求雨。道长只管放开手去做，我们二人全力配合。媳妇说什么就是什么。呵呵呵呵哒，真是没眼看。仙人道长便抱着小太子起身告辞。短短时间内，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很是喜欢抱着奶乎乎的小娃娃，已经变成了他的随身挂件。爹爹娘亲，你们的乖宝宝同小美人去玩耍了，不用担心啊，也不用找我。哎呀呀，被抱在怀里，像是沐浴在金光海洋里，身子暖暖的。呵哒，有了师傅忘了娘啊！你还没拜师呢，人家说不出还不一定呢。快走快走，都是小魔人精，终究可独占我媳妇。哼，香香的。此下场景少儿不宜，请自行发挥想象空间。莫一走遍了周围村子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头老牛，已经趴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样想过，他艰难地抬起头，拱了拱直抹泪的老汉。如此通人性的畜生还真是不多见，心中有些纠结，应不应该买他回去。看什么看啊，掏钱呐！还要卖吗？卖啊，怎么不卖了？老牛我都自卖自身了。知道了，别着急，你只是一头牛。老伙计啊，老头子知道你是为了家里考虑，不行，咱就不去了，行不行？行了屁呀！老牛我感觉到了仙气，虽然很是单薄，可大有用处。这两个人类真的很磨叽，老牛我都准备好送死了，还要一直搞人家心态。最终，莫一用45两银子买下老黄牛，走时都不用人牵着身子，他走哪儿牛就跟到哪儿。莫一觉得世界是玄幻的，连动物都开始发癫了。哎，这位兄弟，你们村里在干嘛呀？被拉住的乡亲紧皱着眉头，死咬牙关，怒视不出一声。哎呦，这位大兄弟真是不好意思啊，不知道您这不会说话。你们才是哑巴呢！若不是担心说话回去被爹娘和媳妇儿揍，老子不骂个痛快就改姓。这位大兄弟，是我不会讲话，您可别这么大气性，伤到身体就不好了。接下来过来打听消息的人，不管遇见谁问话，都只是摇摇头不说话。发现不对劲儿啊！我见过秀水村那些人，之前遇到时都会讲话的。是啊是啊，突然之间集体哑巴了。估摸着是有大事情发生，被李正提醒过，不能往外讲。搭好神台的前一日，镇上突然张贴皇榜，告知天下：朕与皇后同回祖籍探亲，甚是忧心民生，特在秀水村设立神台，求老天保佑赐神雨，滋润土地种粮食。皇上和皇后娘娘竟然过来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怕是来了多日吧？若不是为了求神雨，等两位回京时我们都不知道啊。对，皇上和皇后真的大好人呐！突如其来的皇榜让周围的县令和知府吓了一跳，急忙穿戴衣帽，纵马来到秀水村面圣。几位乡亲们好，我是县令，特别来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不知我等派人去送消息，还请诸位大人稍等片刻。本尊想要被小美人抱着，沐浴她浑身上下的金光，灵魂都像洗了热水澡。心中稍稍有些不适的皇上，在听到第二句话后，脸上的表情马上便雨过天晴。福公好，劳烦您，村口处有几位官爷求见，嘿，客气什么呀？咱家这边到里面问问去。哎，
那边小伙子，怎么不来这里坐着？就几句话功夫，蹲一下就当活动活动。家中不忙吗？啊，这几天被爹娘撵到村口守着了。很快，小福子便从屋内出来。我同这位小哥走上一趟，免得还要劳烦您传话。是萧山担心村口的人人微言轻，出去送话会被脑子拎不清的官员给记恨上，再用手段给收拾了。诸位大人们好，皇上让咱家给诸位带句话。朕此行目的是陪家人，无需专门跪拜，等求与盛典时一起吧。见了官员，大多都是说些废话，毫无建设意义。落到他们耳朵里却是不同了，心脏像是被放在铁板上反复煎烤。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做了什么事情才能心虚至此呀？皇上，其他人都面色如常，只有几个反应甚是强烈。这些人胆子不小啊，在职地方离这秀水村也不远，就敢就这么看不上他们，来朕面前上眼药？哪儿能啊！瞧瞧，奴才就是做什么也逃不过皇上您的眼睛啊！被您摸得透透的，哪儿敢耍什么心眼子呀？许是在皇上身边待久了，奴才这双眼睛练成火眼金睛了，看着牛鬼蛇神，一眼就能看出猫腻。小福子，再拍爹爹黄马屁，这嘴巴不愧是圣上身边的红人。记得皇祖母和娘亲私下喊小福子为福贵妃，最受宠、最会吹枕边风的贵妃妃。什么玩意儿？最受宠贵妃？什么时候的事情？哎呀，从小便要吃狗粮，淹死小孩子了。娘亲才是真爱，孩子只是个意外。全部查，务必保证一个不错过。翌日，皇上、皇后娘娘可准备好了？还是李正聪明，早一步比别人租到了马车。你们是不知道，咱村的前脚刚租好，后脚大家知道小消息后，风一般的争抢，还主动加钱呢。本宫与皇上体恤百姓辛苦，从远处赶来，必定是要好好歇歇腿脚的，故而可准许他们进村。凡是马车之类的，可自掏腰包存放在村中百姓家中，任何人都不可起冲突。不是说过，不必带这样东西。安哥哥，不对，是皇上。锦音，我们是夫妻。一句话让云婉音摸不着头脑，一脸疑问。难道不是吗？茵茵应该叫我夫君。对对对，是我夫君。夫君，今天是大日子，作为一国皇后也是有责任的，仪式过后便不带了。跪！皇上万岁！万岁！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这要是换在现代，要值多少寿啊？好可怕呀！本宫一定能活到长命百岁吧？平身。吉时到！众人便见白发紫袍的道长在台上踩着特定的步伐，有种乘风而去不真实的美感。显然道长走的每一步和动作都有着特别的含义，祈求上苍保佑百姓，保佑苍生，保佑帝后二人在战场上都能安然无恙。仪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帝后两人上香时，天空之中布满了七彩霞光，真是美幻绝伦，好似天上的仙宫。书中没有记载过的场面，不愧是白云观等了很久的人。仙人道长看到此情此景，扔了一道冒着紫色光芒的符纸，七彩霞光瞬间散去，天空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乌云密布，以秀水村为中心的雨水迅速向全国散去。不得了啊！这是神仙庇护啊！
不止啊，还有帝后二人被老天爷认可才能求来的。这是上天的指示，皇上与皇后必定是天上下来历劫的神仙，这上面有人心疼着呢，来给当靠山了。对，是神仙下凡。各路神仙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皇上和皇后的，一定不让两人受到伤害，让他们平平安安历劫后神魂归位。谁都不服，就服云奶奶，反应真叫一个快啊！很好，最终还是走到了神仙下凡这个路数上。不过阿奶真厉害，有了神仙下凡的说法，以后他出入空间或者拿东西就有来处了。皇后娘娘，您是老天爷的亲闺女吧？观主知道的可真不少，若是本宫猜上一猜。现任道长真是可怜，千里迢迢从京城日夜不眠地赶过来，还要被眼前两个人给威胁。本观主对皇上皇后娘娘的心是天地可见呐。他说的什么鬼话？对我家茵茵的心？皇后娘娘饶命啊！小儿什么都不懂，只是说看着您跟仙女儿一样，才抽言不敬。姐姐抱抱好不好？皇后娘娘，闺女年纪小，怕是……没关系的，我家里还有3个小孩子呢，肯定会抱好，不掉地上的。不是，草民不是这个意思，是担心小孩子身上脏，才糟践了皇后娘娘身上的衣服。孩子还是要多吃点的，女娃娃呢一样可以上学堂，会有大出息的。回皇后娘娘，草民没有苛待闺女儿，只是现在吃的不多。没事的，过了今日，这田地便能耕种了。马上安排下去，务必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到各处。是皇上，奴才这就去办。天佑我安英国百姓，有如此明贤后啊！别走了，在家里吃饭吧。不用，云老爷子和云老夫人，我们回家吃就行了。别呀，大妹子，不如留下来吃杀猪菜吧。在村口1里外设上大锅摆杀猪宴，钱从朕的私库中出。今日朕同皇后宴请4方来客。皇上，您可是说真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石夫妇，抱我！哼，还是媳妇说的对，儿子就是讨债龟，一点都不可爱。爹爹在争宠吗？是吃本尊和师夫妇的陈年老醋吗？唉，没办法，谁让本尊如此可爱，如此优秀，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可惜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我。先是自然而然地抱在怀里，没好气地看了一眼二人，才抱着人甩了甩袖子走了。嘿嘿，我又要去吸师夫妇的仙气了。听到此话，云婉音便是一个踉跄，差点跌倒。诸位老板请留步，皇上有请。跟在福公公身后时，心里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皇上会同自己说些什么。这心里呀，翻滚来翻滚去的，一会儿又平静得很，活脱脱像是个神经病。都让一让，让一让！老东西，这就不行了。躺在地上的老李正并没有过多反应，只是出气多进气少的样子。老于一蹲在地上仔细检查了之后，此人有心疾之症，能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万幸，若是发现的更早一些，还有一线希望。如今他的身子亏空的厉害，已经支撑不住了。我就知道，很多次看着爹捂着胸口不舒服，
就劝他老人家去镇上瞧瞧，每次都没有去。说是我再心细点，求着他老人家去看看，好好吃药养着，就不会这样了。别哭，爹吃饱饭了，这日子很好。嘿，都是好孩子，好好学习。老伙计，我先走一步，去祖宗那里报到，给你占着好位置，最好的。走走走，别站在这里，让人去迎迎乖宝，走得快一些。阿爷，我来了。李正爷爷可别着急，还有3个奶娃娃没喊你爷呢。爷，众人都没有想到，在老人的弥留之际，乖宝会不顾理智，让3位小贵人叫老李正爷爷。我所有钱给红枫娃娃。看见了想看的人，老李正冲着母子4人笑得甚是和蔼，嘴角挂着笑容，便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丧礼时，皇后娘娘有这个心意，便是家中老爷子的福气。只是我们万万不能再让您难做了，到时您就站着往盆里扔个纸钱，我们都记得您的大恩大德。最终便确定下来，下葬时出现一下便好。老李正这是高兴啊，乖宝给烧的纸钱收到了。嘿呀，这下去估计要被老族长抢，老李正可要武警了。村中有丧事，大家并没有多少时间伤心，很快便投入可以种植的田地里面，翻土地种粮食。整个村子里面一直沉浸在难过的情绪里，便是云老头了。阿爷，我同你去山上坐坐。这家里云老头谁都能拒绝，就是不会对自己乖孙女儿说上一个不字。哎，乖宝啊，爷让你跟着担心了。哎，爷呀，其实早就想明白了，人总有一死，也不是爷怕死，只是从京城之中回来后，老族长不在了，如今你李正也先走一步，这心里啊空落落的。如今村里大多数都是同你几个哥哥年纪的，成家立业，都是大小伙子了。原本我同你奶想着回村里养老，还有你李正爷一起做个伴，现在好喽，这次回来也挺好，送了老朋友一程。若是爷没有猜错，如今你同皇上行踪已暴露，要不是被老李正事情拖住了手脚，早早便启程回京城了。那便回吧，你爹呀还在京城等着我们回家呢。阿爷真正想通了便好。如今村里便是云李正当家做主，在门口走过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进去，还是家中下人发现以后，并报到云家二老面前。不用问便能猜到，这小子是担心老李正去了以后，云家就不管村里族学了吧？往年咱家都是送信给老李正，没有经过云小子的手，担心也正常。我去跟他聊几句。到门口便对着云李正招招手。老李正选他肯定是有道理的。云小子，之前老族长在世的时候，只有他这样喊我。今日带你来这里，就是给你吃一个定心丸。这族学，只要云家人一直在朝堂之中，出的钱便会同以前一样。以后啊，等我老两口100年后，还是要葬回来的。从今以后，
我们便把信寄回你家，记得要回信。叔，您放心。叔，您有什么要交代的，尽管说。老李正肯定教过你，族学事情一定要上心。叔，您放心，若是不做出点成绩，以后下去怎么跟祖宗们抢好位置啊？孩子小不懂事，祖宗们多担待点哦。以前便是这样来祖坟里念叨的，老李正说都没有给祖宗们道歉。躺在云家老宅的最后一夜，没想到说好留在老家，最终，爹娘同我们二人想的一样。快睡吧。类似的对话在不同的屋内上演着。老婆子，你是不是怪我呀？无怪，我怎么会怪你呀？从回村后，我思来想去，心中便觉得留在村内怕是不合适，主要是乖宝的身份地位高，若是有心人挟持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去威胁他，到时可怎么办？就算你不做决定，我还是要找你商量回京城之事的。若是想要家里人放心，还是要在人眼皮子底下才对。咱俩年纪也大了，身边离不开小辈。还是到了离别这一天。乖宝啊，路上慢着点，别着急啊。我们修哥、彻哥、青宝长大后再回来。云老爷子、云老夫人要注意身体，一定要保重啊！闺女儿啊，包裹里是娘给你缝制的里衣和袜子，记得穿啊。家里什么都好，去京城可别惦记，好好过好这日子。等弟弟妹妹出息了，我们全家都搬过去找你。闺女啊，都怪娘，若是早些准备，还能给你做身衣服。你先回京城，娘做好便托人给你送过去，保证从里到外给你整得踏踏实实的。回家后啊，凡事多听你婆婆的，大嫂还有老三家的。你只要记住，家里面3个女人不会害你，可别上外面的当了。闺女儿，你先去，替爹娘在京中买个宅子，过上2年，你爹年纪大了，我们便去京城养老，守着你。可是娘讲的不许食言，到了京城，我便去找一个舒适的宅子。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队伍终究是在各位亲人的注视下启程。茵，要下车走走吗？不用，让队伍走得更快些。老头子，乖宝和3个奶娃娃都在另一辆马车里，我这心里不踏实。不行，便让人送我过去。若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便是拼了这条命，也要保护他们母子4人。老婆子，他们2个老东西要拼了命的护住乖宝。皇上、皇后娘娘，云老爷子说许久不见3个小贵人，想得慌。此话一出，云婉莹便知道老2口是担心了。至于3个奶崽崽早就被放入到空间里，只有队伍停下来的时候才会爆出来。执笔画了一幅图，是他们祖孙才能看得懂的暗号。2人看到暗号以后，心里算是踏实了一半。乖宝会照顾3个奶娃娃，那他呢？怎么办？要是在乖宝身边，我们还能替他挡刀子。若是发生什么事情，咱俩反应快一些，护在孙女身边。紧赶慢赶，在天黑之前终于到达驿站。乖宝，晚上奶同你一起睡，帮你照顾孩子。对，你一人肯定要辛苦的，坐马车又这么累。2位老人家早就扛不住，脸上尽是疲惫，让云婉英看着心疼。怕是放在车内的灵泉水，阿姨阿奶没有舍得喝。晚上怎么能主子忙？还有老奴们呢，看我们，看我们。算了算了，做奴才哪里有不受苦的呀？
我这苦命的人儿啊！你们肯定没有听话，多喝水。乖宝啊，是奶错了，不，是奶跟爷都错了。奶知道你是心疼，想要我们多喝点你配制出来的水，路上便不会这样累，身体也更好。奶不应该小心眼子，只盯着眼前的一罐子水，是奶想岔子了。对，爷有错。哎呀，乖孙女儿，别生爷的气啊！从今天开始，爷给你保证，每天都喝完那一大罐子水，不再喝普通的水了。这家里呀，也就乖宝能管得住爹娘。那可不，换成我可不敢这样说话。还不是你们把乖宝给宠坏了，如今呢，便受着吧。真的吗？从今天开始，会乖乖听话，多喝调配好的水，会注意身体。对，那一定说到做到。是，答应乖宝的也一定会做到。不行啊，便让全家人跟着一起监督。今晚饭菜是谁做的？皇上，皇后娘娘，是出什么事情了吗？不管任何时候，萧山都是无条件的信任自己媳妇儿。你无脑宠媳妇儿？怎样？我乐意。你等着，看本大大怎么给你埋坑坑，君子报仇10年不晚。哇！本尊的小美人湿夫妇。顺着声音，云婉音抬头望去，大骚包。若不是为了小太子，本道长才不要你这嘴巴毒的女人呢。唉，有毒哦，这是担心正常分量毒不死你们，下了3倍啊！真是要置你们于死地啊！啊，哼，不对，嘿嘿，是本道长说错了，是送你们萧家和整个云家都去死，一窝打尽。说得很好，下次不要再说了。哼，这张破嘴确实不讨人喜欢。怎么办？就很想封住这张破嘴。哼！啊，皇后娘娘，在下只是说句大实话，可不能揍人啊！老御医等人姗姗来迟，伸出银针，把每份菜都验了一下，并未有变黑，这让跪在一边的李御厨心中松了一口气。只要是菜没有被人动手脚，他这条命勉强能保住。若是被我知道是谁下手害我，必定要那人好看。不对，这里面肯定有毒，本观主鼻子不会有错的，再仔细检查。老御医等人又是仔仔细细拿着银针检查，往菜里的每一个位置戳，银针并未有变黑。验碗快，特别是碗的外面还有边边，凡是手能碰到的地方都要检查仔细了。果不其然，凡是手指能碰到的地方，还有筷子最顶端，银针一碰上去，不用瞬息之间便变成了黑色。皇上，可冤死人了！臣自打10几岁就进了宫，在御膳房几10年勤勤恳恳做菜，攒了不少银钱，很快便能退休出宫养老了。到底是谁要害奴才啊？妈耶，他第一次见到男人这么哭，真稀奇。哭什么哭啊！皇上和皇后娘娘还在这里站着呢，都给咱家憋回去，吵死了。皇上，臣查出来此毒药的方法了，只要让人把手泡在水中，未变色者则不是下毒者，若是手指上变成红色，那便是凶手。皇上，奴才愿意先验证。小马子，你赶快来！
被喊小马子的人脸上神色越发慌张，本能的身体反应，把手背在身后。为什么？大家对你不好吗？不是我。说，是谁让你下的毒？求皇上饶命！求皇上饶命啊！真的不是奴才做的，就算是给奴才几百个胆子，奴才都是不敢的呀。哼，都死到临头了，嘴巴还这么硬，咱家看你是不吃点苦头，是不会说实话了。眼见自己逃不过去了，小马子原本还跪在地上，可怜兮兮的表情瞬间就变了。护驾，保护好皇上和皇后！袁家二老眼见情况紧急，就要往于婉仪的身边冲。爹娘，此事正乱着呢，咱别给乖宝添乱。不行，我得去护着他。刀子可不长眼，伤到乖宝可不行啊。对，这小畜生敢伤到我的乖孙女儿，老头子我死了都不会放过他。真当我们是纸糊的？两脚毛的功夫也敢出来显摆？不过北云家二老对皇后娘娘真心疼爱，倒是让他感动了一把。这世间还有如此纯粹的爱啊，真是难得呀。小山时刻关注着云婉英的茶杯，少了便会亲自帮忙添上一点儿。哼哼哼，我爹爹就是个正经妻奴，正经不过3秒那种。若不是看本尊年纪小，拿不起毛笔来，他这早就与娘亲浪迹天涯了。你们夫妻2人怎么回事？给杀手一点尊重好吗？多好打击人自尊心呢！自己都记不清活了多少年了，对于这次的父母，本神女还是很满意的。哼，要杀要剐随便你们。皇上，臣等刚研究出来，此毒并不是安因果的，刚好有人擅长制毒，便稍加改良的一次毒，刚好需要实验。不如把小马子给臣等人试试，可否啊？活着能说话就行，别影响后面审问。皇上，您放心，保证不弄死。皇上，昨晚发生的事情，萧山是生气的，原因并不是有人给他下毒，而是有人想要伤害他的茵茵和3个孩子，那是他最重要的宝贝，当真是触犯到他的逆鳞。此时的主子好可怕呀，浑身气势都能随机吓死一个人。不说话，大哥说话，我在说话，好怕呀。皇上，只要皇上能救奴才的家里人一命，我便什么都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朕讲条件？皇上，奴才用消息来换家人的命。也就是我们出发后第3天，奴才半夜起来去茅厕，回去路上被人捂住了口鼻，久久不能呼吸，差点晕过去。借着夜色只看到3个人，2个人抬着我，1个人站在不远处放风，一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随即便塞了一包毒药。那人说：小马子，境外马家村人，家中父母健在，还有1个弟弟1个妹妹。如今你的家人都在我们的手中，只要把这包毒药放入安因国皇上和皇后的饭食里，便放你的家人回来。奴才当时人都懵了，傻傻的站在原地，都忘记了喊叫。糊里糊涂的回了房后，迷迷糊糊便睡着了。醒来时只当自己做了一个梦，还暗笑，真是糊涂了。队伍里守卫这么森严，怎么会有人混进来？可是奴才在怀里随手一摸，便摸到了一包东西，正是昨晚的毒药，当下心就凉了半截。对方看我久久没有行动，便又来了一次，带了很多金银珠宝，被我藏在包裹里。奴才这辈子都没有那么多好东西，一时鬼迷心窍，便收了。昨日我观察到皇后娘娘等人都很疲倦，便知道是个下手的好时机。你没想到被发现的这么快，
明明就差那一点儿，便可以带着金银珠宝远走高飞了。皇上，该说的我都说了，请您救救奴才的家人。切，说啥了？你说那贼人身有多高，样貌是何？说话口音是哪里人？想要糊弄过去的小马子被木耳接连的追问直接噤了声，动作很是干净利落的以一指为尺，一点一点断了他的左腿。怎么，很疼吗？不说也没有关系，我在暗卫营里说过很多招数。就算你不说，朕也能猜到。只是你那父母与弟弟妹妹救不救，全看自己怎么选。陈雨国，他们还问皇上和皇后娘娘是如何求来神雨的，奴才便说世人都知，白云观仙人下凡特来助力。皇上，奴才后悔了，不该背叛您和皇后。莫一看了已经往外走的皇上，收起刀落便给了小马子一个痛快。所有人都收拾好东西，在马车上等着。茵，就等了吧。是啊，奶团子也在等爹爹呢，对不对？对，爹爹。等爹爹，到爹爹。皇后娘娘真是太美了。哎呀，小主子们好可爱呀！不愧是上过战场，皇上身上气势真的了得。茵茵，接下来的路程会很辛苦，几乎不会停下来。审问过，昨晚事情又是陈宇搞的鬼。现在我们二人很是被动，女眷皆是不会武功，不会自保，就算你哥哥几人一起上，也未必能保全。只能加快速度赶回京城，剩下的账再同他们清算。在队伍里很是安静的仙人道长也被萧山拉起来做苦力。什么？皇上，你让在下画符可以理解，只是上百张，本观主是真的做不到。画符之事啊，不只要全神贯注，还要耗费气血。耗什么费？费什么气血？给本尊一支笔和纸张，分分钟能画上百张。以前随手画出来的符，还不是被人给抢疯了？皇上，您就是要了在下的性命，都是做不到的。若是只送云家女眷先一步回京城，还有可能。小美人儿，男人不能说不行啊。本观主的作用便是给帝后二人看孩子。既然皇上要本观主带小太子，那画符之事便只能皇上自己想办法了。趁着仙人道长不注意时，努力了半天，伸出小短手抓住放在桌上的毛笔。有时候真的很想问问老天爷，孩子们那惊天动地的来历啊！茵茵来历便不凡，如今真是些小变态。我去，谁私底下骂本尊了？麻了，这个世界都开始玄幻了。皇上，在下有话要问啊，为何小太子会画出道教最厉害的符纸啊？朕说，你是刚刚知道的，你信吗？只要不是他一个人受惊吓，那便好。想到什么以后，紧紧抱住小太子，一脸防备地看着萧山，那样子活脱脱像是防着人贩子。皇上，在下决定要替您看管孩子，便带入白云观教养了。不行，他是太子，要学习帝王之术。将1岁多的奶娃娃上学？皇上，在下认为小太子年纪还小，等会握笔时也不迟啊。楚军本就身负重任，想着万民供养，岂能消磨度日？爹爹坏！王爷爷说过，爹爹3岁才启蒙，
到本尊1岁便迫不及待。按照这种节奏，等本尊3岁之时，是不是便要登上皇座了？到时便是小孩皇帝。小变态，真聪明，不愧是我的主，这便是让他猜对了。大变态骂小变态，亲生父子绝配。说此话之时，脸不红心不跳的，没一点奴役小孩子是不道德的心态。哎，不行不行，这小太子必须要拐回去。怎么没人问本尊画的图有何用处？比起小美人一张一张的画出来，本尊这幅1日千里符纸可容纳上千人直接到达京城。他能想到此符纸用处更多，用于战场上闪送将士们，必会让对方出其不意，眉眼之间全是重视。爹爹为何是那种眼神看本尊？欣赏？欣慰？没有白生本尊？瞧见没？你那父皇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哇，又是心疼小美人儿的一天。一个是爹爹，一个是小美人儿，让本尊好难选哦。手捏着符纸，在空中画出了一幅图。只见一手指着天空之后，便发生了奇异变化。什么神奇东西啊，竟然会带着人跑！咔滋咔滋，在寂静无声时，薯片脆脆的声音很是响耳。安哥哥，好吃吗？娘在吃什么好东西？本宝宝也要要。娘，看宝宝。爹爹，娘亲亲，宝呲呲。宝宝们乖，爹爹不让你们吃。我没有，我不敢反抗。萧山甚至无法抗拒乖闺女可怜巴巴的眼神，他只能错过眼睛不去看她，不然今晚、明晚、后晚，他都将睡在御书房内，成为一个有家回不去的可怜皇上。对，你娘说的对，道长不要吃太多凡俗之物，以免失了道心。花了很长时间，众人终于接受他们已经在京城外这一事情。朕同意小太子去白云观，不过是7天一次。还有一个前提，你必须进宫亲自照顾他。去吧，作为最厉害的道长，脸面往哪儿搁？不去吧，千年难遇的好苗子就这样错过了。哎呀，这祖师爷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把我给废了，哪里还有什么成仙之路啊？皇上，今日所说之话，本观主记下了。御书房内，细公公，麻烦您同太上皇说一下，皇上等人已到皇宫门口了。老天爷爷，这可是大事情，大好的事情啊！在屋内的太上皇和云丞相听见了以后，乖宝，不错，中了一些。爹爹，阿爷阿奶已经回府了，大家都平安无恙。云丞相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挺奇怪的。同样这般认为的还有太上皇，想不明白历任观主都不会同皇家人走得过于近，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不明白新人道长为何进了宫没有回山上。几人落座以后，乖宝，我们能这么快回来，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难道是闺女的特别之处暴露了？这次还真不是他，便摇了摇头，指了指正在缩手指的大儿子。乖宝在说什么啊？跟小太子有关系？仙子下凡生了个小神仙，如今是我们萧家的人呐。祖宗们也要保佑3个奶团子平平安安，顺利长大。萧山便缓缓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包括小太子画符的时候出现了一大奇景和回来这么快的原因，没有遗漏地讲了一遍。孩儿恭迎父亲母亲回府。来，让娘看看，老三这段时间是胖了还是瘦了？娘，可是看清楚了。不错不错，没有瘦一点儿。
即使我们不在家里，也有好好照顾自己。京城之中流言四起，白云观如何灵验，加上远在秀水村的事情，在有心人的渲染下越演越烈。关主主什么时候回来？神玄好累呀！祖师爷，为了给你塑造金身，徒儿可是受尽了苦头。等师傅回来，让神玄好好讨要一个厉害法器。大师兄，说话可算数，神玄等着呢。是，大师兄何时说话不算话了？必定给你选一个最好最适合的。在皇宫内，哎呦，仙人道长，您这是怎么了？是宫里哪个不长眼的冲撞了您，惹您生气了？您说句话，奴才这边去收拾了他们。你知道是云丞相故意散播消息的，对不对啊？这对观主来讲也是好事情，不是吗？好你个大头鬼啊！你算计我，你岳父算计我，以后是不是所有人都要算计本道长啊？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若是朕没有预料错，安阴国很快便能收到其余4国的帖子，打着友好的名义前来，目的便是安阴国的良种和神谕。那场神谕是怎么来的，观主心里很清楚。若不是皇后心中惦记着百姓安危，作为帝王，我是不愿意让他冒这个险的。在我看来，就算准备工作做得再多，终还是不够严谨，很多事情经不起推敲。从天而降的紫光，当时我们2人都在里面，很多人都以为是老天爷在给我机遇。若是有人更聪明呢？聪明到去查皇后从出生到现在的一切变化，是不是就藏不住了？这世间是藏不住秘密的。很好，被 CPU 了。是，皇上说的都对，但心也不无道理。皇上可真是大忽悠，瞧瞧，差点把仙人道长给忽悠瘸了。停，打住啊！说来说去，皇上就是给我洗脑，不只要给皇室带娃娃，还要有献身的精神，走在最前边，给皇后娘娘挡危险啊！感情这天下好事情都是你们家的呗。白云观在此件事情中也不是没有好处，这次便够祖师爷重塑金身，正是表孝道的时候。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一码事归一码事啊！现在同皇上说的是您岳父大人，算计在下。开始了，皇上又算计啊呸，忽悠啊呸，同道长掏心窝窝讲话了。皇上，这又是要作什么妖啊？我以自己的奴身发誓，绝对是要算计道长的，这明显是在演戏。罢了，既然仙人道长牺牲如此之大，朕也该有取舍。那便让小太子替母受过，拜道长为师如何？看吧，明明是早就有的想法，皇上便借题发挥，像是吃了多大亏一样。怪不得师傅说这上位者都是800个心眼子，可怕呀！没想到自己只是来闹上一闹，苦恼数日的难题便迎刃而解。能把小太子这等有仙根之人拐回去当小徒弟，祖师爷都会夸赞我的吧？皇上，您说的可是真的？当真愿意让小太子入道观赐道号？朕也是舍不得的。小太子将来是要继承大统之人，道长应该是知轻重的，无需朕提醒吧？皇上放心，绝不会影响小太子的人生啊！道观之中呀，也有很多年少时入关学习，等到一定年纪时便会离开道观返回家中，不影响婚姻嫁娶之事。被突如其来的馅饼砸了个满怀，砸得仙人道长心中只剩下小徒弟的事情。什么皇上算计，什么云丞相算计，通通都忘到脑后了，一心盼着时间快些到，想要抱着小徒弟回去举行拜师仪式。皇上，
既然本观主要收小太子为关门弟子，必然要在白云观举行拜师仪式，到时还请帝后二人到场观摩。朕同皇后自然是要去的，观主只管下帖子便是。解决完压在心口的大石头，仙人道长心里美滋滋的。小太子的能力远远超过了道观里任何一人，若是有悟性的人，学到1分就很了不得。真是次次都被皇上给忽悠瘸了。皇上哎，您走慢些，可千万别碰着摔着。小福子是你走得太慢了，平日里应该多锻炼锻炼身体，免得给朕拖后腿。哎呦，皇上说的对，老奴晚上睡觉前一定腿上绑个沙袋，绕着院子跑个几圈。算了，走得慢，朕就等等你便是。若是天天去跑步，日日还怎么伺候朕？就不给你这个偷懒的机会了。嘿嘿，奴才多谢皇上体恤，也就是奴才福气好，跟在您身边。在宫里说出去，谁不羡慕奴才呀？你师父把你教得很不错，是个会说话的奴才。萧山像是要夸奖的小孩子一样，围绕在云婉莹身边，叽叽喳喳地讲着发生的一切。只有在他身边，在外一向冷言冷语的皇上才会脱下面具，变得话语极多。妖孽！哇，夫君好棒棒啊！夫君心思缜密，早早便开始布局，请君入瓮。在你步步操作之下，仙人道长得到了心心念念的小徒弟，咱们家大崽崽也顺利绑定在师父身边，简直一举两得的美事情。不愧是皇后，只是随口的几句话，便让皇上如此开心。围绕着安阴国边疆处，其余4国贼心不死，不断地派出人手，想要探究有用的消息。敢活掳走百姓，那便冲到4国杀光他们！杀！杀！杀！那些丢失家人的人，一瞬间便止住了哭声。能有这等好男儿保护着我们，是福气哟。如果我家那男人回不来，就当是为国捐躯了吧。若是我那儿子回不来，也必定不会当卖国奴。是，陈婆婆和大姐请放心，将士们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800里加急，仙人速速让开！薛恩，御书房觐见。小福子，带他下去，梳洗吃点东西，再来见朕。是，皇上。奴才这边带人下去了。臣多谢皇上体恤。萧山看到信纸上所写的内容，手上青筋暴起，颇有种暴风雨归来的气势。很快，宫内便宣了很多官员进宫，连开始养老生活的太上皇都进了御书房内商量事情。嬷嬷，劳烦你把3只奶团子给抱过来。夫妻连心，能让夫君如此大阵仗的，便是边疆出了紧急事情。若是他预料的不错，战役马上便会开始。乖宝，可是孩子们出什么事情了？母后，您别担心，先坐下来。纵使心中慌乱，到底是斗赢了宫斗的女人，皇太后马上便稳住了心神。母后，儿媳有一个想法，想同您商量一下。都这个时辰了，父亲和夫君去御书房内商议事情，必定是会有大动作的。他也不是傻子，太上皇走时步履匆匆，一句话都没有多说。母后，儿媳定是要同夫君一起离宫的，孩子年幼，就交给您和父皇好好护着了。儿媳还有一个请求。乖宝啊，本宫的好女儿，以后可不许如此了。母后听得心肝都颤了。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只要是母后能办到的，必定不推辞。母后，若是我跟夫君离宫，我想请阿奶和阿娘一同进宫照看孩子，或者您出宫。就这事儿啊？哎呀，本宫还以为怎么了，吓了一大跳。乖宝啊，你放心，母后知晓做母亲的心，
到时便带着3只奶团子悄无声息住到丞相府去。世人都觉得他们应该在皇宫，派出杀手的第一时间便会直奔这里来。毕竟想不到我还带着孩子隐遁了。家里都是聪明人，没一个蠢的。简简单单想了一下，便把自己心中所想的给讲了出来，这样省去很多事情。可以带着我最爱的崽崽们光明正大的出宫待上很久。御书房内，朕决定了，亲自前往边疆坐镇。云丞相看了一眼，这位富有盛名、战功累累的皇上，也是自己的女婿，甚至是拦不住的，便站在一侧没有说话。皇上，不可呀！皇上，请您三思啊！皇上，万万不可呀！小太子年纪还小，若是……于公于私，太上皇也是不愿让儿子去的。毕竟安阴国子嗣单薄，他的后代便只有老三能做一个好皇上，让百姓们吃饱饭，过上安稳日子。老三，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同乖宝刚归宫不久，短时间再出宫，这民心……朕相信诸位一定会辅佐好小太子的，对不对？太上皇不可置信地看着老三，他在说什么？每一个字组合到一起便不明白了。莫不是一个周扒皮，连本丞相那小小一只还未断奶的小外孙都不放过吗？真是没有人性。小太子刚刚1岁出头，说话还带着奶味呢。皇上，臣以为小太子年纪尚小，还不识字，提不动笔，需要再长大一些才能胜任。丞相大人莫担忧，小太子吃奶之时便开始同朕批阅奏折，如今便是已识得了许多字，看奏折对他来说完全是小问题。不止如此，连国家大事小太子都听得懂。诸位不妨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听听他的想法。朕相信，就算朕不在宫里，有太上皇和云丞相以及诸位大臣辅佐，小太子必定会成长得非常快。对于老三的骚操作，他这个亲爹都看不下去了。想当年他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心里想着到时候便多替小孙孙做些事情吧。云家有本丞相给萧家做牛做马，还有家中儿子个个都是驴马，如今连小外孙都不放过。不行，坚决不行！小太子还在长身体的时候，若是伤了脑子怎么办？臣恳请皇上收回成命。为了小外孙，云清燕真是豁了出去了。若是皇上不答应，他便一直跪着。朕也是有苦衷的，国不是一日无君。此次朕亲自带兵前往边疆，归期未定。小太子年纪虽小，但比朕小时候还要聪慧。若是你们跟他接触后，便知道朕为何做出这个决定。只要诸位把国事讲给他听，再听听他的意见，大局上有太上皇和云丞相把控着，小太子所表现出来的帝王之术，必定会让诸位大吃一惊。要相信，朕是个明君，不会拿一国百姓性命来做赌注的。萧家孩子都不是个简单的。屋内众人看着皇上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一举一动皆是霸气，让人心中忍不住的信服。太上皇看了看，老三是自己亲自挑选出来的继承人，必定也不会胡闹。到底是他们这些人一叶障目了，只看到小太子年纪小，忘记了奶娃娃刚出月子，便被老三带到御书房学习。能让老三这样做的原因，必定是发现了什么。好，不愧是我萧家的好儿郎。皇上只管放心去边疆，这京城和皇宫有我和小太子以及屋内众人好好守着后方，必定不会出什么岔子。臣等必定会好好辅佐小太子，守住皇上后方。臣谨遵皇上吩咐。就这样，马上震惊朝野之事便定了下来。把小太子放在京城之中，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中还有一个人在，他才敢如此决定。敏锐地察觉到有一股视线盯上自己，仙人道长霎时间身上便是一阵恶寒，汗毛竖立，觉得要被人算计了。仙人道长是小太子的师傅，等朕离宫后会寸步不离，守在小太子身边，对吧？就知道被人突然叫到御书房，还听了这么久的国事，必定有问题呀。老三干得好啊！若是把观主同小太子绑在一块儿，那便更是安全了。不错不错，皇上总算干了一件人事，白云观大名，谁人不知啊？太好了，有这等本事人守着，还帮忙，心中踏实很多呀。好可怕呀！既然是师傅，那便赶快举行拜师仪式吧，赶在朕出宫前。至于白云观内要做什么事情，朕会从宫中拨去很多人帮忙，只管使唤。就是呀！弟子为了管，呸！收一个小徒弟，真是牺牲太大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既然小太子是在下的人，必定是会好好护着他安全的。仙人道长眼前视线一黑，就被人两拳揍到了眼睛上，变成了熊猫眼。那是朕同皇后娘娘所生，下次观主再乱说话，这脑袋便别再要了。这一刻，仙人道长才明白他两次挨揍是什么原因，瞬间暴怒，两人便在御书房内交手。本观主意思是论跟小太子的，跟你们夫妻二人有什么关系啊？还有，皇上以为在下要坏皇后娘娘的名声呢？在皇上眼里，本观主便是如此小人。越讲火越大，下手便没有收着，想要把心中的怨气给吐出来。皇上，您可要小心些，别伤着啊！观主啊，您可不能这样对皇上出手，会出大事情的。仙人道长是真不知道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刚才他只顾着想要气皇上，就差点连累了皇后娘娘。打人不打脸，被人如此扇耳光，心中还是有些气的。在下口出狂言了，这顿打得不亏，还请云丞相和皇上饶恕。还望观主今后更加谨慎小心才是，别把小太子给朕交废了。我上你嘴欠！皇上多虑了，本观主必定会好好的照顾小徒弟，不会有一丝的闪失。眼前这位不会把道观给玩坏了吧？御书房内大打出手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后宫。皇太后连同皇后娘娘、婆媳二人急匆匆地赶来，一只脚刚迈进屋内，也被满地凌乱给吓了一跳。茵茵，几人便来到她的身前，轻轻一抱，不让她的脚踩到碎片分毫。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福公公看见她就像是看见了希望，只要是皇后娘娘来了，皇上便不会再发疯，他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把地面收拾一下！若是伤到主子的脚，咱家要你们好看。老天爷呀，打工人的活真是不好做呀！果然，儿子都是别人家的赔钱货。哼！就你能，就你年轻，就你身体好，跑得那么快，真是一点都不管我这个老父亲的死活呀！养儿子真是白养了，也怪他自己没出息，当初都生的臭小子没一个贴心小棉袄，硬着头皮，心中祈求自己媳妇儿在官员面前能给自己一点面子。我也扶着你啊！皇上，怎么会同仙人道长打起来呢？瞧瞧皇上这不值钱的样子。你来得正好，看看夫君是如何同道长商议的。此次便由观主驻扎在宫中，直到我回来，必要时希望白云观出手护着众人。只是这句话里他说的是等他回来，而不是等他们。
这让于婉仪明白，从一开始他的计划里并没有他，也不准备让他去。本宫要纠正一点，是等我们一起回来。乖宝，皇后娘娘请三思啊，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啊！皇后娘娘，您是千金之躯，万万不可呀！欣欣，不如这次你便留在家中，帮我坐镇大后方可好？看着夫君和父亲期待的眼神，云婉音摇了摇头。她现在没有办法讲清楚为何，只是心中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她，这一次一定要去，不然是会后悔的。不行，这次必须要去，我有自己的理由。至于后宫怎么会无主呢？有母后在，有大公主在。果然是两口子，如今倒是好了，生的孩子都用上了，只剩下逍遥王可以好好当一个孩子。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就差仙人道长一个答案了。不是在下不愿意，是白云观有祖训，不可随意介入世俗之事情。事情成不成，在下不能答应你，还需要问一下祖师爷。在他看来，守着小徒弟不让出事没问题，若是要动上白云观，这便是大事。确实如此，需皇上本人亲自去道观里求，祖师爷会给答案的。听到院子里稀碎的脚步声，快让厨房把热热的饭菜给上了。夫君，婉娘别担心，乖宝在宫中很好。皇上宣官员们进宫是讲边疆事宜，这些事情我不懂说的。我知，我怎么会不知？夫君不必跟我说，这么久一定是饿坏了吧？时间赶得也巧，我担心你回来后没有什么胃口，便亲自下厨做了一碗酸汤小面，配上一些小咸菜。乖宝可是说过，多吃面食对肠胃好，对身体好。婉娘，有些事情想同你讲。夫人，接下来你听到任何话，一定不要先激动。便把在宫中发生的事情，有关于自己闺女的决定讲了一遍，不能讲的一个字都没有说。夫人，想哭便哭出来，你这样……让厨房再送2碗面回来。夫君，刚才听到你说，这心中确实难过，恨不得现在便冲入宫中，跟乖宝好好说上几句，劝他在京城好好待着，在宫里好好待着。你可知我为何突然改变想法了？遇人心海底针。对于家中女人众多，多年来他从未懂夫人与娘的心思，这一点他是不敢说出来的。如今乖宝同我一样是母亲，任何一位母亲都不会放弃自己孩子不管的，不管是天涯海角，他都会回来。若是我猜的不错，这次3个奶团子必定没有被带走，乖宝会考虑诸多原因，让娘进宫照看，或者皇太后回来丞相府。以我对皇太后的了解，让她选，必定会出宫。乖宝要出远门，我这个做娘的便守好她的孩子，让她无后顾之忧。孩子同我们在那里，乖宝便一定会回来。翌日，爹娘，您2位可别不说话呀，心中不舒服也别憋着。娘没事儿，婉娘不必担心。乖宝要随皇上亲征，涉及到国家大事，我们不能给他拖后腿。是这个理，要让乖宝放心，不管是宫中孩子还是咱们家，都别让他操心。乖宝有可以放东西的地方，多做上几套。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女人穿男装能如此俊秀。那一日啊，京城门外不知迷花了多少大家闺秀的眼呢。那可不，若不是有皇上在，
那满天的帕子和香包肯定要把乖宝砸坏了。道观里面的小道童看着眼前人来人往，穿着打扮都是没有见过的人，甚是有些好奇。大师兄，师父父是把道观给卖了吗？那是不是把我跟师哥哥们也给卖了？大师兄，道观很穷吗？都要卖孩子了。做事情，人怎么能偷懒呢？大师兄年纪大了，少做点体力活，看看孩子挺好的呀，令人感动的师兄情谊。祖师爷看了都会痛哭流涕的。观主要收一个关门弟子，正是安阴国的小太子，还是个1岁多点的奶娃娃。因一些原因，拜师仪式特别赶时间，皇上便派人来帮忙，替白云观分担。奶娃娃，大师兄，那申玄以后便不是道观之中年纪最小的了。那师父父的关门弟子是不是也要叫我师兄？对呀，以后我们申玄子便是小师兄了，开心吗？开心，好开心！以后我会好好保护小师弟，不被人欺负的。此时众人都不知道，只是小孩子的一句童言童语，真的是付出行动保护了小太子一辈子。站在两人身边的云丞相听了许久，也许这便是皇上的用意吧，给小太子找的靠山。等他继位后，白云观便是一波势力站在他的身后。大师兄，有个漂亮叔叔在。不知云丞相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你未来小师弟便是在下的小外孙，以后便麻烦你多多照顾了，云家上上下下感恩不尽。没问题，以后小师弟来道观，申玄便是大哥哥，必定会照顾他一辈子。一日为师兄，一辈子便是师兄。我说的对不对？大师兄，您便是这样教我的。是。好小子，以后想要下山便去丞相府，家中还有几个同你年纪差不多的小哥哥。那便先谢过云丞相了，让申玄子也有机会体验一下家是何种感觉。既然是我说的，必定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云家呀，就是喜欢孩子。是，早有耳闻。丞相最是喜欢闺女，是安阴国出了名的重女轻男。那是当然，那些臭小子怎么能同我家乖宝比呢？切，儿子不值钱，都是讨债鬼。瞧瞧，我们都是当父亲的人，还是被这般嫌弃。可怜兮兮。不是说远香近臭吗？我都不在家许久了，委屈啊！我怎么就不争气呢？生了个妹妹一样乖巧可爱的闺女，是不是生闺女的几率会比哥哥们更大一些？以后啊，就叫松叔叔，家中有多个哥哥，可以一同你玩耍。第一次与不熟悉的人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很奇怪，让小小的他无法用语言描述，心中只觉得十分亲近，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为什么呀？为什么？把本尊放在篮子里抱着不行吗？我不要面子吗？媳妇儿的手我自己拉着不行。至于小闺女，她是想抱着的，奈何青青心地善良，一定要陪着两哥哥坐在一起。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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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请小太子安，请逍遥王安，请小公主安。好，平身哦。这性子怕是很难改变了，以后我便多留点心就是了。三位小主子长得可真好啊，完全吸收了皇上和皇后娘娘的优点长啊。小太子性格稳重，一看便是当皇子的料。逍遥王性格活泼开朗，看那一双狐狸眼，
长大之后必定是一位美男子。不知道要偷走多少小姐的心呢，怪不得封为逍遥。小公主皮肤白嫩，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有时候啊，甚是无奈地看着逍遥王，不用细想便知道是个聪慧的。你们说说，这孩子都是一对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生出来后怎么会差别那么大呢？是呀是呀，漂亮到像是神仙座下的小仙童，冒着仙劲儿。仙人道长早早便站在了道观门口。石夫妇，是神玄的小师弟来了吗？山下，萧山一手抱着一个儿子，于婉莹抱着小闺女。这点重量，他在手里轻飘飘的，还不放在眼里。抬头看了一眼上百个台阶，白云观大师兄瞧了一眼帝后二人，像是后花园里散步一般的轻松自在。观主，这……别心急，先往下看。坐在台阶上最前面的夫妻二人，仗着身上有功夫，抱着怀里的奶娃娃就是往前冲。走到一半时，迈上后半段路，于婉莹便觉得身上陡然一重，像是被什么压住了后背，差点让她趴在地上。同一时间，萧闪也感受到，比起他那种感觉更加强烈，像是要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给压碎了。被抱在怀里的小太子在第一时间便闻到了血腥味儿，当下便火了。人间爹爹，本尊能嫌弃能欺负，其他算什么东西？伸出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符，像是深刻在灵魂中的本能反应一样，无需时刻，没有停顿，一笔到位。草只是一种植物，祖师爷不讲武德，先是在本尊身上施压，没有见效生气后，故意折腾娘亲和爹爹，让他坏心眼子。刚才偷着乐呢，现在识相炸了吧？轰轰轰！亲亲爹娘由本尊来守护，若是再反，就把你的道观给炸了。财神爷下凡的逍遥王也不是吃素的，皱着小奶眉瞪了一眼道观的方向。原本在云丞相的操作下香火众多，他一瞪便把送财童子给吓跑了。哎呀，可千万别被财神爷给惦记上了，不然他保准踹我们下去，经历个几生几世苦难人生。那位祖师爷也是，惹谁不好，非要惹管钱的。这下好了，没钱造金身喽。这破天的富贵，硬生生没有接住。有着御兽本领的萧青青不慌不忙地召唤着山上的小虫子，就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都集中墙角根儿，在拼命地挖白云观的墙体。仙人道长此时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一家人不动，心中有些疑惑。他给祖师爷上过香，表示只会考验一下小徒弟。皇上与皇后娘娘怎么会不动了？不应该呀。此时他还不知道被自家祖师爷给背刺了，惹恼了小徒弟，人家打算转身回家呢。观主，我瞧着不对劲，若是误了时辰便不好了，不如弟子下去看看。大师兄，大师兄带上我，我也要去看小师弟。你快去快回。皇上，皇后娘娘，可是出了什么事情？老东西，不讲武德。可是有什么人得罪小太子了？既然白云观不是真心求我儿做关门弟子，那这师不拜也罢。下来迎人的大师兄眼看情况不对，也不敢伸手阻拦帝后二人，连忙对着山上之人发了一个信号，心里急得不行。师夫妇，快，情况有变，再墨迹小师弟便没有了。拎起抱着自己大腿的小崽子，一个跃身便来到一家五口面前。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萧世修转过脸不看他。失宠了，小徒弟不再爱我了，嘤，心好痛好难过。到底怎么了？谁能说句话呀？玉婉音是有些生气，不愿意说话。萧山没有空间傍身，此时喉咙之间全是腥甜，不敢开口。臭老头，坏！什么老头？哪里有臭老头？谁？妹妹可是我的祖师爷。萧青青眼底稍稍有点诧异，
他早就发现了长相可爱的小道童竟是如此聪慧，比眼前两位大人好上太多了。臭老头上爹爹上娘亲，大哥哥不办事了，回家家。论有个不靠谱的祖师爷可怎么办呢？此局该如何破呀？惹小师弟不开心就是惹深玄。小师弟别不高兴，师哥这就去跟祖师爷论道论道。每次都是师哥赢，祖师爷只能从天上掉下来很多好东西，都给你。不必了，祖师爷不愿。祖师爷让您做，深玄早早便说您这样作死是会得罪很多人的，平日不听便算了，如今小师弟还未进师门就被您给整走了，不管，赔我一个小师弟。白云观这人都这么爹吗？这小奶娃乎乎的，看着不怎么聪明的样子，以后要多护着点儿。好，自然护着大哥，我喜欢。只有萧青青抬起眸，对着天空只有深思。也许眼前的小娃娃对祖师爷来说真的不一般，像是为了验证他的想法一样，下一秒空中无端出现了三样东西：一柄泛着紫光的长剑，一本失传已久的习武秘籍，一件看起来轻薄如蚕丝的道袍。外人不知道这三样如何厉害，白云观之人可是知道的。祖师爷真是性格特别好，非要整一出大戏，然后把家底都给掏空了，真是让人申玄子看着东西开心极了，抱着东西踮起小脚想要往小师弟怀里塞，奈何人小腿短，身高不够呀。男人果然没有眼力劲儿，瞧瞧眼前孩子心急的，笑脸尬红。爹爹这么高大威武，就能蹲下去吗？亲生的，不能扔，乖宝肯定要难过的。咬牙切齿地看了一眼大儿子，起了逆反心理，突然就不想蹲下去了，浑身冒着冷气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幼稚鬼父子俩便又开杠了。还没有人的小腿高的申玄子站在皇帝面前，踮脚再踮脚，便能碰到小师弟了。加油啊！谢过大师兄，我是你的小师哥，从此便护着你，保证没有任何人敢欺负你哟。小小一只孩童，若是本尊恢复神力，便是一个手指头都能捏碎。嘿嘿嘿嘿嘿，皇上与皇后娘娘请吧，本观主为几位带路。还望观主不要再做什么幺蛾子。呵哒，9981难。祖师爷装逼搞砸现场，能笑上一辈子。呵哒，送给祖师爷。吉时已到，师父今日便给你赐下道号怀义子，今后便是白云观最小的弟子，为师会好好栽培你的。仪式结束时，大师兄无意间抬眸，才看到祖师爷肩身上裂开了一点缝隙，以为是自己眼花了，使劲揉了揉。嘤，哭唧唧，哭了好久，好大声啊！终于有人发现了，身子破了，还有什么脸出去见人呀？发现大师兄不对劲儿，众人都顺着他的视线看。刚看见时，大家都不敢相信，不约而同地揉了揉眼睛。若不是我年纪小，还未完全恢复能力，岂止是裂开缝隙这么简单，必定是要炸了他。怀义小师弟，今日起你便同师兄一个房间。师父父说，大多时候你会在皇宫学习，没关系的。师兄会帮你把床铺整理好，等你回来便可以睡。只要有太阳时，便拿出来晒得暖烘烘，上面都是阳光的味道。萧然看着两个孩子站在一起，许久都没有听见大儿子的心声，
发现他对小道童有着不一样的耐心，这一点让被嫌弃的他有些吃味。宫中不管是太子还是皇子，到开蒙之时便是挑选一些年纪差不多的孩子进宫伴读。眼前这小家伙是个不错的选择。便看到帝后二人离开白云观时，与他们一起的还有观主和一个小道童。石夫妇，申玄子为什么要进宫？还需早早起床做早课吗？进宫后，小师弟几点起床上课，你便要一起。石夫妇，小孩子不睡饱是要长不高的。有哪一日你是认真做早课的？糖葫芦嘞，素包子、肉包子嘞，香闷闷的大馄饨嘞，油炸糖三角嘞。叫卖声不断往耳朵里钻，每看见一种新鲜事物，申玄子就忍不住吞一口口水，咕咚咕咚咕咚。申玄可是要吃？石夫妇，申玄不吃，只是看看。便喊停了马车，有守在马车旁的侍卫帮忙买了很多吃食。石夫妇先吃。师傅不吃，申玄吃。一颗是师夫妇的，一颗是大师兄的，一颗是小师弟的，一颗是小妹妹的，最后一颗是二弟弟的。若是想要给其他人赐，师傅再让人去买来，申玄不必委屈自己留出来，知道吗？他的小徒儿无需这般懂事，答应皇上带他进宫，也是为了申玄能够在身边学到更多的东西，见见世面也好。申玄对小师弟生活的地方不好奇吗？可以看一看，皇宫还是很漂亮的，是著名的大师带领整个家族建造的，堪称完美。这位小道长，可需要奴才帮您拿？你叫什么名字？回小道长的话，奴才叫小安子。我叫申玄子，是师夫妇的小徒儿，以后我便叫你小安子。是小安子记住小道长名号了。啊，好可爱哦，脸上肉嘟嘟的，摸一下肯定很软吧？还这般懂礼貌，真不愧是小太子的小师哥。这就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主子们都是顶顶好的。不知道宫女和太监心中如何想，申玄子只觉得眼前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眼里冒着狼光，盯着自己像是盯着食物一样，好生吓人。不敢与他们对视，小跑2步到师傅的身边。此时的御书房中，请皇上收回成命，请皇上收回成命。若是这番举动被世人知晓，云家必定是被架在火上烤。满朝文武都会觉得云家上下对萧家天下有心思。只因萧山宣几人进宫，要我云松等人的职位再升一升。等他和云婉音离京之时，便由整个云家辅助太上皇和小太子。朕看谁敢！太子之位已传，云松和云儿的学问都是有目共睹的，二人同时进宫来教养实修是最好的选择。岳父大人不这样认为吗？朝中有学问的大臣，要么就是为人老派，学问知识还差点意思，要么便是人品不行。若是找一个摸不准的人把小太子给教歪了，不如一早便由他的舅舅们亲自授予知识。这也是朕深思熟虑过之后的结果。还有便是家中孩子也进来当小太子伴读吧，朕也不同你们藏着掖着。若是小太子能小年纪便在位置上坐稳当，那家中孩子随着他一起长大，今后便是实修身边的左膀右臂，最好的帮手。真是狗啊，算计过自己儿子，算计过我儿子，如今还算计我孙子。周扒皮都没有你能扒，你这是把全家都拉来做苦力了呗？切，还知道给家中留个镇宅子的，无语翻白眼儿。皇上，不如你选2个人陪你和皇后一起上战场吧。是，皇上，
不如我们随你去边疆，肯定能帮上忙。不行，除了你们，朕不放心别人。臣定不辱命，替皇上守好皇宫，帮助小太子处理各种事宜，等皇上与皇后班师回朝，臣等必定将所学之事倾囊相授，不曾分毫。皇上，军队以后整理好，随时都可以出发。哎呦，皇上也真是的，云家人挨着扒了一圈，就算羊毛好用，也不赶紧抓住一只薅啊。到了云府，云老爷子听说有圣旨来，一家人急忙整理好衣服，跪在地上接圣旨。在听到自己有了官职，还可以每个月领俸禄之时，跪在地上的时候便是眉开眼笑的。云丞相看着父亲一脸喜意的样子，心中意识到了什么。刚开始他只想着父亲年岁已高，实在是不宜过于操劳，在家中悠闲的养老便是最好的。是他着相了，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只有在田地的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吧。恭喜老爷子，贺喜老爷子，以后就是皇家俸禄的人了。谢谢福公公吉言。最初冯婆子被赐了诰命之时，他心中也是开心的，还有一些是小失落。不想当官员的农民不是好农民，如今年老之时还能混上公家饭，也算是心愿达成。娘亲，娘亲抱，娘亲大宝宝。只有小太子被太上皇抱在怀里，眸中尽是担忧神色，也有着不屈不挠的样子，从头到尾一声不吭，只是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父母。修哥，若是累了，便不要整日在御书房里待着，皇爷爷和外祖父会倾尽全力辅佐你，只需慢慢长大便好。等父亲和母亲打了胜仗，尽快从边疆回来。娘亲，哎，我们家的小冰山难得开口讲话，娘真开心。小冰山，很好，这是娘对我的爱称，是独一无二的，很得本宫喜欢。可记住娘亲说的话了，太累不想做便不要做，有人会帮你做。萧世秀点点头，伸出小手指拉着他的手。晴晴乖，你是安阴国最棒的小公主，要听皇奶奶和外祖母的话，娘会寄信给你的。这个是家中最厉害最会算账的人，那些铺子收益什么的就麻烦你打理了，娘亲和爹爹等你送钱到边关去。乖宝啊，你可别逞强，娘和你爹还有爷奶在家里等着你回来呢。乖宝，乖宝，乖宝，乖宝和孙女婿只管去，爷在后面给你们种粮食，保证不让将士们饿肚子。还有我们，那些陪嫁田家庄子都拿去种粮食，给帝后两人送粮食。皇上皇后放心，草民在家里好好种地，只留下家里吃饱的，剩下的都送到边疆去。对呀，咱们安阴国上上下下一条心，好怕干不过那些想抢粮种的国家。干，使劲干！一会儿我回去备你参军。皇上和皇后这样的人都不怕，我们也不怕。不怕。太上皇看到这一幕都热血沸腾，他执政时没有出现的盛景，在他儿子和儿媳在位几年便做到，他也甚感骄傲。只要万民一心，没有打不赢的仗。好，本宫便在边疆等着中尉的粮食。好，皇后娘娘放心，咱们说到做到，保证管理好大后方。好，不愧是我安阴国的百姓还有好儿郎。全体将士都在。出发！娘亲，公主乖，爹娘很快便回来了，外祖母会守在你身边的。小奶团子哭个不停，直到看不见父母的身影，竟然直接哭得背过气去了。
萧时彻看见妹妹哭晕过去，也吓得哭出来，只是憋着小嘴都成了波浪形，眼睛通红掉泪，就是不吭一声。逍遥王，你要哭就哭出来，没人笑话你，可别忍着啊，再伤了身子。去，妹妹。太上皇，是臣等无能，唤不醒小公主。让人去把乖宝喊回来，快！慢着，报本宫的妹妹即刻回宫。他刚才摸了一下妹妹的脉搏，察觉到一股能量正在修复她的身体，逐渐变得更加强大。他隐约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众人一愣，没想到年纪小小的太子会让众人回宫，而不是去叫皇后娘娘回来。怎么，本宫讲话没有用？太子回宫，恭送太上皇、皇太后、小太子、逍遥王、大公主回宫。回宫！老爷，皇后娘娘出征，如今小公主悲伤过度，就算回家，本夫人这心里也不踏实。不如去宫门口等等消息，再让下人去家里收拾些珍贵药材送进去，如何？还有，老爷不是收藏了一只千年野山参，也送进去吧。几乎每一个官员的私藏都被家里夫人给掏了出来，差点底裤都保不住。小公主刚才大悲过去，确实对心脏有些影响。御医，可会影响公主生长？说出来有些神奇，小公主体内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身体里修复，等醒来之后会变得很厉害，甚至与常人不同。至于是什么样子，要等小公主醒来才知道啊。娘，就辛苦您在这里照看着，只要白天皇太后同意儿媳进宫，便来唤您。不要紧，本身乖宝就要我老婆子进宫照顾的，娘年纪大，睡眠少不打紧的，你们都莫要太担心，回家好好休息一下，把家里好吃的整理出来，给小公主好好补补身子，那些食材什么的都带进宫。娘，您放心，都晓得。行了，都赶紧回吧，让小公主也好好休息休息。小公主啊，快点睡醒过来，祖祖在家里等你过来玩耍，给你做了许多小玩具呢。老婆子，你也注意身体，趁着空隙多睡上一会儿啊。有我在这里守着，你放心。等云家人从皇宫中出来时，就看见皇宫门口乌泱泱的一大片人，当下便吓了一跳。守在皇宫大门的侍卫刚开始也被百姓们吓了一跳，这么多人若是冲进来，那可不得了，第一时间便把事情报给了太上皇。得民心者得天下，安阴国的皇后真不错呀。便吩咐侍卫们不用管，也不要驱赶，免得伤了普通百姓，故而便形成了一幅和谐的景象。多谢诸位，今日之事我们夫妻二人记在心上了。小公主年纪小，骤然与母亲分开，甚是不习惯，大悲后伤了情，休养几日便会好。没事便好，大家也便放心了。没事，便不想在这里吃狗粮了，噎得慌。没事就好，小糯米团子，不是，小公主年纪小，若是真伤了身子，是要受大罪的。皇后娘娘若是知道了，怕有伤心呢。咱们在京城的，总要帮皇后守好小公主。是的，是的，这么多人，哪能一个人孩子都看不好？在众人说话时，上空中积攒了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信仰之力，全部涌入后宫之中，没入在床上的萧青青身体里，形成一团光圈，笼罩在她的身上。等冯婆子进门时，那团光圈已经散去。对于乖宝母女二人来说，到底是好是坏？
这辈子只有3次，他希望自己乖宝是男孩子，而不是家里世世代代盼到的娇姑娘。老夫人，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呀，若是垮了身子，小小姐要伤心死了。道观里，观主，帝后同求整个白云观护皇家3个小主子，祖师爷为何会同意？要等的人早就到了，护他的孩子就是护天下。我等必会守护好皇后之子和爱女。随大部队离京的云婉音走出不远时，便感到心脏有些不舒服。须是母女心连心，她调转马匹方向，迅速朝着京城之中策马而来。她并未直接大大拉拉地进京城，而是把快马藏在了林子里，几个飞身落在了角落。欣欣，孩子需要母亲，不如你留下来看管整个京城，只要你在坐镇，就算千里之外的边疆，我都是放心的。或者带到空间里。青青是女孩子，最受疼爱，带走她，那老大和老二呢？小申，不管你平日里怎么偏心小闺女儿，总归那是在宫里，他们3人一母同胞。老大和老二虽是妹控，作为父亲，你必须一碗水端平。3个孩子去哪都必须一起，不能因为做父母的失责而影响兄妹之间的情谊。第一次听见媳妇儿叫自己全名，萧山身体本能的一颤，冰冷、不满，带着怒气。对，在他看来就是为数不多。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他便失宠了很多，媳妇儿的注意力都被孩子给分走了，让他心生嫉妒。茵茵，以后不会了，我必定会对3个孩子一视同仁的，别生气了。说时实在气不过，你便揍我几下出出气，别忍着，对身体不好。护在周围的暗卫们，我不应该在屋顶，我应该在屋底呀。这是他们能看的东西吗？眼睛不断地往四周扫来扫去，做了一个专业的护卫，一直守在屋顶查看小闺女屋内的情况。其他人都没有看见的信仰之力，云婉音看的是一清二楚。老天爷到底是什么意思？天道给了信仰力，必定是要护着小闺女，那并不会出问题，不然老天的脸面往哪里放呀？想到这里，他便放了心。与身边人快速离开京城，与大队伍会合。茵茵，就一次，最后一次让你与孩子们分离，今后再也不会了。好。几十万人的队伍片刻不停歇地赶往边疆，凡是所到之处，皆有百姓站在路边迎接，总有些不怕死。皇上，都是死人吗？还不赶快丢远一点！再有下次，就地斩杀！皇上，你看看奴家哪里比皇后娘娘差了？都是死人吗？还不赶快丢远一点！再有下次，就地斩杀！皇上，你看看奴家哪里比皇后娘娘差了？这等轻佻没有规矩的女子，怎可与皇后娘娘相比较？哪来的小贱人？那不尊皇后娘娘，便是同兄弟们作对。皇上，您救救奴家呀！你们这些该死的刁民，脏东西，敢拿剑指着我，砍掉你们的头！竟敢有人对国母不敬，把此人吊起来，处以鞭刑100。求皇上饶命！求皇上饶命！小姐只是爱慕皇上容颜，心悦多年，今日有幸见到龙颜，一时之间过于激动，忘了礼数，这才失了分寸，还请皇上垂怜我家小姐。果然，适合宫斗的选手身边都有一个很机灵的丫鬟。知道吗？在京城像你这种招数，不看80也看过100。一个丑八怪，也敢同朕的皇后比，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还敢提皇后？哼，还敢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朕，真恶心。
挖了吧。皇上好可怕，可是好厉害，好崇拜啊！死变态，真 M！ 皇上是民女狗胆包天，ยิ่妄想同皇后娘娘相比较，请皇上饶民女一命，以后再也不敢了。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曹明，哎，曹老爷平日里可厉害了，怎么今日变这副怂样子呀？出门时，曹老爷家马车经常伤到人吧？他家马夫可瞧不起人了，鼻孔都是朝天上的。曹家少爷小姐出门都不干人事儿，霸道至极。瞧着莫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曹家是吗？很好，一助一臂之力。哇，没想到曹家这次干了一件大事情。忒欠货，不如生下来溺死在桶里好了。皇上不是草民不愿意掏出钱财，实在是没有那么多呀。曹老爷意思是，皇上他逼迫你了。啊，好可怕呀！今天看到了皇家秘辛啊！嘤，命不久矣啊！云婉莹不明白，百姓们怎么都集体捂着眼睛，一副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呀。拉着他手把玩的萧山看了一眼他的穿着打扮，很快就意识到原因，就喜欢玩弄看着青春又嫩的小男孩，这种事在安阴国是不被允许的。他已经命人收拾了那些恶心吧唧的玩意儿，如今被子明误会，他也好那口。男人心海底针，好难懂哦。难道是他送错了？皇上喜欢年轻男子而不是女人，心中直呼太可惜了，不然就把家中那几个庶子送给皇上，也算是他们有点作用。皇上，曹明有几个儿子，长相……夫君可是个大直男，曹家老爷这下真是保不住命了，全部身家充军，也算是为安阴国尽力了。敢对皇上不敬，要你的狗命！能站在皇上身边的，只有皇后娘娘一人。一个转动，3000墨发随风飘动，垂落在腰间，不施粉黛的样貌便能让整个天地失去了颜色。啊！仙子下凡呀！恭请皇后娘娘圣安。平身吧，在外面不要讲究那么多礼节。皇后娘娘真美啊，怪不得皇上不愿意再娶其他女人。我们女人看着都想流口水，这小脸到底是怎么长的？该怎么形容过来着？比天上的仙女儿还要水灵几分。本宫在问你话，为何不答？回皇后娘娘的话，皇上没有逼迫草民，是草民做了太多错事，夜夜睡不安稳，就想捐出钱财，积攒功德，下辈子可以投胎做个好人。原以为曹老爷是个爱国的，想要为边疆出把力气，哼，现在看来也不是真心实意的。那便罢了，正好让人去查一下曹家钱财来源吧。皇后娘娘，属下这便去。从头到尾，云婉莹和萧山两人都没有想过要欺负百姓，要他捐出全部身家也只是吓唬他的。曹老爷真不算是个好演员，听到皇后娘娘要查他时，脸上便是煞白，没有血色，这才让云婉莹起了疑心，临时查一查。皇上对皇后好好啊，还亲自喂她吃东西，羡慕。痛死了！你想谋杀亲夫啊？夫人，不就是喂吃东西吗？为夫也会。回家后便一勺一勺喂你吃，真的。暴政过后，身上的冷意便散去了很多。男人背过身去松了一口气，差一点，就差那一点儿，他就要被休了。若是媳妇儿也那么漂亮，别说喂饭了，就是整日端洗脚水都乐意。你说什么？没有，
说能娶到夫人真好，真有福气。哎，会打猎的都来，不会的便跟在身上扛东西。出去要听官爷的话，更别乱来，更别添麻烦啊！萧山敏锐感觉到有人盯着自己，手指轻轻一动。我的眼睛，是谁？是谁伤了本小姐的眼睛？皇上救命啊！有贼人！都怪这个没脑子的蠢女人，看到皇上样貌便生扑，也不想想皇上身边多人护着，她能近身吗？害得我也没有机会，真是个蠢货，还在这里大喊大叫的，生怕死得慢一些吗？小姐，别喊了。小姐，您已经受伤了，再喊下去，奴婢担心您失血过多，等老爷来救您时，可要多伤心呢。我的眼睛，它不见了，是不是瞎了？本小姐眼睛怎么能瞎呢？本小姐以后是皇上的人，是要做贵妃的。本小姐不是要做贵妃，是要做皇后。要进宫做皇后，当皇上最宠爱的女人，心上人。所有人都要被本小姐踩在脚下，当奴才。小姐，您别喊了，若是惹恼了贵人，小命怕是保不住了。奴婢的命不值钱，死了不要紧，可小姐您可是曹家大小姐，娇娇养着的。皇上啊，您看看奴家呀，这一颗心全都是您的，再装不下其他人了。皇上，您就收了奴家，今日便宠幸奴家吧。哎呦娘嘞，这大晚上可吓死个人了，四娘们又作什么妖啊？婉音，安哥哥乖，只是一朵烂桃花而已，不要放在心上哦。是那个小娼妇小贱人勾引皇上，皇上只能是我的，谁都不如我会伺候皇上。本小姐每日苦学，就为了等皇上宠幸。皇上，奴家心悦你，想要……被突然出现的莫伊直接开了喉咙，不会马上死，但血会一直流到他断气为止。这一幕对于人的冲击很大，小丫鬟尖叫了一声，便直接晕过去了。莫伊只是看了一眼他，只觉得小丫鬟运气不错，晕过去了，不然也逃不过被整治。翌日，留下一帮人马解决曹家涉案一事，以及需要充军的钱财。安哥哥，我们比一比谁骑得更快好不好？茵茵，可别输了哭鼻子哦。安哥哥少看不起人，不就是输你几次吗？而已啦，不可能次次都输，老天爷肯定会站在亲闺女这边的。茵茵可不是输几次而已，是差点次次都输给我。那便看看这次安哥哥能不能赢啦，加油哦！萧山只是宠溺的摇摇头，便紧紧跟上，与小丫头始终保持着几米距离，跟在她的身后，时刻注意她的安全。嗖嗖，几支利箭直冲着云婉音的方向射了出来。茵茵，趴下！他顾不上什么危险不危险的，在箭没有完全落下时，便飞身过来抱着小丫头，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茵茵，茵茵，茵茵！一遍又一遍的喊，顾不得其他的，先是检查过她身上没有受伤以后，无意留下来护着皇后娘娘，若是她有任何意外，你便提头来见。茵茵乖，在外面等着，不要进去，等我来接你。不给他反驳的机会，说完后便带着一部分安慰冲了进去。躲在暗处的杀手看到安英国皇上来势汹汹，老大，这对方人那么多，不如先行撤退，再找机会。杀手首领看了骑马在最前面的萧山，心中隐隐有种感觉，他们不止逃不掉，甚至会……很快，小树林里便响起了打斗声。
萧山出手狠辣，看着眼前的黑衣人，一剑便了结了他们，宛如战场上的煞神一般。来人呐，把他给拖下去砍了脑袋，挂在院子正门口，给路过的人瞧瞧。求武王子饶命啊！奴才再也不敢污了您的眼睛，求您放过奴才吧！只要是能活着，奴才什么都愿意做。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呀？是，只要让奴才活着，做什么都愿意。本皇子听闻下人之间都会对食，以解在后宫中度日如年的生活，却从未见过此场景。不如你就表演一下吧。院子中的人谁都没有想到，五皇子会突然提出这种要求，一个个跪在地上，更是不敢作声，就怕下一个是自己。怎么，本皇子想要看个表演，还要求你们不成？既然没人愿意，便所有人一起吧。一场荒唐无法诉说的情色场景在五皇子院子里展开，凡是路过院门口的人都低着头疾步地走过去，就怕招惹了这个煞星。看到有人用眼神勾引自己，故意扯开衣襟露出肌肤。来人，把院子里的人都给本皇子杀了！去，把那个不孝子给朕喊过来，把鞭子拿出来，今日朕便要执行家法，狠狠揍一下五皇子。老奴给五皇子请安，皇上有请。对于自己的敌人，五皇子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个只重美色的饭桶，若不是他的计划还要再等等，早便一刀砍死皇帝老二。不过让他接着做皇位，替他挡一挡争抢皇位的人也好，也算有点作用。父皇，叫儿臣来有何事？老五，今日你便太不像话了，怎么又杀了如此多的奴才啊？父皇，那些下人们不讲究规矩，在本皇子院子里面玩对食，本皇子年纪小都被他们带坏了，这种奴才难道不该杀吗？别以为父皇好糊弄，不是小太监为了活命求你才会有院子那一出吗？别以为长了一副好皮相便能避祸，朕的儿子很多，想要一个人的命很容易，若是再惹是生非，就别怪朕心狠手辣了。是，父皇。回到自己的院子里，一个口哨声响起，不知从何处出来一个黑衣人。主子，派出去刺杀的人为何还没有送消息回来？回主子，已派人查看，很快便有消息。主子，为何不先拿下皇位，再与安阴国直接开战？闻言，五皇子看了他一眼，背着手站起身来，语气轻缓地娓娓道来。现在派出杀手刺杀安阴国皇后，便是陈宇国的事情。若是被发现有皇帝老儿在前面扛着，再祸水东引到太子哥哥身上，便是安阴国与陈宇国的仇恨，到时换个人登上皇位，便可从中化解。若是本宫登上皇位后派人刺杀，不只是两国之间有了恩怨，安阴国皇上必定不会放过本宫，必然会有人来刺杀，再想从中得到好处，怕是难上加难。小主子说的对，属下这便去询问消息。似下一秒就想割掉他的头颅，踩在脚下当球踢，才能缓解他常年受的苦，为自己的母亲报仇雪恨。萧山从小树林里出来时，茵茵身上都是血，再弄脏你衣服，等为父先清理干净后再抱你啊。夫君，其他国不惜派杀手潜入安阴国，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茵茵担心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快些赶到边疆进行布局，看四国的兵力财力后，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臣护驾来迟，还请皇上皇后娘娘责罚。同样他也在心里斥责自己，若不是帝后二人骑马时他没有跟上，皇上也不会有如今的样子。虽然妹妹身上是干净的，运童都不敢想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若是
怎么，还耍小性子等朕扶你不成？臣没有那个意思，是臣失职了。那便去给朕打些水回来，也算将功补过了。赶紧的吧。被这样一打岔，原本怀疑的心思被搁置到了脑后。给皇上请安，属下按照吩咐把曹家财产都拉了过来。县令已经对曹家老爷处以了鞭刑，曹家小姐和小丫鬟以及众多女眷发配边疆充军。关于这一点，袁婉英总觉得有人犯法后，总是爱把后院的女人都充军当军妓，好不如直接砍头，也不必如此折磨。同为女人，不管在什么时代，她都能理解女人的不易。只要是没有杀人犯法，或者是做什么十恶不赦的大事情，留个干净身子便是最好的。您可是有什么要说的？成婚以后，女人大多都是出嫁从夫，对于一家之主在外做的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惩罚这一块，可以多添加一些细节，比如，就是作为皇上的萧时安都很赞同。他知道男女之间想法会有很大的差异，在宫中时，他总是以男性视角考虑事情，做出决定。作为皇后的小丫头就不同了，她更能关注到她看不到的地方，是一个有勇有谋、有想法的皇后。聪明的头脑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她有种很骄傲的感觉。皇上，您就不能控制控制自己的表情吗？若不是你是皇上，早就被人揍。请您收敛收敛，拿出来做帝王的龙威，让人不敢直视，而不是不可直视。袁婉英甚是好笑地拍拍他的手臂，眼神中都是娇嗔。萧时安看着夫人撒娇，头颅扬起来的更高了，不断地向手下炫耀。是，知道了。主子娶了一个好媳妇，就我们都是单身狗。是，你幸福都不如你。谁还没个媳妇儿了？我们的都在家里面带孩子呢。切！队伍接着往边疆赶，所到之处和之前一样，必定会有百姓们抱着食物在路边驻守，等着大军。皇上，你好帅！皇后，你好美！皇上皇后看这里，哎，两位便是我们心中的男神女神。这就是那些老学究教出来的下一代，这是想要吓死谁啊？皇上和皇后看过来了，老天爷呀，那个眼神便要迷死人了！哎呀，肯定是看我的，都别跟我争抢！皇后娘娘，您看看我呀！这种程度在前世怎么都算得上影后级别才能有的待遇吧？哼，还真别说，这种感觉真不错。皇后你最美，就是天下第一美。皇后你最棒，迄今为止第一棒。袁婉英默默举起了一个大拇指，很是佩服这些女人的想法，忍不住轻笑出声，真的是很可爱呀。皇后娘娘笑了，大家伙都给我卖力的喊大声点儿，务必让皇后娘娘一直能听见。唉，他们心中那么美好的皇后，怎么就嫁人了呢？若是被萧山知晓他们心中是这样想的，肯定要气到吐血，马上摔东西来上一句：这仗不打也罢，朕在前方拼死拼活护江山，百姓们却惦记我媳妇儿。皇后娘娘，这里我烙的肉饼，您尝一尝吧。还有新蒸出锅的白米饭，山上猎到的兔子早早炖在锅里。这里还有新鲜出锅的大白馒头，诸位就停下来歇一歇吧。停下来吃一点吧，皇上啊，皇后娘娘啊。夫君，累不累？饿不饿呀？需不需要休息一下呀？茵茵说什么就是什么。另外一边的小树林里，老大，味道如此之重，应该是死了很多人，只是为何不见我们派出来的杀手？难道……想到这里，前来寻消息的众人脸色有点难看，便开始在周围进行搜索。老大，还有一人活着，会不会对主子的事情有影响？
陈宇国的皇宫内。臣请皇上严厉惩罚五皇子，应当关禁闭。臣请皇上停了五皇子俸禄，应当关起门来抄上百遍佛经，修身养性。臣请皇上贬五皇子为庶民，以儆效尤。皇上，五皇子年纪还小，许是没有成家，性子才跳脱些。若是娶上一个贤妻，生育儿女，老五性子必定能收敛些。主子，派出去刺杀安阴国皇后的杀手都死了，任务失败了。全死了，没一个活口。不是，杀手首领没有死，但并未找到他的踪影，手下人还在寻找，必定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再派出100人即刻启程，务必在安阴国帝后2人赶到边疆之时杀了皇后，这样萧时安才能失了分寸，心中必定大乱，为本宫争取到争夺皇位的机会。黑衣人闻言并没有马上起身，而是抬起头，有些欲言又止。怎么，本宫说的话没有用了吗？那便回去告诉你的主子，让他马上把人撤走，母亲的仇本宫会自己报。主子息怒，属下没有不听的意思，而是培养出来顶级杀手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还需花心思。属下是担心那安阴国帝后2人如今带着几十万大军赶往边疆，若是再派几百位杀手去刺杀，那些人必定有防备。属下是怕万一中了对方的圈套，这些杀手在被包围后，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再耽误了主子的大事情，就得不偿失了。这是第一次，五皇子觉得眼前的黑衣人对自己说了这么多话，他是超出自己掌控的。眼前的人，主子不是他，而是隐居在身后的那人。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像一棵老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既然你如此建议，那便罢了。轰！回去告诉那谁，今后本宫便不会再动用他的势力。回去找你的主子吧。主子，属下不管何时都是您的人，还请不要赶属下走。不了，你回去吧，把这些话带回去。眼见主子是打定了主意，黑衣人知晓自己是劝不动的，多多少少是有点难过的。他是最早来到小主子身边的，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只是今日他越线了，惹小主子不开心了。可是他不后悔，手中能用的人实在是少，那些杀手应该要死在最合适的时机。但愿小主子有朝一日能理解他吧。下了马后，于婉莹便随意找了一个地方，还没有坐稳，百姓们就把雪白的大米饭、炖了许久的肉摆放在他的面前。唉，朕身居高位，孤独啊，为何没人靠近我呀？是因为面具可怕吗？面具不可怕，面具下面的脸更可怕。谁让皇上动不动砍人头啊？害怕怕。有没有青菜啊？什么都行。有，怎么会没有啊？皇后娘娘等着，咱这就去地里给您摘，保证洗得干干净净，切成小块给您丢到锅里，还能沾上肉味，一样好吃。你们吃了没？要么还是一起吃点吧。吃过了，早早便在这里等着你们，守了整整1天1夜，就怕一闭眼你们就经过了。皇后娘娘，您赶紧趁热吃，这锅是肉，村里手艺最好的大娘做的，保证好吃。皇上若是不嫌弃，也坐下来吃点吧。很好，朕这么大一坨站了许久，终于被人看见了，如此便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太感动了。那好，朕便陪着皇后一起用膳。真是太好吃了，真入味。多吃些，不够再加些，一定要吃得饱饱的。怎么样，
羡慕老子吧？羡慕羡慕，大哥给小弟们讲讲呗。去，等闲下来时啊，老子再给你们讲讲同帝后二人在战场上的故事。现在呢，都老老实实站好，别让老子在故人面前丢脸了。训练过的站姿还记得不？腰背挺直，站的要比一条线还要直。好的精神面貌都给拿出来。留在军营的老兵，只要是有军功的，早早便升了职，负责训练新入营的小兵。无事之时可以打打闹闹，若真有事情时，若是手下人给自己丢脸了，动起手来可当真是不留情。向右看齐，向左看。让将军和老兵们满意的点点头，这才是他们带出来的兵。来了，盼了这么久啊，终于要见到人了。让开，让大家伙看一看，你个老东西，别挡在前面！哎，块头那么大只的，还硬要往前面挤来挤去。哦，皇上和皇后看起来就很飒气，不愧是从战场上拼出来的气势。哟，那面具金光闪闪的，不会是金子造出来的吧？哎，听说皇后娘娘喜得三子，小奶包子会不会也跟着过来呀？真是想屁吃呢！谁家奶娃娃路都走不稳的，便跟着父母来边疆啊？来边疆干嘛？打仗吗？还是当吉祥物啊？这不是想看看娃娃们长得有多好看吗？毕竟帝后二人的颜值在那里放着了。别说，除了我以外，大家伙都不好奇奶团子长什么样子啊？真的没有问题吗？不会被帝后砍了头吧？还要不要命？闭嘴吧！哎呀，不过几年光阴而已，怎么都变老了？脸上都是皱纹，能夹死蚊子了吧？要不是到了军营门口，本宫还以为自己认错人了呢。给皇上皇后请安。嘤，激动死了，是活的皇上和皇后哎！还离得如此之近，还会说话呢！爹娘，你家娃娃出息了！平身。从二人从京城出发时，他们的一举一动便被旁人给监视着。当大军入了边境时，看着铁血铮铮的军队，前来打听消息的人心中都是震惊。安英国什么时候多了如此厉害的士兵？是他们遮掩得太好，还是打听消息的人过于懈怠？时间有限，观察了许久的探子在第一时间便把看到的消息传递回去，送往各国皇庭内。嘿，昨天大家伙还说着呢，皇后娘娘近些天必定会抽空来市集，没想到今天便来了。是啊，想着给大军们改善一下伙食，多买一些猪羊牛回去。皇后娘娘安，今日是否要购买活蹦乱跳的小羊羔啊？是需要买上很多，同样还有笔生意跟你们聊聊。只要是买提能做到的，必定拼尽全力。买提先生没少学习汉族文化呀，如此出口成章，是个地道的文化人啦。被皇后娘娘夸奖，那是天大的荣幸。买提那甚是唬人的脸上露出憨到不行的笑容。一行人便在集市中坐在一个卖咸味奶茶的小摊子上。皇后娘娘多喝点，嘴底下有惊喜。云婉音笑眯眯的点点头，很是温柔的道谢。皇后娘娘声音好温柔，长得比天上仙女还漂亮。皇后娘娘的圣光都带边关了，庇护了大多边关的百姓们，真是得民心啊！一路走来，本宫可是吃了不少好东西呢，到边关还是如此，可真是甜蜜的负担呢。皇后娘娘和皇上是边关百姓心中的神。此次本宫同皇上一起来，便是要处理发生在边关的事情。那些百姓被其他国掳走，必定是要把人找回来的，这便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兵力。此次不单单是要购买上万头羊，本宫还要出钱，让牧民们养更多的羊肉，用于军营补给。皇后娘娘，曹明斗胆问一下，安英国是否要同其他国家打仗了？哎呀，今日来边关百姓啊，不断被其他4国骚扰，曹明只是猜测。
关于这一点，于满英和萧山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瞒着，所以从京城来边关时没有隐瞒任何人。他没有接话，也没有否认，只是眼神带着笑意看着对面的人。这边关是我们的家，不管发生什么事，牧民们都不愿意失去家乡。皇后娘娘若是需要更多羊，那我们便养出更多羊，只供给军中。那便好，你回去同牧民们商量商量，每家每户愿意养多少只羊，由你统计好之后，一起送到军营里去，顺便把此次的1万头羊也送过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皇后娘娘请放心，买卖提一定会把事情做好的。皇后吃不完没关系的，吃下面的东西。对于这一点，于婉英很是好奇，碗的最下面有什么东西，让夫人这般惦记，一定要吃到。这不就是简易版加料奶茶吗？所以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百姓们的生活智慧。真厉害，真棒！便把怎么做甜味奶茶没有丝毫保留的跟两人说了一遍。开店的夫妻二人更是跪在地上连连谢恩。快起身吧，不用送了。军营里，回皇上，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军营里便派出人去跟踪了。在您赶来边关之前，便有消息传回来，说是陈玉国那边对百姓用了重刑，因情况紧急，营救小队并未莽撞的去救人，而是在深夜时为了百姓们吊命的药丸，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其他3国就属南疆国最复杂，此国人擅长用毒用蛊，一不小心便能中了招。根据弟兄们送回来的消息，前被掳去的百姓们第一时间内被人喂了虫子，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怕是……据朕所知，陈宇国只是一个小国，皇帝老儿喜爱美色的名声在外，只想当了9色皇上。就算对安阴国有想法，也不会如此莽撞地派人来掳人。这样的话，安阴国是攻打陈宇国，他的好日子便到头了。据臣所知，那皇位膝下皇子无数，每年都是认亲都认不过来。会不会是他的哪位儿子有野心，便想借着安阴国大军的手搏一搏那皇位啊？唉，要是成婚早些便好了，还能同盛老将军争一争好女婿。如今他老人家日子真好啊，最疼爱的女儿嫁到了丞相府，小姑子可是做了皇后。酸的嘞，牙都掉了，让人羡慕。从军中分出4队精兵，4支队伍都由老兵带领，去往陈宇国和南疆国的2支队伍，要特别注意挑选性格稳重之人，把工部研究的火药给带上，以免遇到特殊情况。务必先行撤退，把人安全带回来。只要命在，比什么都强。皇上，臣若是带着整队人马一个不少的回来，您可是要请吃好酒的。是啊是啊，皇后娘娘可藏着上好的神仙佳酿，我们可是念叨了好多年了，您2位可不要小气啊，多拿出来一些才是啊。这点小事情，朕还是要请示下皇后娘娘才行，不能私自夸下海口啊。哎呀，以为几年不见，皇上要同当年不一样了，没想到啊，比刚新婚时更甚上几分。皇后娘娘可是饿了，还是想吃什么菜？您尽管说，就没有大家伙不会做的饭食，保证让您吃开心了。就不劳烦大厨了，今日本宫想亲自下厨，给皇上做饭食。好的好的，那属下便带着大家伙退出去等您。不必了，你们便接着做饭，就劳烦抬出一个小煤炉来，再给本宫一个灶台，其余的便不用管了。咱这就去，保证一根毛都没有。那便多谢了。嘤，好香啊，比大厨手艺好上100倍。同样都是普通的鸡，为何皇后娘娘做出来的便这么香啊？与以前闻到的味道很是不一样啊。真是可惜呀，臭小子们跑得真快，气死人了。啊，好香的肉肉飞了，我们的快乐没有了。苍天啊，大
地呀，老天爷啊！你开开眼吧，上一块香喷喷的鸡肉吃吧。誓死保卫主子做的美食，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踩踏过去，那也吃不上一口。都是我们的，别想着虎口夺食。真不错，如今你们越来越有默契了。几位姐姐慢慢来，大家都等着几位到了再开饭。嗖的一下便不见了身影。很好，朕的暗卫也被带偏了，心中只记挂着吃食。天音，怎么还下厨做饭了？在外跑一天多累啊，下次不要了啊。若是真想做东西吃，便差人来喊一声，像是洗菜、杀鸡这种活计，都我来做。夫君若是不想吃，便给三哥哥吃好了。他要写信回去同家里的兄弟炫耀，不只要炫耀，还会仔细描写味道，馋死他们。今日他便是云家最让人羡慕的仔。那不行，三哥说要同将士们一起吃饭，便不留他了吧？不是，我没有说过，皇上您可别瞎说呀。皇上，若是您没胃口，臣便帮您分担了。那里面本来就有将军和老兵们的分量，同暗卫讲，不要熬过火了，不需要在这里伺候着，都快些去吃饭。好小子，这是拿我们几位开涮呢啊！有本事便不要下来，不然肯定挨揍。各位将军，各位大哥，这不是感情好，同诸位闹着玩呢吗？男子汉大丈夫可不兴记仇啊，说出去多没面子呀。话都让他给讲了，死的也说成活的。怎么瞧着我们几人长得傻长得憨，在这儿哄人玩呢？行，把东西给我们就成，这事儿便过去了。行，诸位往后退一步，小心把煤炉放在地上，免得烫伤了人。夫君，你猜猜双方谁会赢？是大将军这一行人会偷袭成功，狠狠揍暗卫一顿，还是暗卫们有默契，在煤炉落地那一刻便出手牵制住大将军等人的手脚，顺利脱困？暗卫们会赢。听莫一说，他手下的人在外执行任务时，除了紧急情况都无需做手势，只是一个眼神，对方便能理解。大将军和老兵们更多的是战场经验，说是比心眼子还是差了很多。臭小子们不讲武德耍阴招啊，算什么男子好汉呢？娘嘞，老子本就年纪大，这腰不如从前好用，臭小子还敢往腰上！哎呦！折腾了许久，没有打过暗卫们便算了，香喷喷的鸡肉也没有炫到嘴里，可怜的人呢。若是吃了那么多苦，还输给将军们，这暗卫不要也罢。被人指着鼻子骂的暗卫们也不敢说话，都在心中回想着是否真的是下手太重了。夫君，是想去陈宇国还是南疆国呀？茵茵，有话好好说，不然就待在军营指挥。啊，夫人好无情，好冷艳，我好喜欢。夫人你变了，你不爱我了。呵哒，皇上真的好风骚，戏还是真多呀。与妹妹成婚多年，这等表演比几年前更甚，真应该让太子去看一看他父亲的真面具。好哎，妹妹生气了，揍他，使劲揍皇上。三哥哥，你要做甚？爱卿是要揍朕吗？不是，皇上怎会有如此危险的想法？臣只是吃饭吃累了，活动一下筋骨而已。皇上和皇后娘娘不用管臣，你二位继续。萧山看着舅哥的表情，有些一言难尽。成婚多年，连演戏的长进都没有。作为一个时刻谨遵难得之人，他鄙视童哥。茵茵，是因为担心，所以不想我带兵前往吗？若是……别瞎想，没说不让你去，只是安排好了，保命东西都带齐了便好。
至于安因果，不是有小太子吗？你若是粗心大意送了命，儿子便是皇上了，那么本宫便是皇太后，提前过上有钱有权的养老生活，到时候美男子还不是一大堆吗？茵茵，皇上，若是您要想，必定要思虑周全，万万不能因听信了旁人谗言，得知跟妹妹有关的事情再次失控。那一次，萧山差点中了敌方的计谋，整个人像是走火入魔了一般，差点失控。若不是云婉音及时出现，他便会死在那场战役之上，他也会愧疚致死。这么大责任，他可承担不起。想了很多可能性，他只能出一个烂招数刺激他。入了心便会记得深刻，便不会再被人利用这一点。想到树林中的杀手，目前只知晓来自陈玉国，那人也是个硬茬子，咬紧牙关，一个字都不愿意再吐露。关于为何刺杀小丫头，他到现在都不知。这也是陈玉国这一趟他必须亲自走去查查看。等4支不同的队伍整装待发时，茵茵，军中便靠你了，多操劳心，保证平安归来。夫君也放心，在你没回来之前，便会一直待在军营里面的，尽量不外出。真若是发生事情，必然也会保护好自己。你要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了。好，等朕回来。云婉音亲自参与到士兵训练中，还设置了考核。若是一次不通过，便接着训练，一直到合格才行。若是一直不通过，便会失去上战场的机会。看着手中的东西，在边关这么多年，就无一人想到此事情，可是皇后娘娘便能想到了，真是，唉。现在啊，老子算是懂了，皇后娘娘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啥意思呀？皇后娘娘的意思是，就算是女人也很厉害了，千万别小瞧了她们。便又讲了很多官员都是死在家中女人手里，还有那些杀人放火的灭情人的，人被逼急了，可是比男人还要狠的。赶快给老子跑起来，爬过去！输给体力悬殊很大的女人，你们羞不羞脸呢？吃这么多肉，老子还能在训练场上跑上几十圈。这个是自己说的话啊，等吃完了，老子就监督你们。大哥们高抬贵手，就放过呀！能屈能伸是个有出息的，以后上战场遇到事情时，也要像今日这样。咱们的皇上和皇后一直都是教导诸位，只要不叛国，不做汉奸，关键时刻不要犯愁，保住命最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怎么样，爬不起来了吧？小小姐，奴婢当下是累了些，等休息一炷香时间，又是一个好汉。是，你们是最厉害的。军营里新兵打心眼里佩服你们4个人，生怕落身后丢人，都屏住气同你们比较呢。那必须的，奴婢可是豁出性命锻炼自己的。那些新兵就强在是男人，体质更加好一点，论韧性他们不行。小小姐，您的丫鬟比臭男人们厉害多了。如此可爱的小模样，让云婉音的手指动了动，有种想要摸摸她脑袋的冲动。心中这样想，便也这样做了。手刚摸在云池头顶那一刻，便感觉到毛茸茸的，很是舒服。这一刻，他有些明白夫君为何总爱摸他的头了。手感确实不错，像是毛茸茸的小兔子一样，可可爱爱的。小小姐摸我的头啊！不是，皇后娘娘摸我的头啊！娘啊，幸福的快要晕过去了。小小姐，你喜欢摸就多摸一会儿，奴婢洗过头的，干干净净的，保证香香的。好了，都别争宠了，好好洗漱一下便休息吧。哎呦呦，四位姐儿可厉害了，把男人都甩在身后一大截。小橙子，
伺候姐妹梳洗吧。好嘞，莲小姐，您坐好了。离边关军营上百里的地方，萧闪一行人便把马拴在林子里，用轻弓往陈宇国的一处不起眼的民宅里。拨开乌云擎天日，山高水清见牛羊。主子爷，您请进。您就算来边关了，怎么不在军营里待着呢？冒险跑到这里，皇后娘娘要担心的吧？要不先派人送您回去吧。陈宇国的事，您别担心了。老大狗胆包天呀，怎么敢如此跟皇上讲话？会不会被砍头啊？停！来时，皇后娘娘便知晓朕来了陈宇国，还亲自在军营门口送朕了。还有，朕的武功比你高，倒是这几年不知道你有没有长进呢？在陈宇国可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皇帝老儿那边有无什么动静？有没有留意陈宇国皇子中谁最特殊？分出一部分人，好好去查一下此事，务必要有一个结果，把藏在后面的人给揪出来。皇上您放心，咱马上便动用各家各户的眼线，挖地3尺也要找出这个阴险的小人。竟然有人狗胆包天，想要动安阴国的皇后，也要看弟兄们答不答应。很快，埋藏在陈宇国皇子和大臣们后院之中的眼线便开始行动。有些是后院中不起眼的扫院嬷嬷，也有些性格聪明，已经稳住主母身边的大丫鬟。隐藏在暗处的人收到消息时，也不掂量自己是什么东西，敢去刺杀皇后娘娘。哼，看来陈宇国还是不老实，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那便别过了。陈宇国百姓们都在街上偷偷吃瓜。听说了吗？皇帝老儿连自己儿媳都玩，据说还玩了不少大臣家的主母，那谁家就有。还不止呢，听说还有很多人在一起玩呢。据说玩的招数可多了，可花了。哎呦，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还有什么一群美人身穿清凉，在温泉里戏水打闹，表演节目时啊身着清冷，跳的那些舞蹈啊都不堪入目，让人听着都耳朵发红，无脸见爹娘啊。唉，就是可怜咱们百姓了，摊上这个昏淫无度的皇帝。此话可不敢乱讲，被有心人听进去是要杀头的，再连累家中老小可怎么办？还有些大臣不做人呀，后院中藏着不过几岁的孩童。据说呀都不做人事情，不知道捣鼓些什么。真是，若大家伙啊都生在安阴国就好了，便能同人家一样吃饱穿暖，不为生活担忧啊。小主子，小主子，那位说关于您的流言，已经安排人去平息了，还交代您最近做事需要收敛着，一国之帝皇，名声不应该受到半分污点。这一瞬间，五皇子心里有一个奇怪的感觉，那人不像是在扶持他登上皇位，也许图谋的比他想象中更多。跪在地上的黑衣人等了许久都没有听见回复，便抬头看了一眼，便让他感觉到心惊肉跳。小主子的眼神都是怀疑和不信任。他不在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小主子，关于此件事情出的蹊跷，属下担心是派出去刺杀安阴国皇后那边出了问题，有人故意在搅浑水。这一次事情做得太过于隐秘，派出去调查的人至今一无所获。小主子，您就让属下留下来保护您的安全吧。杀手首领还没有找到吗？是死是活都没有消息。是，咱们的人在附近百里翻了个遍，山洞和山崖下都没找到。属下可以确定，杀手首领一定是被安阴国带走审问的。若是他服毒自杀还好说，就怕……起身吧，一直跪在地上也不怕凉啊。多谢小主子。让人去查一查，最近或者半年内有没有可疑人员进入陈宇国。
记住，不管老的少的，高的矮的，一个都不要落下。另外一处小院子里，主子，五皇子院中的人送来消息了。皇后娘娘遇刺之事是五皇子所为。咬人的狗不会叫，这句话真是有道理。多年来的习惯，让黑衣人本能的想跟在五皇子的身后。回去告诉那人，就说本皇子想要见他。小主子，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娘哎，还好大家伙都瘦，不然这狗洞真是爬不进来。少说几句吧，赶紧做正事，绑了人便随着一起出宫。这肮脏的地方总算是不用待了。迷药就位，保证撒出去能睡上好几天都醒不过来的那种。蒙面就位，保证不露一丝缝隙，让这孙子到死都不知道是谁绑架了他。绳子就位，保证把五皇子绑成粽子，打成死结。哥哥们，身上有吃的没？肚子好饿。饿呀，那就回家吃饭，煮鸡蛋肉丝面。见众人平安归来，心中甚是满意。忙活了一晚上，肯定饿了。厨房里备了饭菜，赶紧去用一些吧。皇上，这可是皇上本身啊！多吃点肉，太瘦了。我的娘哎，老天爷啊！皇上让我多吃一点。爹娘爷奶，小笼子出息了。这么开心啊？啊，瞧你这傻样子。皇上果然如传闻所说的一样，高大威猛，还特别英俊。如此俊美之人，在战场上还百战百胜，就是小笼子毕生的偶像。小笼子，你加油，好好学习，好好练功。等你真的出师时，有能力，就算是想要上战场当大将军，大家伙都帮你求情。主子，咱出来许多天了，再不回去……后半句想说的话是：再不回去，皇后娘娘要是生气了，您可进不去房门。只是给他1000个胆子，他都不敢说，只得说一半留一半。那便现在回吧，朕几日不在军营，也担心皇后娘娘。我信你个鬼！皇上明明就是怕挨收拾。谁人不知道皇上惧内啊？不是宠妻无度。皇上走了，偶像走了，生活都没有乐趣了，伤心。好啦好啦，皇上走时候还夸奖你特别厉害，是个优秀的人才。叮嘱大家务必要照顾好你，好好培养你。等你学成之后呢，说不定可以在皇上身边保护，也可以跟在小太子身边，或者去当大将军。不管做任何一件事，今后的人生路必定是吃喝不愁的。哥哥们可是说的真话，不是骗小笼子。那可不嘛，骗你有什么好处？一颗小小的种子，在这一刻落在小笼子心里生根发芽，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萧山一行人运用轻功，不开心，笨笨的人类不会把人放在地上吗？其余马儿就慢慢围在棕红色马儿身后，就这样盯着木儿身上的麻袋。这些马儿露出精明的样子，让一同前来的人都忍不住抖了抖身子。说不害怕是假的，都知道是皇后娘娘亲自喂养的马儿。棕红马儿着急了，用头拱了拱萧山的手，抬起来的方向正好指着木儿身上的麻袋。这个人类不累吗？一直拖着也不放在地上。要不是你们人里人气给吓得过于紧张，怎么会不害怕？你们是要那麻袋里的人？棕红马开心了，众人吓出了一身冷汗。马儿还真是成了精，以后要好好的贿赂他们一下。
交个朋友也行。动了他们的意思，便看见每一匹马都排着队，棕红色的马蹄这次抬起的特别高，重重踩在五皇子的肋骨上。嘤，皇后娘娘养的马儿也好可怕，棕红马儿好像还得意的笑了。夫人真是不一般，养出来的马儿也如此记仇。下手轻点儿，留他一口气活着就行。众人便站在一处，看着马儿一个个踩在五皇子身上，可以说几乎全身的骨头都断裂了。好了，人得留着呀，赶快回去吧。看了一眼麻袋，心中略有可惜。早知如此，便不喂那颗药丸了，浪费了。一行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陈雨国。惹不起，根本惹不起。皇后娘娘厉害，皇后娘娘委屈，我为皇后摇旗呐喊。小小姐可是醒了，可需要洗漱。进来吧。到底是谁发明要早起啊？怪不得前世网络上都说，闹铃响后会第一时间起床的人都是狠人。昨夜小莲和小叶是守在门口吗？您如今是皇后娘娘，在门口没人守着，实在是不像话。您心地善良，体恤下人们的辛苦，咱们做奴婢的可不能恃宠而骄。等一下小马和小石便来接替，奴婢二人保证好好回去补上一觉。哼，漂亮的女人说话不可信，本宫才不会信呢。哼，你们二人坐下来，陪本宫一起吃，这是命令。多谢主子赏。给皇上请安，早膳已经备好。萧山点点头，也没有接话，手背在身后轻点一下，便运用轻功速度消失。都到门口了，为了皇上的形象装一下都不行吗？给皇上请安。安哥哥。茵茵，一遍遍地喊着，嗓音低沉又暗哑，十分性感，让于婉莹的耳朵吃得很好，忍不住身子颤抖一下。萧山感觉到他的反应，眉眼弯弯，菲薄的唇角微微向上。外人不知帐篷里发生了什么，只看得出皇上再次出来时，脸上都是满足，像是吃饱了一样。躺在床上的云婉音羞得脸上都是通红，真是丢死人了！怎么，哎呀，还是大早上的，怎可白日宣淫呢？若是传出去，我这张美貌动人的脸还要不要了？面子还要不要了？好吧，其实我也是乐在其中的。哼，可需要奴婢进来伺候？可需要热水？收好门，别让人打扰，本宫要休息一会儿。是，主子你好好休息，奴婢就在门外守着。很快，于婉音便闪进去了空间中，用意念把灵泉水放入浴桶，整个人都泡进去，身体舒服了很多，忍不住喟叹了一声。身上细胞在这一刻得到了舒缓，下巴都浸泡在灵泉水中。此等神仙之水，是其他位面上的神仙都是抢破头的存在。出了院子门，便觉得小小姐浑身气势发生了改变，具体她说不出来，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小小姐又厉害了，不愧是奴婢毕生的偶像。若是小小姐是男人，就算是在她身边做小妾，我都愿意。皇后娘娘好。他只是点点头，来到一处小山附近，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像是捧着一个球的形状。两手之间空着的地方，在众人的眼光之下，慢慢形成一团光圈，泛着五彩缤纷的紫，让人一眼便知道眼前的紫光肯定不一般。便像扔球一样的随手便扔了出去。下一刻，小型山体上便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茵，上下检查他的身上，确认没有受过伤，才感到安心。就见小丫头眼神亮晶晶的，熠熠生辉地盯着他。小调皮鬼，
又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了？安哥哥，刚才身体有些变化，意外的发现我自身可以凝结成光团，扔出去便是一颗威力十足的炸弹。只是这一点十分消耗人的精神力。茵茵，你能拥有，这是你与生俱来的造化，至于其他人，怕是不行。于婉一双美眸之中尽是疑惑，3个小问号清晰地印在眼睛之中。在他看来，军营若是有人泡灵泉水觉醒什么技能，对于整个安英国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在战场之上能减少很多伤亡。为何帝王小小年纪之时便会学习帝王之术？因为他一个人要考虑的是天底下千千万万的子民。此时他有私心，只考虑眼前善良的夫人，不愿意外界窥着一丝他身上的秘密。他赌不起，更不愿意去赌人性。茵茵，这天下不只有安英国，每个国家都人才辈出，我们都不能100%保证没人用过特殊办法获得技能。比如历朝历代记录的，有人残害人命，去祭天，去摆祭台，只一点便让许多百姓丧失了性命。恭喜皇后练成白云观观主所教之武功。更何况仙人道长厉害之处，天下百姓皆知。对于皇后之事，众人倒也是接受颇快。快要成仙之人亦有神奇之处，倒也不是什么怪事情。夫君真棒，夫君心思真细腻，这天底下就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的。哎呀，做您的夫人可真是幸福啊，只需要吃饱穿好即可，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忧。咦，瞧瞧皇上这不值钱的样子，真是没脸看。摆平操练场上的事情，夫妻二人腻腻歪歪的手拉手，直接便来到军医处。这人是死是活呀？还能拿去敲诈陈宇国不？茵茵放心，还留着一口气呢，今日里便有人参和灵芝吊着，到时便同那皇帝老儿算开销。皇后娘娘想法果然不能同常人所比较，别人遇刺抓到了坏人都是喊打喊杀，更有甚者恨不得马上让大军攻入城中，就为了出一口气。咱家这位同皇上一样，都想着狮子大开口去敲诈其他国家的帝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挺好的。女帝，属下亲自去边关看过，但皇上确实在军营之中，整日与安英国皇后形影不离，二人甚是腻歪。也没什么，这样更说明安英国皇上专情传闻不假。只有这样专情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本帝。前来南疆国打听消息的人也不是吃素的。看来南疆这边动手会更快一些啊！城外军营中已经在集结兵力了，不能再停留了。一部分回去报告消息，剩下的人去救百姓。不行，别耽误时间，即刻送消息回去。其他人便守在百姓被关押的附近，等到时机再救人出去。边关军营内，80万大军一日不敢停歇，准时出现在操练场训练。真好，真有劲儿啊！这声音让大家伙听着心里踏实，有安全感。今日来可有什么事情？云大将军好，我们是放牧的牧民，想要参军。是啊，大家伙不知道怎么入军营，便只能来找您了。这些孩子们看到让他们过得安稳、吃饱穿暖的帝后，给皇上、皇后请安。皇后娘娘请安。起身吧，今日你们前来，家中父母可是知晓？知道，父母很支持。说安英国的好男儿便要保家卫国，还请皇上您收下大家伙吧，保证不拖后腿。入军营很苦的，训练也很苦。若是坚持不下去做逃兵，一家人都会受牵连。朕体恤百姓们过得不易，给边关的额外的福利。多谢皇上，这些事情生活在边关的人都是知晓的，心中甚是感恩皇上。正是这样，大家伙才更要参军，为了边关的安宁，为了保护我们的家乡。
今日有牧民的孩子主动想要参军，从另一方面表示，牧民们慢慢开始接受汉人，开始与之融为一体。好，好，好！不愧是安阴国的子民，都是好样的，勇猛好汉。皇上，您说的可是真的？真的愿意让大家伙进军营？朕为天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错，看起来真是威武至极。回去让阿爹阿娘看过后，肯定要夸赞你们。让这些一心想要保家卫国的孩子们可高兴坏了，同他请了个假，便穿着一身新衣服策马而去。真是藏不住一点啊，多等一下都不愿意。啊什么啊呀？就算啊了，大家伙儿听见也不会理你，大坏蛋！哼，他若是个傻子，便是相信居一是真的没有听见。到此时，他便知道此处不是陈宇国了，而是安阴国的军营。他想不明白，在百里之外的陈宇国皇宫内是怎么被悄无声息地运送到安阴国边关的。难道宫内有奸细？还是有人故意针对我？不管是哪一种，目前状况对他都很是不利。想到时刻守在自己身边的黑衣人为何到今日还没有寻来，心中的冷意便是更深了几分。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里所有人都杀了。当萧山拉着夫人的手进来时，夫君，此人好像一只丢入大锅里煮熟的虾。五皇子听见声音那一刻，身上也不痛了，费尽全身力气，终于用一双眼眸看到心中念念不忘的人长什么样子，让他知道眼前安阴国的皇上是吃醋了。若是能让他们夫妻之间反目成仇，岂不是……想到这里，他便用一双眼眸对着在萧山身后露出的一个小脑袋抛了一个媚眼。萧山此刻的怒气达到顶峰，若不是被小丫头拉着手，此刻五皇子的脖子早已经断裂。人不要脸，果然天下无敌。夫君，怎么有一股子骚臭味啊？是谁尿裤子了吗？怎能如此不道德？说是本君之中，必定要扒光衣服，狠狠抽鞭子，受罚才是。皇后娘娘，大家伙儿可没有这样不讲究。是啊是啊，谁有3级肯定去茅厕呀。兄弟们才不会给军营丢脸呢。不会是陈宇国的五皇子大小便失禁了吧？夫君，今后可要离脏东西远些。还真别说，皇上真是好哄啊，皇后几句话便能雨过天晴。这变脸速度真是世上头一遭。五皇子同传言中很是不一样，也不过如此。只是在边关的路上，为何是刺杀朕的皇后，而不是刺杀朕？原来是五皇子刺杀本宫，真是小人行为。若是想打，直接发兵就是，竟然搞刺杀，哼！这位仙女，你听我狡辩呀！不，一定要听本皇子解释啊！什么？五皇子说要让他父皇赔10座城池？啊？什么？10座城池都不够，要将整个陈宇国都送给我们？既然非要送，那便让夫君凑合收下吧。不辛苦，为夫多努力一些，给夫人整一个天下玩玩。所以我们都是你们夫妻 play 中的一环是吗？五皇子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仙女儿，性格和他想象中大不相同。他不是那个意思，什么时候说要皇帝老儿给安阴国送城池了？更何况在皇宫之中，他本就不是最受宠那个，若不是还有几分容貌，那皇帝老儿早就记不起来他了。别说10座城池，便是1座城池，那都是白日做梦。你的脑子是被吃了吗？此刻在对方军营内还惦记人家媳妇儿，三观有问题。家中来客，必定要好好待客，
各位随意。都靠边站，先试验我的药。滚一边去！凭什么你先来？都给老子让开！这一次必定是我。娘嘞！平日里斯斯文文的军医，打起架来真吓人呐！五皇子心里那叫一个恨呢。他没想到萧山不讲武德，不讲条件，直接便要杀自己。就算是我派人刺杀了皇后啊，不，我心目中的仙女儿，那不是没有刺杀成功吗？一个大男人竟然如此计较，实在是……还有那个女人是没看到本皇子的长相，要不然一定会喜欢的。拿着他研究多年的毒药，在五皇子的死亡眼神中冷笑一声，手上动作没有丝毫犹豫的给他喂了下去。他身上便是一会儿五脏六腑疼，一会儿脑袋里疼，时而清醒，时而模糊。那谁怎么还不派人来救我？果然是靠不住一点啊！等本皇子回去。等五皇子再次醒来时，夜幕之中变得暗淡无光，没有了之前的神采奕奕。嘿嘿嘿嘿嘿，成了，成了！老子就说过，医毒不分家，能救人便能制毒。哎，五皇子，五皇子，五皇子！瞧瞧他，眼珠子都不转了。不只是傻了，变痴儿了，不会活不久了吧？但没事不怕，再喂上一颗解药，吃啥继续保持着，人还能接着活。是不是忘记了那颗毒药是皇上从京城带过来的，费了好大功夫？若是被皇上知道有人把他的毒药给解了，不能解，不能解。咱们可以以毒攻毒啊，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便看命吧。不如给乖宝和老三写封信吧。算算时日，他们必定是到边关许久，忙着各种事宜，必定腾不开手寄信回来。他们二人没时间，咱们可以多写点寄过去啊。还是您脑子好使，老婆子我都没有想到，这心里啊光惦记孙女了。夫人夸人的方式还真是特别，让人忍俊不禁呢。守在身边的蓝嬷嬷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原本他想着实在不行便去求太上皇，恩准老夫人带着小公主回丞相府。看着只要提到家中小小姐，老夫人一下子便像是年轻了好几岁，便有些哭笑不得。老小孩，老小孩，真是年纪越大越像小孩子一样。不管谁都比不上小小姐在老夫人心中的地位，就算是小公主也不行，都得排到她母亲后面。老夫人为何不下笔啊？是毛笔用着不顺手吗？啊，宫中都是好东西，就算是一支笔也大有来头，怎么会不顺手啊？不是啊，是从前学习的字都给忘了。别担心，云老夫人想要写什么话便说出来，朕把字写下来后，您照着仿写便是了。数日来，在宫中帮忙看管3个小主子时，这些下人们可算是摸清楚了太上皇同皇太后是真心的敬重云老夫人。此时太上皇认认真真写下字，还轻声询问是否还要写什么。冯婆子对着纸张一笔一划的认真写的字，可毛笔在手中就是不听使唤，一个字写完，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这是不是写得太丑了些啊？不丑，是满满的爱意。漂亮娘亲看到以后定会异常欢喜，珍惜万分。怎么丑了？本宫瞧着便是极好的。乖宝看见你亲笔写的信呐，必定是开心的。宫中什么没有，就是宣旨多的是。云老夫人只管多写些心里话，送信时这么多信纸，多划算呢。哎呀，朕就瞧着这字写的极为漂亮，放心大胆的写。一笔一划，尽量写的笔直漂亮，一直写到天空落了黑，下人们把烛火给点燃，他才从写信中缓过神来，看着厚厚的一摞纸，多少还是有些心虚的。
还是太多了。说罢，便想着从中捡出来一些，被萧青青的小奶手给阻拦住了。萌萌哒的笑脸对着他露出一个无耻笑，让他的心脏都软了几分，恨不得马上抱起小公主亲香几口。就见到小小的人儿毫不犹豫地把手放在砚台之中，想漂亮娘亲，想帅气爹爹，家中一切都好，祖祖和黄奶奶把我也照顾得特别好。你们在外务必要小心，等着爹爹娘亲平安归来。爱你们的青青宝贝儿。在冯婆子还没有意识到小小的一只奶娃娃为何会写字时，站在一旁的太上皇和皇太后心中猛然一惊，比其他人都先反应过来。小孙女写出来的字比老三当年更胜上几分，真是一代比一代强啊，不愧是萧家的种。还好他听劝，给老三娶了个好媳妇儿。嘿嘿嘿，为自己的机智点个赞。仙人道长抱着小太子和逍遥王进来时，有时候他都怀疑帝后二人第一次见面时便算计好了，让他来皇宫里带奶娃娃的。小太子恭恭敬敬地给屋内人行礼后，妹妹好。妹妹好。哥哥们好，给爹爹娘亲写信息，一起。偌大的桌面上便趴着3只奶团子，撅着小屁屁，手上都是墨迹，蹭的哪里都是。很好，这几个脏孩子是不能要了，谁爱要谁要吧。瞧瞧小主子的脸，就跟小花猫一样，真是可爱极了。还有眉间那一点墨迹，一点不影响逍遥王的美貌，看起来更是精致了。这字写得真好啊，一笔一画的真漂亮。爹爹，你儿子又累死了，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牛晚。这皇上比本尊管理上千万人马的时候还要累，真不是人干的。您打完仗赶快回来吧。漂亮娘亲好啊，您的铺子在本王的打理下收益越来越好了，此次送信便差人一起送点银票子过去给您傍身用，想买什么便买什么，千万不要委屈自己哦。您最聪明的二儿子会努力赚钱给您花的，缺啥都不可能缺钱花。絮絮叨叨写了很多，直到吃饭时，负责送信的人看，这写的不是信吧？看着像是一本书。金叔啊，安排送信官吃好休息好，明日再出发。多谢丞相夫人，在下打扰了。顾不上其他的，婉娘冲回后院，便把早早准备好的东西吃时，让下人们全部都打包好，便执笔开始给女儿写信。收到消息回来的云丞相，怎么会这么多？送信的可是只有一人。实在不行，便让送信官再牵着一匹马，把东西都放在另外一匹马上。用完一顿丰盛的早餐，看着桌面剩菜还有很多，心中甚感可惜。请问是否可以打包带走，路上吃？贵客您稍等，小的这就去拿篮子给您包装好了。不多时，便见到小四手中多拿了一个包裹。大厨听说您喜欢早上吃时，便多打包了一份干净的，让您留在路上吃。这位贵人可别嫌弃了啊！多谢多谢，东西这么好吃，怎么会嫌弃？能得贵客夸赞，咱们家大厨一定会很开心，小的必定把话给带到。开开心心带着满满一个包裹的吃食，往丞相府大门口走的送信官，真正走到大门时，看到眼前的景象，下巴差点掉到地上，捡都捡不起来。实在不好意思，这东西一收拾起来变多了，只得让您多带着一匹马上路了。这是丞相大人和夫人送您路上的喝茶钱，一点点小心意。两位请放心，在下一定把东西平安送到皇后娘娘手里，不落下一件的。婉娘站在大门口，久久不愿回府。
夫人这是想要抛家弃子呀，为夫心中甚是不安。休得乱讲，万一是真的呢？皇宫之中，此御医真不错，够细心。看的时间够久，便是更认真吧。本王的妹妹值得拥有。皇爷爷的小心肝儿啊，看得让人直心疼，真是受了大罪了。若是娘亲在身边，便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说到底呀，还是自家丈夫不好用。最紧张的便是冯婆子。小公主是孙女儿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若是有什么事情，她都不敢想象孙女会多难过。等待的时间都是格外的漫长，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度日如年。回太上皇、皇太后、小太子、逍遥王、云老夫人，在下仔仔细细探过小公主的脉，身体无任何问题，可以同正常人一样玩耍。祖祖，不担心，我很好的。哎，祖的小心肝儿啊，这身体总算是没事儿了。今后啊，可不能这般调皮，再睡那么久，知不知道？不然啊，祖都不知道自个儿这身体能不能撑到小公主醒过来了。祖祖必定会长命百岁，陪着青青一起长大。在于一再三保证下，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下，小青青才被自家大哥和皇爷爷批准，可以出宫去丞相府。在南疆国开始整兵出发时，探子便回了军营。皇上、皇后，属下等人回来时用了2-3日的时间，若是估算没有错的话，最多4日，南疆国大军便要压境。虽是预计4日，但朕觉得提前部署更有保证，减少不必要的伤亡。通知边关百姓，即刻关门前往地下通道，任何人不得有误。由云童带领一队人马埋伏在南疆国必经之处，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其实南疆国最厉害的并不是兵力，而是毒和蛊。想到空间的灵泉水，再加上军医处研究的毒药，加在一起会不会效果翻倍？想到这里，他来不及同帐篷里的人说，便冲了出去，直奔着军医处去。皇后！不等众人多叫几句，便见到皇上也紧跟着出去。走到一半，云婉音想到了什么，就拐弯回了2人休息的帐篷里，用桌面上的茶壶装了灵泉水，来到军医处。从现在起，你们要做出一批毒药，越多越好。先用茶壶里的水试验一下，若是效果好，再来找朕。众人一脸问号，都写着他们不明白为何一定要用茶壶里的水。臣等领命。还需要分出一部分研究防毒物的药物，同样的加入壶中水，到时候找一些蛇虫鼠蚁之类的试验一下效果。具体该怎么做，不需要朕教你们吧？众人本能的摇摇头，此话已经很明显了，便是这茶壶之中的水比较特别。想知道效果，便是要做一份未添加和添加过的，一起比较便能明白。皇上有令，各家各户即刻关门收拾东西，前往地道处躲避战乱。皇上有令，各家各户即刻关门收拾东西，前往地道处躲避战乱。皇上有令，各家各户即刻关门收拾东西，前往地道处躲避战乱。立即执行，不得有误。听到消息那一刹那，百姓们站在原地呆愣了一会儿，整个城镇像是按下了暂停键一般。主要是边关近些年真正算是过得上安稳日子了，没有炮火连天的巨响。皇上和皇后娘娘惦记着大家伙儿，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便让我等来通知了。都发什么呆呢？都动起来，把家中吃食和衣物都给带上了，做饭的火柴和锅碗瓢盆。家中有参军的小伙子不要怕，没接受过训练的人是不能上战场的，都会负责在军中后方帮忙，你们只管安心躲好，没有军令不许出来。说完后便骑着马快速离去，只留给众人一个背影。
哗啦啦跪了一地，向上天祈求，一定要保佑他们的帝后平平安安，上战场必是大获全胜。咱们养的那么些啊，直接送到军营中吧，也不要什么钱了。那些将士们也都是家中的小宝贝，为前线为了大家伙拼命，再吃不饱饭，父母知道了该有多心疼啊。此话一出，便得到很多人的认可，着急把东西收拾好后，便让家里人先去地道里躲着。男人们则是赶着家中的小羊，一直不落地往军营去。哇，这可都是肉啊，味道鲜美，这是清水煮一下，随意蘸点油辣子就香的不行啊。老乡，你们这是做什么？是需要军营帮忙看管吗？这位小哥好啊，大家伙是想把这些羊送给你们吃，不要钱。军营大门处便有人把消息传递了出去，很快前去送信的人便出来请这些乡亲们进去说话。真不错呀，咱家孩子以后也能这么厉害，参军真是好啊。是啊是啊，一看便是没受什么委屈，身子骨看着结实。哎呀，喊军号的声音真嘹亮啊，差点把耳朵给震聋了。事情本宫听将士们说了，只是白送的东西是万万不能要的。若是老乡们价格低上一些，等这次仗打完了，便差人去给诸位送钱，如何？不用钱，这些羊就算不进来军营，开始打仗了也活不了。若是便宜了外人，还不如自家人吃了，大家伙儿心里还好受一些。是啊是啊，本来就是给军里养的羊，提前送过来给孩子们。皇后娘娘，您就当是大家伙尽了一份力好了。这水真是好东西啊，瞧五皇子的样子更傻了。就算是神医来了都救不了。一粒药针对一个人，将士们去下毒的时候都是混在敌方水里。要是效果一样，便是一粒药就要浓缩上百克的药效。不止如此，还要入水即化，大大减少将士们去下药的危险。走到军医处门口的云婉音本想着问问进程，在门口便听见了这一番话。她浅浅的笑容仿佛阳光下照耀的桃花，温柔至极。转身回到营帐里，从空间里取出一个大缸，加满了灵泉水，便差人送了过去。好在两人居住的帐篷比较大，他先是从空间买了一个戒指当做掩饰。仙人道长送的储物戒指可真好用啊，不愧是神仙的东西，令本宫大开眼界。此话一出，便解释清楚他们居住的帐篷中为何会无缘无故出现那么多东西。很快，皇后娘娘拥有神仙戒指便是传遍了整个军营。等萧山听到时，脸色瞬间变黑了。此时再封锁消息已经来不及了。事情后续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的。夫君的脸色极差。夫君，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便是说仙人道长给的东西，保证没有露出丝毫破绽。真的，你要相信你的宝贝儿吗？七音，是不是朕对你太过于宠爱，让你忘记了世间险恶？他若真因为不谨慎你出了事情，朕同孩子怎么活？云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怎么活？你是想要他们的命吗？夫君，哭了。夫君，知道错了，以后不敢了。欣欣，对不起，我不该同你发脾气，应该好好说才对。刚才情绪失控是我的不对，你不要生气，好不好？夫君没有不对，确实是处理时间不周到了。假如有一天自己的夫君不再喜欢他了，想要另外娶他人，那这个秘密是不是让云家人死得越发快了？从前他过于居安思危，顺风顺水，都快要忘记了他来自一时之魂，本身就带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想到还未长大的孩子，他是真的怕了，有一刻是后悔来到边疆。
应该在京城内好好陪着他们长大。欣欣，欣欣，不要多想，历朝历代都没有过储物空间，这般神奇的东西，就算说是仙人道长拿出来的，不管谁听到都会质疑几声。真是担心，质疑的声音多了，便会有心人把话题往你身上引。这等神奇之物，必定会遭到江湖和四国的争抢。这便是朕为何会这般着急。闻言，于婉英更愧疚了。本就在预备打仗的紧张气氛中，因为他的原因，也有可能会吸引其他三国，趁机联手一起对付安阴国。若是……欣欣不会觉得，因为今天的事情，这次战役时间会拉长吧？被说中心事的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到时候他可就是这天底下的大罪人，这等罪责可真是担不起啊！别怕，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嗅了嗅空气中飘来的香气，他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咕噜唱起了空城计，声音之巨大无比。好想笑，但是不能，先忍忍。夫君，还生气吗？那你一定不想吃乖宝亲手做的饭食了，对不对？哎，还真是可惜啊！新鲜宰杀的小羊羔子，这肉嫩得很，配上麻辣鲜香的大料，还放了一些豆瓣酱，咸香咸香的，配上香喷喷的白米饭，咬上一口，一定很香吧？都是真的，一点假话都没有。夫人的手艺自然是没得说，您说第二，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一。英，千万不要得罪女人，特别是媳妇，不然就会像朕一样，差点变成光棍子。等二人从帐篷内出来时，跟在身边伺候的丫鬟和暗卫们才暗松了一口气。皇上黑着脸过来时，众人真的害怕呀，害怕两人打起来。虽然这小主子不会吃亏，但万一伤到可怎么办？那要不要揍皇上啊？帮助主子反败为胜？若是帮忙了，会不会连累丞相府上下呀？是啊，咱们死了没关系，主子家可不能出事情。真是吵架了，他们这些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悄悄观察了一下二人脸色，看着还好。跟在身后的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做了一个手势，互相叮嘱近几日要多多注意，千万不能让他们小姐吃亏。此次必须智取，千万不可莽撞。只要有机会，便把毒药和炸药往南疆国里丢。朕要以最少伤亡人数赢得此次战役，为安阴国统一四国来一个漂亮的开场。统一四国！阎王爷呀，你可一定要睁睁眼，看着如此好的人，让帝后活久一些，咱们普通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呀。大家不舍得死，那您的空闲时间不就多了？那可出门放放假，休息休息。地府打工的阎王爷无语了，手中拿着从地面上刚刚飘下来的信仰之力，十分纯粹，让他陷入了沉思。你还真别说，阎王爷觉得百姓们讲的甚是有道理。招来手下人查了一下此位命的帝后二人是什么来路，竟这般的得民心，着实很了不起。一个新世界的异世之魂，竟然在整个地府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做了女主。很明显，这是被上面给护着的。便在于婉英的名字旁加上了一个小印章，是他的公章。这便代表着此人是不止天上罩着的，他阎王爷也罩着。再看看身边的黑白无常两个大帅哥，再不用用便要发毛了，很果断的把二人也给加上。说实话，挺感动的，没想到老大想要升职，还记得我。我要给老大哭一个。又想使唤我当苦力，算了，
看在她还有良心的份上，忍了。更何况现在一使之魂便是真正的谢月女主了，在战场上都会开挂吧。同样一股纯粹的信仰之力飘到九重天之上，众神仙聚集在一起，便看到是百姓们齐齐跪地祈求。哎，这都几千年没有经过此事情了。这个小位面是出了什么奇人吗？以前怎的不知啊？随着边关进入紧急状态，为了安阴国百姓们的安全，很多封信送到全国各地。要求各路神仙一定要保护我们的皇上皇后平安归来，平安归来呀！手一挥，便有一块天空之镜显现出云婉音的样子。他怎么会有仙灵之地，还自动认了主？怪不得呀，怪不得能收获如此多的信仰之力呀！我去，怎么就被他们给抢了先？这万一谁能没有啊？一丝丝气云像是不要钱一样往云婉音的身上砸，在空间想要够这些东西的他，冷不丁的被一件件东西砸在头上。云婉音抬头望望天，这是空间里没有错，可怎么会有金闪闪的龙鳞甲？啊？难不成有神仙助我？那一双眼睛是世上最干净清澈的眼睛了，真不错呀！仙灵之地选的传承人，看起来便是个好的。多谢诸位仙女姐姐、仙男哥哥们送的礼物，真是太好了，还很实用。哎呀，小姑娘真是嘴巴太甜了，哄得人真开心。那咱们作为长辈也不能小气啊。说完，便有人不断的往仙灵之地上扔东西。唉，怎么办呢？小姑娘也就这一个呀，我肯定不能输。彗星看到军书，他便往下面扔了军功书，什么火箭大炮呀，总之应有尽有。站在空间的云婉音这次亲眼所见，空中不断的掉落东西，很多便堆成了一座小山，简直是震惊了他的双眼，久久合不上。诸位神仙哥哥姐姐们，等一下哦，要回礼给你们。云婉音想的是，都有神仙关照了，那阎王爷是不是也有的？反正老二会赚钱，他就钱多，买上一份，就算是没人收走，便留着自己用，刚好被他歪打正着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下一秒他嘎了，阎王爷和黑白无常三人都得急眼，让他原地复活。天上的哥哥姐姐们，地下的哥哥姐姐们，收礼物啦！小东西不要嫌弃哦。便挥挥手出了空间。夫君，三哥哥还在吗？出发了吗？刚刚出发，现在追还来得及。话音落，夫君先去试试，这一件给三哥哥送去便回来。萧山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去，便跟在他的身后护着安全。四个小丫鬟没有马，只能急得在身后直跺脚。咱们几个要养马，培养感情。是啊，不然再有下次，小小姐身边还是没人伺候。小祖宗哎，您是要吓死三哥回家继承遗产吗？于婉音翻了个白眼儿，就三哥哥仨瓜俩枣的，连他的零花钱都比不上，有啥好继承的？就给小侄子们继承着玩玩得了。三哥哥，好，皇后娘娘有何吩咐？那这是上等的铠甲，世上只有2件，是仙人道长送与你同皇上的。听到世上只有2件，云童的本能反应便是扔了回去。龙鳞甲在他手上像是什么脏东西一样。妹妹一定要穿好了，三哥皮糙肉厚，肯定没问题。姑娘家的可不能身上落了疤，到时候再哭鼻子。放心吧，本皇后可是天运之女，老天爷会保佑的。别墨迹了，赶紧穿好，早日归来。妹夫也真是的，堂堂皇上总是做护卫的活。继续出发。有些同他关系亲近的故意走上前带着讨好。云大将军，您若不喜欢这件战衣，不如……瞧瞧你们能耐的，都能发表如此言论，
还不是将军命好，有一个好妹妹，身居高位就算，还如此细心。嘿，您兄妹感情真是极好啊！必须的，妹妹便是天底下最好的，千金不换。顺利回到军营之中，一个瞬间便来到空间之中，看着满地的东西。萧山一时不明白，小丫头从哪里买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夫君，可知此物是哪里来的？不知，夫人请讲。是神仙送的。您会不会要打仗了？你过于紧张，才觉得这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君，未必太小看本宫了。我可是安阴国的皇后，怎么会怕打仗？众神仙此时正在天空之上吃着各种美食，美滋滋的看着天空之镜中的两人。你臭小子不相信自己媳妇儿，会不会挨揍啊？来，大家打个赌，要是挨揍了，你们把手中的零食都给赢的一方如何？不道德呀，竟然想哄骗大家伙零食，才不要呢！夫君，是不相信本夫人讲的话吗？不是，没有，你别瞎说。朕以皇位起誓，在天下只信任夫人一人。好一个狗腿至极的成婚男子，果然甚是会花言巧语。晚辈见过诸位神仙，还请多费心思护好小丫头。不错，算个有心人。大手一挥，便有几道机缘落在他的身上。萧山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光芒，又是深深的一拜。晚辈多谢诸位神仙照顾，感激不尽。怎么样？本夫人便说了，只要是我说的话，就没有假的。从今日起，咱这身后不只是有神仙们罩着，还有阎王爷等人罩着，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他很清楚，童年时的身体是因为他才有所改变的，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安阴国，也没有现在的帝王，世间万物都不如他。为了能让小丫头后半生无忧，这次战役他就算是拼了性命也要一统天下。南疆国大军是女帝亲自带队，咱们马上就到了。若是安阴国皇上看到您，属下觉得他必定坚持不到3秒钟，就会跪在您的16裙下。怎么会有如此美人呢？不就是一个安阴国的皇上，女帝想要便给他呀。安阴国各个城镇很是自觉地开始戒严，凡是无事者，众人皆不出门。草民愿意拿出大部分身家用于国家打仗。边关此时正是忙碌的时候，知府们便把消息传到京城里去。小公主萧青青正好听见，百姓们有心便是最好的事情。凡是捐赠之人，由太上皇亲自赐一方牌匾，并按上印章，所在城镇皆在中心立上一块石碑，刻上姓名的顺序便以捐款的金额来定。便衣出宫的太上皇本是为了让小太子与妹妹见上一面，没想到收获如此好建议，觉得小孙女儿比小孙子还要聪慧，真是萧家之福气。夫人怎么样啊？是不是比老三这个亲儿子还要聪明？咱萧家的老祖宗也不知晓，是不是在地下把头都磕破了才求来的？萧家的祖宗们真的会谢，咱太上皇可笑死了。被颠在空中的萧青青并没有害怕，这等高度对于她来说简直是小儿科。夫君抱得够久了，时间长了对手臂不好。嘤，世上最可怜的太上皇非我莫属啊。本宫二哥哥在看啥？再看也不带你去。为啥？你走了，谁赚钱呢？被这样提醒，萧世彻沉默了，心里的悲伤逆流成河，哭得好大声。天空之上的神仙们看完于婉音，便来看他的孩子。这个小女娃来历不凡呐，是那个位面的神女，
瞧他身边的4只神兽守护着。身边金光闪闪的小男孩，是得了财神爷的传承。我喜欢，我最喜欢的财神爷了，是我的，都别抢！此生迷恋这个男人，到白发苍苍，永不变心。还是那位小太子是什么来头，连他们都看不透。这是哪里来的？为何天道一点反应都没有？在御书房忙碌的小太子猛然抬起头，对着天空之镜的方向看过去，神仙们被吓了一大跳。我去，被臭小子吓到了，一点也不可爱。对，那眼神看起来特别精明，看起来便是不好惹。便瞧进御书房中，萧世修感觉到很多视线落在自己身上，感觉被看透了，心情很是糟糕。专心些，不要走神。呼呼就不痛，呼呼痛痛飞走了。小师弟乖乖肯定不会哭，师哥哥帮你凶师傅傅，有事请师哥在。师傅傅，您作甚？为何要用戒尺揍小师弟？他肉太嫩了，经不起这般用力。真是，人心真是善变。以前小徒弟最爱他了，如今有了小师弟，心中便没有了师傅，真是让人有些难过呢。小太子脸上却十分得瑟，挑衅样的看着师傅，让人气得牙痒痒的。都是些不孝之子啊！哎呀，那小玩意儿又笑了。大家伙都从他的笑容里看出来不怀好意，心里一致认为不要被臭小子盯上了，不然内裤都不剩。萧世修只是对着天空之镜微微挑眉，并不再理会那些不知名的人。总之不会有恶意便是了。小小一只奶白菜，日命埋头处理着国家大事，还分出一丝心神，记挂着远在边关的父亲和母亲。有没有收到弟弟妹妹写的家书？吃不吃得饱？茵茵，放心吧，在你身边得了这么多好处，整日的训练都没有落下，一般人不会是我的对手。这龙鳞甲还是你穿上，朕才能放心，不然在战场上心中便一直担忧着你，杀敌时候还会分心。你确定？到时若是出事了，我便带着孩子改嫁。不对，到时候我便招婿，让其他男人给你孩子当爹。不愧是我们家小小姐，就是飒气，牛逼！主子永远是我的偶像，眼眸亮晶晶的。皇后娘娘真是帅他一脸呢。这是我主子，何止是牛逼来形容。茵茵，不会有这个机会的，朕必定会平安归来。看到他是铁了心，云婉音便不再强求，想着在真正交手时他多留意些。天上，这龙鳞甲就如其名字一样，是真龙身上的精灵所制成，世间独一无二的两件，可谓是刀枪不入，无坚不摧。人家帝王只是肉身之躯，若能穿着此龙鳞甲，在战场上必能勇猛无比呀。仙界有规定，神仙不可以随意插手凡间事宜，像是他们所赠之仙器便是钻了空子，是在大战开始之前，而不是之后，倒没有坏了规矩。等南疆国大军到时，女帝为何不开心呢？您同安阴国皇上穿的颜色一样，别人乍一看还以为你们便是两口子呢，看起来便是郎才女貌，般配至极啊。从另一个角度把事情说出来，整件事情都变了味道，红的女帝整个人花枝乱颤，笑得迷眼耀眼。不得不说，看看人家的出场方式多好看呢，美轮美奂的，就是挺骚包的。轿子里的美人不冷吗？意识到对面来的是什么东西时，萧闪便把眼睛看着马儿的头颅，担心自己长鸡眼，暗骂一句丑人多作怪。只是这一幕落在南疆国女帝眼里，便是她不好意思了，怕多看一眼就把持不住。很好，你们最终都颠成了我喜欢的模样，
安阴国之帝王，久闻大名，今日终于见到了。等他说完话，空气中一阵安静，没有任何回应，一时间竟然有点尴尬。大胆，女帝说话竟敢不应，是看不起我们南疆国吗？那便让你感受一下厉害。云婉音黑了脸，搞半天是有人光明正大来抢男人了。看着自己夫君那招桃花的脸，有些嫌弃的撇撇嘴，真是蓝颜祸水啊！一个眼神甩给夫君，对方很快的便领略到意图，轻轻夹着马背往后退了2步，躲在他的身边，完全就像一个乖巧懂事的小媳妇儿一样。说好的英明神武、屡战屡胜的战神呢？却是这玩意儿。他躲后面了，躲后面了，躲后面了。安阴国皇后云婉音，久仰大名。皇后娘娘穿军装，还真是英姿飒爽。你长得真不错，是个大美人。你不知道本女帝是冲着你夫君来的吗？还敢如此夸我，就不担心鸡飞蛋打，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想必关于安阴国帝后之间的美丽爱情，已经在全天下传颂过了，世人皆知晓，皇上对我情根深重，便是路上的母虫子，他都不会多看一眼。既然本女帝来了，便不能空着手回去。就算你长得美，也没有特权哦。这男人有没有都行，但安阴国的两种实在是让本女帝眼馋得很。谁让你们把持的密不透风，连安阴国子民都是硬骨头，折腾了许久都没有拿到一粒粮食。大战一触即发，躲在地道里的百姓们能清楚地听见战场上的厮杀声。求求老天爷呀，一定要保佑孩子们平平安安地从战场上下来，保佑安阴国呀！保佑皇上，保佑皇后娘娘！百姓们不断跪地祈求的信仰力越发纯粹，很快便惊动了众神仙。真是好东西啊！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东西，这俩人唾手可得。女帝，手下放出去的毒虫毒蛊根本进不了他们的身，这一点太奇怪了。既要出手，便别留余地。若是受伤，可别找本女帝哭，说不疼惜美人了。此人废话挺多的，好好的一个人，偏偏长了一张嘴。所有人回。安阴国和南疆国两边的将士们速速回归到队伍之中，战场上为两人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躺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然本宫还是收着些吧。瞧瞧，都没有正儿八经出手，便把对方摔到狗吃屎。美人儿，可需本宫搀扶呀。这可打翻了萧山的大醋坛子，骑着马便站在两人中间，一脸不善地看着地下的女人。还请自重，离朕的皇后远一些，保持距离。在下同皇后娘娘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啊！我的娘，我的老，我的好，太好看了！皇后娘娘，都说同性之间惺惺相惜，本女帝是清楚，肯定是打不过安阴国的。不如您大人有大量，把两种卖到南疆国，两国之间交好，岂不是美哉？萧山忍不下去了，顾不上男女有别，只想把夫人抢回来，便想着伸手把人给抱回来。怎么回事啊？一边是美人，一边美男主要是亲亲夫君呢。略微不舍地推开怀中的女帝，想要哄哄夫君。感受到他的动作，女帝怎么会愿意？柔软的身子贴得更紧了，双臂紧紧地抱着他，眼神很是不满地看着萧山，活生生像是看小三儿。事情发展的方向越来越奇怪。皇后娘娘，您瞧皇上可真凶啊，会不会传言有误啊？这皇上私底下对您一点不体贴，其实过的日子猪狗不如。不如
随着本女帝一起回南疆国，这地位也让给您做，把咱云家人都接过来，一起享受生活。您觉得怎么样？好啊，只是本宫与夫君商量过，想要一统四国，不如南疆国直接归顺安阴国，这样如何？很适合本宫心意呢。你个冷心冷情的女人，亏本女帝是真心实意邀请你入南疆国。哼，朕就知道，皇后心中只有朕一人，再也装不下第二个人，你便死了这条心吧。女帝是想要两种，也是为了百姓谋福利。安阴国近几年发展，相信女帝也是看在眼中的。你是真的不好奇，短短几年时间，为何会发展成如今这副样子吗？南疆国女帝陷入沉思，她心中有很多疑惑，既然打不过，她也不想随意的树敌。那便打扰两位了，既然来到安阴国地盘，本女帝便感受一下风土人情吧。南疆国大军听令，往后撤退50里地，安营扎寨，静等女帝归来。就算您过去，也需要人伺候啊。不必了，相信皇后娘娘一定会安排人伺候的。还是带上几个人吧，军营里除了本宫，便只有4个丫鬟。这便是产量极高的2种吧。皇后娘娘直接让本女帝看到，就不担心被偷了去？这么多粮食，就算是被挖走一些，也看不出来吧？哼，真当他们这些暗卫是死的吗？南疆女帝闻声而望过去，便看了一身护卫打扮，样貌却很是出彩，便有些心中欢喜。他是个正经人，不影响好色呀。南疆国民风彪悍，特别是男女之情，只要是相互看对眼，就可以在一起处对象。云婉音和萧山两人都看见莫一耳朵红彤彤的，像是害羞，此景便是发现了新大陆。长相6分，还算配得上女帝大人，只是身材不知如何，有没有腹肌之类的。待会南疆国做9夫勉强够格，等有机会替女帝验证一下。再往前走一步，就别怪在下不客气了。怎么不客气啊？还真是让人好奇呀。来啊来啊，让本女帝看看怎么不客气。是个男人你就来。说男人什么都行，偏偏不能说你是不是男人。两人站在一起，便像是欢喜冤家一样，有种难以言喻、充满和谐的美感。瞧瞧，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莫一呀。谁拿捏谁还不一定呢。等南疆国成了附属国，也不是不可能。不喜欢他，他偏偏就要。他就不信了，凭着惊人的美貌，还能拿不下一个男人。女人什么都好，就怕是有恋爱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女帝请。南疆国女帝鼻子嗅了嗅，便被茶香给吸引了，一口入魂，让她感觉到欲罢不能。女帝有种不好的预感，吃完这顿不会把锅给卖了吧？哎呀，平日也没什么好吃的，便只能烤新鲜羊肉，凑合着吃吧。夫人说的对，天天都吃腻了。咕噜咕噜，咕咚咕咚。明明知晓眼前两人不安好心，可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女帝撇开眼睛，不看桌子上的食物，努力在克制住自己。她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女帝。唉，果然漂亮女人都是好运呢。那雪白雪白的柳蛇腰，手感一定很好。怪不得男人喜欢女人的腰，咱看着都动心。听说女帝男宠无数，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带本女帝去找你们主子。皇后娘娘，今日本帝便亲自同你比划一下。云婉音没有多说话，笑着点点头。操练场上你来我往，刀剑速度快到只能看到残影。
皇后娘娘好帅气啊！这身手，这动作，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女神，杀我呀！萧山站在高高的树枝之上，时刻注意最中间的动态，只要一丝不对劲儿，不只会拼了性命把小丫头救出来，还会毫不留情地杀了女帝。感受到主子身上的冷气，莫一心中都替那个女人捏了一把汗。老实待着不行吗？总要在作死的边缘蹦的。南疆国女帝，您认输吗？一出手时，双方的差距便让他意识到，肯定赢不了安英国皇后。本女帝，你猜？认输。只要安英国把高亩产良种送与南疆国，那本女帝便归顺。圣旨上女帝有说，还是归她管理。咱们可要偷偷的，别大肆宣传啊！那安英国就那点地，运出来的良种都是有数的。若是被其他国家知晓女帝用什么方法来争抢，可怎么办啊？是啊，别人争了去，大家伙便种得更晚一些，家中老人孩子多饿上一些时日。普通老百姓也有自己传播信息的方式，一传十，十传百，得到了南疆国百姓一致的赞同。无形之中，凡是有外人打听良种的事情，众人都是闭口不谈，血战英国一样，埋头苦干发大财。主子，要么让厨房做点大肘子，您吃点儿。或者想吃煎饼果子嘛，多放2个鸡蛋，整一顿烤肉，实在不行2顿。想尽一切办法，为了让主子高兴，女帝还是一言不发，闷闷不乐。让莫一大人亲自来喂可好？好。保佑帝后2人长命百岁，信女愿意一生吃素。保佑！越发纯粹的信仰之力，众神仙们想到飞升之时，积攒了多少万民的信仰力。如今2个天道宠儿不费什么力气，便能得到源源不断。天道这是给大家伙找的小辈，提前让照顾的。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关怀着身边的好友。毕竟在了无生趣的9重天上当神仙，日子甚是无聊，就指望着互相说说话。不管谁陨落，心中都是不好受的。政委想多了，大家伙儿都很好。要再下看，天道是为拯救苍生，而安排小丫头去到小位面，并不是要留在这里做神仙。至于完成任务后她会去哪里，一切都是未知数。在南疆国成为附属国之后，在莫一亲自喂饭下，女帝终于露出了笑容。可否让莫一大人同在下一起回去？这本宫做不了主，不如看看皇帝的意见吧。莫一从小便陪伴在朕身边，就像朕的兄弟一样。此等大事情，就要经过他本人同意的。皇上说的有道理，自然是要问过莫一大人才是。哎呀，快给本宫向莫一进来呀！等不及要看结果啦！恕在下不能答应。你说什么？莫一心中是有些不忍，但从小在安卫营长大，保护皇上便是他的职责。他作为下人，便要做好本分，不能得寸进尺。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应，南疆国女帝难得红了眼睛。好一个美人落泪图啊！古人诚不欺我，古代美女可真是梨花落泪，让人看着就心疼不已呢。渣男！莫一无奈，骂别骂吧，他能对不起女人，绝不能对不起主子。那你同朕说说，为什么不愿意同女帝回去？是大家误会了吗？属下是安英国的子民，也是皇上的护卫，自然是要在您左右的。你的意思是心悦本女帝，只是身负重任，做不出抛弃主子的事情，对吧？本女帝就知道没有人会不喜欢我，除了皇上这个死变态，不，美男子。心中觉得女帝真是来克他的。这个女人真的是就不能低调一点啊？南疆国都是女人娶男子，若是莫一大人愿同本帝过完后半生，
本女帝，不，我愿意同安阴国一样举行大婚仪式。实在不行，皇上您再找一个人去管理南疆国，本女帝就留下来同莫一大人过小日子。女帝万万不可呀！百姓们还等着您回去主持大局呢。妈呀，看不出这位漂亮姐姐竟还是个恋爱脑，这可要不得。莫一，到现在你还不说话吗？真要看着他为了你放弃一切吗？放弃他的国家，放弃他的子民，最终落得一个骂名。相处几天，他发现女帝是脆弱的，很多事情都在硬扛，就算是做不到的事情也会想尽办法，是为了给百姓们一个交代。他身上的韧劲儿深深地吸引着他，还有时不时露出来的温柔可爱，一点点刻在心底。他也在赌最后一次，眼前的男人是不是他的良人。若是他选择错了，他便不会有一丝留恋的转身便走。若是还请皇上和皇后娘娘成全，属下想同女帝白头偕老，一起回南疆守着她。一眼便喜欢的男子，在最关键时刻选择陪他一起走，那便是选对了。普通女子所求嫁心爱之人，过安稳日子，就算身居高位的他也免不了俗。是的，刚才说的那一番话是他故意的。他不会放弃国家，也不会放弃爱戴他的百姓，任何时候他都会做好一个女帝该做的事情。还是他单纯，女人心海底针。哎呀，说的好像我们夫妻二人棒打鸳鸯一般。既然做好了决定，本宫便祝福你们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再生上一窝小崽崽，以后南疆国便有继承人啦。一窝，听着跟猪生崽一样，怪吓人的。女帝猥琐一笑，挑了挑眉，一脸期待的样子，一看便是色女。两个女人在这一刻有着非一般的默契，那笑容不忍直视。算了，就当是朕送你的新婚贺礼吧。新郎被扒光裤子挨板子，着实不好看。板子必定是要挨的，还请皇上给恩赐，不让属下脱裤子露出屁股蛋子，便是最好不过的。无规矩不成方圆，还请皇上不要心疼属下。有些规矩不能破，这顿板子属下扛得过去。真的好爱跪哦。是啊，挺麻烦的。大哥，您可要挺住了啊，今后更好的日子等着你呢。板子不断打在莫一身上，女帝只是守在身边，心疼的掉眼泪，也没有说一句话。军营里的人听见声音，都闻讯赶过来。莫一大人，可要坚持住啊！让大家伙看看，是不是铁血铮铮的汉子？是啊，听说您喜事将近，大家伙提前给您祝贺了。多谢诸位祝福，到时我们夫妻二人必定请大家伙吃喜酒，还请不要嫌弃薄酒。好，兄弟们作为娘家人，肯定要随礼的。问世间情为何物，只让人以身相许，空气中都是恋爱的酸臭味。皇后娘娘真是越来越有文化了，说出来的词都高级。就是恋爱是什么，也没闻到酸臭味啊。感受到身上的伤口并不多，甚至能正常走路，莫尔心里就有止不住的感恩。好，不愧是最厉害的人，是条好汉。莫一大人真厉害，以后同人家好好过日子啊。若是挨媳妇揍了，您也别吭声，大家伙儿不会帮您出气的啊。属下多谢皇上恩赏，皇上万岁万岁万岁！莫一跪在地上，心中是不舍的。与大家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就像是家中的兄弟姐妹一样，都是真感情。如今他却……就算你我成婚了，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回家看看，本女帝都会陪着你回娘家。边关城镇内，这日子可真好啊！大家伙儿就当是休息几天了，真舒坦呐。我们国家更强悍，更厉害了。御
前来边关送家书的送信官看着面前乌拉拉的一群人，怎么回事？难道消息有误？这场景好熟悉呀！还真是，皇后娘娘很小时候便在边关，云家送东西要么是一车，要么就是这样。咋的啦？都在这里迎接在下呢。百姓们有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人年纪不大，倒是挺不要脸的。切了一句以后，转身不再多看他一眼。送信官看着一哄而散的人群，他有些哭笑不得，怎么就招人嫌弃了？给皇后娘娘请安，这是宫中3位小贵人，还有丞相府众人，让在下带来的。一路上辛苦了，下去好好休息。等不及要看信。本公主殿下最漂亮的娘亲亲，多日未见，可有好好照顾自己？弟弟可有乖巧听话呀？世上最好的娘亲，请务必照顾好身体。星星在家里被照顾得超级好，不用担心哦。一张纸上写得满满当当的，都是关心的话，让他这颗老母亲的心又甜又酸涩。小姐，你可要注意身体啊，不能大喜大悲。3位小主子知晓之后，必定会难过的。云婉音此时已经泣不成声了，她听到小莲说的话，情绪上来时根本止不住，难过到整个人不断抽抽。除去云莲，便是云烨年纪最大，心思最为细腻，赶着上前几步，轻拍他的后背顺气，低声劝解道。云满小跑出去请了御医，云池跑得气喘吁吁的去请皇上。茵茵，夫君，青青写的信里面都是关心，叮嘱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在战场上不要受伤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提到小闺女，就算帝王也免不了俗，眸中泛起了红圈圈。在边关后，他不止一次想到3只小崽崽，看小丫头忙来忙去的样子，他不敢轻易提起。茵茵乖，不难过。若是真的想孩子，便回去看看吧，边关暂时安全。岳婉音心动了，这一刻有些懊悔，同为穿越人员，他怎么没有神兽，可日行千里那种？还是按耐住心底的躁动，夫妻2人坐在一起看完剩下的家书。夫君，安乃最讨厌写大字了，这次写信必是费了功夫的。云池年纪最小，在家中时受到的关照最多，在他心中2位老人就像亲爷爷奶奶一样，忍不住放声大哭。他好想回家吃府中大厨烧的饭菜。小侄子可是想家了，本宫让人送你回去可好？想家了，想家里的美食。这个小吃货，搞半天还是惦记吃的，无语。小孩子真难带啊，这脑回路就是不一样。跟我想的一样，不愧是小池姐姐。想孩子，想爷奶，想父母。夫君，开始布局吧，本宫要早些陪孩子。萧山哪里有不应的道理？青青乖，真是个勇敢的孩子，如今便会给娘亲写信了，太厉害了吧！外面突然冲过来一个疯疯癫癫的身影，被守在附近的将士们给拦了下来。听着吵吵闹闹的声音，云婉音放下笔出来。咦阿姨，欧嘞欧嘞欧嘞，漂亮媳妇儿！下一秒，无情的掌风便向他袭来。说来也巧，与将士们商议完军事，萧山便想着早些回来看看小丫头。你算什么东西，敢对朕的皇后不敬？哎呀，不管嘛，就是漂亮媳妇儿。你个坏人，同本宫抢媳妇儿，打死你，打死你！有一刻，于婉仪的心中升起了一丝愧疚，可想到眼前人派出杀手刺杀自己，便消散到一丝不剩。被
被人反反复复的踹出去，五皇子还不算太傻。漂亮媳妇儿，替我报仇！岳婉音听着心里膈应的很，他有洁癖，也不想删他。五皇子不明白，他的大脑里只有一个人的样子，便是眼前的漂亮姑娘。他每天都想要找到她，告诉她同自己回家，以后便是身份尊贵的什么呢？想到这里，脑子又卡住了。放本宫下来，要带着漂亮媳妇儿一起走。你们这些该死的下人，狗碎的，竟然敢碰本宫！皇帝老儿左拥右抱，搂着美人享受呢。直到探子回来报消息，儿子他多的是，不差这一个。重要的是，五皇子在陈宇国皇宫内被人掳走，他的安全问题遭到了威胁。那些御林军是吃白饭的吗？这是养了一群饭桶。这什么时候消失的？多久不见的？便没有一个人知晓，直到现在才来报啊！消息传到驸马府中，主子，属下已经派人去寻小主子，特别是安阴国，若是有消息，很快便送回来。唉，真是没用的东西！小时候受的那么多苦，性子还如此莽撞。主子，小主子年纪还小，做事难免有些莽撞。别急，知晓你看着五皇子长大，自然是上心些。多派些人与安阴国帝后聊聊吧，态度要客气尊敬。若是五皇子还活着，便领回来。他们能这么大胆，直接灭了五皇子？为何不敢？那是被万民传颂的帝后，在战场上屡战屡胜的战神夫妇。五皇子算什么东西？以为自己很厉害，可以挑起两国战争，坐收渔翁之利吗？感觉到那人散发出来的冷意，黑衣人不敢抬头。通知下去，以前的部署都不能用了，等小主子出生后再谋划。黑衣人出了驸马府，站在那里看了许久，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想到小主子的反应，现在才明白他才是最单纯的那个。这一次他要亲自去救小主子回来。这真是一点不留空隙啊！怎么进去啊？在军营内的萧山像是感应到什么，摩尔，带人去查查外面什么情况，有客人在了，顺便把五皇子请来吧。是，主子爷。将士们一脸惊奇地看着皇上，想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是安卫秘密传音？一盏茶的时间，莫尔便绑着几十号黑衣人进来，最前面的黑衣人也是头一次离萧山那么近，一时间竟呆愣在了原地。此人不会是看上妹夫了吧？可怕！看什么看？没看过美男子吗？爸爸，不要揍人！五皇子，是属下呀！你看看这边。你是谁啊？为什么要大喊大叫？你不乖哦，会被打屁屁。安阴国帝王未免太过分了些。怎么说五皇子都是陈宇国的人，怎么能被如此对待？皇上是想同陈宇国开战吗？你是谁？陈宇国五皇子刺杀朕的皇后，既然承认，接下来的事情便好办了。安阴国即刻便会发兵攻打陈宇国。等等，这次是五皇子不对，皇上想要什么赔偿，尽管开口。哼，那点东西打发谁呢？大家伙准备拿下陈宇国，给皇后娘娘玩呢。漂亮媳妇儿！轰的一声，五皇子不出意外的又被萧山给揍了，直接扔出了帐篷外。既然你是来接你主子的，那便接走吧。当着人家夫君的面喊漂亮媳妇儿，这不是找死吗？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五皇子在军营中会被如此对待。他明白自己人微言轻，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能带着五皇子回去找主子想办法。
走了又如何？五皇子体内有毒素，加上军医们来回折腾喂了不少药，如此身子亏空的厉害，全靠一口气吊着，随时都能嘎了。死在安阴国边关可不行。去点上几10万兵将，务必一举拿下陈宇国。穿好乖宝给你的龙鳞甲。好了，皇上，您就等着好消息吧。陈宇国老皇帝还被蒙在鼓里。皇上，皇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有一队兵马冲着陈宇国来了，据说来势汹汹啊！来人呐，摆架！不过一瞬间的功夫，他便想明白了，还不知道来者何人，不一定是要同陈宇国开战。都发什么呆呀？还不赶紧去准备轿子！赶紧的！耽误了皇上事情，小心你们的脑袋！哎，大公公您别生气，小的这边就去。云童带领着40万大军，气势汹汹地来到陈宇国边关处。哎，瞧着，若是打起仗来，陈宇国必输无疑啊！是啊，是啊，不知道安阴国为何突然来，是有什么原因吗？哎，你们还不知道吧？怎么了？这位军爷，您讲。哎，这说起来，你们百姓也是受了无妄之灾。本身两国之间没有冲突，也能相安无事的过日子。百姓们疯狂点头，确实是这样。他们的皇帝昏庸无能，从不主动发起战争，这一点来说很不错，算是个优点。这位军爷，您接着讲啊，话讲一半多难受啊！那好，看着你们可怜，便讲讲是怎么回事吧。还要从这到最后啊，还好是皇后娘娘命大。可那是皇上刚在心尖上的人，安阴国将士们都不乐意。于是乎呢，皇后娘娘的亲哥哥便带兵来讨伐陈宇国。哎呀，最可怜的便是你们了。每天兢兢业业工作，安安稳稳过生活，最后还要被皇家人给连累，若是真打起来便丢了性命。说完后，带着同情的眼神看着陈宇国的百姓们，表现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走开了。军爷那眼神像是在看尸体一样，对不对？把五皇子交给安阴国，交给安阴国！大家伙不想打仗，不想打仗，还我们和平的生活。被拦下来的老皇帝，放肆，大胆！这些刁民竟然敢冲撞朕！来人呐，御林军，把这些人都给朕给砍了！各位父老乡亲们不要怕，御林军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人群里也有他们的父母，只要不伤着自家孩子，便往前冲，必定要拿下狗皇帝，让他把五皇子交出来！冲啊！该死的老东西，还不赶快来护着朕呐！你们可别往前冲啦！你们这些刁民，走开！踩着朕的脚了，朕的小腿呀！哎呀，朕的老腰啊！所有人都往后退，离皇上远点儿。皇上哎，老奴扶您起来，您可慢着点儿。朕就说老我便是个讨债鬼，如今人不见了，还惹出来这么大的烂摊子，让朕都跟着受罪。来人呐，快派人去给朕找五皇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才多久本性便暴露，真的是藏不住一点。皇上，咱还是快些去城外吧，也不知城中发生的事情自然是瞒不过云童的，连他都能看出来陈宇国就像一盘散沙，越是这样他便越不着急，随即便吩咐大厨们开始做饭。那些羊肉啊、猪肉啊、青菜都要多放一些，要营养均衡。老天爷呀，这肉咋这么多嘞，跟不要钱一样。娘嘞，当兵待遇都这么好了，让人怪羡慕的。哎呀，还是安阴国的人会投胎啊！瞧瞧人家这日子过的。你们说，今日那些军爷要怎么炖肉啊？
是清炖的还是红烧啊？嗨，肉怎么炖都好吃，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油花，就算扔进去些青菜啊，都嘎嘎香。别人打仗都是又苦又要命，安英国还真是不一般呐，这么多大军的伙食都供得起啊。老皇帝想的还同百姓们真不一样，他看到将士们这样造，第一反应是对方国家恐怖到何种地步。皇上驾到！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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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恭敬跪在地上的百姓，让老皇帝心中舒坦了很多。只有安英国的将士们只是看了一眼便各自忙活着事情去了，没有多停留一分。什么玩意儿？人家是来打仗的，都来到城门口了，便是没把皇上放在眼里，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大厨的厨艺见长啊，大肉块炖得嘎嘎香，香飘10里，肉汤拌饭也能香好几碗。让你们放开肚子吃，真要把军营给吃穷了呀！将军此言差矣，都放开吃了，也没您说的这样。在下奉安英国皇上之命前来看望您老人家，因五皇子派出杀手刺杀皇后娘娘，特来讨得公道。此事真没有听人说起，当中是否有误会啊？眼瞅着他不要脸，云童浑身冒着冷气。冻云家放在心尖尖上的妹妹，那便是要他的命。厉害，好厉害！咱家愿意做云将军的狗。英，安英国人不讲武德，动不动就放冷气威胁人。云将军别生气啊，对于五皇子的所作所为，朕回去必定要人好好调查一番。若是真属您所言，朕必定不会包庇这个不孝之子，交给安英国处理。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还请云将军带领着大军往后退上几十里地，如何呀？恕在下不能从命，皇上有令，3日内见不到五皇子，便攻打陈宇国。你皇上哎，皇上，您可要注意身体呀，千万别生气。云童微微挑眉，看着他们演戏，还真别说，挺有意思的。御林军首领呢？让他来见朕。皇上，您有何吩咐？去查五皇子到底是去了哪里？竟然在朕眼皮子底下惹出塌天大祸来！他一个小小的皇子，无权无势，从哪里找的杀手啊？整件事情他想了想，心中越发不踏实。老五没有亲娘，没有外祖家做靠山，他一直认为翻不起来浪花来，没想到这么多儿子里面，最先出事的便是他。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回老大，是云将军带着大军来讨公道了，还说必须要见到五皇子，要不然就以此理由对陈宇国发兵。城中百姓得知原因后，都在找五皇子，快要把殿下骂死了。咱现在还回宫中吗？不如把五皇子回来的消息放出去，让陈宇国乱上一乱。咱们呢，吃好穿好睡好，就坐收渔翁之利吧。唉，守在书房门口的小厮看见他们，便去后院之中报信。公主是位喜爱美色的，对于身边的夫君，夫君，你是新月本宫的对吗？第一次见便新月夫人，再也无法自拔。哄得他怀中的公主开心到不行，觉得她真是好运气，最后嫁得如意郎君。沉浸在自己美好的幻想中，公主便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夫人也累了，早些歇息吧。礼不可废，万万没有让夫人难做的道理。
为夫便是走动几步路而已，顺便去书房练练字，静静心。夫君，等本宫调养好身子，保证把你给喂得饱饱的。主子，小主子在安阴国备受折磨，怕是傻了。什么？人变傻了？确认过吗？连安阴国皇上都亲口说给五皇子下了密药，世上无人能解。属下与五皇子说过话，就像是几岁孩童一般。还有话便讲，别吞吞吐吐的。你说什么？五皇子被人给睡了，还不少人。安阴国皇上为何会这样做？回主子，小主子追着安阴国皇后叫漂亮小媳妇儿，世上谁人不知那皇上是个妻奴，还是个醋坛子呀？你刚回来，对于城中事情还不了解，这五皇子我们是保不住了。皇后娘娘的亲哥哥亲自带领几十万大军来讨公道，若是见不到人便会攻城，连老皇帝都派出人来到处找他。主子，属下求您救一救小主子，他也是您看着长大的，真送出去那便是死路一条。陈宇国的兵真的能退吗？不好了，不好了！府门口围了好多百姓，都举着火把让你把五皇子交出去呢。还说若是不交人出来，便放火烧了驸马府。糟糕了，上当了！五皇子能回来是萧诗安故意的，就是为了冰岛陈宇国的理由。一定是我暴露了。若是预料不错，公主马上就回到。快，带着五皇子先走，找个地方藏起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回来，包括老皇帝。夫君可听见外面的动静？下人来报，外面的人怎么会来驸马府找五皇子？难道夫君与之认识？夫人还信不过为夫吗？不如让家里下人检查一番。本驸马与五皇子无亲无故的，怎么会认识？还藏匿在家中？来人呐，给本宫好好搜一下院内，特别是驸马爷的院子，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眼看就要被人抓住，他拼尽全力甩开身后的人，以他对地形的熟悉程度，把五皇子藏在一个草垛子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殊不知明面上的追杀他的人是故意安排的。云童武功高超，轻功更是出神入化，悄无声息地跟在他的一侧，看着他离开以后，便把五皇子带回了驻扎部队。云将军，本宫知道你是皇后娘娘的哥哥，就是长得像天仙一样的女子，传言在云家最受宠。想当初听到此话不以为然，真正见到后，就你什么玩意儿，也配提我妹妹？是，本宫不配，这辈子不配而已。那下辈子呢？下辈子呢？下辈子呢？必定要生生世世缠着袁婉音，比萧诗安更早认识她。你想屁吃呢？还想缠上本将军的妹妹？等你死了之后，便让仙人道长给你封住，生生世世不得入轮回。牛逼呀！论脑子还是将军的好，可不能让皇后娘娘被脏东西缠上了。在外面守着的百姓能清晰听见院子里的动静，很快便有小厮解释：公主闻言有贼人入府，特地让全府人出动查清楚。若是真如诸位所说，必定会给一个交代。回公主角角落落里翻了个遍，没有看到五皇子。夫君，本宫是相信你的，只是一个不注意便会失去性命，才不得不这样做。要知道，若是皇上知道你同五皇子有联系，还是暗地里的，他必定会多想。夫君，我还不是为了咱们的好生活，无奈才这样做，你可不许生气哦。
人在屋檐下，全靠现在的身份才能养得起外面那么多人。驸马爷扬起很浅的笑容，微微摇头，同往常一样。对于枕边人，公主了解甚多，只一眼便知晓他生气了。随本宫看看百姓们去。夫君不同本宫在一起吗？百姓们看到大门打开，公主与驸马一起出来，心中有一颗的惧怕，不由自主的便往后退了一步。我们不是找麻烦，只是不想同安英国打仗。诸位不要紧张，府中上上下下没找到五皇子身影，想必你们也是上当受骗。今日之事，便不再追究了。多谢公主大德，草民感激不尽。隐藏在角落单位，他就看不得有人嘚瑟，一使劲儿，大门上的尸体便顺着力道往下滑落，发出声响。五皇子的尸体瞬间掉落在他的面前。这是什么东西？快来人呐！护卫上前一步，探了探脉搏，摇了摇头，表示人死了。仔细瞧瞧，此人是谁？为何从房顶上掉下来？站在一边的驸马却有种不好的预感。趁着火把的光，他看出来那衣服刚才见过，正是昏迷不醒的五皇子。是谁？是谁要陷害本公主，把五皇子尸体放在房顶上？你们可要替本公主作证，五皇子是突然掉下来的。从屋顶上掉下来的尸体，难道是刚才杀人灭口故意放在上面的？有一个人想到，就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同样想到。这么大动静，城中负责安全的巡逻兵自然是知道的。他们来时便看到五皇子尸体在公主脚下，一时之间看着公主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按照辈分，她是做长辈的，亲侄子死在姑姑的府上，这还得了？牵扯的事情太多了，巡逻官兵也做不了主，只得把事情一件一件往上报。唉，还是他不中用，连和他5分相似的脸都保不住。也罢，这便是命吧。他的母亲被强迫致死，他也被强迫致死。夫君为何这副神情？是悲伤吗？没有，就是感叹人生无常。五皇子年纪轻轻。老皇帝看着五皇子的尸体，脸上表情变化莫测，一会儿是恨意，一会儿是可惜，还伴随着无奈。那可是他亲儿子，都到这时候了，老东西心中还在想什么？真脏！皇上若是知道五皇子在府中，谁会大张旗鼓的搜了呀？大半夜的，突然从房顶上掉下来，是要吓死谁？哼，朕年纪大了，真没想到公主如今心也大了，想同朕抢一抢这皇位。你要什么朕没给你呀？穿好的、喝好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就连探花郎长得好看你喜欢都被送到府上做驸马。我同五皇子无怨无仇，他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儿，干嘛要他死？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请皇上明察。请皇上明察，臣不应酬时几乎不出门，更别说与不怎么出宫的五皇子碰见了，见都没见过2次。既然如此，公主与驸马便歇在宫中吧，陪陪朕。让人顺便把五皇子尸体处理了吧，别放在这里碍眼，晦气呀！1、2、1，1、2、1，哟！来人呐！快来人呐！看看怎么回事啊！刚找到五皇子尸体时，他便想着等天亮了，便去城门之外找云将军商量商量。慌里慌张地把衣服穿好，工人都跟在身后。有些聪明的宫妃开始收拾细软，准备跑路。本就是被强迫入宫的，此时正乱着，就算老皇帝反应过来时，他们都跑了老远了，
哪里还找得到人？这个小岛常年经历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倭寇所居住的地方又小又窄，粮食什么的更不适合生长。倭寇岛上的人便出来寻找可供他们居住的地方，偏偏他们心思还不小，不只想要居住的地方，还要让百姓们变成他们的奴隶，把抢来的土地变成他们自己的。每个人都心术不正，凡是到一个地方就是抢，占地为王。不止如此，行事作风更是令人发指，戏辱百姓，调戏妇女，残害普通人做实验，进行无差别乱杀，不把人当人。他们就像一坨屎，他们都不配被称呼为人类，骂动物都是侮辱动物了。能让人美心善的皇后娘娘都恨得咬牙切齿，那便是倭寇太可恶，给老子狠狠的打！萧山发现每次跟倭寇有关的事情，小丫头都恨不得杀了他们。他想到那个神奇的世界，或许在那里倭寇就不做人，才会让人心生厌恶。夫君，你一定要听我的，倭寇一族留不得，必须斩杀干净。为夫一定要将倭寇岛拿下来，让他们生生世世都做奴隶，永远不得良机。要过去倭寇岛，必须要开战船出海。安英国将士们都是陆军，大多不会水，更有甚者会晕船。考虑到种种原因，挑选一部分平衡力好的士兵在水上作战，包括战船上要多设置一些机关，船头船尾以及四周全部都放上弓箭，船身上包裹上稻草之类的，这样开战时可以利用双方的位置不同，让稻草吃掉对方的箭。这些都是兵书上有写的，简易版草船借箭。船上多装上一些铁雷弹，倭寇若是反抗，便全丢过去，直接送他们去见阎王。地下正在疯狂往嘴里炫灵石的阎王爷和黑白无常突然被点名，一脸懵懵的点点头。回头让小鬼子在18层经历个1000万年，油炸小鬼子，拔掉舌头，剥他们的皮，再碎掉骨头。万事皆有因果，好好享受他们犯下的罪过吧。萧山一脸崇拜地看着小丫头，独立有智慧的女性最富有魅力。她一脸得瑟，骄傲地仰起头，对着帐篷内的将军和老兵们就是一顿炫耀，就像一只战斗中赢了的大公鸡，不可一世。若不是看你是皇上，早就挨揍了。得瑟，真是个幼稚鬼。不过男人就是要恋爱脑，两个人的感情才会甜蜜。启禀太子，臣有事要奏。臣以为只因陈玉国五皇子刺杀皇后，便对其他国家发兵，着实不妥当。此人话音刚落，原本好好站在队伍的大臣们瞬间一哄而散，恨不得离他10万8千里远。敢说此话的人脑子都有些毛病，那可是小太子的亲生母亲啊，人家母亲遇到刺杀还不拉不拉的一大堆，骨头真是够软的，他们有骨气的人可看不上。臣以为不妥当之处，对其他两国威慑不够，多发些兵，扬我国国威。皇后娘娘对安阴国做出来的贡献，3天3夜都说不完。有人敢冒犯，必定要打得对方屁滚尿流。是啊是啊，不然那些小国摆不清自己的位置，该打。皇上和皇后娘娘如此辛苦，咱大家伙儿也不能吃白饭。老臣愿意把家中粮食全部送到边关去。臣也愿意把庄子上所得粮食全部送往边疆。小太子与朝堂之上的外公对视了一眼后，后者便接收到了信号，惹谁不好，非要惹个女儿奴。小太子替大臣们默哀3分钟。诸位有此心意，真是安阴国之幸事啊。有话就说好嘛，不要钝刀子割肉，蛮难受的哦。你们知道的，皇上从小便在边疆受苦，诸位在京城吃好的喝好的，睡的地方冬暖夏凉，只要咱安阴国地位最高的人在边关风吹日晒的，
想着自家从小便娇娇养着的闺女也在，云清燕真的是悲从中来，真的伤心了，忍不住红了眼眶，恨不得现在就飞去边疆替闺女受苦。他要哭吗？杀人都不见手软的人要掉眼泪吗？不要啊！这下他们更害怕了，抱在一起瑟瑟发抖，这可是鳄鱼的眼泪。好伤心，想爹爹想娘亲，本宫同外公真可怜。既然诸位有心同皇上一起渡过难关，家中粮食全部送去边关，你们也知晓远远不够，不如诸位同僚再捐赠一些钱财，一起送过去吧。他来了，他带着算计走来了，啊！哎呀，丞相大人说得对，臣自当是为皇上分忧，捐出1万两白银用于边关战役。臣也捐出1万两白银。还有臣也是。他闺女在边关为老东西们拼命，这些老油条只想出1万两白银，这是做梦呢，想得真美。丞相大人好可怕，浑身上下冒着冷气，像是冰灰一样。嘤，他怎么脸越来越黑，看人眼神越发凌厉，感觉下一秒大家伙的人头就要在菜市场门口落地了。想到家里上上下下几百口人命，朝堂上的人不敢再抱着侥幸心理，连忙道：这刚才讲错了，是6万两白银，是臣家中所有铺子的3年收入。这是真的，接下来的日子便要靠着臣的俸禄过日子了。不愧是安阴国的大臣呐，这心里都是皇上和皇后，他们2人若是在边疆知晓。话说一半留一半，他与云丞相相互打配合，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最后再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把大臣们轰得晕晕乎乎的。亲娘嘞，压箱底的私房钱都给掏出来了呀！老舅爷嘞，养老钱都被轰得一干二净。就是鞋底下藏的银票都要拿出来。不用问就知道，肯定又被丞相大人给坑了。不对，是官员之间又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友好切磋，最后以丞相大人赢了收官。身后像是被狗追一样，相互搀扶着跑得飞快，生怕身后再来一句等等。哎呀，臣的同僚们真是可爱，跑起路来可真快，像是一群小鸭子一样。小太子难免露出一个符合年纪的笑容，把云丞相看得心都是软软的。若不是考虑众多，怕是现在就要抱起小外孙亲香了。臣的老爹在京城外许久，掐算着日子，第一批粮食再有半个月便好了。到时，丞相啊，朕知晓你什么意思，就是担心边关的皇后。可是您看，还未2岁的小外孙被爹娘丢在家中管理一个国家，整日天不亮就起床读书学本领，还要批阅奏折，还要学习识字和治国之道。普通人家的孩子窝在娘怀里喝奶，可怜我们小太子了，一出生便是操劳命啊。一边是心心念念的闺女，一边是还未断奶的小外孙，心中再挂念，也知晓要有人在京中帮忙。皇爷也不是故意的，做了一辈子的糙汉，没控制好力道。太上皇若是不会带孩子，便交给臣吧。丞相府不知有多少人抢着要抱。察觉到亲家公生气，太上皇更是大气不敢出。没办法呀，孩子是皇后生的，这皇后又是云家得宠的孩子，连带着3只奶团子也格外受宠，在丞相府的待遇比臭小子待遇还要好，还没有一个人挑理的，全家上上下下是一块宠。就连他都知晓，若是有能力，便是天上的星星，云家人都会搭个梯子给摘下来。
哎呀，亲家公你可别生气啊，以后朕一定注意。他是真的怕死了，怕丞相一生气便不让府中大厨给他做饭，别说蹭饭了，估计连丞相府大门都进不去。西公公有时会出现幻觉，这安阴国的江山是萧家的还是云家的？您是君，在下臣子，哪里敢说您有错，是臣的错才对。说完也不看太上皇，抱着小外孙就往宫外走。他急了，真生气了呀！哼，真是小气鬼。想到丞相府的早膳，小喜子，把奏折之类的搬到丞相府去。朕先跟着丞相回府，你们慢慢来，不着急。小喜子连忙应声，看着三位主子的身影，心中直叹气。要不是宫中还要上早朝，太上皇和小太子怕是日日都要住在丞相府了。还未走出宫中，他便被御膳房的大厨们拦住了去路。公公啊，你可疼疼我们吧！太上皇和小太子已经许久不在宫中用膳了，公公啊，你说大家伙是不是要失业了呀？这动静也太吓人了，整这死出！哎呦，苍天哪，是想吓死咱家呀！哎，这样，咱家帮诸位出了主意，若是觉得能用，你们就试试。您说，两位主子都喜欢吃云家大厨做的饭，那你们便去学呀。咱家也说句真心话，这云家做东西真是好吃，风格十分百变，就算是学上3分都是赚到的。到时你们就客气点儿，别觉得自己宫中待久了是御厨，就看不起外面的厨师。喜公公您就是大家伙的再生父母，您等着啊，咱们这就回去拿上礼物，一起跟您出宫去。你这老东西又要做好人落人情，搞半天朕出面解决的事情，这好处都让你给落下了。哎，奴才冤枉呀！奴才也是考虑到主子们用膳问题。您说御膳房的人学会了，若是在遇见太上皇您肚子饿的时候想吃东西，不就更方便了吗？好，朕就卖你这个面子，亲自同云丞相说一说，能不能应，朕不能保证啊。太上皇说的哪里话呀？只要人出马，此时必定是板上钉钉了。等御膳房的大厨们一个不落的来到丞相府，在冯婆子看来，大厨们学会做饭菜，以后都是给宝贝孙女儿还有3只小奶团子做的。点点头，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谢云老夫人赏，整个御膳房都对您感激不尽。天哪，你们可快起吧！这么多人跪在地上，是要吓死老婆子呀！都起吧，家母不喜欢人跪，站着说话就好。第一次上门，大家伙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希望老夫人不要嫌弃。这说的什么话？怎么会嫌弃呢？诸位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你们口中的普通，老婆子我便稀罕得很。丞相府的大厨也被请到了前厅，拜见太上皇、皇太后、小太子。今日让你前来，是想要同你商量一件事情，想不想答应，全看大厨您的心情。这个时候，对于食谱和配方一类的，都属于传给子孙后代的，看得比较重。老爷您请讲，只要在下做得到，必定不推辞。云丞相说话简洁明了，直接把御厨们的来意说了个清楚。便是这种事情，你看，老爷，不是我不想教，而是御厨们都很厉害，在下没有什么能教的东西呀。扑通扑通的，御厨们便跪了一地。
现在宫中的人越来越不稳重了，真是吓死人了。哎呀呀，怪不得乖孙女说不喜欢人跪，一群人下跪是挺吓人的。拜见师父，请师父收下我们吧，今后逢年过节必定都来孝顺您，以后也给您养老送终啊。不用这么客气，在下还年轻，多活个几十年没有问题啊。西公公捂了捂双眼，只觉得宫中出来的人如今真是没眼看，瞧瞧这天聊的，直接便是把人家给送走。师父啊，他的头好痛啊！看着大厨不愿意带他们，每个人头都蔫了，耷拉着脑袋可怜兮兮的。他们好惨呀，拜不到师傅便会失业，回家就会被媳妇儿骂，家中老母和孩子吃不饱饭，想想便觉得生活真是悲惨。这次他们过来学习，都是放低身段，想要好好学本领的。大厨尽可放心，大胆的去做，就算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该骂还是骂。若是有人不服管教，便回宫里去，你也不必感到为难。那在下就试试，定会将毕生所学全部教给他们。只希望诸位御厨们回宫后，给3位小主子做好每一顿饭，养得白白胖胖的。师父，您就是大家伙的再生父母啊！以后您就是咱们的亲爹。爹呀，亲爹呀！什么情况？这要是被媳妇儿看到了，还不要打断他的腿？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多了这么多儿子？个个身份都极其高，这样想想也不是没有好处。不用客气啊，平日就叫师傅就好。好好学，不可摆谱子耍脾气。若是本宫得知，有你们好看的。是，保证是的。丞相府的厨房内便多了很多御厨。大厨，是主家不要咱们了？事前做活没做好吗？不是，这些贵人。师傅，我们都是您的徒弟，哪里有什么贵人哦？对的，这些人从宫中过来学本事，以后呀是要做给小主子们吃的。今后的大家要和平相处啊。人都走了，宫中饭是谁做呀？那里还是有太上皇身边的老人在，这些人气死人了，就不能分成2、3批人吗？他只能按那些性子，等伺候过太上皇，再去大厨找人。这次会有军队前往边关送粮，云老夫人若是不怕辛苦，便随着队伍一起去看看。莹，这些女人的眼神好可怕呀！还有，亲家的儿子是怎么回事啊？娘，家中事情繁多，3弟妹没时间去，便让儿媳陪着您一起吧。这路上还有个照应，您说是不是？大嫂，你怎么可以这样啊？要去边关也是我陪着娘去呀。我力气大，在路上遇到危险能保护娘。您在家里陪3弟妹打理府内事情吧。本就是3弟妹的家，这丞相府不需要我也能打理好。对于乖宝，这许久不见，心里想得慌，还是让大嫂同娘一起去看看吧。不只是大嫂想，我也想乖宝啊，还缝制了很多衣服，倒是一起带过去。话说她才是乖宝的亲娘好吗？从小到大2位嫂子都同她争。不行，这一次我陪娘一起去看乖宝，大嫂和2嫂留在府中，这样就算出了远门，我也还是放心的。看着家中3个女人一直争论，坐在一边喝茶的云家3兄弟都低着头不敢吭声，就担心战火烧到他们身上，心中所想的同他们一样，他们也想去啊。皇太后暗笑，认识云家人这么多年，他还真是头一次见到云家妯娌这样掐，真是精彩。上点瓜子吧，
现在吃正好。大嫂二嫂，两人听我细细讲来，边关路远，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要是把养好的皮肤给晒伤了，那不是白费功夫了。更何况家中都有小辈，离开时间久了，是不是想念得慌？没关系，又不出门见客，粗糙便粗糙些吧。这一点大嫂不介意，相信你们大哥乐意花银钱买更多胭脂回来。是，买，家里的人不就是给你花的，使劲花。都是做小辈的，要让着点大嫂，知道吗？不，云家大儿媳不是这样的，你还我们大嫂嫂。二嫂嫂说的对，你怕是披着人皮面具假冒的吧？骗人的。娘，您可自己说过，我云家门最早得您心，这次肯定选我的，对不对？娘，您不是说过我才是家中最喜欢的儿媳，肯定带上我，对不对？娘，您说在家中，我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儿媳，怎么？娘说这样也没错呀，老大家最早进门就帮忙带着弟弟一起，家中事情做得最多。老二家的性格大大咧咧的，但最为听话，娘讲什么他便做什么。还有便是你们三弟妹，生来便有学识，没少教育家中孩子。如今几兄弟有出息，必须有他的一份功劳。所以在娘心里呀，你们三人都是顶顶好的，千金不换。娘，您别转移话题，先说说三人，你选哪个陪你去看乖宝吧？这都行，娘在家也不当家，不如你们自己商量吧。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云丞相发觉娘更加厉害了，瞧瞧这逃跑的速度，甘拜下风呀！云老大和云老二也看得目瞪口呆，印象中很久没有看到这般奔跑了。看了看家中的男人，人家都不同他们对视，连忙低下头喝茶。关键时刻这男人还是靠不住，这得靠自己。不如这样，在3张纸团上写上字，然后开始抓阄。谁拿到去的纸团，便被娘亲一起去边关看乖宝，到时谁都不许耍赖。让众人开个盘，本宫押丞相府人赢，最后的赢家请客去嘎嘎香酒楼喝一顿。朕可不会作弊啊，能不能抓到就看自己的。三人对视而战，摩拳擦掌，正厅之内气氛紧张到极点。身后的丫鬟，边上的嬷嬷，门口的小厮，楼顶的暗卫，一个个的都屏住了呼吸，想要知晓花落谁家。夫人们请看好喽，咱家这便开始扔东西喽。已经准备好了，公公请开始吧。我数3、2、1，一起打开。吴氏打开纸条，一脸的失望。刘氏打开纸条以后，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只有婉娘一脸惊喜的捧着纸条，快要1蹦2米高了。怎么样？本宫便说了，一定是婉娘赢。主子是怎么知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吴氏嘤嘤嘤，好委屈，不能去看乖宝，还不如要了他的命。刘氏，瞧瞧，他的第六感很准的好吧？全因为在运气方面就3弟妹最好。是青青外婆赢了，祖祖的小心肝开不开心呢？开心，祖祖一起去看娘亲看爹爹。早在知晓消息时，小青青脑子中第一个想法便是要一同去边关。你呀，人小鬼大，比你娘亲小时候调皮多了。祖祖我呀，也舍不得我们的小心肝呢。只是小公主还好，若是在路上遇到恶劣天气，
生病可是要吃很苦苦的药的，祖祖和你爹娘心中也会担忧的。不如这一次祖祖先过去瞧瞧，等小公主再长大一些，便亲自去边关看爹娘如何？祖祖坏，祖祖骗，青青很大，可以一起去保护祖祖和爹娘。不管疯婆子怎么说，小公主都是一副我不听我不听，一定要去边关的小奶样。去边关想娘亲，想爹爹，便是嚎啕大哭。哎呦，祖祖的小心肝儿啊，可别哭了，小心哭坏了嗓子。去边关，去找爹爹和娘亲，好不好？祖祖说的是真话，不骗人。对，是祖祖说的，一定带着小公主去。两位主子快笑一笑吧，不然老奴都要以死谢罪了。呸！什么死不死的，说话要避趁知晓嘛。小兰以后要活到长命100岁的，等老婆子去了后，还指着你照顾家中几个宝贝儿呢。呸！可不许瞎说，祖祖活100岁还要多哦。二弟，想去便同三妹妹一起去，京城事情不用担心，有大哥在，还有皇爷爷和外祖父，必定没有问题。不是，我准备去各处走走，多做些生意，赚些钱。你是安阴国的王爷，国库如今并不空虚，就算多打2年仗也使得。万万没有让一个不到2岁的孩子没断奶便出去赚钱，彻儿乖乖长大便好。小王爷不如等上几年，等外公退下来了，便陪着你一起去外面走走。没想到丞相还没有死了这条心，年纪轻轻怎么就想要退下来？不存在，迟早都是要出去的，更何况本王得了财神爷照料，说是不出门，钱怎么进得来嘛？这样也行，本宫在京中没什么事情，便随着逍遥王一起出门走走吧，正好也方便照顾他。他请你鬼哟，肯定是想出去玩的。他都一大把年纪了，现在不出门玩，还要等到什么时候？7老80吗？没看见皇陵都开始修了，他同太上皇还去看了一眼，里面是挺大的，就是阴森森的。可不嘛，就是给死人住的，在鬼吼鬼叫的也正常。皇奶奶，你跟着去受罪，孙儿心中实在是不忍，不如我先出去探探路，等下次归京之时再一同出去。不行，不要，不可能，本宫年纪大，吃的最多便是苦，这等小事情不必放在心上。不行，皇爷爷要一同去，本宫便随着师傅回山上，这破工作谁爱做谁做。太上皇想要出去游玩，不如臣告老还乡吧。京中人才辈出，必定能守好安阴国的江山的。实在不行，臣去边关陪着皇后一起打仗，在哪里都比在京城好。想想太上皇一定不会这般想，毕竟这是萧家的江山，而不是云家的江山。您一定会为国家为百姓，日日夜夜都守在京中，勤勤恳恳地批阅奏折，您说是吧？哎呀，真是的，当初为什么要做皇上啊？如今出个门都不方便。太上皇想到在京城外自由自在的云老爷子，他都心生羡慕，恨不得立刻马上换上一身轻便的衣服，同老爷子一起下地，感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别呀，朕也只是有想法而已，随便说说，做人要有耐心。哎，他是君，谁让人家最大呢？京城外，路过的马车都能看到，外地人路过，看见每辆马车的主驾都恭敬地朝着小老头行礼，
都一脸疑惑。这是谁家长辈？瞧着马车上标志都是大户人家，哎，态度也太好了吧！你们都是外面来的，不清楚。这位老爷子可是云丞相家的，就是种出来高产粮食的。哎，这不，老爷子亲自下田，就为了多种出一些粮食，给远在边关的皇后送一些。算算时间，再有10来天就该出发了。云老爷子可真是大义呀！看着花白的头发，年纪真不小了，早就应该在家中养老的年纪，还在田地里忙活着，当真是我等小辈学习的楷模。怎么把小公主也带过来了？这大太阳晒的，她皮肤嫩。小心肝怎么不在家里待着，来田里都晒黑了？是不是想祖祖了呀？差人来说一声，祖祖便回家抱亲亲啦。想祖祖回家吃饭饭，找娘亲。哎呦，小心肝真棒啊！说话越来越利索了，比你娘亲小时候还要厉害哟。几次伸手都要把小奶团子接过来，只是手上有泥土，又放了下去。被萧青青察觉到以后，祖祖抱。小心肝呐，可真是让人心疼啊！哎，祖祖手上都是泥，可不能把你衣服弄脏了啊！等回府中洗干净后，好好的抱上一抱小公主啊！老爷子，您不抱给我们抱啊？大家伙都想要抱，偷回家里面自己养着。差点把正事情给忘了。这次太上皇说可以随着队伍一起去边关看看乖宝，在家中忍了许久都没忍住，着急过来跟你分享好消息。反正老婆子我也一定要去的。至于你是要在京城接着种地，还是一起去呀？当然是一起去。听乖宝说边关也有很多地的，老子呀去边关接着种地，田里刨出来，晚上便能让乖宝吃到，这是大好事啊！安阴国有这么好的官在，何愁没有好日子过呀？是啊，咱们做长辈的都要向云老爷子和云老夫人学习。父母慈则子孝，后辈才会有出息。哎，哪里有你们说的真好？做长辈去看家中孩子，谁人不带点东西呀？若是情况允许，老婆子还觉得大家伙恨不得把家都给搬空吧。云老夫人说的对，咱们老人不就是为了小辈活的？这要是每家每户有辆牛车马车，那些疼孩子的长辈恨不得水都送过去。就应该闺女嫁人了，把东西多往娘家拿，不然白养那么多年了。鬼姑娘就是赔钱货。当然咱皇后娘娘肯定不一样，那是天仙一样的人物。在老婆子看来，女娃娃比男娃娃更贴心更孝顺。世人都说养儿防老，这天底下有多少人家砸锅卖铁给儿子娶了儿媳，过不上好日子的。人家都是有了媳妇有了孩子，自己便是一个小家。这人呐，心思都是有限的，总有偏的一面。姑娘就不一样。一番话把那位尖酸刻薄的妇人讲得脸上红彤彤的，心中就算是不同意也不敢反驳。大家伙听到以后都回想身边遇见的情况，还真是如云老夫人说的一样。话说一半，眼见冯婆子不说了，便有人问：云老夫人您接着说，大家伙都听着呢，也想知晓您都是怎么养育孩子的。若是说家中孩子从小都省心，无需长辈操心，诸位信吗？那您可真是好命啊，一定是云家祖坟里冒青烟了吧？那可不，
村中老族长和老李正在世的时候啊，只要有时间便去祖宗坟头念叨着。老爷子您接着讲啊，两位都去坟头念叨什么呀？念叨保佑乖宝平平安安的，小闺女多娇贵啊，祖宗们不得照应着。哦，还有他们二人经常念叨着，所有祖宗都比不了二人，下去要做主位。老李正还说呀，他先走一步，等老头子我下去的时候啊，都站好位置了，保证没有人抢。地下，你们说说，外面都想知道云老头家的闺女怎么回事，不如老族长说说看吧，此事该如何处理呀？我一个刚死几年的鬼懂个屁呀！谁知道云老头那个臭小子得了什么福气，就得那么好一小孙女儿，我也想要呢。嘿嘿，不如把云老头喊下来问问。你个臭小子，死了这条心吧啊！全指望云小子多活几年，他们老两口照顾好皇后娘娘，比啥都强。别想着让他折腾，不然打断你的腿。那些鬼都是好命，同小丫头谈上些亲家，好人做到底，好人送到西，便由你们二位把事情解释一下，直接出个告示吧。呵呵呵，本来上班就烦，领导总是整着死出。领导一张嘴，他们便是跑断腿。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地府里的人越来越多，这活计是越发不好做了。不过小丫头的事情还是要好好做的，不管是看着那边的好吃的，还有新衣服，还是以后等她想退休了，可以蹭蹭人情，去个好地方。且不说地下的鬼因为云老头的话忙活了好一阵子，知晓要一同去边关，云老头便想着把养在庄子上的鸡鸭羊全部都带过去。老头子，不如全杀干净，然后一路用兵镇着，不然这一路上怕是要饿瘦了。边关路远，路上还不清楚是什么情况，若是再耽搁些时间，肉变臭了，那多可惜呀！晚一些，让老大和老二多做一些笼子，马车拉着走，路上多喂喂。若是死了，就给同行的人加餐；若是活着，便让乖宝吃上新鲜的。到时候老头子我亲自杀鸡鸭。萧青青看着跑来跑去的上百只鸡鸭，对于老爷子不嫌麻烦，就为了给小孙女儿带口吃的，这份情谊深深的感动着。小手拍拍胸脯，不怕怕哟，有本宝宝在，保证一吃不少的活到边关去。小心肝儿啊，真是可人疼呢。只是祖宗们知晓你同你娘一样，是个生来便有本事的。世间人心善变，与太阳一样不可直视，不然呐会伤人。小心肝们要听话，这路上只要祖宗去喂养，你可千万别动手。老婆子，你刚说的话什么意思呀？小公主也要一同去边关，那怎么行呢？那边条件那么差。去，必须一起去，否则也不让祖祖们去，都不许看娘亲，公平。真是小鬼灵精，不让你去，便都不能去，是吗？对，都不许。爷，不如今后便不去了，孙子替您去看着。是啊，地的活我们也都会。哎，不用，给乖宝送的东西啊，还是亲自在田地里看着踏实。更何况这是有官职的，每个月还有俸禄拿呢。哎呀，说到此事，离开京城之前呀，一定要去请个假，人不在便不要领俸禄了啊。
太上皇收到下面部门递上来询问的奏折时，不禁感叹一句：天下官员都如云家人此番，该有多好啊！太上皇说的是，好在您同丞相一家是亲家，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好人同好人凑在一块儿了。喜公公说的不错，娘亲家是顶顶好的人家，外公劳苦功高，就算去往边疆，肯定不会闲着。在本宫看来，这俸禄一分不能少，还要多给上一些。就按照小太子说的办，就给云老爷子多发上一份俸禄，含水都不能寒了老人家的心。丞相一家人请来送去边关的云老爷子和云老夫人，随行的还有婉娘同小公主。三弟妹，你一定要同乖宝说，就说我很想他，让他务必保重身体呀。什么情况？若是没有记错，乖宝是他婉娘生的闺女才是啊。三弟妹真是好命，可以看看小小软软的乖宝，不像我，都怪云老二没本事，生不出来女儿。还有我，也告诉乖宝，我也十分想念他。有时候真的挺无助的，就是想要报官的一天，要经常在家中，有无法解决的事情，便去找大嫂和二嫂。他们两人除了在乖宝的事情上特别不讲道理，其他时候还是很靠谱的。干嘛？我还站在旁边呢，三弟妹就讲坏话了，真是把她惯坏了，没大没小的。哼，要不是自己妹子，早就揍她屁屁了。我大人有大量，不同三弟妹计较，谁让她年纪小呢？夫人，为夫保证下朝便回家带孩子，路上遇到情况也坚决不下车，保证身子干干净净，绝对不会变脏。云老爷子一路上平平安安呀！云老夫人一路上要注意平安啊！小公主可要多穿些，注意保暖。逍遥王出门顺顺利利，一定要早些回家。嬷嬷您瞧，在安儿和乖宝的治理下，百姓们的精神面貌多好啊！身上干干净净的，脸上有些肉，终于是正常人的体型了。您都不知道，刚入宫的时候啊，本宫也同夫君悄悄出宫，扮成寻常百姓家，去周围看了看，大家伙那日子过得是真的苦啊，本宫看在眼里都心疼。皇太后，您这一生运气都极好，多少女子羡慕您。年轻时虽没坐上皇后宝座，但那些年在后宫还算是快活，皇上也宠着您，又得了皇上这般孝顺的孩子，娶回了万里挑一的儿媳，得了3个乖孙孙，都是聪慧过人，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如今几场战役下来，安阴国没有伤筋动骨，也算得上国泰民安。您呐，这般年岁了，还能出了京城出去走走，老奴也跟着享起福了。队伍慢慢的启程，直到出了京城20里地外。不用内疚，有小孙孙陪着一起出去便很好了。老三同乖宝在边关拼命，你可要在家中守好后方，别被偷了家，不然等我同小孙孙回来后，必定要好好收拾你。就让你3天睡在御书房吧。好，朕就等你回家，一路上平安。不管如何，这次朕食言了，愧对于你。等老三夫妻回来了，咱们就出宫养老。劳烦您老人家好生照顾着，动手的时候别自己做，吩咐下面人去做就行，保重身体。太上皇请放心，老奴必定会护好小主子的，不伤一分一毫。早些出发吧，记得常常寄信回来。我不应在车里，我应在车底。瞧一瞧，看一看了呀！
不管什么年纪的男人说话都不可信，平日里抱着亲，说本王是他最爱的小孙孙。如今本王就在眼前，皇爷爷只顾着同皇奶奶谈恋爱，眼睛看不到一点本王，真是看不到一点点呢。空气中都散发着爱情的酸臭味啊！小小一个人儿，怎么知道爱情是何物啊？是不是身边哪个奴才看多了话本子，在你面前乱说话，被带坏了？做奴才好难，做宫里的奴才更是难上加难，太冤枉了。不是，听娘亲讲起过，爱情便是两个相爱的人互相珍惜陪伴彼此度过这一生，凡是遇到便要惜福好好珍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此福气。皇奶奶不要误会小太监们，他们都很好，本王用着很是满意，不准备换。押送粮食乃是国家大事，凡是队伍所到之处，就能看见其他城镇的百姓们。哎呀，终于来了，大家伙以为错过了。还好，赶上了，便把粮食都放在车上吧。咱们呀，让皇上和皇后尝尝各家各户种出来的粮食好不好吃。哎呀，老婆子，你瞧，乖宝小时候种下去的花，如今开花结果了。咱们两人啊，可真是天大的福气，得了一个宝贝疙瘩呀！这生活多好啊，大家伙都吃饱饭，不饿着肚子。没想到啊，当初小小一个奶团子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一路上遇见尘土众多，路边的树木极少，看起来甚是荒凉。哎，这风沙还是有些大的，怪不得遇见的人啊，脸上都有些皴。边关百姓过得苦啊，怪不得那些鸡鸭都养不肥养不活，若是再遇到个天灾，岂不是没了活路？别担心，这次过去边关，便多待上一些时日，研究研究，多种一些树木，时间久了总能长成参天大树，总能遮挡住这漫天风沙。咱家的乖宝过于忙碌，这点事情腾不开时间做，便由老头子来替他做。哎，这样的，咱家乖宝在边关也能少受点罪。好，到时候啊，我就同你一起去种树，给乖宝还有3只奶团子积累福气。祖祖，娘亲同青青二位心中最爱谁？当然是爱青青，你娘亲啊排在后面。很好，祖祖都学会撒谎了，这样子一眼便让人看出来，实在是不高明。肯定是爱青青啊，奶奶糯糯的一只啊，真是可爱，嘴巴还甜甜的，还贴心。哎呦，千金万金都是不换的。哼，说的话情绪有些假哦，两位老人都不会撒谎。祖祖，撒谎骗小孩更不好哦，做大人要诚实，要做榜样。刚才表现得很明显吗？没有吧？坐在一边的云老头暗暗地点点头，用眼神肯定他的猜想，很明显一眼便能瞧出来。祖祖都被我看到了，不要当着小孩子的面眉目传情，什么好玩的事情说出来一起开心呀。作为皇室成员，小妖王和小公主身份最高，自然是要出去见见人。好可爱，好软绵呀，看起来很好抱的样子。宝贝儿，你们2人喜欢什么样的麻袋袋？同姨姨回家，同叔叔们回家家，好东西都给你。那什么，想要孩子便自己生去啊，这2个不行。
哎，云老夫人不用担心，大家伙儿就是眼馋小公主长得可爱乖巧，绝对不敢偷人。本王在此代表父皇母后以及萧家所有人，对诸位表示感谢。全因你们的慷慨大方，远在边关拼命的将士们才能吃饱饭睡好觉。逍遥王客气了，大家也没做什么，只是力所能及的种点粮食，分出来一些罢了，实在不值得一提。真的。正好队伍经过，不然大家伙还要结伴而行送过去的，背着东西走可费力气了。有你们帮忙送过去，不知道省去了多少力气。这边他算计得好，还要多亏埋藏在陈宇国的暗线。你是怎么进来的？是朕的皇宫出了奸细，同你里应外合吗？这就是陈宇国的待客之道，不上杯热茶点心吗？不知云将军前来，有失远迎啊，还请不要客气，随意坐吧。不知今日突然造访有何贵干啊？是在城外不方便吗？或是跟百姓们起冲突了？陈宇国皇上无需担忧，今日前来是有重要事情所说，在下是来送消息的。不着急说话，您先看过信件之后，咱们再慢慢聊，看您最终会怎么选。总有一种感觉，是天大的好日子即将降临。怎么着啊？自己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吗？指望着老鼠生出来个凤凰，孝顺死你啊！朕坐在皇位之上几十载，尽心尽力为国为民，可算得上是呕心沥血呀！您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圣上，最富有善心的圣上。咱这等人有您真是有福气，皇上您一定要长命百岁呀！老不死的东西，玩了这么多年，身体都虚了，怎么还不死？好啦，赶紧退下吧。是，多谢皇上，奴才这就退下。这驸马爷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当初那么多人里面，朕就给他机会同天底下最尊贵的公主过完幸福的一生，没想到从一开始便是他计划好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安阴国皇上知晓后，第一时间便让本云将军前来同您通气。虽然现在是对手，但我们也不愿意作为别人手中的刀，来成全一个节节无名的小玩意儿。至于这是陈宇国的家事，您要准备处理，便是自家事情，在下便不能再插手。云将军想要什么，不妨直说。若是陈宇国能做到的，必定拼尽全力。此事不着急，您先处理好家中事务，咱再慢慢聊。至于安阴国的大军，加起来总共上百万人，就算养个上百年也是养得起。还真是等不了一点呐！若是朕没有早早收到消息，现在必定是乱成一团，或是发兵偷袭，到时候便是两国打仗，驸马爷坐山观虎斗。哦，不对，他这个人看起来无害，说不定要派出早就准备好的杀手，趁乱杀了朕与太子，这陈宇国的江山便改姓了。朕实在是好奇，驸马会如何同安阴国相处啊？是继续打仗，还是卖好求和呢？宫中最近很安静，也不知小公主如何了。回驸马爷，公主在后宫很好，每日里吃好的喝好的，皇上不曾亏待她。公主没有无聊时搞出来些动静吗？小太监心生奇怪，这驸马怎么总想着公主搞出来事情？公主从小便是金枝玉体，惶恐因为我的原因在受罪，那可真是跳进黄河要还不清楚了，便想着与诸位打听一下。嘤，好可怕呀！驸马真的是太能演戏了。不过能娶到公主，并在外人看来恩爱多年，
仔细想想，便知小驸马没那么简单。是，两位感情好的事，外人谁人不知啊？奴才也会帮您留意着公主的事，若是有不对劲儿的地方，必定第一时间报给您。什么时候宫里的人都滑不溜秋，抓都抓不住？那多谢这位小公公了，今日之事，在下必定放在心上。等有机会时，在下必定好好报恩。不，这是奴才该做的，驸马爷客气了。奴才能帮到驸马爷，为您分忧，便是奴才天大的福气。驸马爷您可千万别把事情放在心上，要不然奴才这心里不安呐。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前脚刚进屋，便有院子中的小太监悄悄出了门，一五一十把驸马刚才问的事情说了一遍。让宫中乱起来，驸马既然想要，便让他得到。这场大戏务必演得真一些，别露出马脚。上天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让朕看一看驸马心思有多大，能不能吞了陈玉国的江山。夜里，驸马爷，外面乱着呢，您可别出去。再伤着便不好了呀！这日子怎么了？可是发生什么大事情了？皇上和公主可还安全？不行，本驸马要去保护二人才对，怎可一人躲在这里？那成什么人了？哎呦，驸马爷，您可别着急，等奴才把话说完呀。皇上和公主都没有危险，是外面传来消息，安阴国的百姓把种出来的粮食都送到边关去了。原因很是荒唐，说全力支持帝后二人在边关打仗，只要田地里种出来粮食，便接着送。咱皇上听到消息之后，雷霆震怒，一时之间晕了过去，现在太医正忙着呢。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老东西没有出兵与安阴国打仗不要紧，这人昏过去，必定需要人主持大局吧？说不定是个好机会。这位姑娘，就说在下要见她，多日不见夫人，在下实在是心里惦记得慌，不真正看到人，这心里不踏实。是驸马爷，奴婢这就把花送到。在下多谢这位姑娘了，日后定送上厚礼。公主与驸马的感情真好啊，成婚多年还黏黏糊糊的。刚接到消息的公主也着实懵了一瞬间，她可没有听说皇上要放驸马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不急不忙地往公道处走去。这一次她要验证一些事情，看看枕边人到底是人是狼。夫人，今日来可好？有没有吃好？有没有睡好？在宫中吃穿用可还习惯？都是为夫不好，让你受委屈了。若不是皇上怀疑，夫人便可在府中悠闲度日。这个女人为什么不说话？从前看见我，都会第一时间嘤嘤扑过来的。夫人，怎么了？可是身体不舒服？不好意思，许久不见夫君，一时间不习惯了。放心吧，本宫没有事情，在宫中吃得好穿得好，皇上处处安排得很是妥当。只是夫君，你为何会在此处？不应该在院中好好待着，等事情查明后，便可出宫回府。刚看宫中起了乱子，为夫便很是担心夫人，第一时间便想到来此处看看你的安危，顺便看看皇上那边可还好，若有事情也可帮忙。说来也巧，在御书房外碰到御林军首领，说是皇上有令，要为夫带领着夫人身边的护卫一起守护宫中安全。夫君可是确定？皇上真出了事情，亲口说让你带着护卫一起进宫，保护安全。夫人可是不相信，怀疑为夫？暴露了，死男人装这么久不累吗？
夫人是不是误会什么了？为何要人包围为夫？是为夫惹你不开心了吗？夫君不要怕，如今宫中正是乱的时候，本宫接到皇上消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就请护卫在你左右，帮忙照顾安全，不然本宫心里也不踏实。不错，公主还算是拎得清，直接把人关入了大牢，不然朕都要怀疑是公主想要坐在龙位之上，想要这陈玉国的江山了。在宫中是没有秘密的，老皇帝前脚刚说的话，后脚便传到公主的耳朵里。公主，您瞧现在怎么办呢？皇上他既然起了心思，保不准日后还会有此想法，那大家的命……嬷嬷去给本宫准备那件红色衣裙来，本宫要去见哥哥一面。是公主当初专门让人制作而成，为了同驸马房事而穿的，如今倒是要去见皇上穿，这他主子……本宫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说怎么做，做人要嘴巴紧。是，老奴这就去给公主准备。老皇帝稳稳地坐在钓鱼台，他就是要看京城大乱。朕忧心国事，日日夜夜睡不安稳，年事已高，忧心忧虑，需太医院看诊，众嫔妃事急。当他一脸担忧的神情来到老皇帝的寝宫时，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要后宫之人事急吗？怎么都不进去？回皇后娘娘的话，公主刚刚进去伺候，便吩咐奴才在外面守好门。人都到门口了，总不能站在这里，像是什么话？若是传出去，岂不是影响皇上名声，白白遭受了无妄之灾？还请大公公进去禀报一声。不是奴才不想去，是公主进去时吩咐过，没有她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进去。本宫才是后宫之中，一国之国母，轮得到她一个已经出嫁的公主说话吗？是，皇后娘娘说的对，只是公主进去不久后，皇上也专门说了一句，任何人不得入内，违令者就地斩杀。这您看。既然如此，那本宫便不进去了，免得惹皇上不开心。公主在里面伺候，必定细心周到。是，还劳烦各位贵人跑一趟，不如先行回宫，等皇上再叫时，便差人去送消息。虽然这一趟没有打听出来有用的东西，但瞧着皇上的表现，必定没什么大问题，不然进去屋内的必定不止公主一个。该防着的事情不能掉以轻心。皇上您日夜辛苦，可要多保重身体。在宫中，也就您和我是血脉亲情，在皇妹心中您最重要，竟不想驸马竟然有此狼子野心。当知道的第一时间，便命人把他捉了去，押送到大牢之中，就等着皇上您发落他。没想到，哎，哭什么？朕也没说此事同你有关系，只是驸马爷终归是外人，朕不得不处理。当时他趁乱出来后，第一时间便要去寻你，朕也拦不住，是不是啊？毕竟你们二人是夫妻，这都多大人了，还跑来朕身边吊情逗逗，羞不羞人呐？还不是，事情如此之大，岂是一个小女子能承受的？人来人往，巡逻队不停，真是把人给吓坏了。一人做着喂汤药，一人的手便开始不老实。皇上这是作甚？这样不合乎情理，这样传说出去要被人唾骂的，遗臭万年。怎么会呀？
是朕关心皇妹的身体健康，帮忙检查一番而已。朕倒要看看谁敢把此事传出去，到时就砍掉他的脑袋，给皇妹当球踢，如何呀？两人在屋内好好交流了一番，玩得越发开心。哎呀，皇妹可真好呀，真是可人心疼。哎，朕便只疼你一人。这人都进去许久了，怎么不听见动静啊？难道是公主要刺杀皇上吗？是不是再过一会儿，驸马就要从大牢里放出来了？皇上，皇上，您还好吗？老奴要进去掌灯啦，这黑灯瞎火的，再磕伤您就不好了。皇上，谁在外面敲门？吓死皇妹了！我怎么出去见人呢？哼！哎，不怕不怕，有朕在，不会有人发现啊。朕有办法。这是皇宫内的密道，顺着里面走，便能到你居住的屋内。晚些啊，朕便让你宫中的人回去。公主才从密道中离去。进来吧。还好还好，这个老登还活着，现在不用跑。老皇帝还真是不挑食啊，有些东西在骨子里面便烂掉了吧？若是被百姓们知道，他们会不会亲自杀了老皇帝呢？将军，怎么了？给大家也讲讲呗，别藏着掖着呀。难道是军中密信？若是，咱们也不能犯错；若不是，云将军就讲讲呗，让人挺好奇的。不如你来给大家讲讲信中的内容吧。能不能做个人呀？他在外面守消息时都快吐了好吗？他可太难了。哎，快，小伙子别害羞，快讲讲是什么事情。这茶水不错，是你们要我讲的，一会儿可不许后悔，不许骂娘啊。大家都是什么东西，谁不知道谁啊？可真装。便把在老皇帝身边守着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众人听。什么？你说什么？那老皇帝真这么干了？那公主也乐意，丝毫不反抗。最开始便说公主穿的很少，就连青楼里的花魁穿的都比她多。在宫中这样玩，真的不会出人命吗？哎呀，估计也是啊，他们也知道丢人，不敢让人知道。不过后面进屋内的大公公和公主身边的嬷嬷，许是猜到了些什么。唉，苦的都是百姓，咱们都比陈宇国的人幸运。不管是太上皇还是如今的皇上，都是先为民的好皇上。最起码短短几年时间内，安阴国百姓们吃饱饭穿暖衣。哎，瞧着陈宇国的国运是到头了，老皇帝这般玩自己妹子，埋在下面的祖宗都要蹦跶上来了吧？不只要蹦跶下来，估计祖坟都要炸了。还真别说，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别人家祖坟炸了是什么样子，好想看看哦。整日不做点正事，实在不行就娶个媳妇儿回家，家中爹娘必定是高兴的。将军此言差矣，不只是家中爹娘高兴，在下也高兴啊。听大哥们说，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生活才过得有滋有味儿。一个大男人睡被子都是臭的。哎呦，瞧你毛都没有长齐吧？知道娶媳妇是什么意思吗？可不只是暖被窝，被子里香香的，最主要是啊，要对人家好，知道不？云童手上的信很快便由专门的人送回安阴国边关，同一时间便安排人手在陈宇国内悄悄散播一些事情。至于是传言还是真的，就由百姓们自行判断。夫君，可是发生什么事了？说罢便要伸出手拿他手上的信纸，被萧山直接侧身躲过去了。姓萧的，别逼我杀你哦！你是不是在外面养什么小情人了？哦，不对，
是外室。你呀，在哪里学的东西，净瞎说。朕怎么会去养外室？那些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脏得很。是云将军送的密信回来，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倒是可以给你看看。只是这信中内容实在是污言秽语，让人不忍直视。朕是担心你看了之后嫌恶心，再吃不下饭就不好了。你本就挑食。我没有，你别瞎说。本宫怎么会挑食？只要是口味清淡，好吃的都往嘴里塞，一点都不挑剔的。小莲可是说过，本宫是天底下最好伺候的主子，规矩也不多，还待人特别好。好，是，乖宝一点都不挑食，无非就是不爱吃肉食，特别是大肉，再者便是不爱吃咸口的，口味比较轻。快，小潇潇，把信纸给本宫看看嘛，里面内容到底有多龌龊啊？你可别后悔，信纸上面写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必定是嫌弃的。看着他磨磨唧唧的，云婉莹心中着急得很，八卦都送到他跟前了，哪里有不看的道理？索性伸手夺了过来，仔细看上面的文字，只能说2个字：牛逼 class。 就说不让你看，你偏说朕养外室，为了自证清白只得让看，现在好了吧？是不是被恶心到了？飞走飞走，坏飞走，飞远些，乖宝忘记看过的东西，有一个好胃口。夫君，你儿子知晓在他们心中无比伟岸高大的父皇私底下如此幼稚吗？若是知道后，夫君的面子可就丢光光啦。怎么还能冷漠脸对着大儿子让他做苦力，必定会被时不时提起吧？夫人，我们2人才是真爱，要白头到老的人。至于孩子，只是个意外。此等小事情，便无需让家中3只奶团子知道了吧？年纪小的人懂什么？什么都不懂。你说是不是，乖宝大人？拿捏？你呀，真是个调皮捣蛋鬼。若是青青长大后也同你一样的性格，朕可是真要头疼死了。母女2人一个比一个难搞，真是甜蜜的负担呐。天底下便是夫人善良大方有气质，最主要的是人美心善。朕可知晓啊，外面有多少人羡慕朕呢？好啦，本夫人会在孩子面前维持好你的形象的，不要担忧啦。瞧把你紧张的，还真是，哎呀，天理难容，本宫的眼睛不干净了，委屈。好，主子别急，奴婢这就去打水，准备好香姨子。瞧见没，这就是默契，不需要开口说话，小莲总是能懂我的意思，真是让人太省心了。是，夫人的眼光自然是最好的，身边的人调教的也很好。多谢皇上夸奖，来自官方的认可，没给主子丢人。以前还得做正职啊，一向注重规矩的皇上都夸奖了。真棒棒，还要接着棒棒，加油，冲！谁？还有谁能同在下相比？根本没有。还别说，笑得可真猥琐呀。小姐，好，不傻，一点都不傻。小姐，你也太敷衍了，怎么着也收敛点脸上的笑容嘛。是啊，您这张脸可是要笑出一朵花来了。此话不对，皇后娘娘明明比花还好看，艳丽至极。奴婢就从未见过宫中有哪位主母生育过3子后长相越发年轻的，主子还是头一位。这娇嫩的皮肤轻轻一掐便能捏出水来，
出门便是说未出阁的姑娘都有人信。天底下女子能有主子这样的福气，怕是要日日去烧香拜佛感谢上苍了。反正奴婢是必定会这样做的。本宫有个秘密，只告诉你们。小小姐，秘密这么大的事情不要轻易告诉别人，就算是我们4人也不行。人心这种东西最难以把握，这还是您亲自教给我们的道理。干嘛啦？本宫又不是说什么惊天大秘密，只是告诉你们，未来成婚怀孕以后，本宫给你们送上一份大礼，保证生完孩子之后呢，恢复速度很快，身上便是干干净净，越来越漂亮。小小姐，您就是奴婢的仙女啊，真让人爱死了。这辈子啊，不管经过多少次轮回，奴婢都要在您身边伺候着。今日让诸位前来，是云将军传来一封密信。为了后续的军事布局，朕觉得诸位也应当一起看看，有什么想法便说出来，一起商量商量。老兵不知为何感觉后背凉飕飕的，是有什么人要算计他们，就像是当初的盛老将军想要算计他们时的神态，不能说一模一样，也有个8、9分的相似。皇上，您有吩咐便直说，属下必定好好执行，别这样。别怎样？朕还没说话，都害怕什么？担心朕会吃你们吗？就怕您不做人呐，同盛老将军一样拿大家伙取乐，还不敢打。都看看吧，这便是云将军的密信。哎呀，惹受了，这陈玉国是什么玩意儿啊？玩的可真脏啊！哎呀，来人呐，快端水过来，让本将军好好的洗洗眼睛啊！可真是一言难尽啊呀！这属下都不知晓用什么话语来骂此人，这真的是禽兽不如禽兽。不过说句真心话，这云将军文采真是好啊，写得简而易懂。哎呀，就算是我们这种读书不多的人，只要看上一眼，便能看得清清楚楚啊。是，小云文采真不错，这细节写得真有文化，不愧是耕读世家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般啊。家中小女年纪太小，不然必定要许配给云将军。这有这般好的女婿，岂不是祖坟冒青烟了？哎呀，还是盛老将军眼睛毒辣呀，早就预定过了。画风转得挺快的，这都几年光阴过去了，还惦记着小丫头家中哥哥。押送粮食的队伍一路紧赶慢赶的，是越走越慢。哎呦，你们可多吃点吧，有的是粮食啊，可千万别再瘦了，不然到了边关，老头子的小孙女吃什么呀？只能啃鸡架子和骨头喽。瞧瞧他说的那些话，到黑白无常大人那里评评理，看说得过去吗？原来变瘦点，人类就不会吃了呀！哇，学到了。生来为鸡，宿命便是被人类吃掉。驳回。被云家人吃掉，下辈子可以做人类，免受扒皮抽筋之苦。我的娘，我的老，我的苗，我的宝啊！干，吃我，肉嘎嘎香，肉嫩一点都不柴哇！干。实在不行，他自己原地死亡，就把尸体丢进锅里，努力进入皇后娘娘嘴巴里。这边关可真晒呀！乖宝出门会坐马车吧？别再晒坏喽！哎，想想也知晓，那小丫头最是不听劝，必定是不会坐马车，而是骑着马更方便。不过有小莲他们在身边，必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戴上帷帽遮挡。因云家二老跟着队伍前来的事情，并没有提前送消息回来。云婉音此时不知晓，一会儿会带来多么大震撼。老头子，你仔细听听，是不是有很多人骑马的声音呢？
一直也留意着动静的云老头很是着急的竖着耳朵往外听，身子都探了半个出去。云老爷子，这样太危险了，您快进去。想要干什么，您说一声便好了。祖祖，坏坏，不乖乖，不听话，走屁屁，长记性。这么大年纪的人了，做事没个分寸，也不看看身体允不允许就往外探。若是伤了身子，还怎么给乖孙女种地种粮食？真是吓死人了！都快入土的人了，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唉，太苦了，老的少的都生硬。哎呀，这得哄到什么时候呀？真是太难了。刚才太激动了啊！以后万万不会这般。老婆子，你可别生气哦。不然还怎么哄小公主啊？老头子我一人可不行啊！当着别人的面说如此不礼貌的话，是不是不太好啊？更何况我哪里不好说话了？便是天底下最好哄的小姑娘了。这次便算了，再有下次，哼，必定好好收拾你一顿。这也太好哄了些吧？我多让祖宗哄上一哄，多可惜呀！眼见哄好了一个，云老头便开始哄小的，老脸上都是讨好的笑意。好在皮肤晒得黑，看不出来脸颊上泛起的红晕。萧青青是真真心疼眼前的老爷子，并不想轻易的让此事翻篇过去。这位护卫哥哥，劳烦前去迎接一下父皇和母妃。就说云家人在队伍内，还有皇太后和二哥哥也在。是，小公主，在下自有去。别说话！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不让说话了呢？哎呀，真是善变的女人呐，难搞，真难搞啊！果然啊，女人心，海底针，猜都不要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老婆子，我是觉得乖宝要过来，想听听声音，别瞎想八想的。真厉害呀，只是一眼便能瞧出来他心中的想法。老头子，乖宝来了，乖宝来了，马上便能见到了。哎呀，可要定住心神，别激动啊！在乖宝面前晕过去，小丫头心中要愧疚的，肯定要哭鼻子。到时候啊，你我这个老东西都要心疼的。孙女儿给阿爷阿奶请安。奶的乖宝啊，你是要心疼死奶呀！这地面上多凉，石头多硬啊！从小便把你娇娇养着，不是让你这般作践的。孙女婿给爷奶请安。等我反应过来时，便也想着跪下去还礼。别跪呀，跪来跪去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孙女婿给您二位跪着，您就受着，受得起。母后说的对，乖宝同我在边关为安阴国江山涉险，让家中长辈心中挂念。作为孙女婿，理应跪一个，很合规矩。爷奶一路上辛苦了，是孙女婿不孝，让二位如此高龄还奔赴边关，实在……不，也没那么苦。路上大家伙都照顾得很好。是，不苦，一点都不苦啊。萧青青看着父母各自忙着事情，到现在没有伸出手抱抱他，气得小丫头气呼呼地鼓起小脸蛋儿。闺女，爹爹抱抱好不好？想爹爹，想娘亲。啊，爹爹乖乖呀，爹最漂亮的小公主，都是爹爹不好啊。很好，本王不应该在怀里，应该在马车底。都过去这么久了，爹爹都不来抱我一下。萧家男人不需要爱是吗？彻彻，想娘亲吗？啊？想娘亲，也想爹爹。
娘亲过得可还好？来边关后一切顺利吗？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爹爹在身边可有好好照顾你？很顺利，像是被开挂了一般。做什么事情呢，犹如神明附体，自带好运。军中如今伙食甚好，虽做不到顿顿都有肉，但因军队也自给自足。除了买百姓们养殖的小羊，军中后勤其实也养了很多，还不断生出小羊羔子呢。半个多月总是能站上一些荤腥的，大家身体比之前好了很多呢。至于你爹爹呢，也把娘亲照顾得很好。娘亲不用担心，本宝宝出门赚钱，养您还有边关100万大军，不就是赚钱吗？小事一点儿。入了军营，爹爹娘亲真的好棒，军中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很有秩序，人住的地方干干净净才不会生病，精神面貌也会好很多，要一直保持下去哦。是，爹爹的闺女懂得真多，爹爹让军中还接着这样做。爹爹，那这位就是皇后娘娘的小公主。嘤，皇上果然没有撒谎，怪不得天天炫耀。小公主年纪小，便能看出来五官很是不凡，是结合了皇上和皇后二人的优点长的。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崽，长得还可爱？啊，好想要偷回来自己家，藏起来好好养着。在下给小公主请安，给逍遥王请安。诸位都是安英国最好最有梦的将士，不必这般客气，请起身。诸位都是大英雄，在前面拼命地守护家园，守护百姓之人，本王心里尤为敬佩。你们便是本王的榜样，之后长大也要同各位叔叔伯伯一样上阵杀敌。给这样的帝王卖命，保家卫国，是条汉子谁不想呀？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他们还给皇上做将士，必定跟随到底。多大年纪了？家里几口人呢？有没有兄弟姐妹呀？在军营里有没有吃饱饭？回贵人的话，在下年方16，家中有3兄弟，还有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妹妹。大哥哥和二哥哥都很崇拜帝后，一心想要参军当兵，家中还有父母长辈需要照顾，没得办法，所以就便宜我了。嘿嘿，这位贵人有所不知，当时进去军营之中，家中哥哥有多么羡慕我，嘿嘿，恨不得换下我自己穿上军装，亲自来边关。那一日，家中父母在父老乡亲注视的目光下，骄傲到抬起胸膛，小子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画面。嘿嘿，必定要在军中混出个名堂，做上大将军，穿着威猛无比的铠甲回乡，让父母骄傲。好，不错，臭小子真敢想，只要你刻苦练习，总有一日能当上大将军的。真是好小子，我就等着你当上大将军那一天，到时给你添点好彩头。怪不得军中老人提到皇后娘娘家，一个个都是赞不绝口。多谢丞相夫人，多谢丞相夫人赏赐。萧山、云婉音、婉娘、云家二老都是一脸的问号，对于小伙子认错人也有些哭笑不得，一时之间空气很是寂静。这是小子说错话了，贵人可不要生气啊。眼前这位才是丞相夫人，我呀是皇上的母亲，你应该说多谢丞相夫人亲家赏赐，这样便对了。以后见了本宫不必多礼，年纪大了不喜欢人跪来跪去的。皇太后看着比村里未出嫁姐姐们还要年轻，哪里年纪大了？好姐妹，你听到没？这小伙子还真是有眼光，我们家乖宝不只会带兵，还会教孩子，瞧瞧这小嘴甜得跟蜜一样。等你当上大将军后，本宫的贺礼必定厚上3分，加油加油加油！是，小伙子说的也是事实，皇太后确实比旁人年轻，让人羡慕不已。众人入了座后，
阿爷阿奶，是不是忘记自己年纪了？这么远的路程过来边关，一定是吃尽了苦头，这浑身上下的骨头现在都疼吧？疯婆子悄悄看了一眼小孙女儿，知晓她是心疼自己，也不敢开口说话。下次阿奶真的想见我，便送信过来。孙女回去看您二位如何？你这么忙，整日里都操劳，若是跑来跑去多辛苦啊！还是爷同你奶一起来吧，就当游玩了，长长见识也好啊。到底是谁啊？一直说自己不爱出门，不爱去看新鲜东西，还是在家里待着踏实的。是，现在阿爷可厉害了，都爱出门玩了，以后定是要带你多多出去走走才行的啊！都别管我啊，就在门口的距离，丢不了。阿奶，您瞧瞧阿爷这副样子，像不像是落荒而逃，恨不得跑起来呀？做人要有情有义呀，不能说。怎么，是安儿还有事情要同大家商量吗？正事要紧，不必刻意陪着我们。对，皇上要忙的事情必定不少，耽误您时间真是大罪过啦。不用，朕就陪小公主就好。许久不见诸位长辈，理应陪着说说话。这是做什么呢？给皇上站岗呢？现在不用吧，家里人刚开始想要说说话，站在这里多讨人嫌呐。站岗？站什么岗啊？皇上武功高强，就是100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大家伙是在逗小家伙玩呢。瞧瞧小公主看见我们多开心，伸着小手想要人抱的。哎呀，可惜啊，皇上是个女儿奴，愣是躲在帐篷内不出来。小公主没有伸手啊，是她眼睛出了问题，还是……皇上，您站在那里一定很累，抱了这么久，手也酸吧？不如让大家伙帮帮忙，帮您带带孩子吧。真是不要脸，哪只眼睛看到朕手臂会酸和累？小公主不到2岁年纪，抱在怀中一点重量都没有，就像媳妇空间里的玩偶。皇上啊，您就发发善心，让小公主出来走走吧，多看看军营也好啊。大家伙就跟在身边看看，这女娃娃同男娃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嘤，是属下没本事，家中生不出女娃娃，没有皇上这般有福气。小公主长得真好啊，以后必定是天仙级别的大美女。不止，必定比天上的神仙姐姐还要漂亮。瞧瞧这黑眼珠，多亮多吓人呀！你们说说，都是2个眼睛1个鼻子，小公主长得娇俏可爱，怎么男娃娃们看着就让人心烦呢？这些夸赞的方式还挺特别的。好气，你们是朕的女儿。果然，男人到什么年纪都讨人嫌。以前都说生男娃娃好，传宗接代，对得起家里祖宗。若是哪一户人家一直生的女孩，便要被人骂断了根，不会下蛋的母鸡。当时没乖宝时候啊，连老婆子我都以为生孩子是女人的事情，直到乖宝说了一句很生动的话。大家伙都伸着脖子竖着耳朵在听，见他停顿，脸上都露出了急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生男生女全看男人，同女人无关。至此后，凡是生不出想要的性别，村里的女人都会骂男人，真是没用，一个女娃娃都生不出来。别人家呀是想破头想生男娃娃，只有秀水村上上下下的男孩子不值钱，每家每户啊都想生女娃娃。当时乖宝出生后啊，村里人羡慕的嘞，恨不得晚上偷回去养。这么多年过去，瞧瞧外面景象，这世道真的是变了。可不是嘛，
这一点就连本宫都发现了。年轻时候虽出宫甚少，对于外面的事情，身边老嬷嬷还是会讲上一些。说民间村落和城镇之间，稍微偏远的地方都设有女婴塔，很多重男轻女的家庭，还有封建迷信的，便会把出生不久的女婴丢入塔中，前3日任由小小的婴儿自生自灭，等时间到后，便有守塔人进行焚烧。往年不知死了多少无辜的小生命啊！好在如今很多家庭对于女孩子也不那么苛刻了，有想法的家里也会送他们去读书识字，长大后也可进入小店做工，或者做些生意。娘嘞，说话就说话嘛，直勾勾的盯着，有点吓人啊。还是乖宝厉害，从小名声大，才让那些人多一条活路。很快，一封封皇后懿旨从边关军中送往了全国各地，允许女人参加科考进京做官，允许女人学医做大夫，允许女人进学堂做夫子，还设置了一系列关于女子进入各行各业的条例，没有广大大门。皇后娘娘大善！我那可怜的女儿呢？要是再坚持一下，出生到现在就好了。有皇后娘娘在，谁敢要你们的命啊？娘就是拼了性命，也要把人送进官府去。那些没人性的东西，闺女怎么了？闺女就不是人了。别哭，现在就是好日子，今后再怀了女娃娃，谁都不敢祸害她。皇后娘娘都为咱们女人撑腰，自己也要立得起来，别再被人欺负了去。是，这世上只有皇上和皇后把咱们当人看，此次不知道顶着多大压力。咱们女人不管去做哪个行业，都要做到最好，做到顶尖。各位姐姐放心吧，这一次必定要好好活出个人样来。自古以来，不管执行哪一条新规矩，要走的路都不容易，百姓们见识有限，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乖宝下达的每一条懿旨，不管是对安阴国还是百姓们，从长远目光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夫君不必担忧，这点道理还是懂的。至于百姓家中发生的事情，是必经的过程，有反抗的地方就有压迫，懂得反抗的证明人还可救。说是有人给他们当靠山还不敢行动，再有本事的人也扶不起阿斗。日子是自己过的，谁还能一步一步地扶着他往前走啊？有些事情还是需要自己经历。夫妻二人并排站在帐篷前，看着老兵们宠溺地抱着2只小奶团子，在雨中欢快地玩耍。还是你闺女受宠，这雨伞都偏向她那边，身后还有人拿布挡着，咱家二老也笑眯眯的，一副宠妹狂魔的样子。真是的，这明明给他们增加了训练强度，阻拦不了一点儿，每日都超额完成任务。每日里除了睡觉吃饭，在帐篷里这还能抱上一会儿，平时根本碰不见小闺女。这还要托下雨天的福气，才能看到自己闺女。你是皇上，要想抱自己闺女儿，这外面的人谁敢不还呀？本宫瞧着夫君翘起的嘴角倒是很得意，像是炫耀。知我者乖宝也，朕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再怎么稀罕也是朕的小公主，他们只能抱一抱。孩子最终还是要回家的，他们没这个福气。雨越下越大，南疆国女帝本是要带着未来夫婿返程。女帝，您未来夫婿是您的人，先开门验验货也是应该的，不然这般为难自己，影响心情，就会影响美貌。不行，对于莫一大人，本女帝是认真的，这辈子都想同他好好过日子，万万不能用从前的方式对他。
本女帝只是馋的他的身子，又不是忍不了。让站在外面打着雨伞的莫依听见以后，向来冰冰冷冷的脸上溢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有一点声音啊？就刚到门口，怎么了？怎么此时过来？可有什么急事情？莫依清冷的声线，喉咙间溢出一个“字，便把事情说了一遍。哎，瞧瞧，这天气真好啊，冒着粉红泡泡，腻死个人，到处都充满了恋爱的酸臭味儿。调皮。不过，莫依在朕身边许久，看着他能有归宿，朕心中倍感安慰。想到他即将远嫁，这心中便很不是滋味。想来南疆国女帝也不敢随意欺辱他，大不了朕到时派人时常去看着他，知道他的安全便好。嫁人？莫依人家是娶媳妇儿好吧，更何况武功高强，除非他没有戒心才会中招呢。嘤，好感动啊！皇上还会惦记大哥在外面过得好不好，还让兄弟们去探亲。此生此世，我们生是皇上的人，死是皇上的鬼。是喜欢小公主和逍遥王吗？还是女帝喜欢小孩子？对的，小公主奶乎乎的白嫩汤圆实在是太可爱了，说话时糯糯唧唧的，头上扎着2个小揪揪，会随着小脑袋一摇一晃的，真是把人的心都要融化了。要不是皇上看得紧，上次便偷偷抱回来帐篷里养上几天。凡是在皇上身边当差的人，谁不知道小公主便是圣上的命呀？有人绑架小太子，皇上最多淡定的来一句：“尽快救小太子回来。”就算绑了逍遥王，最多叹一口气，叮嘱多派些人出去找。若是小公主不见了，莫依都能想象，小公主若是在皇上眼皮子底下不见，这军营都要翻了天了。哎，女帝，你万万不能有如此想法，要不然小命难保啊！就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在下都想办法给你取下来，都行。一定要记得，不要惦记安阴国的小公主和皇后娘娘，要不然……站在她的角度上，首选是……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莫依忍不住皱了皱眉。她的本能反应是保护皇后娘娘和小主子，那眼前人，女帝被她放在哪里？放心啦，本女帝只是喜欢小公主，想同她一起玩耍，不会装麻袋扛跑的。这一点本女帝还是拎得清楚的，到时候便是有命抢没命报。哎呀，莫依大人有了心上人就是不一样啦，如今都细心啦。瞧瞧，这叫一个呵护呀，让人自愧不如。哟，你们2人看起来红光满面的，最近生活过得很是滋润呐。不愧是本宫夫君身边最厉害的手下，一出马便知有没有。哎，借皇后娘娘吉言，那等本女帝真的吃到了，一定同你探讨一下。这是什么妖孽？此事情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吗？此时他有些后悔，为什么要邀请这个不靠谱的女帝来欣赏雨声吃火锅，完全是自作自受。皇上，属下给您请安。别耍滑头，等你们许久了，赶快入座吧。哎，一天天的哄着大人们玩可真累啊，比当孩子还累。是啊，那些老兵叔叔们可真有精神，比小孩子还要闹腾。累死本宝宝了，这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啊？娘亲不如让本王出去游山玩水，赚钱养家吧。哎呦，小奶坛子长得真美，依依小时候长得不如你，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等乖乖去南疆国或者依依回去了，便让人给你送很多很多金银珠宝，长大后便是一个有钱的小富婆，好不好啊，乖乖宝儿？这位漂亮姨姨，
谢谢你送那些大姐姐送来的首饰，都很漂亮，一看便知晓是被人精挑细选出来的，青青很是喜欢。果然，人的品味和长相是一样的，依依这般好看，才会有那么好的眼光。小孩子嘴巴怎么能这么甜啊？说话时糯糯唧唧的，身上都是奶香味儿。原来这便是小孩子的感觉啊！小公主喜欢好办呢，依依其他东西不多，就是首饰多。不如同依依回南疆国游玩，到时把漂亮首饰都给带走，如何？他就知道，眼前的小女人哪里会让人省心。这才几句话功夫，想要拐跑小公主的心又开始躁动，恨不得把她的嘴捂上才行。奶唧唧的童言童语中，满满对父母的爱意。小公主不喜欢依依，不想依依，才不要去南疆国游玩。可怜我一个小女子，一大把年纪没人疼没人爱，孤苦伶仃的。女人心真是海底针，前一秒还卿卿我我的，后一秒便说没人疼。唉，做男人可真难呀。娘亲，想吃。不行，再长大些便可以吃辅食。娘亲，你一口就一口行不行嘛？不，一小点，尝尝味道。娘亲，青青也想尝尝味道，就一小口好不好？完犊子了，闺女一开口，这怎么拒绝呀？可太难了。娘亲做不了主，问爹爹。今日是宴请你们莫依叔叔和南疆女帝的宴席，爹爹做不了主，要问两位客人。真的，一张床上睡不出两种人，能成婚凑在一起的人都是一个玩意儿。这两口子不做人啊！我也不想让小可爱们失望啊。清水白肉，没味道不香，不想吃了。依依太实诚了，这味道涮得一干二净的，哪怕是留下一点点也好嘛。依依也没带过小朋友啊，在你爹娘双重眼神压力之下，依依也不敢呀。他都没有敢说，若是不涮得干净些，下一秒狗皇帝就能把他扔回南疆国去。依依都涮出来了，不如尝尝味道。被小公主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这般没滋味的食物不吃也罢，便夹着肉片看向逍遥王。对于男孩子就没必要温柔了，话都不带问的直接往嘴里塞。吃吧，谁能吃过我呀？家中向来重女轻男，习惯就好。如今依依也是这个臭德行。他刚才听到皇上说叔叔，是真的听到吧？不是幻觉吧？他何德何能得小主子们一个叔叔的称呼，心底泛起阵阵感动。在朕身边多年，没想到你的心上人会离家中如此之远。等你们二人回去后，便好好生活。安阴国什么时候都是你的家。多谢主子，能跟在主子身边是莫依的福气。成婚后要疼爱妻子，发生任何事情都要护着她，疼她，爱她，护她，不准外人欺辱她。就算有孩子后，媳妇儿永远是第一位，不能冷落她。皇上请放心，本女帝一定会好好对待莫依大人，此生此世忠贞不二。莫依大人，祝您同女帝幸福美满呐！可不能欺负女人啊，不要丢兄弟们的脸面。将来有了后代，记得送信回来，大家伙也随点礼钱。两人相互对视一眼，朝着众人深深地拜了一下。去吧，常回家看看。主子多多保重，若是有事情，便让暗卫营的人来寻属下，不管什么时候。属下都是皇上身边的小暗卫，随叫随到。这是大家伙攒的银钱，还有一些值钱的物件。大哥，人在异乡要多点钱财傍身，以后咱们就身份有别，便不能私下联系了。
祝大哥和嫂嫂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咱们今日便就此别过了。说完后，不等他们说话，便骑马离去。位置不同，要考虑的事情便不一样了。他说此话的意思，就是在乎你们兄弟之情，免得后面难做。你别多想。皇太后在军营中早早便听说了此事，东西都让莫二给送过去了，可别让自家孩子在外面吃亏。这人呀，身上有钱，在哪里都硬气。是皇太后，奴婢放的纸多不少。莫爷大人是个心里有成算的，必定不会乱花，今后日子过得不会差。您同皇上在，真的像是嫁儿子一样，都操着心呢。大家伙儿能在您和皇上身边伺候，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此话你说错了，是老三娶了乖宝之后，宫中人才有好日子过。本宫也不知晓，那小小的脑袋瓜里怎么会有很多奇思妙想。皇太后是真心喜欢皇后娘娘的，您二人待在一起时，就像亲母女一般，美煞旁人。那可不，若不是皇后同本夫人关系好，就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要吃醋了。心儿再小些，怕是有吃不完的飞醋，这日子便没法过了。还好乖宝是你生的，不然本宫便一道圣旨，直接抢到后宫当女儿。到时啊，你哭都没地方哭。不怕不怕，到时本夫人便把皇上拐回去，一家一个也不吃亏。安阴国最尊贵的女人和丞相夫人站在一起开如此玩笑，若是有其他大臣家女眷在，此时此刻都要吓得腿都软了，必定跪在地上求饶。偏偏这两人说的那叫一个开心。好冷啊，这屋内怎么跟冰窟窿一样？是宫中煤炭了吗？如今打仗打得这般穷了。这仙人道长话可真多，没看两位主子脸上很臭吗？倒不是屋内冷，是太上皇和小太子身上层层冒着冷气，烧多少炭都是没用的。那些大臣们也真是，好日子才过多久啊，身上的皮就痒痒了，是不是忘记咱丞相大人多么血腥了？一个个上奏折弹劾皇后娘娘大逆不道，不守妇道，居心不良，说的那些话，连我们做奴才的听见都觉得恶毒。这些大人们还真说得出口。皇后娘娘以前说的一句话还真对，这男人多的地方也叽叽喳喳的，吵得很。在小太子面前说人家娘亲坏话，简直就是自动送人头啊！这些人是傻的吧？怪不得小徒弟这么生气了。怪不得小师弟这么生气。岂有此理！本宫母后在前面冒着生死与将士们共同杀敌，这些老鼠们倒好，在京城之中吃香喝辣的，家中孩子也是花天酒地的。如今母后只是为女子谋一些福利，便被这些官员们如此诋毁，日子终归是太好过了。哎呦，小太子息怒，小太子注意身体啊！孩子不是谁家，谁都不心疼。在前边是朕的儿子和儿媳，那些老东西不伤筋骨的，自然不怕。皇爷爷，这人是不能再杀了，国家动荡不安，不是可考的好时候。但官员们如此操心母后，便把他们送到边关去办公，连带着家里的嫡长子一起吧，不然上了年纪的人又说本太子不体恤下属。等云丞相收到消息进宫时，便把太上皇和小太子在宫中发了好大的脾气，包括各家老爷奏折上说的一些话，隐隐约约朦朦胧胧表达了一遍。这些老不死的东西，皇后娘娘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招惹他们这些臭男人了？儿啊，你可听娘的话，去边关也好，跟在帝后身边学东西，以后必定是出息的。过去后不要怕，不要累，
要想后半生过得好，年轻时候就要吃苦。此次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至于你爹，哼，就让他作死吧。咱这一大家子的人，迟早死在他手中。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玩意儿，竟然敢去管皇家家事，真是多年来只长了年纪不长脑子，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这换洗衣服总要给2件的吧？衣服，什么衣服？瞧这老爷胆子比什么都大，穿什么衣服啊？没有穿的，便不穿上街，怕什么？我们皇后娘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你们这些老登凭什么骂皇后？真是该揍！有本事你们都下来，老娘必定能还你们的脸！大臣们此时都后悔不已。当时消息传来，他是鬼迷了心窍，气势汹汹的便写了奏折，想要反对。执笔写奏折时，越想越气，越写越顺畅，最后竟失去了理智，写得很是过分。他可真是贱呀，真该打呀！哎，您看一看，自从帝后2人坐在高位之上，百姓们脸上笑容如此多。您只是一个官员，在朝中，您只需尽到本分，为皇上分忧，为皇后娘娘分忧，让您做什么便规规矩矩，用心把事情做好，让2人满意便是。是为父在官位上多年，被京城的繁华迷失了双眼，被权力给迷惑了，竟然敢去质疑皇后娘娘发的懿旨。退一步说，此等消息传到京中，必定是皇上也知晓，也是赞同的，不然……爹如今啊，年纪越发大了，这想法当真是不如你了。以后家里的事还要交给你，以后爹和娘亲就要靠你顶门立户了。爹，您放心，孩儿已经长大成人，此次去帝后身边，必定会好好表现的。远在边关的帝后2人，此时还未收到京城传来的书信，也不知晓将有很多官员被发配过来体验生活。乖，如今你年纪过小，等长大些再出门赚钱好不好？爹爹和娘亲现在不缺钱，足以养活大军，还有安兴国的百姓，同爹娘一起努力，咱家如今不差钱呢。娘亲乖乖，不必担心，儿子与皇奶奶在外一定会照顾好自己，遇事情一定会冷静，出门在外有很多人保护着，一定不会有问题。真的考虑清楚了吗？现在就要出发。今日若是不出发，再等上几日，到时候娘亲又需要经历一次难过情绪，这一点他是不忍心的。现在就出发，来时便没带很多东西，随便收拾一下便可。也不差这几天时间，娘亲和爹爹还有很多好东西。既然是去做生意，便要带上一些新奇玩意儿。去到一个地方谈生意时，才更加有资本。等娘亲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侄儿再出发，如何？既然娘亲都安排好了，便听娘亲的。萧山的心也落下一半，是帝王也是父亲，一方面想儿子有本事，出门长长见识，一方面心疼孩子年岁小，本该在父母怀里撒娇，无忧无虑的长大。他内心是纠结的，更多是不舍。爹爹，想要爹爹抱抱。真的哭死，小孩子也太可爱了吧。还是你头脑反应快，爹爹刚才也想抱着你来着，被你先说出来了。下次爹爹不给你机会，一定先一步讲出来。孩子有危险时，父亲在身边是最安全的，孩子没有危险时，父亲便是最大的危险。爹爹和哥哥2人做的游戏好像很好玩的样子，我也想玩。另外一处，萧时安带着老二进去商议军事的帐篷内，
他想同儿子好好谈一谈，来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谈话，互相了解一下。爹爹，小心本王同娘亲去告状，让你媳妇儿来收拾你，到时候里子面子都没有了。出京前，对于出门做买卖的事情，是否有了打算？是怎么规划的？说出来听听。若是有不细致的地方，父皇也同你讲一讲。再把外面的东西带回来，国与国之间物品互通，车队便能赚到钱。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若是想要收集消息，便要开茶楼、开酒楼、开客栈、开钱庄，还有便是拍卖场，用于拍卖母亲拿出来的新奇东西，接触的也是各个国家的重要人物，比如富贵人家和官员。这些人知道的消息比寻常百姓又不一样，收集重要情报还是要达官显贵方面下手。今后若是父皇统一其他国家，远在京城之中也能第一时间知道消息。而有出息，当爹爹的自当全力支持，会从外面的势力拨出一些人，专门为你所用。你要记住，在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要以自身的安全为第一位，任何事情都比不上你平安归来。而且，你是一个小男子汉，要保护好黄奶奶，在外千万不要意气用事。爹爹放心吧，您今日所说之话，孩儿都会紧紧记在心里，保护好自己，保护好黄奶奶。只要到一个地方，必定会寄信回来。若是遇到事情，不会逞强，会第一时间求助。很好，父皇很欣慰，我儿以后必定会有大出息。另外一出，什么呀？人吓人，吓死人，好吧？下次扔东西前，可以先预警一下不？若是本宫被吓死，你们便都吃不到了。刚才是谁想往下扔的？肯定有人带头。那还要再扔点宝石下去，算是打招呼。很快得到众神仙的一致通过，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宝石解决不了的问题。哗啦啦，呼啦啦，于婉英连忙跑过去，抱起自己小闺女，便躲到宅子里去。真是不靠谱，这玩意儿砸身上多痛啊！若是砸到闺女的脸，呀！怎么回事？怎么又生气了的？这女人心都这般难懂了吗？难道是东西还不够？稍等啊，稍等，诸位。以小仙来看，小姑娘并不是嫌弃东西少，而是诸位丢东西太着急，差点伤了她的孩子。怪不得，想着小姑娘也不缺金银，也不是贪心的人，原来问题出在了这里。太多年不做人了，猛然忘记小孩子都很脆弱，若是想得起来，怎么都会把孩子给护着的。是呀，咱天上也多久没有出过奶娃娃了，哪里知道婴儿需要呵护的。算了，总归是大家的不对，再送些东西赔礼道歉吧。这后面不等想完，便看到天空之中先是试探一样丢了几样东西下来，随后便像是漫天雪花，掉落的东西更多。做神仙的也偏心，偏的也太明显了吧？那什么，太多了，够了。青青，这是天上的哥哥姐姐们送你的礼物，你也说句谢谢吧。谢谢漂亮姐姐送的花花，谢谢帅气哥哥送的钻钻。好萌啊！宝贝儿，你喜欢什么颜色麻袋？哥哥和姐姐带你离家出走，去过好日子。是很可爱，但是别人家的。天界有规定，仙人不可随意插手凡间事宜，同理，凡人之躯也不可随意登天。这司命小仙平日里兢兢业业的，这性格实在是不讨人喜欢，真下头。对，这规矩谁人不知啊？呸！走开，惹人烦得很。怎么的，现在讲实话也惹人不喜欢？
做神仙可真难，做讲实话的神仙更难呐。芊芊，让娘亲变美美哦，给爹爹打仗仗，一统天下。青青我呀，要做这世上最尊贵的公主。嘿嘿，你倒是个大方的，得了这么多东西也不藏起来，到时候都安排出去了，不心疼啊？这点东西便是好东西啦，青青值得更好的。钱花在正地方便是最好的去处。做人呢，不能抠门小气，也不能大手大脚花钱，会影响运气。说是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有人因为银子而受益，便是积累功德。说起来也是好事一桩呢。所以钱只是身外之物，放心大胆的花。是，娘亲的小公主是最棒的，有你在呢，可真是爹娘的福气呢。哎呀，赔礼道歉的东西都送了，那吃食还买不买了？母女二人这番表现，便是不生气了吧？别聊天了，倒是赶紧买东西啊！零食这种东西，一日不吃便馋得很，整个先生都没有意思了。事情皆如他们所愿，收东西自然是要办事的。云婉音也没有让神仙们失望，大手一挥，便在购物空间里买了各种零食，还有泡面、火腿肠，每一样都买了好几箱。就说小丫头是个大方的主，瞧瞧这出手阔绰程度，让人看着心情愉悦呀。是，要不说这便是缘分呐。哪一届神仙像我们一样运气好，遇见身有大气运之人？当萧山抱着儿子回帐篷里，乖宝，这是去挖谁家皇陵了吗？这么多奇珍异宝。娘亲在哪里呀？还有吗？一定还有很多，咱们一起去挖。这样就不用担心没钱花了，天大的好事情啊！这些都是漂亮的姐姐哥哥们送我的见面礼哦，都是给青青的哦。家里青青最大方，全部拿出来给家里花，给爹爹和哥哥。妹妹，这些东西过于珍贵，留着给傍身也好，若是拍卖出去有些可惜。二哥哥拿去卖个好价钱，这些钱够边关将士吃饱穿暖，再做些利国利民的事情，远远比摆在这里更加有意义。好，既然妹妹想要这样做，二哥哥必定拼尽全力，把这些东西拍卖出最好的价格。兄妹二人有说有笑，场面看起来很是和谐。说过正事，最吸引他们的便是婴儿辅食。快给我们吃，快给我们吃！这让他想到钱是因为倭寇坏，心思不正，明明倒了很多未处理的河水，全部倒入了大海之中，那些海洋生物因此丧了命，更有甚者开始变异。海洋不再是他们的家园，无法再自然老去，导致很多生物消失在地球上。娘亲，在想什么？这般出神？是点心上面小动物可爱吗？那给娘亲吃。都给娘亲吃，宝宝不吃了。从前呢，在遥远的深海之中，有一群可爱的小海豚，不仅不怕人，还很乐意同人类打交道。久而久之，同人类是最好的朋友。可有一天，世界上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因为一帮大坏蛋、大恶人做了惨无人道的事情，把很多坏东西倒入海豚赖以生存的大海之中，他们便失去了家园，还没了生命。大坏蛋真是太可恶了！娘亲，这些坏倭寇在哪里呀？这么坏的人一定要防备，早早收拾了，不然就像臭虫一样，不止不要脸，还要吸干人的血，霸占别人的土地和家园。若是去到倭寇的国家，一定要把消息传回来。与这些狗东西打交道的时候，不要被他们伪善的假象给骗了。不管听到什么话，只要心里不相信，便不会落入他们的圈套，便是最安全的。此国人奸诈阴险，卑鄙龌龊，狼子野心，不可深交。
明知对方是罪大恶极的异类，便保持些距离，一心做生意，把钱财都笼络在手中便好。打了主意以后，他想着如此好的东西，我可不配拥有。老天爷嘞，这两口子是去挖皇陵了吗？难怪老祖宗仙逝时埋藏了如此多的好东西。孩子年纪小，如今要带着将士们四处征战，手中银钱便不凑手，东西在老祖宗那里也没有用处，不如给孩子们，让他们两口子折腾去吧。还真是一家人呢，第一反应都是你家主子去挖祖坟了。不止如此，还求神告奶奶的让祖宗们原谅。本宫连萧家祖坟都不知道在哪里好吗？还真是高看弱小且无辜的我了。主子是奴婢的错，不该笑话主子。实在是其他贵人对你有好东西的第一反应都是趁着天黑去挖坟，这次事情着实有些好笑，忍不住，根本忍不住一点儿。啊，做人可真难啊，特别是做好人，更是难上加难。本宫可真有福气，就算是去挖了萧家祖坟，也会有长辈在烧香拜佛，请求祖宗们原谅。所以说呢，成婚是女人第二次投胎，也是你唯一一次选择嫁人的机会。日后你们四人可要长点心，别被男人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就算是自由身，奴婢也心甘情愿在主身前伺候一辈子。请遵皇后娘娘教诲，奴婢日日记在心中，不敢忘记。啊，杨青还是伤心了，今日笑起来真丑。杨青乖乖，杨青不哭，杨青听话。在边关与父亲要好好照顾身体，一定要按时吃饭，平日里不能睡得太晚，早些休息身体好。儿子出门在外必定会注意安全，杨青在家里乖乖的，儿子在外面才踏实呢。佑儿哥哥出门顺顺利利，平安健康长大，遇事便逢凶化吉，好运加倍，顺利归家。在外面跑一段时间便回来，祖祖这年纪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在闭上眼之前，总归是想要看看王爷的。祖祖们放心，时隔半年我便回来一次，一定还能见上很多面的。好好好，逍遥王亲自说的，老婆子便信了，一直在边关守着，等你回来。天色不早了，早些出发吧，不然赶不到地方便要睡在半路上，大家伙都受罪。出发吧，别再耽搁了。嘤，好舍不得小王爷呀！若不是要跟着种地，老头子恨不得跟着一块儿去，整日守在小王爷左右，看谁敢欺负乖宝生的乖孩子，不然老头子就算活出性命，也不放过那些坏人。哎呦，可让老婆子心疼啊！这年纪大了，出不了很多门，不然跟在孩子身边，时时刻刻照顾着，他们放心，乖宝在边关也能放心。诸位长辈保重，小子这便出发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马车便开始启程。一直压抑着情绪的云婉音，在毫无预兆之中，身子一软，便要倒在地上。目光一直在他身上的萧山，第一个反应过来，伸手便把人捞进怀中。主子！万娘看到这一幕，觉得呼吸都不顺畅了，捂着胸口也想晕过去。可看着强撑着的云家二老，一口气喘了过来。两位可要保重身体，帮乖宝看好小公主。娘心中清楚，孩子是有您亲自带着，乖宝才能安心。是，乖宝最心疼3只奶团子了，做阿奶的要替他带好孩子。哎，是的，娘，您跟父亲
可抱好小公主了，千万别离开视线。哎，老三家的放心，小公主不会离开老头子的眼。赶快去看看乖宝如何吧，有消息就差人送过来，好让人安心。所有军医御医迅速到朕的帐篷内，违抗者格杀勿论。该怎么做，不用朕多说，只有一句话：务必保证皇后娘娘好好的醒过来，不然，所有人都去给乖宝陪葬吧。皇上，臣妇知晓您是心疼皇后娘娘，这般情分，美煞旁人。这是皇后娘娘，是臣妇的女儿，臣妇最是了解她。乖宝生来便心善，命格同旁人更是不同。从小到大，云家上上下下便为了她积累功德。如今她躺在床上生死不明，若是皇上为一时痛快，就要砍杀这些大夫，更是要了乖宝的命。臣妇斗胆求皇上收回成命。都起吧，先给皇后娘娘看诊，饶你们不死。都记住，都是因为皇后，诸位今日才能安然无忧，好好活着。回皇上，皇后娘娘是情绪激动晕了过去，至于为何没醒，是伤了心神，需要花些时间静养一下。最近注意心情变好。回皇上，臣与御医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皇后娘娘一时情绪激动。好，那便开最好的药，赶快让皇后喝下去。小丫头真是调皮，都做了娘亲了，还这般吓唬大家。休息好了，便快些醒来，不然你娘亲和阿姨阿奶怕是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都怪朕没本事，应该让老二留在身边多陪陪你。咱们家如今倒也不是真的缺钱，想想也对，老二年岁那般小，还未断奶，这般离开家中，还要去很远的地方，作为母亲能不担心吗？你家主子一直爱干净，在他没醒来之前，此事情便由朕亲自来做。每日测试好水温之后，便差人去喊。是，皇上请放心，奴婢记在心里，必定会好好照顾主子的。想到小时候硬要救出山上的家里人，闺女便是一躺3年过去了。她现如今还清楚地记得，乖宝没有醒的几年，她是怎么数着日子度过一天又一天的。这次肯定不一样，同之前肯定不一样。乖宝不会再睡上那么久，真是伤心了。睡了几个时辰便会醒。夫人，你可别多想啊，这个时候更应该陪在小小姐身边，千万要撑住，别倒下去啊！不然小小姐醒来后看您病倒，这心中该有多么愧疚啊！好不容易醒来，再伤着心脉，事情变大了。3位小贵人年纪还这般小。嬷嬷说的对，本夫人不能倒下，不然二老肯定撑不住。丞相夫人，若是身体不舒服，便让御医等人来看看，不然您撑不住倒下了，乖宝心里肯定多难过，一定不要硬撑。多谢皇上关心，臣服很好，只求在皇后娘娘身边伺候。朕准了。皇后如此状况，亲生母亲在身边，自然是好的。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没显示哪位要飞仙成神呐？也许是人太多，你给忘记了呢。应该是哪位大神历劫归来，才能有这么大的动静吧？这是养了些什么玩意儿啊？脑子如此不聪明，是可以随意放其他神仙过来了吗？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希望小丫头能给他们带来改变，不然……云婉音在桥上走了许久，感觉眼前这条路太长了吧，都走累了。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怎么就不按招数出牌呢？女娃娃怎么就不走了？走啊，走啊！他可是费了些大功夫才护住小丫头心脉，才有今天这一出。一时半会儿他又回不去，总不能送地府去吧，只能送到天上跟神仙们聊聊天也好。云婉音现在可以确定，这乔是有意识的，简直不讲武德呀！在这里又不能使用武功，感觉全身都被压制了，只能靠着双腿慢慢走。若不是又不能回头走过去，他早就跑回家了，才不要在此处受苦受累的。哎呀，累死了，就不能来个人送我一程吗？天道无语，他也想呀，只是有些路必须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看着彩虹桥离自己越来越近，闷着头往前跑。就是一个玩儿，谁怕谁啊？本宫就看看，在丹田里一直没动过的七彩霞光，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嘿嘿，瞧瞧，人果然是要帮忙逼一把，这不速度越来越快了。这有些奇怪呀，为何彩虹桥的人连大家伙都看不见啊？不应该呀，正常在人上桥那一瞬间，画面便会传回到天空之镜上。如今倒好，哪里都是雾蒙蒙的一片，看不清楚一点儿。像是故意的。在彩虹桥上不断奔跑的云婉音，此时此刻心中直骂娘。下一秒钟，她便觉得视线开阔了很多。她这是上天了，飞升了。还是有聪明人的，真不容易的呀。小丫头怎么就上来了？她挂了吗？说啥玩意儿呢？当神仙的怎么能乱说话呢？若是成真了可怎么办？在天上的日子多无聊啊！小丫头年纪轻轻的，应该多活几年，等年老之时派人去接就是了。说破不算啊，说破不算啊！晚辈云婉音，拜见各位漂亮姐姐、帅气哥哥，打扰啦。怎么办？小丫头喊我漂亮姐姐啊，嘴巴可真甜。与小公主一样，惹人疼爱，不愧是那孩子的母亲，是遗传。呀，凡人所说，养丫头最贴心，今日一见，果然如此。说话可真甜呐，恨不得把身上好东西都给她。只是成婚过早了，不然大家伙肯定为了好好把关。至于下面那个，还不错呀，凑合着用，凑合着用，先这样吧。来者便是客，凡间皇后无需客气，进来吧。啊，乖宝啊，你怎么就心急后便晕了过去？这也太危险了。刚好那时大家都回府中休息了，不然必定送一道仙法下去护住你才是。姐姐们好美好美啊！是，真是个可爱的小丫头。姐姐们有很多宝石，一会儿都给你带回去。不用，前两次注意姐姐们送东西根本用不完，如今还在空间里放着，还有一部分给家中老二拿去做生意了。那些宝物可都是神仙的物品，拿出去卖，会不会惹他们生气啊？挑选的都是里面没那么起眼的，珍贵的东西全部收了起来，以后给青青做嫁妆。这样就很好，也算是让那些物品有个归处，不然呢，在院子中堆着都落灰了，白瞎了那么多好的玩意儿，给老二拿出去见见世面也好。挺好的，就算都给你家孩子带出去也没关系，那些宝物只是边角料。原来是这样啊，那就好，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各位交代。那晕倒之后为何就上了9重天上了？是有什么原因吗？一刹那间，空气都安静下来，大家互相看看，用眼神示意着。众神仙都看向一人。别看我啊！此事情过于怪异，如今怀疑是天道直接插手的，不然……那天道为何帮忙？是……众神仙又集体摇头，这一点他们就算是神仙，也不清楚事情来龙去脉。
一众人就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小丫头不能在九重天上多待，时间一晃而过，若是几年光阴过去，凡间必定会大乱，就人间的帝王第一个发疯，到时凡间百姓们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他怎么只穿着红肚兜，露着屁股蛋子，真白啊，看着很有弹性。没天理了，是谁？到底是谁？本天道现身时明明是帅气无比的大帅哥，怎么就变成奶团团了？有本事给本天道出来，在暗处里使坏，算什么男子好汉？有什么本事？来啊！缩头乌龟怎么就不敢出来了？呸！胆小鬼！怎么办？好想笑。笑出声音来会不会伤小孩子自尊呢？咚咚的一身小肥肉真是可爱，好想捏一下呀！哎呀，若是无父无母，拐回去给3只奶团子当弟弟也好啊，一定很好玩。又是谁呀？惦记本天道了？哎呀，感觉后背有些发凉，可怕呀！哎，既然已经这样了，面子里子都没有了，便既来之则安之。诸位好，在下便是天道，乖宝便是在下救上来了，这也是天意。眼前奶乎乎的小崽崽是天道，掌管天地法则的天道。这本天道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本都穿衣打扮好了，选出最喜爱的那套衣服，等出来时便是诸位看到的样子，真是让本天道也感到头疼不已。唯一可以想到的便是自从乖宝上天后，很多事情就变了。此事情还跟我有关系？怎么可能？我算什么东西啊？哪里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啊？许是其他位面发生了大事件，导致很多事情异常，大人物为了阻止一些事情，便把你传送过来，目的便是让你救天下苍生，避免生灵涂炭。这一点便让那些人对你寄予厚望，给了你太多能量，才会导致如今小位面无法压制你。听得他脑袋晕晕乎乎的，什么大人物，什么天下苍生，没有穿越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地人员，怎么会被选中的？心中这样想，便也直接说了出来。他知道的还真是多一些，因为云婉莹出现时，他便接收到其他天道送的消息，说要好好照顾他。为了此事，还专门做了一些调查，涉及到云婉莹的前世今生做的很多好事情，积累了很多功德，便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点一点讲给他们听。哦，哇，厉害啊！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目前在下知晓的便是这些，其他的都伸着脑袋等着他下面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让众人感到无语至极。只有于婉莹作为当事人，听了七生七世自己的人生，心情有些复杂。生来便善良的人，不管哪一世都会本能选择当个好人。原来他命好是积累下来的福报，包括每一世的家人对他都是百般呵护，求神仙告奶奶的保佑他，不管什么时候都顺顺利利的。如此有福报之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福运傍身，自然连凡人之躯都可上九重天之上。今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他心疼孩子，气大攻心，伤到了心脉才晕倒的。为了修补他的身体，丹田中沉睡不醒的9天圣光才被迫苏醒，是为了保护他的身体。走了一条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凡人走过的成仙之路。此次回去凡间，乖宝的身体会与之前大大不同，带着些许神力，剩余的什么时候觉醒便不清楚了，全看机缘。这就踏上了成仙之路，也太简单了吧！
不愧是连天道都要礼上3分的孩子呀，这份好运气。您这意思便是小仙手中的本子已经写不出云姑娘的故事了，至于什么样的人生全凭她自己在凡间演绎，是吗？是，司命星君说的对。若不出意外的话，您看了一下自己的本子上，其实上面内容早早便发生了变化。被他这般指出，司命本能地翻动手中本子，翻到云婉音那一页的时候，发现从前写的东西都变了。上面写的是云婉音从小到大经历过的人生，只有到今日，剩下的页面全都是空白，就像是等着主人公自己去书写一样。司命星君有时也挺想报官的，那他这个职位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时间，作为一神仙的他都陷入了怀疑，是神仙管理凡间，还是云婉音来管理整个凡间和仙界了？真颠啊！整个仙界都开始癫狂，开始发疯了。怎么样？怎么样？震惊了吧？意思是不是，若是我现在想回去，那道桥便会自己出现？下一秒，唰，闪着9天圣光的彩虹桥便出现在众人面前，还自动加宽加大。什么时候天上的东西这般不矜持了？就不能等个几秒钟之后再出现吗？瞧瞧这谄媚的样子，说出去都丢仙人的脸。也是好事一桩，好歹回家很方便。下次再有时间，便把3只奶崽崽带上来，给大家伙抱抱。唉，活了千万余年，这天上就没有诞生过小崽崽，平日里安静的很。做神仙也孤单的很，好不容易家中小辈有了崽崽，这下可以抱一抱了。对，这样来回也方便了。上来玩几分钟，再回去也不耽误什么，正好有人帮你看孩子了。是啊，若是你出门打仗看不了孩子，便送过来，到时便让9天圣光搭一个桥，你也不需要送，有人会上去接的。啊？有人可以接？那刚才本宫上来时，怎么没有人接呀？那个，你听我狡辩，不，你听本天道解释。升天之路只能自己一路走过来，你与旁人不同，别的神仙可以用仙辇来接，你要踩着9天圣光，一步一步才作数，这也是天地法则对你的嘉奖。升仙位之时，地位会很高，还会得到天上的祝贺，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多少神仙求都求不来的。那好，再有下次，便麻烦天道小朋友和诸位哥哥姐姐们伸把手，接一下。在天上待的无聊，为何诸位不下去看看人间，游历一下呢？仙界有仙界的规矩，人间有人间的法律。如今凡界正在经历大乱之时，神仙下凡会影响很多事情的走向，故而是不可下去的。只有等天下太平，事态明朗之时，若是有人诚心邀请神仙，方可下凡间看一看。待的时间也不能久，到点便要返回仙界，超过时长一样要受罚。那个，乖宝啊，难得上来一次，不如多给大家伙买些好东西留下来，闲暇之时可以吃点东西打发时间啊。那是自然，诸位帅气哥哥和漂亮姐姐吃，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便是可以购买很多好吃的东西。如此有灵性，好神奇啊！哎呀，这也太客气了吧？怎么能都拿出来呢？乖宝啊，吃的好东西要藏起来，别大大方方的谁的都给。这让大家伙怎么好意思收呢？屏幕拿出来给你们自己挑选东西，事后还是要收回去的。简直太丢脸了，好想躲起来哭啊！哎，丢人呐，丢人呐，真是丢人呐，丢大发了！哎，以后还怎么在小丫头面前装？哎，真是猪一样的队友，气杀我了！都住手！乖宝哪里有那么多时间耽误？他还要早些时间下凡呢。
一个个都打架，成何体统？在天上待太久没规矩了。无语，就不能收着点力道，差点把人给掀飞了。不知道女孩子体重轻吗？不如这样吧，大家一起看购买软件，如果喜欢上面的东西，便一块下单，这样既可以节省时间，也可以一起观看。这样诸位哥哥姐姐便不用再打架啦。哎，不，乖宝不要误会，这是大家相互交流的方式。寻常时都是好好说话，可不是一直打来打去，你可别误会啊。对，交流方式虽然粗鲁了些，但感情是真的。平日里诸位姐姐可都是友好相处、相亲相爱的。姐姐们必定双手送上很多好东西来同你交换，肯定不能让小丫头亏本了。诸位漂亮姐姐说的什么话呀？就算再穷，还能差这几套护肤品吗？不可能。以后诸位的化妆品都包了，也没问题。行，这小乖宝大方，姐姐们便不同你客气了，在此先行谢过了。安阴国边关里却过去了1个月。老三家的，乖宝，不会是因为救了家中的谁，才一躺不起，同他还是个小娃娃时候一样？难道是因为在外的逍遥王出了事情？老祖宗你可别乱动啊，注意着身体。这边关的老老小小，从上到下都指望着您看管呢。特别是老爷子，若是您倒下了，您让同你形影不离老伴儿可怎么活？爹，你别担心，娘一定会没事的。乖宝也会很快醒过来，一定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哎，老三家的别过于担忧，等乖宝睡醒了，看到你这般憔悴，必定会愧疚。他只是累了，想要多休息一下，最起码是在军营之中比上战场还安全，是不是啊？锦音，这次又调皮了，睡了如此之久，再不醒来，家里人要担心。阿爷和阿奶还有娘亲他们今日里都瘦了很多，只叫你平日里最是心疼他们，真让厨房的人做了很多好吃的，这是3位都吃不下。不管用什么方法，朕还是无法让他们胖起来，是真无用。站在门口听见以后，心里是又酸又欣慰。眼前的帝王天生美貌，还特别专一深情。对于云家人，他是真的做到爱屋及乌。臣妇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吧，朕说过了，您是乖宝的母亲，今后见朕无需多礼。您为君，臣妇为您的家属，理应按照规矩行礼请安。多谢皇上看着皇后娘娘的面子上对臣妇的厚爱，心中感激不尽。只是皇后娘娘从小与您一同长大，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之情谊。近日里皇上过于劳累，都没有好好休息，不如今日便好好睡上一觉。皇后娘娘这里由臣妇守着，必定是寸步不离。若是有什么事情，让下人第一时间去送信。多谢岳母关心，小婿不累，就想守在乖宝身边，无需担忧。9重天之上，哎呀，果然是女孩子贴心啊！今日买了如此多东西，够吃够用许久了，家中有吃的，心中踏实不已。哥哥们也不能小气，一会儿便亲自送你一程，怎么都不能让小丫头再走回去了。是啊，姐姐们也送，一会儿把出门乘坐的轿娘给拉出来，必定是要风风光光给送回去的，不然……哎呀，好了，都别墨迹了，
按照天上地下的时间掐算，乖宝可都睡了1个月了。完犊子了，他这个不及格的天道呀！这下凡间的帝王岂不是要疯了？在晚上1秒钟便会坏了大事。同样震惊的还有云婉音，他都能想到那个男人和家中人会着急成什么样。如今一众神仙和他都着急动了起来，先是把最漂亮的轿辇给扔了出来，再叫上自己的坐骑。走走走，快些走！老夫人，您快起身瞧瞧吧，外面出了祥瑞呀，满天都是神光，看起来漂亮极了。老奴觉得此事同小小姐有关，说不定小小姐马上就能醒来，这是神仙前来相送了。快，扶老婆子我出去，就算求神拜佛，也要求乖宝早些回来，求漫天神佛保佑我云峰氏的小孙女儿平平安安回家。若是乖宝平安回来，老婆子愿意生生世世不入轮回，给诸位当牛做马。老夫人这是要用生生世世来换小小姐，那他都不敢接着往下想。若是小小姐醒来以后知晓此事会多暴躁，恐怕比皇上的气息还要阴森恐怖，会不会把天都给捅个窟窿？漫天神佛，您大人有大量，老夫人是心疼孙女着急，才说出来此话，当不得真，您可千万别见怪。若需要什么东西，便在梦中同在下讲，一定努力办。罢了罢了，都如今年岁了，不要给身边人添乱了。他说的话不止周围的人听见了，就连在天上赶路的众神仙都听见了。真不错，小丫头投胎到云家也真的算是福气了。老人家说的话，诸位便当没听过。人的寿命十分短暂，他不过再活几个时辰。原本云婉音是很紧张的，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在想该怎么给阿奶求情，下一秒耳边便听到神仙们说的话：都是好仙呐，可太善解人意了吧。其实他们若是想要交流，根本不必说话，用仙力送过去便好了。故意讲出来还讲得那么大声，就是为了让小丫头能清楚地听见，安安心心地坐到里面。天空之上慢慢显示了很多仙人的身影，都是庙里面向世人的形象。神迹降临呐！求菩萨保佑皇后娘娘平安健康，早些苏醒过来。求神仙保佑仙女家中老小一辈子无病无灾。在下萧石安，安阴国之帝王，愿意用真龙命格求所爱之人苏醒。在下萧石安，安阴国之帝王，愿意用真龙命格求所爱之人苏醒。在下萧石安，安阴国之帝王，愿意用真龙命格求所爱之人苏醒。神仙呐，你们看一看吧。帝后二人是世上最好的帝王和皇后，为何要有情人经历分离之苦啊？求求诸位让皇后娘娘醒来吧，我们愿意吃素5年。有一个发愿的，便会有第2个、第3个、第4个。众神仙如此振奋的场面，别说百姓们没有见过，就是他们活了上万岁也没有见过。随手撒下一些福泽到下面，看到他们都诚心诚意的份上，也算是福报了。云氏之女云婉英，自打出生以来，便福泽万里，不止救活了很多百姓，同时避免了很多战乱，故而接她上天聊聊过往。如今事情已定，她寿元未到，便派众仙送回。话音落，仙撵门打开，众人便见到穿着一身彩衣的云婉音坐在里面。来的乖宝啊，真好，真有出息，都有神仙接送了。
只要是人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好。老婆子算是放下心了。好，以后乖宝就去当神仙，不用去地下受罪了，这样就很好。心情最为复杂的便是婉娘，一方面想要闺女有出息，一方面想要她一直能在身边。作为母亲，成长的第一步便是要学会放手，让孩子学会飞翔。众神仙们虽然是舍不得，但还是很快把小姑娘给送了回去。让夫君担忧了，以后便不会了啊。夫君，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照顾好身体，照顾好孩子，照顾好家里人，不然这心里总是酸酸涩涩的，感觉很难受。妍妍，真做不到。在登基时，若是你还没醒过来，真不知道自己能做出来什么事情，会不会就随着你一起去了？他像是只受伤的小猫一样，紧紧抱着怀中小人儿，感受他身体传来的温度。听到他的声音，一字一句都让他感到安心，像是心脏回来了。皇后娘娘，您可算是回家了，奴婢都担心死了。娘娘，您可千万别再睡了，小公主整日夜里都在哭，皇上整夜守着您呢。主子，小小姐，奴婢可想死您了，再有下次，便让奴婢拿命去换您。没事儿啊，就是一觉睡得久了些，以后不会了啊。是乖宝回来了对吧？是奶的孙女儿回来了是吗？直到云婉音伸着热乎乎的手，把她长着老茧的手轻轻放在脸蛋上时，老天爷呀，终于把乖宝给送回来了。老头子，你看见了吗？你心心念念的孙女就在眼前，这手热乎乎的，眼睛也在眨。看见了，你可别过于激动啊，晕过去谁给乖宝带孩子哟？好，回来就好，只要人回来，比什么都强。意识到从醒来到现在，他都一直被抱在怀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算是思想再开放，也扛不住。乖宝，你在床上躺了1个月了，不能马上下地走，要身体适应一下，慢慢下地才行，便让皇上抱着会好很多。是，丞相夫人说的对，人在床上躺久了是需要适应一下的，这一点正常人也都是知晓的，皇后娘娘不必觉得不好意思。朕抱着明媒正娶的夫人有何不可？朕就是要天下人都知道，皇后在我心中有多么重要。看谁敢说不合规矩之类的话，朕不介意多砍几个头，多抄几个家，充盈以喜爱国库。皇上说对，皇上威武。很好，不是个孬货，懂得护媳妇儿的人差不到哪里去。在同云婉音相处的短短时间内，他们是真的拿她当妹妹一样爱屋及乌吗？他们相互看了一眼，便撒下一些仙力，径直落在她的身上。既为人间帝王，便要有一颗爱民之心。看在你四处征战，却从未伤及无辜的份上，上天送你一份大礼。今后在战场上战无不胜，让百姓们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姨姨们希望青青一辈子平平安安，万事顺利。有这些祝福在，青青日后必定逢凶化吉，一生顺遂。谢谢诸位神仙，今后必定诚心诚意烧香火，
日日都供奉着，只求保佑家中小孙女儿和3位小贵人。好，既然你们诚心所求，便一定会实现。哎呀，老天爷嘞！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过了几十岁的人，能够真正看见神仙呀！哎呦，这下好了，谁都不能说神仙是不存在的。再有人敢在老头子面前说此话，必定要骂对方狗血淋头。嘿嘿。是啊，是啊，凡是边关的百姓可都瞧见了，一清二楚啊。咱们皇后娘娘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来拯救我们的，就是仙子啊。就见百姓们手中埋了很多香火。掌柜的，再多来一些香火，还有皇后娘娘那份呢。一个活生生的仙子在眼前，上香火时怎么能忘记呢？差点犯了大错误。掌柜的，还有没有货呀？多拿出来点啊！东西根本不够买啊！快点上货啦！这泼天的富贵，您可别接不住啊！各大香火铺的掌柜的没想到，平日里只有百姓们去上香，或者谁家有白事的时候，店铺里才有生意，丝毫不敢想象有朝一日香火铺会如此受大家伙欢迎。很快，边关军营大门处有100米的距离，守门的将士们很快便看见了一个场面。百姓们先是点燃一把香火，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嘴巴里碎碎念的，大概内容便是求神仙保佑，求皇后娘娘保佑。麻烦诸位兄弟了，这些东西是给仙子不是给咱皇后娘娘补身子的，劳烦收了一些，晚些把东西送进去啊。眼瞧着烧香火的百姓们越来越多，守门的将士赶忙进去把事情汇报了一遍。夫君，大家伙儿这是想把我送走吗？看诸位神仙哥哥姐姐享用一样的香火，是觉得我活得太长了吗？怪宝此话说的甚是有理呀，好好活着的人怎么能同神仙们享用香火？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是懂点规矩的。本就因于婉莹睡了1月有余的时间，疯婆子日夜担忧着，加上已是高龄老人，心中全凭一口气挂着。此时想到很多可能性，整个人便有些撑不住了。叫大夫，要快！乖宝，过来。不用大夫说，奶也知道奶的身体不行了，已经油尽灯枯了。若不是为了再看你一眼，强撑着这么久，奶早就一命呜呼断气了。最无法接受的便是云老头，整个人站在原地，呆呆愣愣看着床上的人。老头子，这世道便是这样，寻常人家能吃饱穿暖，便是最好的日子。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里人平平安安的，一生无病无灾。乖宝儿，不要难过，奶这辈子过得很好，特别是有你出生后啊，奶整个世界都亮了，穿得好，吃得好，身边还有贴心的人伺候着，这日子便是最好的。他有想过用空间的灵泉水，或者求神仙来救，想到家中一直用灵泉水入菜泡茶，疗效便是能强身健体，但不能延长寿命，心中就涌现出了很多的无助感，眼泪越掉越凶。阿奶，你一定会没事的，您说过要活到100岁，比乖宝久一些的。这若是活到100岁，奶岂不是成了老妖怪，要被人绑起来烧掉的，到时候连全尸都没有，岂不是更惨？怎么会？阿奶什么时候都不是老妖精，阿奶要做安阴国最长寿的老人。阿奶骗人，阿奶是世上第一大骗子。
阿奶说帮乖宝看孩子，看到孩子长大，还说要等彻儿回来要多看他几眼。若是半年以后彻儿回来后看到他最爱的祖祖没等他，到时候秀儿和彻儿该有多难过，他们会不会后悔和愧疚？当时应该多加阻拦你，不让你跋山涉水到边关来，在京城里颐养天年，便能多活上几年时间。这一生，秀儿和彻儿都会活在悔恨之中，度过几十年的人生。